那女房东向你表白，只要你跟她健身就能赚10万，可你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因为你觉醒了双倍返现系统，花1块钱就能返2块。抓起手机，你立马来到一家超市，然后叫老板拿一包最贵的烟。老板抬头看了你一眼，直接开口道：100。你看着手机上仅剩的101块钱，100就100，赌一把别墅靠大海。很快扫描付款一气呵成，同时一条银行短信发了过来，你点开一看，直接到吸一口凉气，经尾号996的卡立刻到账200元。你顿时激动的大吼道：老板，再给我来2包华子。超市老板翻了翻白眼，就买2包整的跟买2条一样。虽然他对你的行为非常鄙视，但他的手却特别的诚实，马上又从烟柜里拿出2包华子。而我的200块花出去的时候，银行卡果然又收到了400块。接下来系统提示，为女人花钱就会获得10倍返现，还可以看到女人对自身的好感。回到公司之后，你首先就选定了一个目标，丽丽。你小声的叫着隔壁工位一个美女同事的名字，加完班有事吗？我想请你吃个饭。丽丽全名叫秦雪丽，是全公司上下最漂亮的女孩，一双雪白的大长腿，让公司里很多男同事都垂涎3尺，同时身边的舔狗也非常多。曾经你也是其中的一员。面对你的邀请，秦雪丽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因为她估计你也就能请吃10几块钱的麻辣烫，她可不想把时间浪费在你身上。你看了一眼秦雪丽对你好感度，0到10是路人，11到50是普通朋友，51到60是挚友，61到80是恋人，81到100的好感度就达到谈婚论嫁的程度。然而秦雪丽对你的好感度只有10，换句话说，你在她眼里连朋友都算不上，只是个路人级别的同事。虽然这让你很是受伤，但也正合你意。如果好感度太高了，花点钱很容易就把好感度拉满的话，系统就不返现了。那好吧，我寻思带你去大悦城逛逛，如果没时间的话就算了。你随口试探了一下。秦雪丽一听大悦城，顿时眼睛发亮。大悦城可是高端商场，逛一圈没个几千根本下不来。想到这，他立马话锋一转，加班后也没什么事情，去逛逛再回家也挺好的。你心中冷哼一声，果然是嫌你太穷。不仅一听说去大悦城立马改口，甚至这女人对你的好感度都上升了5点。可加班结束，她却提出要带闺蜜一起去。你也明白她的想法，无非就是怕你对她做点什么非分的事情，不想吃亏而已。你倒是没在意，多一个人正好多一份刷钱的目标。行啊，没问题，你直接答应。此时秦雪丽对你的好感度立刻提升5点，这一幕也被许多同事看见了，纷纷向你投来惊讶的目光，以防系统不靠谱。去商场前，你特地跑到附近的奶茶店买了2杯奶茶，一杯给赵雪丽，一杯送给她闺蜜，一共花费74元。等听到系统返现740元已到账，你才放下了心。下车之后，赵雪丽走到大悦城的门口，举着奶茶，先是拍了一张自拍，又配上一段萌萌哒的描述发了出去。你一看就知道这是标准的海王套路，嘟嘴卖萌赛日常，但朋友圈绝不出现其他异性的踪迹。不过你并不在乎，秦雪丽只是你刷钱的工具人而已。此时现在吃饭还太早，你便提出先随便逛一逛。秦雪丽没有拒绝，她正好可以测试下你有多少消费能力。当然，作为女海王的她必须要把控好尺度，不拒绝，不主动，不负责，这是所有海王最基本的原则。正好我口红用完了，去这家店看看呗。他带你来到一家口红店，这是圣罗兰的专柜，一套普通的口红也在1000元以上。秦雪丽挑中一个，不停地试了很多颜色。你想买吗？我送你吧。不了吧，今天的色号都很普通，我也并不是很喜欢。这就是海王们的惯用手法，如果直接答应，就会显得她是个物质的女孩。圣罗兰专柜的柜姐自从一进门就注意到你，不是你多么帅气，而是看你穿的破破烂烂，一副寒酸模样。想来你也只是人家的一只舔狗假男友，尤其还是那种没什么钱硬甜的那种。喜欢就买呗，一支口红能有多少钱？此话一出，柜姐更加确定心里的想法。看来你不仅没有钱，还爱装逼。什么一支口红能有多少钱？这是哪里心里没数吗？喜欢装逼是吧？那怎么也得让你出点血。他此时更加卖力地推荐起这款口红，这是本店今年的新款，1499已经很划算了，才1000多块钱，简直太便宜了。而且这套色号并不符合丽丽你的气质。听见你说的话，二女心中都冷笑一声，在他们看来，你就是在拙劣的找借口不想买。如果您觉得太便宜，这边还有价格更贵一些的，我来给您介绍。柜姐此刻也跟你较上了劲，她是铁心让你下不来台。不用你，过来，你给我介绍一下。你指了指旁边那个老实巴交的新店员，姑娘有些愣神。我吗？对，就是你，过来吧。像这种专柜，每卖出去一套都是有提成的。你虽有返现系统，但并不想给这种势利眼的人冲业绩。柜姐自然明白你什么意思，不算他业绩又能怎样？好像你能买多少似的。小刘喊你呢，快给咱家的大客户好好介绍一下。小姑娘自然耐心的一一介绍。你最终选择一套3099的送给秦雪丽，又随口问了句还有其他喜欢的吗？秦雪丽此时有点懵，你一个月工资也才不到6000，竟一下子送她3000多的口红，这是她万没想到的。此时柜姐看你打肿脸充胖子，很是好笑。小刘没听见我们的大客户说还想再买几套吗？快再多给推荐一些。小刘不敢拒绝，连忙又尽责的介绍起来。丽丽，你觉得这些怎么样？还行吧，那全都包起来吧。先生，您确定吗？小刘大概算算这些大概2万多，他甚至想阻止你这冲动的消费，你却很肯定的让他刷卡付款。提示消费27468元，系统返现274680元已到账。你看到信息提醒直接笑开了花，这就赚了27万，简直太简单了。一旁的柜姐都看傻了眼，在专柜花了近3万块，不但没肉疼，还笑呵呵的。难道说他今天看走眼了？柜姐连忙迎上笑脸，先生，我家还有很多好东西，要不我再给您介绍一下吧。看见柜姐瞬间改变的态度，你乐呵呵一笑，你家东西太便宜了，买这么多才3万块。丽丽，我们走吧。此时你回头看了一眼秦雪丽，她头顶上的好感度竟提升到了35点。海王不愧是海王，这都给她消费了3万块了，才提升15点好感度。
就连挚友都算不上。不过这也挺好的，一下子提升太快，你还没机会刷钱了。此时秦雪莉自然是懵逼的，她不明白你是发了疯还是中了奖，怎么突然如此大方？她觉得你肯定是看了网上那些 PU 教程，以为用这种花钱的方式可以唬住她。如果她是涉世未深的女孩，可能会有些感动，但是作为老海王的她并不是这么想的。第一次约会就花了3万块，以后只会逐渐变少，不会增多。但她还是忍不住试探你一下：郑谦，你送我这么多礼物，女朋友不会生气吗？今天刚分手，那我能问是什么原因吗？不能，当然不能，因为今天中午你回家取文件，却意外撞见女朋友在跟上司打扑克，还一点愧疚之意都没有，并且让你装作没看见赶紧走。你怒火攻心，差点眼前一黑晕过去。自从跟这个女友在一起整整3年，你没买过一件新衣服，所有钱都攒着准备结婚，可没想她竟然偷偷给你戴绿帽子。如果不是今天突然回来，说不定还会被瞒多久。也许上天也觉得你可怜，这才让你觉醒神好返现系统。现在你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搞钱，疯狂的搞钱。此时你看到系统返现的30万，简直爽翻了天。你也明显感觉一顿shopping过后，秦雪莉对你也不是那么抗拒了，不仅花越来越多，甚至还会对你笑了。趁着这个契机，你想拉一下秦雪莉的手，可你以前非常老实，和女友也都是点到为止，何况这是你们公司公认的女神。但你仔细一想，又有什么好怕的？给她花了3万多，拉个手都不愿意。最终你鼓足勇气拉起秦雪莉的手，这一刻你压根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手柔软无比，一摸就知道是那种没怎么干过活富养起来的女孩。秦雪莉倒也没有抗拒，就这样任由你拉起她的手，当然也仅限于拉手，毕竟当舔狗养，不可能又让马儿跑步给马吃草。再说拉个手也没什么，这里也不会被熟人看到。不过这简单的举动对你来说，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和亢奋，心跳都不自觉地加快了一些。当屌丝习惯了，头一次竟然能摸到女神的手，这已经够她回去吹牛逼了。此时秦雪莉的闺蜜也终于到了，她也借机挥手从你手里挣脱出去。一番互相介绍后，你也知道这个女孩的名字叫清月，是秦雪莉大学的同学，也是好闺蜜，人其实长得还不错，只是站在秦雪莉身边就显得有些普通了。也许这就是海王约会的秘诀，身边总得有一个绿叶来衬托她这朵红花。这10天也快黑了，你提出找一家饭店吃点东西，但附近的店都比较贵。秦雪莉好心的提醒你可以找便宜点的商家，你却直接选了一家最贵的。落座后把菜单交给秦雪莉，让她随便点，千万别客气。不过看在你今天给她消费3万多的份上，这顿饭秦雪莉明显手下留情了，点的都是一些价格比较适中的菜系。你看了一眼菜单，价格控制的很好，不超过1万块。你也没多言语，上菜之后，秦雪莉和清月咔咔一顿拍照后，你们才动筷子。趁着你却结账的机会，清月还是忍不住问秦雪莉你们是什么关系。听到只是普通朋友，她立马就懂了，看来又是一条备胎舔狗。有时候她也挺羡慕秦雪莉，就像块吸铁石一样，身边全都是有钱人，还都肯为她花钱。像你这样的优质错男她也想要，而你看着刚付款到账的9万多块钱，心里美滋滋的。这种刷钱的快感简直让你欲罢不能。结完账一看才9点多，你有点不想轻易放秦雪莉走，倒不是你想做些什么，主要是花钱挣钱的感觉太爽了。思来想去，你突然想到一个高消费的地方，要不我们去酒吧再玩会儿？按理说秦雪莉是不想答应你的，但见你说可以多找几个朋友来，她以为你是刚分手想发泄情绪，也就顺你意去玩一会儿。你们刚到本市最火的红色蔷薇酒吧，门口已经站着2个身材火辣的少女在那等着，分别是安吉拉和星星。第一次见面他们并没有报全名，甚至还说了个英文名字。这2人一看就是经常混迹夜店的主，不仅浓妆艳抹，衣着更是十分清凉。4个女孩子站在一起，秦雪莉倒是显得比较清纯了。看着酒吧里热闹的人群，你不禁感叹，这要是以前的你根本不敢来这种地方，何况还带着4个美女。但如今有系统傍身的你自然不怕。很快就有销售经理凑了上来，晚上好，请问是做卡座还是散台？他碰到的客人很少有你们这种组合，一男4女，他也不知道是高富帅的局还是富婆的局，但无论是哪个都有些不太正常。听见你说去卡座，他也认清原来今天你才是老板。哥，你看我们喝点什么？销售自然是不会问女孩子的，又不是他们掏钱，所以他直接就看向了你，有什么推荐吗？销售也看出来你是第一次来，但从你的穿衣打扮来说，绝不是什么高富帅，应该是被这几个女人当凯子钓了。同为男同胞，销售自然是想照顾你一下，推荐的都是一些比较便宜的酒。黑桃 A 呢？此言一出，众人面面相觑，看来你真是第一次来这里。于是销售便耐心的给你解释了一下什么是黑桃 A 以及神龙套。黑桃 A 分为黄金、粉金、紫罗兰、白金和绿金，带黑金的88888，不带黑金78888，3瓶黑桃叫小神龙，5瓶以上叫大神龙。那先来一套大神龙吧，带黑金的刷卡。此时你从兜里掏出一张看上去有些破烂的银行卡，销售惊愕了一下，还是拿机器刷了过去。花费88888，系统返现888881到账。看到10倍返现之后，你心里更稳了，这地方果然没白来，消费一笔就是88万到账。换做以前别说8万8了，就是开一瓶88的都得肉疼半天。至于现在管他呢，消费多少都能10倍返还。你此时想的是能不能多开几个神龙套，明天直接全款给自己买套别墅。此时几个女人看见你储蓄卡一甩，直接刷出一套大神龙之后，眼眸里明显多了一抹异彩。此刻看你也没有那么错，最起码刷卡的时候还是很帅的。秦雪莉很明显注意到3位闺蜜的变化，身体下意识的靠你更近了一些，你不由得心头一紧，什么情况？她怎么突然这么主动？你抬头一看，几人的好感度，这才明白刚才这一幕属实狠狠的刷了
了一波。此刻音乐戛然而止，干冰浓雾也逐渐释放，全场的聚光灯打到你们的卡座上，几个身着清凉的美女扭动着身体把神龙套送到了你们面前。此刻你心里只有2个字：排面。这钱花的真特么爽，热烈的气氛也被烘托了起来。在玩闹中，安吉拉首先打探起你的信息：丽丽，你们俩什么时候开始交往的呀？上周我见你还是单着呢。糟了，秦雪莉暗道不妙，这是要敲她墙角啊。她有些犹豫，此刻该不该向闺蜜们宣布一下主权问题？你们可能误会了，我和丽丽并没有在交往，我们只不过是普通同事，今天一起约出来放松一下而已。你的发言让秦雪莉有些惊讶，这狗男人怎么突然转性了？你则是毫不在意他们的想法，你确实喜欢秦雪莉，不过也只是馋她的身子罢了。秦雪莉见你要脱离她的掌控，拉起你的手就来到舞池边。身为顶级女海王的秦雪莉，各种蹦迪姿势她自然全都会，但她此时却表现出不太熟练的样子，小心翼翼地贴在你怀中扭动着身体，这真实的触感直接让你血脉飙升。在平常，秦雪莉可是极其高冷的女生，现在却像一只乖巧的小猫咪趴在你怀里。接下来的一句话更是让你激动不已：如果喝得不尽兴，我可以换个地方陪你多喝一点。你听后不禁一愣，有钱人的快乐果然是想象不到的。面对赤裸裸的诱惑，你没有着急回答，跳了一会你们就回去了，可却发现卡座里出现一个陌生男人。此时他手里拿着酒杯，正和安吉拉说着悄悄话，两人眼神迷离，感觉下一秒就会亲上了，这让你很不爽，一声招呼都不打，就喝你的酒还泡你的妞。秦雪莉也注意到了卡座的情况，她偷看了你一眼，想知道你会怎么做。你眯了眯眼，但脸上平静如水。这要换做穷逼时的你，要么认怂，要么就会大干一场，但有钱后的你心态完全不同，成年人的世界用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你轻笑一声，来者都是客，既然是朋友，再上一套小神龙慢慢喝。秦雪莉有些意外地看着你，换做别人早就骂骂咧咧地冲上去，或者挥手将人赶走，你这种成熟的处理方式让他感觉格外亮眼。陈飞宇也没想到你这么给面子，举起酒就连干了3杯。他不知道你是什么来头，自然不敢得罪，但从你随意开了2个神龙套的豪爽来看，他肯定没有你有钱。事情结束，气氛又热闹起来，大家继续玩着摇骰子。几杯酒下肚，你随意地问陈飞宇跟安吉拉是什么关系。闻言，陈飞宇脸色微变，但也不好不回答，只是含糊地表示自己是做短视频运营的，安琪拉就是他挖到公司的，所以勉强算是他上司。这样啊，你略微地点了点头，接着又发问，那你有没有潜规则过安吉拉？此话一出，瞬间冷场。虽然你是开玩笑的语气，但在场中人都明白你是故意的，要不是看你出手阔绰，财力不凡，这句话说出来十有8九会挨揍。这个没有，我和安吉拉只不过是普通上下级，虽然她现在不在我手下了，我们也是正常的朋友关系，绝对不是郑少你想象的那样。陈飞宇连忙摆着摆手解释道，但你从他表情上能看出显然是说谎了。那其他妹子呢？也没有啊。看着陈飞宇满头大汗，你心里暗爽，这2个人现在应该都恨得牙痒痒，但脸上仍然得笑嘻嘻的，这就是钱权的体现。冒犯别人你要有金钱作为支撑，如果你没有点几个神龙套，这几句话可能就打起来了。喝的有点多了，脑子有点转不过来，要是问的不该问，你们可千万别生我气。你揣着明白装糊涂，他们也只能笑脸相迎。来到洗手间，你特意洗了一把脸，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满脸通红，刚刚玩骰子确实输得有点惨，稀里糊涂被灌了不少酒，再玩估计就要不省人事了。不过世上99%的事都能靠钱解决，于是你摆摆手把那个经理叫来，你们这有没有能喝完骰子又厉害的？叫来我的卡座喝酒，我再点一套大神龙。经理看到你这番操作都懵了，4个妹子你一个都灌不醉，还得找人帮你灌。不过金主要求，自然一切都能安排。经理很快就带来一位个子高挑、眉如远山、面如新月、穿着古风旗袍的女孩。她的穿着打扮在这里确实有点另类，但这个女人身上却有一股说不出的气质。听经理介绍，她名叫高月，是酒吧的头牌销售。等你看清来人，你暗道了句可惜。高月是你见过最漂亮、最有味道的女人，但能做到红色蔷薇的销售组长，这其中也必然有一些故事。你让高月坐到你旁边，又挥手点了一套大神龙，全场音乐再次戛然而止，聚光灯直射你们卡座，给足了关注度。那位经理脸上扬起激动的神情，今晚是遇到大客户了，拿起话筒在全场喊了一句：65号卡座郑少，再上大神龙一套。台面给的是足足的，卡座那几人面面相觑，纷纷小声嘀咕着你到底是有钱，一晚上连点2套大神龙，1套小神龙，这已经花费小20万了，有钱也不能这么花吧。秦雪莉此时心中是震撼的，早知道你这么有钱就不叫这几个闺蜜了，现在可好，原本是她的男人，现在却还得跟几人抢。一旁的高月可没这么多想法，只是觉得你是在捧她的场，豪情的直接要挨个玩闯关，也就是摇骰子给他们卡座都赢一遍才算结束。此时你看了眼高月的好感度只有10点，这让你很意外。而秦雪莉有些生闷气，拒绝了这个游戏，反倒是安吉拉一脸不服气，来就来，谁怕谁，boss翻倍，双6-4请喝吧，双5-3承让了。2轮下来，高月竟然一把都没输，这让你很舒坦，果然专业的就是不一样。而此时高月的气势就像酒吧里的女王，这奇妙的感官让你对她渐渐起了一丝兴趣。不错，玩得挺好，怎么捧场才算你的业绩？你叫停了一下，郑少点酒就可以了。好，再上一套大神龙刷卡。听闻此言，高月朝你甜甜的笑了一下，你觉得心都停了半拍，随后你又轻笑起来。果然好看的女人都会骗人，虽然面上带着甜蜜的微笑，对你的好感度却一点都没涨。
这让你对他的兴趣更浓了。砸钱都不好使，莫非他是个清官？虽然都只是猜测，但最起码高月不是几万块就能打动的女人。酒过三巡，众人也都喝得有点多了。秦雪莉趴在你耳边轻吹着酒气，我累了想找个地方休息，但要是忘在公司了没办法回家。你有些意外地看向秦雪莉，这话怎么听着有一点勾引的意思呢？是想让自己陪她去酒店是吗？那你先去找个地方，钱算我的，一会转给你。此时你并没有跟他一起走，因为你的兴趣点并不在秦雪莉身上，妩媚的高月才是你最想要征服的对象。而随着秦雪莉离开，其他几人也都撑不下去了，因为他们几个全都吐了不止一次，跟高月玩骰子基本就没赢过。那就先这样吧。高月站起来，端起酒杯，将早就倒好的那杯酒对着你一饮而尽。郑少，我加您个微信。虽然高月的好感度仍然是10点，但早就被他吸引的你自然没有拒绝。很快你手机就收到高月的短信：郑少今天下班还早，等下我请您吃个宵夜。混迹在酒吧的女人情商基本都不低，这话自然不方便当着其他人说出来。此刻你越来越欣赏她了，心里也冒出一个想要征服她的想法。一时间虽然感到紧张，却又异常兴奋。如果今天晚上能和高月这种女人发生点什么的话，相信99%的男人都不会拒绝。添加完微信，高月就离开了卡座，经理也第一时间迎上来：哥还喝吗？你看了一眼瘫在沙发上不省人事的二女，摇了摇头。如果你提出带着2人去酒店休息，相信他们都不会拒绝。但随着金钱与地位的提高，对于这种一把锁能被1万把钥匙打开的烂锁，你并没有什么兴趣。如果染上什么病，就更得不偿失了。随后你转头看向经理：剩下这些酒你们想喝就继续在这儿喝，不想喝就倒了吧。这里有点闷，我出去转一圈。经理都看傻了，这特么什么操作？开了3套大神龙，1套小神龙，一个妹子都不带走，你这是看破红尘了还是能力不行？你不知道他心中所想。在从酒吧出来之后，你感叹有钱的感觉真好，手机上却收到一条秦雪莉发来的短信：房间我订好了，香格里拉9694。这条信息的暗示性更加明显了，只要不是傻子都能读出是什么意思。回想起秦雪莉的清纯模样，你犹豫了一下，终还是发了一个晚安，就没有再回秦雪莉的消息。香格里拉酒店这边，秦雪莉洗完澡，一边用浴巾擦着湿漉漉的头发，一边刷新着手机，期间她一直在等你的敲门声。可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之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就2个字晚安，都这样暗示了，难道你还不懂吗？你约我逛街不就是为了那点事吗？现在他省略了中间无数个过程，直接让你上3雷，你竟然只回了句晚安。面对你变相的拒绝，秦雪莉有些后悔。现在已经是凌晨2点多，也不知道你今晚是跟2闺蜜走了，还是去找那个夜场女王了。秦雪莉觉得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大，即使是身为女人，她也觉得高月对男人更有诱惑力。她越想越烦，本以为你这人比较老实也比较怂，应该是很好拿捏的对象，没想到竟然玩脱了。你此时也收到了高月发来的消息：刚忙完，郑少睡了吗？没有。您现在在哪？路上瞎溜达，行行酒。发个定位我去找你。10分钟之后，高月骑着电动车缓缓停在你身边，上车。你有些诧异，没想到高月竟然骑这个来接你。高月换下了性感的旗袍，换上一件运动背心，却更显腰围纤细。坐在后座上，你能看到后腰露出的那抹雪白。此时你有种想要上去捏一把的冲动。很快你们来到一家饭店，饭馆不大人却不少，可能都是刚从酒吧出来的。老板一份韭菜炒韭菜，一份红枣炖生蚝，再来一份甲鱼煮牛鞭。好家伙，这几样菜全是大补的吧？你严重怀疑高月是怕你不行才点这么多的。随即你打趣地看向高月：为什么请我吃饭？看你有钱想跟你认识一下。高月丝毫不避讳，很直爽地把心中想法说了出来。这种坦诚的态度顿时让你觉得有趣。能在红色蔷薇玩的哪个不是有钱的？你更有钱呗。看着他扬起的笑脸，整的你不知道是相信他好还是不相信。不过他说的也对，即使身价1000万的老板，也没有几个舍得一晚上消费20多万的。餐馆老板上菜时，你灵机一动拦住了他：老板，他是不是经常请男人来这里吃饭？老板愣了一愣，随即看向高月。高月也愣住了，他没有想到你会这么问。他对餐馆老板摆了摆手：你先走吧。餐馆老板直溜溜地走了。高月从餐桌对面起身坐到了你的身边。你是不是觉得我在夜店陪客户喝酒，就是那种比较脏比较随便还很拜金的女人？你沉默了一会，我倒还真没有这么觉得，只是好奇而已。你刚刚其实已经做好了被泼一脸水的准备。高月却伸出一根葱葱玉指，让你的下巴抬了起来。你好奇是吗？你被高月的眼神吸引到了，木讷地点了点头。紧接着高月凑到你的耳边：那你今天晚上跟我回家，我慢慢讲给你听。高月说话的时候喘着热气，你只觉得耳根一痒，小腹突然就燃起一股邪火。你没想到他会这么直接，面对他的诱惑比秦雪莉有过之而不及，你已经迫不及待想得到他了。但高月头顶的好感度却给你泼了一碗凉水，好感度依旧是10点，可他的笑，他的柔情在你眼里都是那样的真实自然。妈妈呀，果然好看的女人最会骗人。但你也管不了这么多了，急切地问他要不现在就去吧。高月含笑看着你，这么猴急怎么行？总得先填饱肚子才好办事。你虽然知道高月说的有道理，但想想一会儿要面临的场面，你赶紧把桌上大补的菜大吃一空。20分钟后，你们缓步走出了餐馆。你家在哪呀？高月愣了一下，你真想去？我靠，你真想去什么意思？难不成刚刚是逗我玩的？你已经做好今夜无眠的准备了，没打算让你去点那么多强盛的菜干嘛？高月看着你涨红的脸暗暗偷笑，你就不怕我趁你睡着了嘎了你的腰子呀？此话一出，你还真有点怕了。不过你一直以来的宗旨就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为了祖国的未来你拼了。看着你这搞笑的模样，高月噗呲一笑，逗你玩呢，都这么晚了肯定要带你回去啊，不然岂不是对你不负责任？说完，高月对你挑了挑眉，他那魅惑的眼神简直要把你的魂给勾走了。走吧。你坐在后座上，借着一股酒劲儿直接搂住了高月的腰。哎，你干嘛？我喝的有点多晕车，这是电动车，电动车也晕。你厚着脸皮就是不撒手。不得不说，高月腰部的手感真是很不错，搂就搂了，别乱摸好吗？我怕痒。10几分钟后，你们来到了江山国际别墅。你有些诧异的看向高月，你住这里？
我租的。你随着他走进入了其中一栋别墅，刚进门，高月就把脚下的高跟鞋脱下，一双洁白的玉足赤着踩在木质地板上。你为什么住这里啊？一个人有必要住这么大的房子吗？你想知道吗？高月走到你的面前，仰起头看着你，突然抓住你的双臂，猛地一用力，将你整个人直接扑在了墙上。你整个背部和墙撞了一下，发出沉闷的一声响。他那烈焰红唇慢慢的靠近你，你们鼻尖与鼻尖只有几公分的距离。干嘛？你忍不住问道。虽然你不是斗王属性，但还挺喜欢这种被女神强推的感觉。你买房吗？你直接懵了。这种情况是该问这个问题的事吗？你都子弹上膛了，竟然问你买不买房？合着姐姐你除了酒吧的工作以外，还是个房屋中介吗？高月松开了环抱着你的手，走到开关处，把房间里的灯全部打开，真的开始介绍起了房子。这套房建于1998年，南北通透，采光十足。1楼套房朝北，2楼套房朝南，阁楼有天窗，地下室防潮，3000块地板，900块地砖，卫生间4个，杂物间1个。绿化方面，专人护理50平的菜园，100平的大草坪，开窗可见绿，开门可踏青，依山傍水，绝对的楼王。你还以为他在开玩笑，可此时高月却一脸严肃地看着你。你买下来我就嫁给你。此时你明显的看到高月在说完最后一句话时，对你的好感度直接飙升到80。你带几个人来过这里啊？高月盯着你的眼睛，没有任何杂质，只有你一个。为什么是我？因为你看起来比较老实，不像坏人，所以我才敢晚上把你带到家里来。当然也因为你比较有钱。看着你有些玩味的表情，高月继续说道，实话告诉你吧，这里原来就是我家。我爸因为染上了赌博，千万家产全部被输个精光，还被判了20年监禁。在进去之前千叮万嘱说这套房子是留给我的，让他在牢里过后半辈子都行，不让我把这套房子卖掉，不然他就不认我这个女儿。然而我爸虽然进去了，但是他的外债都是高利贷利滚利，如果不还，可能一辈子都要在里面度过。所以我就自作主张把房子给卖掉，替他把那些债给还了。现在我爸还有2个月就要出来了，出来之后肯定要住进这套房子，所以我就暂时将这里租下。这些年我攒了差不多300万，但距离买下这套房还差很多，所以才想到让你买下这个别墅。高月说完，原本充满自信的眼眸，此刻也不禁划过了一抹淡淡的忧愁。多少钱？2300万，你出2000万，我出300万，房子写我们2个人的名字，买了我就嫁给你。你知道这句话是真的，要不然高月此刻对你的好感度不能上升到80点。我要先问你几个问题，你说有没有过一夜情？没有。有没有婚史？没有。身子干净吗？这一点你可以放心，我虽然在酒吧工作，但一向洁身自好。这些年我忙着赚钱，没有时间去谈，更不用说找对象。他的话里多少透露着一些无奈。你觉得高月没有说假话？如果换做别人，你多多少少都会质疑，但对高月你丝毫质疑不起来。好，我买了，真的。高月以为即便是自己作为条件摆在你面前，你怎么着也得深思熟虑的想一下，没想到却答应的这么爽快。你是做什么的呀？高月好奇的看向你，不能见光上不了台面，你只能还故意卖关子。系统的事情没办法解释，你也不嫌解释。高月笑了笑，你不想说我就不问了。不过他可不信你这个连嘎腰子都害怕的男人，敢做什么见不得光的生意。那你先去洗个澡，我去给你找一套换洗的衣服。听闻此言，你火速奔向浴室，只花了2分半，你就冲洗完毕，裹着浴巾出来了。客厅里，高月抱着被子正在沙发上整理。你怎么出来的这么快？高月惊讶看着头发还在滴水的你，你这是干嘛？帮你铺床啊？我睡客房，那你还想睡呢？不行，我要去主卧。那你睡主卧，我睡客房行了吧？我靠，这个是重点吗？你有点不好意思直白的表达。你这房子太大了，我一个人睡没有安全感。我从小就怕黑，要是半夜闹鬼啊什么的，我被吓到了怎么办？高月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行了行了，别演了，那你先上楼吧，房间在2楼，我收拾一下就过去。你表面镇定，实际上心里已经乐开了花，噔噔就往2楼跑。进入2楼高月的闺房之后，迎面就是一阵扑鼻的香味。房间内布置精致，收拾的整整齐齐，垃圾桶里都是一尘不染的那种，不像现在的一些女孩子，表面上看着光鲜亮丽，外表上也干干净净的，其实生活中要多邋遢有多邋遢。房间里乱得跟特么猪窝一样。没错，你此时想到的就是那个给你戴绿帽的前女友姚曼曼。此时你才幡然醒悟，前面这些年都活狗肚子上去了，这才是你想要的生活。你迫不及待的就铺开床钻进了被窝，楼下传来浴室的流水声，显然高月应该已经是在洗澡了。你突然觉得时间如此的漫长，一分一秒你都像是在煎熬。你怎么不开灯啊？高月上来之后随手开了一盏台灯，此时你这才看清高月的穿着，紫色的秀发搭配白色连衣裙，浑然有一种又纯又欲的感觉。你浑身燥热无比，就想提枪上岗，但你看到高月居然又抱着一套被子，你就知道今晚你这些强盛的菜是白吃了。你看着我干嘛？快睡啊，你不困了吗？高月此时真的像极了一位温柔的妻子，看着她明知故问的样子，你没好气的翻了翻白眼。对了，你谈过几个女朋友？既然决定要嫁给我，高月还是耐不住心中的好奇。像你这样的又帅又多金的女朋友应该换得很勤吧？就一个，昨天刚分手。真的假的呀？不骗你。那今天酒吧里的那几个女孩跟你什么关系？白头发的是我同事，其他的都是她的闺蜜和朋友，我都不认识。提前走的那个女孩，应该是今天把你当舔狗的约会对象了吧？真聪明，这都被你猜到了。你笑着看向高月，也不叫猜吧，看得出来，他们明显是有意在惯你，把你当凯子钓。此刻你终于明白，为什么高月看起来会和别的女孩不一样。这种在混迹在酒吧还能孑然一身的女子，从阅历上就不是其他女人可比的。明天我先带你出去买辆车吧，骑电动车风大，不了吧？买房的钱你手里够吗？买辆车又是一大笔开支了。你暗暗叹了口气，不给高月买车10倍返现，哪来的钱给她买房？说着你又看向身旁的高月，此刻月光映射在她玲珑有致的身体上，你顿时邪火又上来了。但你也不想强迫她，既然买完房子人就是你的，你也不急于这1-2天，
一夜无话。转眼来到第二天，可身旁早就没了高月的影子。从客厅里传来一阵舒缓的音乐，走出房门就看到高月正在瑜伽垫上做拉伸运动。她穿着一套黑色的健身服，紧凑的面料贴在身上，凹凸有致的身材完全暴露到了极致。你醒了，我做了无糖燕麦和脱脂牛奶，你可以去吃一点。此刻你不禁感叹高月生活可真自律，6点半起床，早餐还是戒糖低脂的。果然女人为了变美什么都能坚持。吃完饭之后，你们便打车来到了大悦城。不是说好去买车吗？虽然知道你对穿着不太讲究，但我还是想先给您买一身衣服。高月坐在后座上主动牵起了你的手，果然长得好看的女生，挑衣服的眼光也是一流。在高月毒辣的眼光之下，随便搭配了几套都很好看，正装休闲、日系高阶等等风格，即便你嘴上说不要，但还是很享受高月拿衣服在你身上比划的样子。这种被包养的感觉实在太让人沉醉。小姐姐，这位先生原先的衣服给你包起来了吗？扔掉。高月霸气不失礼仪地丢出一句话。再逛逛。够了，确实够了。高月送你的几套衣服足够在红色蔷薇点一套大神龙了，所以你也想先表示一下，你帮我买了这么多衣服，我给你一套口红吧。那随便来一套圣罗兰的就行。圣罗兰这个牌子怎么听着这么耳熟？等高月带着你来到圣罗兰专柜之后，你才反应过来，这不是昨天陪秦雪莉来的那家口红店吗？当那位柜姐看到你之后，有点惊讶，暗想你到底什么来头？怎么一天换一个女伴？昨天那个女孩长得就挺漂亮，最起码能打9分以上，今天带来的这个女孩10分都打不足吧？老柜姐连忙就迎了上去套近乎。郑少您来了，请随便看，看上哪一套跟我说，我给您详细介绍，再给您打个8折。你心里顿时直骂娘，能不能别这么舔我，搞得我经常光顾一样。你偷偷的瞥了高月一眼，想知道她是什么反应，谁料高月只是轻笑了一下，并没有说什么。你没有多看老柜姐一眼，转头看向之前的新柜员，小妹妹，你过来给推荐一下。老柜姐此时也很懵逼，暗骂有钱人也这么记仇，随后气鼓鼓的就走了。高月倒没有像秦雪莉那样挑挑选选，随便选了一支效果还不错的就走到前台结账。见状，你急忙从兜里掏出一张卡交给柜员，高月也没有推辞，当场就对着镜子涂抹了起来，花费1888元，系统返现18888元已到账。怎么样？高月抿了一下嘴，发出啵的一声，你看得双眼失神，差点没一口亲上去。出门的时候又路过一家表店，你又送了高月一块手表以表心意。在那之后，你们就直奔汽车销售中心，看着各大品牌的销售门店，你大手一挥，随便挑，但就一个要求，不能低于300万。高月愣了一下，我这是嫁了个财神爷是吗？你笑了笑没有说话。现在你卡里正好有300多万，只要买车都花出去，就够买房子的钱了。去那里看看。高月指了指一家蓝天白云的标志。好，你拎着大包走进 4S 店，见你们穿着不凡，销售经理一上来就热情起来接待。高月选中了一台3系，落地价也就30多，你对此摇了摇头。销售经理还以为你对价格不满意，他马上表示如果贷款还可以更便宜。你确实是对价格不满意，但不是嫌贵，而是太便宜了，根本配不上我女朋友。月月我都说了，让你照着300万选，你就选个30万的，让我怎么办？你指了指那个展柜里的宝马760道啊，那辆多少钱？6.6T V12，优惠完290万。销售经理此刻笑得根本合不拢嘴，就那辆吧，刷卡。你说着就拿出卡。等等，高月把你拉到一旁，你是人傻钱多吗？价格都不谈，就这么就交钱了呀？此时销售也看出高月才是能做主的，马上带你们来到，还主动倒上2杯茶，这是我珍藏很多年的茶叶，如果不是今天2位，我怎么也不可能拿出。你却对多好的茶叶都不感兴趣，能不能给我整瓶可乐？能啊，当然能。销售一听你想喝可乐，立马吩咐手下去买。老板，您是要冰镇常温还是无糖的呢？要冰的吧。此刻你心里暗爽，果然有钱人能享受到的服务就是不一样。随后销售满脸讨好的看向高月，小姐姐您喜欢那一款车了，我一定给您争取最大的优惠。有现车吗？高月极其强烈的上位者气场，一上来就把销售给镇住了。销售呆呆的愣了2秒半才反应过来，有的您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我们760就这么一台现车，付款后今天您就可以开走。高月却没有接茬，继续说道，在这个价位，我们的选择其实有很多，甚至可以购置一台跑车或者一辆2手的超跑，这个你应该是知道的。我懂。销售脸上冷汗直下，暗道这女人不好对付。最终在高月的疯狂砍价之后，销售含泪包了购置税和保险，另外还送了5次全车保养，最终的价格也只有280万。你自然是震惊的，不由感慨夜场女王的嘴皮子是真能说。行，那就这样刷卡吧，花费280万元，系统返现2800万元已到账。此刻你暗叹有钱就是好，等买下那套别墅之后，又是10倍的返现，2亿8千万。你做梦都没想过自己账户里会有这么多钱。此时你又瞥了一眼坐在驾驶位上的高月，身边还有这么一个极品御姐，现在你简直是要钱有钱，要女人有女人。高月驾车带着你回到市中心的一家咖啡店，他已经跟房东约好了见面，刚下车你就差点吐了出来。这女人开车也太猛了吧，表面上是一位冷艳女王，内心咋如此的狂暴。此时咖啡馆门口已经有一位西装革履、戴着金丝眼镜、手里拎着公文包的男人在等候，这是高月高薪聘请的精英律师。对于价值千万的房子，必须找专业人士看看合同才行。20分钟后，房东也到了，一个大概50岁左右的妇女，身材臃肿，烫着波浪小卷发，眼睛很小，一看就不好说话。4人各点了一杯饮品之后，就开始商谈起合同的细节问题。庞太太，您这合同上的金额错了吧？怎么是3000万了？之前我们商量好的不是2300万包过户吗？小月啊，你跟我聊的时候是2个月以前。庞太太一脸无奈的看着高月，我也不想涨，但市场价格就是这样。今天不只是你约了我，还有3个有购房意愿的人也约了我见面详谈，可这也太多了吧？就算过了2个月，也不至于足足涨700万吧？没办法，这是市场决定的。我之前不太懂，后来从事房产行业的朋友告诉我，这栋别墅最起码值3500万，我卖3000万已经是很便宜了。
庞太太此时无奈地摊了摊手，但眼角却闪过一抹狡诈。行吧，那您去跟其他人谈吧，这房子我们不买了。高月说着牵起你的胳膊就往了。此时你有点意外，怎么又不买了？就算价格贵了一些，但加上高月手上的300万，你也刚好够买下来。贵就贵点吧，我也不差这点钱。你悄声地看向高月，但高月却很气愤，表明这就不是钱的事，很明显是吃准我们想买，所以在这坐地起价。你看到他生气的脸还有些可爱。高月没有说话，他想先晾晾里面这个女人，没准过2天就降价了。此时他们聘请那位律师就追了出来，高小姐合同没有什么问题，就是金额好像不在你的预期内吧？你今天真是麻烦了，让您白跑过来一趟。没事没事。客套几句之后，高月就去发动汽车了，你却拦住了律师，跟你说个事，你如果能去把江山国际那套别墅谈下来，少于3000万的部分都算是你的劳务费。你正平静地看着律师，3000万你是可以接受的？您是认真的吗？律师有点懵了，他入行这么久，还是第一次接受这样财大气粗的客户。随后看你一脸认真的模样，他马上激动地答应了下来。加了联系方式后你就离开了，你跟他说什么了呀？车里高月好奇地看着你，没什么，闲聊几句。此时同事李涛给你打来电话约你喝酒，显然电话中情绪有些低落。李涛作为部门主管，平时没少照顾他，此时能给自己打电话说明是遇到困难了。两人一见面，李涛也已经喝得醉醺醺的，说自己准备跳槽了。原来他所在的公司是做运输的，前一阵子遇到一个大客户，两个人聊得不错，想带李涛去那边发展，但作为拖家带口的一家之主，换个城市发展怎么会如此简单？面对妻子的极力反对，李涛也是有苦难言。自己工资现在勉强够房贷车贷，但去掉每个月的基本开销，家里根本就没剩多少钱。眼见着孩子越来越大，他的压力也倍增。但此时他联系到你，也是下定了决心，并且也想带你一起过去创业。你看着醉醺醺的李涛，心中感叹，难得遇到知心的朋友，但你现在怎么可能去给别人打工？此时你灵机一动，系统的事情你不好对外说，便借口谈了个有钱的女朋友，她要给你一笔钱去创业。既然有这么好的机会，你完全可以投资入股。李涛满脸的不可置信，你小子喝多了吧？一个女朋友能给你多少钱？大概3000万吧，也不知道能入多少股。李涛整个人都懵了，你这小子是软饭硬吃啊？刚换个女朋友就能拿3000万支持你创业？随即看着你哈哈大笑，你小子可真有能耐。如果你不是在说醉话，明天我就把刘总约出来，咱们详细聊一聊。其实你很早就有了创业的想法，但因为之前你满脑子都是工作和攒钱，便没有了激情。而且系统之前也提醒过你，等哪天你真的结婚之后，系统也就会自动消失，不会再给你10倍返现了。所以你还是想利用手上的便利，多做一些可以钱生钱的生意。暂且不说是建立一个商业帝国吧，至少要做到光靠花分红就饿不死的程度。聊完后，你给高月发了个短信，让他来接你。李涛也笑眯眯的陪你下楼，想见见你传说中的富婆女友。当李涛看见驾驶位上高贵冷艳的高月后，眼睛都瞪大了，这妥妥的白富美啊！你小子到底修了几辈子福气？车上高月看着你满脸酒气的模样，你这是喝了多少啊？你看着李涛那充满羡慕的短信，嘿嘿一笑，又将自己的身体凑向高月的脸，狠狠的在上面亲了一口。没多少，走回家。路上你紧贴在高月那玲珑有致的身体，感受着衣服下的那股火热。刚进家门你就迫不及待地吻了上去。喝多了你还来？当然了，我可是猛男。高月此时还想说什么，你却直接吻了上去，一下子堵住了他的嘴。清早起来，你下意识的翻身，不料却感受到一具柔软的身体，耳边也瞬时传来女人的声音：“快起来，压死我了！”原来你昨天因为兴奋喝得太多，并没有来得及和高月发生点什么就睡了过去，而高月害怕你半夜呕吐被憋死，只好守在你身边睡了一宿。你看着身边娇滴滴的美人，感叹生活真是美好，把酒吧的工作辞了吧，以后我养你。高月听闻有些感动，微缩在你怀里，用那双清澈如湖泊的眼神看着你。我其实有点害怕，搞不清现在和你是什么关系，算是你的情人吗？你此时有些庆幸高月碰见的是你，虽然你们这段感情有些仓促，但你不是玩而已，因为此刻高月对你的好感度已经达到85点，是可以和你谈婚论嫁的程度，所以从心里他并不是拜金才和你在一起，没什么好说的呀。我喜欢你，这是认真的，那你哪天不喜欢我了呢？你轻咬了咬高月的耳朵，不会有那一天的。高月害羞的嘟了嘟嘴，其实他知道男人的嘴骗人的鬼，身为酒吧女王的他见过形形色色的男人，他知道这些有钱的男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喜新厌旧。不过他也并不想要求你一心一意对他，只要心里有他的位置就足够了。想到这，他突然温柔地看向你，我昨天买了很多书，准备考个研提升下自己，如果有一天你生意败落了，到时候我挣钱养你。你看到突然认真起来的高月有些意外，而后你也反应过来，或许高月此刻联想到还在监狱的父亲，他这种独立的性格不会把全部希望都交给男人，随时都做好变成女强人的准备。你看着高月的倔强模样，温柔地笑了起来。这时也接到李涛发来的短信，兄弟局我帮你约好了，今天晚上8点望月楼见。显然昨天你说给他们公司投资的事，他并没有当醉话一笑而过。当然你也不是在开玩笑，虽然给女人花钱就10倍返还，但作为男人，你还是希望可以有一份自己的事业作为靠山。而得知你其实是隐藏富豪的秦雪莉，昨晚给你发了无数条短信，又是嘘寒问暖，又是约你吃饭的。但眼界提高之后的你，对于这种海王你没有半点兴趣。吃完东西之后，你便准备去公司办离职手续。秦雪莉一见你来公司，忙放下手里的工作，小跑着扑向你。谦哥哥，我昨天给你发消息怎么不回啊？我是不是哪里惹你不开心了？同事们看到这一幕都一脑门问号。秦雪莉可是他们公司的冰山美人，从来没有对别人这么温柔的笑过，尤其是看到你这冷冰冰的神情，他们更是一脸懵逼。你没有回应同事们诧异的目光，直接快步走到经理办公室。还没等你开口说话，经理丁鸿飞直接拍了一下桌子，不知道公司规定几点上班吗？这个月工资你是不想要了吧？原来李涛辞职不甘后，一直被压在身下的丁鸿飞也提升了一步，本来就一直看你不顺眼，现在新官上任3把火，
自然要拿你来好好立立威风。你看着越发狂妄的丁鸿飞冷冷一笑，蝙蝠插鸡毛，你算个什么鸟？在你手底下干才是倒了8辈子血霉。郑谦，你说什么有种你再说一遍。丁鸿飞顿时觉得他的权威受到了挑衅，同事们见状也闻声围了过来。你不屑地看了他一眼，我明摆着告诉你，老子今天就是故意迟到的，就是让你难堪，就是让你在同事面前丢人，你能把我怎么样？此言一出，丁鸿飞脸被你气得涨红。好啊，郑谦你行啊你，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你被开除了。本来就想辞职的你对此更加不屑，如果换作是其他人顶替李涛当经理，你也并不会这么暴躁，但对于这个平时就欺负你的丁鸿飞来说，你根本不想给他留一点面子。老子早就给人事提交离职报告了，想在我这狐假虎威下辈子吧？秦雪莉此时目瞪口呆地看着你，这还是他印象中那个唯唯诺诺的你吗？如果非要说你哪里变了，那就是你现在更加自信，更有男人的魄力了。公司里的其他同事看到这一幕，心里也直呼过瘾。丁鸿飞平时在公司没少仗着自己组长的身份，作威作福，欺负打压普通员工，今天被你这么打脸，就一个字爽翻了。你在众目睽睽之下抱着箱子就离开了公司，来到楼下你没有丝毫犹豫，转身就把这些工作用品扔进了垃圾桶。从今以后你再也不用给别人打工了。这时你收到了王律师的电话，原来你委托他购买别墅的事情有了结果，你们约定在昨天见面的咖啡馆，王律师一见面就开始汇报他的谈判成果。你听到原本要价3000万的房子，竟然被他2000万就拿下，十分诧异。王律师推了推眼镜，有些得意，我调查了庞女士的背景和社会关系，发现庞先生的公司近3年一直在走下坡路，最近又吃上了官司，急需一笔现金来赔偿原告，所以我直接找到庞先生摊牌，如果不卖的话，我就向法院申请冻结他公司的房产，到时候走司法拍卖程序，他公司估计连1000万都卖不了，所以他们就同意以2000万的价格出售给我了。听到这，你眼神深邃地看向王律师，真是知识改变命运。你昨天可是答应他，只要3000万能拿下，多余的部分都给他作为律师费，这下他这一单可足足赚了1000万。可人家凭本事吃饭，你也并不打算违约。这时庞太夫妇也来到了咖啡店，早已没了昨天的嚣张气焰。郑先生，是我错了，我不该贪得无厌坐地起价。此时庞太一脸衰相，身旁的庞先生冷冷地瞥了他一眼，因为自己老婆耍小聪明，本来2300万的房子，现在也只能卖2000万了。你也懒得嘲讽他们，落井下石固然很爽，但你并不喜欢。这时高月也急匆匆赶到咖啡店，他接到你消息说别墅的事解决了，虽搞不清状况，但他还是激动万分，毕竟这是他家的祖宅，如果等父亲出狱发现房子没了，一定会急火攻心的。他接过王律师的购房合同，一脸惊讶地看着你，房子只写我一个人的名字吗？你点了点头，毕竟如果写你们2个人的名字，不知道系统会不会判定违规，如果不给返现可就吃亏了。随着合同签订，银行也发来了短信，花费2000万，系统返现2亿已到账，2个亿瞬间到手。你虽激动却面不改色，因为这只是你未来庞大财富的冰山一角。这时王律师和庞家夫妇也相继离开了咖啡店，高月将玉手踏在你的手背上，用一道极其魅惑的眼神看着你。既然你完成了我们之间的约定，那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了。你看着充满诱惑力的高月，瞬间也精神了。走，回家。路过一个便利店，高月却让你停下。你不解地看向高月，我下去买点保护措施。什么保护措施？你有些没理解。第一次就不用了，后面的话可能还会用到，买点备着吧。看着高月向便利店扭动的背影，你这才反应过来，莫非是买小雨伞去了？等回到别墅内，你吃着高月做的午饭，有些赞叹。不得不说，这女人做饭也是有一手的，尤其是牛肉，外焦里嫩，肥而不腻。看着高月刷碗时俏丽的身材，你悄悄走过去，一把从背后将她抱住。你第一次感受到健身真的可以保持很完美的身材，仅仅是拥抱，那火热的躯体就让你食指大动。干嘛？别动，很痒。不干嘛我就想抱抱你。这时你将脸埋在高月的青丝上，我可不信。高月转过头，一脸调笑地看着你。虽未经人事，但作为情场女王的高月，可对男人那点心思一清二楚。更何况自己已经答应你，买完房子就把自己献给你了，不信就对了。你的手开始不老实，顺着腰部开始往下试探。高月迅速将你的手拿住，并反身将你扣在墙壁上。我可是练过柔术，别轻举妄动哦。他虽然嘴上这么说，但食指却放在了你的喉结上，慢慢的往下滑。这一刻你再也克制不住了，直接一把将他抱起，走向了卧室。双双，你是第一次吗？那我要不要用？郑谦绅士的征求高月的意见。不用了吧，我在安全期，要是想用也可以，看你。郑谦累得已经睡着了，身旁的高月也累得不行。他收到了李涛发来的消息，说他已经到望月楼了，问郑谦什么时候过去。郑谦看到之后，在高月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缓缓地从床上爬起来。你要走了吗？高月有气无力地问道。郑谦下午可是把他折腾得不轻，约了2个人谈点合作，在望月楼。那你晚上还回来吗？高月抱着被子看着郑谦，肯定回来啊。哦，好吧，那你回来的时候能帮我带一瓶洗衣液吗？干嘛？洗床单。郑谦看了一眼床尾的一片红，瞬间就懂了。好，望月楼算是业北规格最大、消费最高、星级最亮的酒店了，但郑谦一次都没有来过。等来到望月楼之后，他才知道高月刚刚为什么问他晚上还回不回来。除了关心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望月楼只是其中的建筑之一，实际上是在望月湖中人工填了一个小岛的存在。小岛上各种娱乐设施皆有， KTV、夜总会、酒楼、酒店等等等等，能够想象到的一切娱乐场所。这样的地方怎么可能少得了金钱交易？这显然是半个血跃场所呀。望月楼是一座大概20几层高的建筑，站在楼顶能够一眼望穿整个夜北风景。和李涛碰面之后，包括李涛在内是2男2女。小千，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陈伟强，陈总，就是我跟你提过的那个老客户。陈伟强年龄不大，也就30岁出头，穿着一身蓝色阿玛尼西装，朝气蓬勃，神采奕奕，一副典型的精英人士面貌。昨天晚上，李涛简单介绍过陈伟强的背景，此人本科毕业于帝都大学，硕士直接飞往海外保送常青藤，就算不创业，单凭着这份简历，随随便便找一份工作，起步都是年薪100万。喂，强哥，郑谦亲切地叫道。他本来想喊伟哥，但好像有点不太合适。你好，你就是郑总吧？幸会。陈伟强非常客气，还拍了拍郑谦的胳膊。李涛尬笑了一下，接着介绍，这位是刘诗琪，刘总。刘诗琪身着一袭白色长裙，28岁，但人看起来也就23、24岁的样子。如果不是昨天晚上李涛介绍，郑谦甚至会以为他是个刚毕业的清纯大学生。他的背景就简单的多了，大学只是个普通一本，没有读研，早早的进入了金融行业打拼，现在是3家公司的股东，中光基金的创始人。陈伟强的船务运输贸易公司只不过是他其中一笔投资而已，但他在这里也是第2大股东了。据李涛听说来的小道消息称，刘诗琪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并不完全靠的是自身的硬实力，还用美貌换取了向上爬的机会。这个消息郑谦觉得并不是空穴来风，毕竟一个普通一本6年时间成为3家公司的大股东、基金创始人，显然是不太可能的。刘总您好。郑谦只是和刘诗琪简单握了下手。你好。刘诗琪似乎并看不上郑谦，所以也只是礼貌性的回应了一下，脸上冷冰冰的。还有一位女士，李涛并没有介绍，手里拎着公文包，察言观色，但一语不发，看上去十分精明强干，应该是陈伟强或者刘诗琪的秘书。陈总，咱们边吃边聊。望月楼每个楼层只能容纳1桌客人，5人登上16楼。落座之后并没有聊生意，而是先吃饭。不过郑谦倒是有意无意的瞥了那位女孩几眼，她穿着的非常正式，一套白色西装十分得体，衣服上没有半点褶子。女孩五官精致，皮肤白皙，眉如青山，双瞳似水，给人一种发自内心的干净纯洁。先是开了2瓶罗曼尼，5人边吃边聊。看得出来，这个女秘书无论是在陈伟强身边还是刘诗琪身边，地位都挺高的，很受重视，否则在这样的场合下不可能一块上桌吃饭。郑总，我听涛哥说你想要入股是吗？陈伟强作为大老板率先开口。郑谦点了点头，不用叫我郑总，叫我小谦或者小郑就行了。那怎么行？咱们再谈合作，是生意，我年龄虽然比你大，但是咱们都是一样的。是的，我女朋友给了我一笔钱支持我创业，但我也不知道做什么好。昨天晚上听涛哥说您刚刚创立了一家公司，所以我想着这何尝不是一个机会。女朋友？刘诗琪看向郑谦的眼神中又多了几分鄙夷。那你有多少资金？打算入多少股份呢？我有3000万，不知道能入多少股份。3000万？众人心里又诧异了一下。什么女朋友能给3000万创业啊？这特么不叫创业，3000万都已经能叫成功者了。是这样的，咱们公司现在是 AB 股模式，刘总跟我是老同学，出于对我的信任吧，通过天使一轮进来的，但实际上冒风险是很高的，所以他占的股份也不少。所以你如果能拿出3000万的话，可以给你24%的股份。这24%是不占公司控制权的24%，和陈伟强手里的股份没法比。AB 股模式，实际上陈伟强掌控的股份投票权最多，最有分量。比如说郑谦和陈伟强都只有24%的股份，两人的股份一样，但郑谦只能投10票，陈伟强却能投100票，这是防止资本夺走公司所采取的商业模式。不管你入多少钱，陈伟强的股份就算稀释到1%，他拥有的投票权依旧比所有人加起来都多。整个运输公司，陈伟强出资4000万，刘诗琪出资3000万，两人一人稀释1点股份给郑谦。现在公司只有3条船，如果郑谦能投3000万进来的话，完全可以再买一条大吨数的货轮走国际航线，对于公司的业务可以说是锦上添花，对外可以彰显更多的实力，聚拢更多的国际业务。内陆航线已经被各大船务公司占领了，现在开辟海外市场才是陈伟强想走的路子。拿到股权之后，我会把一些客户都介绍给你认识认识的。不过有一点，如果后续公司需要流动资金的话，咱们可能还要追加投资，郑总这方面有思考过吗？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再追加多少投资的，除去成本的利润就已经可以满足流动资金的需求了。而且船务公司也不是很吃现金流，无非就是货轮的养护、船长大副、二副水手等人的工资，以及一趟出行烧的油钱而已。陈伟强这么问，只是想试探一下郑谦，毕竟他的钱有些特殊，不是家里给的，也不是银行贷款，更不是自己创业挣来的第一桶金，而是女朋友给的创业基金，这就很让人匪夷所思了。后续万一真的需要流动资金追加投资的话，郑谦这里可能拿不出来钱，还是先问一嘴的好。不过就算拿不出来也无所谓，这个追加投资没有问题。如果公司一直稳步盈利，遭遇了点什么波折，我只要说一声，还能拿出来一些资金的。郑谦打包票道。郑谦现在卡里有2亿，也不差这几千万。他手里有钱，投资入股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提升自己，就算亏了也没有关系，就当是学费。行，既然这样的话，那明天郑总就到公司来一趟吧，我们请2位律师看看合同，然后直接签约。职位的话，
以后就负责公司的公关和部分内陆运输业务，副总级别，怎么样？郑谦点点头，这么快啊，哈哈，那我以后就要喊郑总了呀。李涛没想到洽谈工作竟然如此顺利，郑谦明天就摇身一变成为他的上司了。公司里，陈伟强作为大股东、创始人，当之无愧的董事长、CEO、老总。刘诗琪和他是二股东和三股东，就算什么都不做，也是副总。涛哥说的这是哪儿的话？您是我的领路人，以后向您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郑谦此时抓住机会，抬了李涛一手。之前李涛作为公司主管，一直罩着郑谦，而现在郑谦一句话，基本上就奠定了李涛今后在公司里的地位。今后只要李涛不和郑谦闹掰，他在公司里的地位和待遇仅次于三人。陈伟强微微一愣，李涛和郑谦的关系超乎想象的好，连忙补了一句：确实，李涛的业务能力很强，肯定能超出我预计的胜任经理这个职位，而且他的待遇算是很特殊的了，将来公司上市之后也是会分股份的。公司上市分股份是常规老板给员工画的一个大饼，靠不靠谱不一定，但以郑谦给人打工几年的时间来看，说是给分股份就是个笑话。但既然李涛这么相信陈伟强，也一定是有他的道理的。旁边的刘诗琪一言不发，始终保持着沉默，眼中不乏对郑谦的鄙夷之色。从郑谦的谈吐、举止、行为上来看，这人应该没创过业，能拿到3000万也是女朋友给的，并没有什么硬实力。如果没猜错的话，找陈伟强买一张上流社会的入场券，这张入场券的价格是3000万。刘诗琪如果是公司的老总，他必然是不会同意一个这样的凯子入股的。他作为中光基金的创始人，混迹金融界这么长时间，很早就明白一个道理：有些钱单纯是钱，有些钱不单纯是钱，是可以带来一些附加值的钱。就好比说，一个小康家庭攒了30年，攒了100万，和一个华尔街金融家的100万，能一样吗？小康家庭的100万就单纯是100万，这样的钱不值钱。华尔街金融家的100万不单纯是钱，是带有华尔街背景的钱，这笔钱放着不动就可以带来人脉，带来收益，上涨股价。陈伟强自然也是知道的，他肯定不会拒绝，因为挣钱找谁买不是买。他的公司正缺资金，一笔3000万的资金，公司起步更稳，但带来的也就这么一点点收益而已，可有可无。在刘诗琪的眼里，如果非要郑谦入股，拿24%的股份给多了，他觉得这笔钱郑谦拿15%的股份差不多，但陈伟强都已经拍板了，他一个二股东又好说什么？倩倩，你一会让法务准备一下合同，联系一下工商方面，先把这个东西给申报上去，合同明天就签。陈伟强向身旁的那个女孩吩咐道。好的。郑谦懂了，这个名叫倩倩的女孩是陈伟强的助理。咚咚咚，有人敲门。谁啊？进来。陈伟强看了一眼门口，进来一个大腹便便、秃头的中年男人，穿着大花休闲，看上去大概40多岁左右。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个年龄30来岁的男人，有些柴瘦，但西装革履，精神面貌很好，给人一种精明强干的感觉。哟，韩哥，老姜，快来坐，快来坐。哈哈，听说你小子在16楼，我就上来敬杯酒。吃了没啊？要不坐下来一块吧。陈伟强想着正事儿差不多都已经说完了，这时刚好给郑谦介绍认识几个人。行啊，正好还没吃，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公司新进来的副总郑谦，郑总。陈伟强对于人脉分享这件事情是不会吝啬的，更何况郑谦现在已经是他的副总。不过像他们这样的人，一般来说就只需要中间人介绍一句，将介绍2个字特意点出来，今后发展成什么样，能不能成为郑谦自己的人脉，就要看他自己了。郑总看来很有能力啊，年纪轻轻就做了强子的副总。韩华浩。郑谦主动伸出手，郑谦，您叫我小谦就行。江涛，你好，你好。经过介绍，郑谦得知韩华浩是望月楼的老板，不只是望月楼，整个望月岛都是他的个人产业。至于江涛，是叶北银行的副行长，同样身居高位，社会精英。两人先是敬了酒，然后就坐下来一块吃饭。郑谦的主要目的其实也包括发展自己的社会关系，扩充自己的人脉。社会关系和人脉有时候比钱更有用。当你想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世上最可怕的2种情况无非2种，有钱没路子，有路子没钱。2样如果都有，世上基本没有什么你办不了的事儿。能不能发展成自己的人脉，得看郑谦自己的本事。吃饱喝足之后，众人便寻思转场去旁边的 KTV 唱歌。走吧，我请你们去唱歌，昨天刚来了几个清纯的大学生，嗓子都挺不错的。韩华浩拍拍陈伟强的肩膀，不过我提醒你，只卖艺不卖身啊。开了一间 KTV 包厢，韩华浩喊来了几个穿着清凉的妹子，站成一排，长相和气质都特别清纯，估计还真的是大学生过来兼职的。老板晚上好。女孩整齐地向他们鞠躬问好。郑谦懵了，这特么还是卖艺不卖身，怎么跟电视上那些一样啊？别惊讶，这是规矩。李涛看出了郑谦的心思，解释道。看样子李涛平常陪客户喝酒吃饭也没少来这种地方。郑总，你先选吧，看中哪个选哪个。郑总一看就是没来过这种地方啊，一点老板气场都没有。我帮郑总选一个吧，小鱼，你过去陪郑总。韩华浩一眼便看出了端倪，他对这几个姑娘门儿清，指了个最干净的给郑谦，剩下的强子你先。郑谦实在是没气场啊，
他坐在这几个大佬的面前，就像是男陪陪一样，特么要多怂有多怂。在酒吧面前，他还能硬得起来，不知道为什么，换了一批人，郑谦的气势就有点萎了。凡事都有第一次，他的银行卡里现在躺着2亿，喊谁来陪他唱歌不行？你去陪涛哥吧，我不喜欢清纯的，不会整活的玩不开，我喜欢性感御姐的。郑谦一鼓作气说了出来，所有人都微微惊讶，就连陈伟强的助理夏倩倩都稍稍侧目了一下。好家伙，行，那你再选一个。韩华浩说道。郑谦随便选了个比较性感的，他倒不是真的想让什么人陪他，主要是强调一下自己的品性。刚刚那副怂样太像老实人了，郑谦讨厌做老实人，因为受欺负的总是老实人，他再也不想做老实人了。涛哥看着身旁的这位清纯妹子，一脸错愕地看着郑谦，仿佛在说，你小子不知道我已经结婚了吗？其实陈伟强是想选那个姓于的小姑娘的，但点给了郑谦就算了，没想到郑谦又让给了李涛，不过不管怎么样都没选到，有点可惜，毕竟他是最喜欢在这种地方找清纯大学生的，跟理查德东哥一个爱好。不过陈伟强眼光毒辣，还是从中挑选了一位比较清纯的女大学生，虽然比不上刚刚那位小鱼，但长相和气质也不弱多少。其他韩华浩和江涛各自挑了2个妹子。行，那你们几个留下，其他人都去忙吧。一位穿着性感暴露满满御姐范儿的女孩坐到了郑谦的身旁，上来就把手放在了郑谦的大腿上。郑谦整个人哆嗦一下，但很快就掩盖住脸上紧张的表情。特么的，不就是个陪酒陪唱的吗？紧张什么鬼？郑谦强行镇定下来。哎，韩老板是不是有点不够意思啊？你们都有伴儿了，那我呢？刘诗琪端着高脚酒杯，翘着2郎腿坐在侧面的沙发上。瞧我这脑子，把刘总给忘了。韩华浩猛地拍了一下脑袋，紧接着就叫来一对长相清秀、肌肉明显的男模，他们的个子几乎都在1.8米以上。令郑谦惊讶的是，刘诗琪竟然选一个不够，直接选了2个男模，肌肉挺拔，看起来十分壮实。众人在包厢里待了差不多3个钟，各自唱了几首歌，玩得很开心，大汗淋漓。出了一身汗，咱们要不先去洗个澡，玩会扑克？陈伟强提议，众人都没有意见。郑总，会玩扑克吗？陈伟强问郑谦。会一点。玩什么？郑谦放下手里的酒杯，喝了这么长时间，他也放得开了，不再像刚刚的那么怂，脸上多缺了几分自信。德州可以吗？德州扑克吗？会一点。郑谦之前很喜欢港片，把周总、华仔、星爷的电影都看了个遍，最喜欢的就是他们的那个系列，也从港式武章中学到了一点，和德州差不了太多，能打。行，那待会德贤楼见吧，让韩老板给你安排个洗浴的地方，我先过去了。好。郑谦点了点头，不知道是喝酒喝多了还是冷气不良，郑谦也出了一身汗，正好想洗个澡。令他惊讶的是，陈伟强并不是一个人出去的，而是揽着刚刚那位清纯女孩的腰走出了 KTV 的包厢。更重要的是，就连刘诗琪也分别带着2个男模走了出去，好像2人是这里的常客。郑谦心里疑窦重重，特么的不是卖艺不卖身吗？这是什么情况？郑总，用我帮你把刚刚那个女孩叫过来吗？韩华浩注意到了郑谦的表情，替他解惑道。刚刚那位御姐一直缠在郑谦身上，他还有点不习惯，喝到一半就让他走了。我这儿全都是正经生意，但女孩自己怎么想的，我管不着。郑谦突然明白了，怪不得陈伟强一直在和那个女孩说悄悄话，原来是在商量讨论价格啊。来到 KTV 酒吧陪唱陪酒的女孩无非有2种，一种是被逼无奈，手里非常缺钱，只能下海；另外一种则是为了获取金钱利益，满足越级消费的古怪虚荣心。那岂不是自己刚刚拒绝的那位清纯的小鱼也是可以商量价格的？倒也不能这么说，据我了解，只要给够了票子，80%-90%的女孩都是愿意的吧。至于小鱼，她昨天刚过来，我不太清楚。说实话，郑谦还真的有点中意她的美貌。不过人都走了，就算了吧，再叫回来也不太好。不用了，韩老板，给我和涛哥安排个洗澡的地方就行了。郑谦心里有个结，高月虽然不是刚刚所说的后者，但也是出于金钱的目的和他在一起的，这样建立的关系肯定不是100%纯洁。但高月这个人吧，应该是出于前者。他如果不是为了赚钱，也不可能在酒吧工作。高月的父亲在进去之前应该也不是等闲之辈，否则高月身上也不可能有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自傲，眼中的杀伐果断让人胆寒。如果高月不是为了赚钱，也不可能屈尊于酒吧工作，他所能做到的应该不会比陈伟强、刘诗琪等人的成就要低。至于小鱼，郑谦就不清楚了。有了高月，他不想再去认识一个在灯红酒绿地方工作的女孩，但从刚刚小鱼的表现来看，似乎内心没有表面上那么纯洁。如果不是涛哥坐怀不乱，估计给点钱也能拿下。4人都没有找妹子，而是一块去了洗浴。至于夏倩倩，她被派到德贤楼等待。不知道郑总之前是做什么的生意的？韩华浩问郑谦。之前没有做生意，最近拿到一笔钱就投资陈总的项目了。韩华浩只是嗯了一声，点了点头，之后就没有再说什么。洗完之后，江涛说明天还要去见一个客户，先行向韩华浩告辞，还让他跟陈伟强、刘诗琪打个招呼。韩华浩点点头之后就放他走了。3人来到了德贤楼的一间包房，
韩华浩看到包房里的陈伟强点着一支烟，正坐在沙发上抽着，哈哈大笑。你怎么这么快就完事儿了呀？是不是能力衰退了呀？用不用下次来给你整点6味地黄丸？陈伟强停止和夏倩倩的谈话，然后站起来迎了上去。怎么可能？我可是大猛男，刚来没2分钟，你们就来了。4人率先落座，叫了一位美女荷官。她穿着一套日式和服，扎着高高的头发，身上还纹着一条红色的过肩龙，和电影里那位美女荷官简直一模一样。奇怪，怎么刘总还没来？你看，刘总都比你猛，你真该补补了。韩华浩打趣道，一个40多岁的老男人就是喜欢拿这种事情说笑，荤段子张口就来。哪儿的事儿啊，我真是猛男，不信下次你在旁边看着我。去，我才不看你。听到这些话，夏倩倩面若桃花，眼含秋水，一个女助理来说自然是害臊的不行。韩老板，咱们少说点这种话题，这里还有女同志呢。陈伟强也注意到自己的助理神色异样。好，不说了。众人笑着，刘诗琪就进来了。她一头湿漉漉的头发还没干，披散在肩上，似乎是刚洗了澡过来的。一坐下，她就抱怨道，韩老板，你们这儿的男模都什么身体啊，看着挺结实，体力不行。刘董，人家就是陪酒的，又不是专门做这个的，差不多行了。陈伟强帮忙解释道，我这是提醒一声韩老板，招的都是些花架子，软趴趴的肌肉，乍一看行，实际上真不行。郑谦真没想到刘诗琪这个年龄需求竟然这么大，2个男模都不够他耍的。似乎还没得到满足，看时间差不多了，就匆匆赶过来了。美女荷官分发筹码，郑总，1人20万筹码，你那份我给你出了。陈伟强指了指郑谦面前的整齐的蓝色筹码，我就不玩了，不太会这个，就坐小倩后面看你们玩吧。李涛很识趣的将椅子搬到郑谦的身后，他不是不会玩，而是玩不起。20万他可掏不出来，就算陈伟强给他出了，今后也是要还人情的。荷官再一次给郑谦介绍了规则之后，便开始发牌。郑谦看牌的时候并没有小心翼翼，还给李涛看了一眼手牌。他的运气不太好，手牌是梅花4黑桃9。李涛表情管理做得很好，没有任何异样。还没有发公共牌，但郑谦这手牌赢面不大，因为德州的成牌率其实不算太高。底池500，韩华浩加到3000，其他2人都跟住，郑谦也跟住，决定看看底牌。3张公共牌发出来，分别是黑桃 J、梅花 K、方块2。刘诗琪直接就弃牌了，而韩华浩撇了撇嘴角，叫了2万。陈伟强笑了笑，也跟了2万。2人的牌应该不会太差，最起码是中了1对，或者有顺子或者同花的希望。而郑谦的手里的牌不成对不成顺，赢得机会很小。李涛本以为郑谦会盖牌，但他并没有这么做，缩了。郑谦把筹码全都推了出去。我靠，你拿的什么牌啊？这样打？陈伟强刚刚还是一脸笑意，但看到郑谦这么勇敢，上来就全压，还是非常惊讶的。紧接着他就盖了牌。李涛瞥了郑谦一眼，他在想什么？人家既然敢叫2万，肯定是赢面很大。郑谦手里的牌赢得几率是很小的，为什么要缩？他搞不懂郑谦。韩华浩则是一言未发，皱起眉头思考了足足有半分钟，最终还是以稳为主，弃了牌。韩老板这么大的牌面，竟然也弃牌。陈伟强分析，韩华浩最少也是1对 K 或者1对 J， 但他还是弃了牌。求稳吗？我觉得郑总拿的牌比我更大。韩华浩笑道。第2轮，郑谦拿到了方块2、红桃2，陈伟强叫1万块，底牌应该不错。韩华浩和刘诗琪都跟住，郑谦也跟了。公共牌是黑桃9、梅花4、梅花5，手里有个最小的对子，赢得几率还是很小。3万，刘伟强很自信的叫价。韩华浩和刘诗琪直接弃牌。郑总跟吗？跟了，我再加5万，再加5万，合着不让他看牌。陈伟强手里是梅花 A 和方块9，一张最大的单牌，还组了个对9，跟了。陈伟强一咬牙扔了5万块下去。第4张公共牌红桃 K， 对于2人都没用。10万，郑谦叫价。底池已经很大了，郑谦将自己半数筹码都推了出去。陈伟强又看了一眼自己的底牌，跟了。最后一张牌红桃9，陈伟强舒了口气。2人亮牌之后，陈伟强3条9赢下郑谦1对2。郑总，做生意和打扑克是一样的，商场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一个成功的人就要有野心，疯狂地掠夺社会上的所有资源，女人、金钱、地位，不贪不行，不狠不行。就像是刚刚这把牌，如果我不狠，怎么知道最后一张公共牌是9？陈伟强此时不忘传授给郑谦一个进入商海之前最基本的道理。第3把，郑谦运气不错，底牌是黑桃 A、红心 A， 跟住2万，看了公共牌方块 Q、方块5、黑桃 J。 韩华浩和陈伟强双双弃牌。刘诗琪留了下来，他的底牌是方块 K、方块9，他这手牌可以买顺买同花，几率都很大。2人都跟住5万，看到了最后一张公共牌。现在的公共牌牌面是方块 Q、方块5、黑桃 J、梅花 J、方块4。
这一把的公共牌就有一对。刘诗琪这把牌虽然能组成同花，但也怕郑谦手里是3条加一对，也就是俘虏。从刚刚郑谦一路跟住夹住的气势来看，郑谦手里至少拿着一张 J， 组成了3条。至于有没有一对，他不能确定。如果郑谦手里有一张 Q 或者5，那么开局就是2对，不应该叫那么大，应该小一点，诱骗他下大注，然后跟注。缩了，郑谦又一次把手里的筹码推了出去，又缩哈。常年跟数字打交道的刘诗琪心里默算了一下，他的胜率差不多能有 70%。既然有 70% 的胜率，为什么还不敢跟？刘诗琪也全压。开牌之后，自然是刘诗琪赢。郑谦轻吐一口气，输光了，哈哈哈！先不陪各位玩了，涛哥走不走一？快回去，让我助理送一下你们吧。陈伟强提出。好。3人看着郑谦离去的背影，略有所思。韩华浩带郑谦走之后，掀开他的底牌看了一眼，一对 A， 此人有毒品，有赌性，稳重带狠，狠而不贪，将来必成大事。强子，你怎么认识的他啊？韩华浩在揭开底牌之后，不禁称赞郑谦的人品。之前在洗澡的时候，他就问过了郑谦的年龄，大学毕业3年，今年不满26岁。26岁啊！他在26岁的时候，要是背后能有这种资本，第一时间肯定买一辆跑车，除了吃喝玩乐以外，就是花天酒地，怎么可能耐得住性子稳下来投资进入商海？要不是经历了那么多事情，看着自己身边的人一个一个进去，大风大浪吹打而过，韩华浩也不可能在40来岁，在这个老当益壮的年龄，守着望月岛这片资产，过上了近乎退休养老的生活。朋友介绍认识的。陈伟强如实回答。他也觉得郑谦的心性很好，而且根本不像一个在吃软饭的男人。郑谦的身上正装的搭配非常不错，要么是他有品位，要么是他背后的女人有品位。但有这种品位的人，真的会看上一个软饭男吗？郑谦告诉他，这3000万是他女朋友给的，陈伟强是绝对不相信的。在 KTV 包厢的时候，起初大家都以为郑谦是一个老实人，把他当成了一个老实人对待，但郑谦非常警觉地嗅到了这股味道，直接要求换人，侧面表露出来的意思是，我不是老实人，你们别想惹我。有这样的性格，怎么可能甘愿做一个软饭男呢？郑谦最后一把底牌是对 A， 正如韩华浩说的那样，稳中带狠，对于局势有一定的把控能力，此人是一个绝好的合作伙伴。现在来说还不算冒头，因为郑谦认识的人少，没有那么多的人脉资源，如果自己肯将资源分享给他的话，郑谦也肯定会知恩图报。今后如果大鹏展翅9万里，一跃冲上9霄，他也会跟着沾光。只有刘诗琪没有把郑谦放进眼里，最后一把给了他盲目的自信。他认为郑谦的狠只不过是一介莽夫而已，不带脑子的横冲直撞。最后一把牌他都已经跟到了低，郑谦还不肯收手，显然是没有脑子。就好比进入商海，光靠陈伟强跟他说的那股狠劲儿是不行的。如果陈伟强单纯的只是狠心果断，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能走到今天这步，除了狠以外，还有很多东西掺加在里面。陈伟强是聪明的，不只是有一股狠劲儿，他的牌不好，干脆就直接不打，不去深入这把牌，避免了后续筹码的任何损失风险。韩华浩更不用提了，40多岁的男人，无论打牌做事都稳如老狗。在刘诗琪看来，韩华浩有点过于稳了，根本不像之前的他。过于稳就叫做怂，一点也没有之前的狠劲。不过凭韩华浩的特殊经历，他如果不这么怂，也不可能守得住望月岛这片资产，生意早就被查处，跟他那几个兄弟一块进去了蹲牢房了。40多岁的年龄就提前过上了退休生活，守着这片资产养老。在刘诗琪看来，失去了狼性的狼只不过是一条尖嘴的狗而已。他疑惑的只有一点，郑谦真的是一个软饭男？3000万是女朋友给的吗？韩老板，您能不能替我查查这个人？刘诗琪提出。行啊，刘总都开口了，我怎么好意思拒绝呢？韩华浩笑着回应道，他本人对郑谦这个人也很感兴趣。刘诗琪是做基金的，自然有他的方式能打探到关于郑谦的情报，但韩华浩这里估计能收集一点不一样的消息，多渠道笼络，才能真正知道郑谦是个什么样的人。郑谦让夏倩倩先送了李涛回家，紧接着才是送他回江山国际。郑总，明天上午我准备一下文件，再给您收拾一间办公室，下午您就可以过来公司了。从明天开始，我就是您的秘书了。路途中，夏倩倩告诉郑谦这个消息。你不是陈总的秘书吗？怎么明天就成我的秘书了？郑谦很好奇。不知道，这是陈总吩咐我的，估计是您看我的眼神不正吧。夏倩倩对于今后的郑总，他的顶头上司说话一点都不委婉。郑谦有点惊讶，特么他哪就眼神不正了？虽然说在饭桌和 KTV 他确实多看了夏倩倩几眼，但并没有眼神不正啊。眼神不正？那你觉得呢？我的眼神正吗？我也觉得不太正吧。夏倩倩一边驾车一边回答郑谦。你改口要御姐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经常在这种风花雪月的地方玩，应该不是什么正人君子。郑谦，这就很尴尬了。夏倩倩显然是误会他了。不过郑谦倒没有解释，我明天就是你的老板了，你这么说话不怕得罪我吗？不怕我给你穿小鞋？我就这个性格，而且我也不怕你给我穿小鞋，我把任何工作都做到天衣无缝，滴水不漏。你想给我穿小鞋都找不到方法，我不是那种物质的女性。你如果想跟我发生点什么的话，趁早打消这个念头，
我在陈总身旁都没有跟他有什么暧昧关系，更别说是你了。如果你觉得我跟你不搭调，明天可以跟陈总说一声，让他把我换掉。郑谦突然对他好感大增，瞥了一眼他对自己的好感度只有30点，不是个物质的女性，那不就代表着自己在他身上可以无限制的刷钱，让系统返现？不用换了，就你吧。郑谦坚定的答道。啊？为什么？夏倩倩其实已经做好了被郑谦换掉的准备，她刚刚说的那些话，其实也有点想要郑谦把他踢开的意思。陈伟强虽然花天酒地，但是能力很强，跟着这样的老板还是能学到一些东西的。至于郑谦，他看不出来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还不如继续跟着陈伟强呢。我觉得你精明强干，聪明好学，应该会是我身边的一个好帮手。我不是你想象中那样的人，以后你就知道了。车子刚好开到了江山国际，郑谦下车之后就让夏倩倩回去了。除了可以刷钱以外，郑谦觉得夏倩倩还真挺不错的。陈伟强也正是出于他性子以及做事风格，再加上他想换别的秘书，所以才把夏倩倩抛给自己的吧。只要夏倩倩不是陈伟强安插在自己身边的卧底，眼线郑谦觉得今后用起来应该会很顺手。江山国际内，1楼2楼都开着明晃晃的灯。走进1楼客厅，高月正在沙发上看书，她穿着一身轻薄的丝绸睡衣，未到膝盖，刚刚好盖住大腿，两只玉足交叉而放。你还没睡？郑谦看了一眼时间，现在已经凌晨2点了，高月竟然还没有休息。你说你要回来，我就一直在等你。高月看到郑谦之后，就主动上来帮郑谦脱外套，帮助他换鞋子。给你熬了醒酒汤，我去给你盛一碗，喝了晚上睡得舒服。这也太贴心了吧。郑谦咕咚咕咚2碗醒酒汤下肚，确实感觉到神清气爽。躺在床上，高月还主动帮郑谦捏肩膀。郑谦之前常坐电脑前，多多少少有一些职业病，腰椎和肩膀都有点不太好。经过高月这么一捏，感觉到舒服了很多。家里有这样贤惠的女人，就算郑谦今后在外面彩旗飘飘，高月也绝对稳坐正宫之位。你今天怎么穿成这样？郑谦瞥了一眼高月的穿着，这是睡衣啊。高月看到郑谦的眼神之后，就知道他想干嘛了。饿了，那我去给你做点东西吃。上一次高月拿旺仔糊弄郑谦，郑谦没有计较，郑谦一个翻身，事后温存。你身体不太好？怎么不好啊？刚刚你可是已经求饶了。我不是指这方面，这方面你很强行了吧？我是说，如果你以后每天都这么晚回家，现在的身体久而久之就受不了，精神萎靡，做什么都没劲儿。你平常不做运动吧？高月又问。偶尔做，3天打鱼2天晒网。那你明天有空吗？我带你去健身房吧。我昨天把健身房的工作辞掉了，但在那边认识几个人，可以腾个场地陪你练一下。你是健身房私教？之前为了赚钱，我有3份工作，健身房私教、酒吧销售，还有呢，还跟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咖啡店，偶尔会去看看。好家伙，怪不得高月能在叶北这座城市里生活，能攒300万，合着是一位时间管理大师啊。一个自律的人真的很可怕。好，明天上午可以，但不知道能不能起得来。我叫你。第二天早上10点半，郑谦准时被叫醒了，简单吃了点早餐，就跟着高月来到了健身房。路途大概也不远，就15分钟的车程，这条路再开7、8分钟就能直达红色蔷薇。不得不说，高月的规划做得还是很好的。来到健身房之后，郑谦便先去了更衣室换运动装。这一幕可被健身房的私教清晰地捕捉到了。我靠，今天和高姐来的那个男的是谁啊？不知道啊，生面孔，之前在健身房从来没见过他，应该是高姐的客户吧。我看到那人是去更衣室换衣服了。这里可是有不少高月的追求者，甚至有一些外面健身房的私教在群里看到高月的照片之后，直接就跳槽到了这家健身房。之前曾经有2个私教都很喜欢高月，互相为情敌，在健身房里大打出手，扰乱了健身房的秩序。老板在征求过高月意见之后，直接将2位教练给开除了。紧接着，众人从明面上的敌视变成了暗自较量，互相比自己练的肌肉和大块头。之前还有不少客户是因为看上了高月的美貌，才报了他的私教课，但是被其他几个男教练发现此人目的不纯，一直想在高月身上占便宜。几个男教练就私下里把这个客户给围了起来，说他要是再敢对高月有什么想法，就把他按在水池里让他呛水。最后这位客户再也没敢来健身房，连夜删了高月的联系方式，甚至连健身卡和私教课都没敢来退。不对啊，我听说高姐昨天就已经过来辞职了，她怎么还带学员呢？真的假的？高姐辞职了？我怎么不知道？骗你们干嘛？真的辞职了。众人心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高月该不会是为了那小子辞职的吧？不可能，那小子长得也不咋地啊，顶多算得上是清秀，看不出来多么有钱，很普通的一个男人，怎么可能入得了高月的法眼？据他们所知，明里暗里仰慕高月的高富帅、富二代、土豪，可以从这里门口排到红色蔷薇，那小子有什么过人之处？这时候郑谦已经换好了运动服，和高月一块走进了健身房的瑜伽区。不会吧，不会吧，高姐可从来没有带过男学员瑜伽课啊？瑜伽课自然是少不了私教和学员有什么身体接触，所以高月一直是拒绝带男学员瑜伽课的。
不管他们开价有多高，都没有带过男学员。你的腰椎不太好，我先带你做一下拉伸。高月刚要教郑谦第一个动作的时候，一帮男教练就结伴走过来跟他打招呼。高姐，吃饭了吗？怎么中午这个点过来啊？高姐，这是我中午从家里带来的便当，你要不吃点？高月瞥了一眼某位男教练手中的餐盒，无糖无油低卡和完美的健身餐，但他仍然拒绝了。一边去，这是你女朋友给你做的，借花献佛也没你这么献的。我已经吃过了，不用操心我。高月回应道。你们忙你们的去吧，我带我男朋友做一下拉伸。对了，你们下午有课没？等会用一下你们的私教区。按道理来说，私教区只有私教和学员才能进，但高月在这里工作了这么长时间，带郑谦用一下没什么问题。但他的这后半句，这些男教练可全都没听进去，他们的注意力都在高月说的男朋友身上。有多少男人都向高月表白过呀？可无一例外，全都被高月拒绝了。昨天辞职，今天就带了男朋友过来，而且还是一位这么普通的男朋友。高月这样的女王，到底看上他哪一点啊？众人想不通。喂，跟你们说话呢。众人这才回过神。行，高姐随便用，下午来的学员少，我们的课基本上都在晚上。众人心里明白了，高月还真的是为了这小子辞掉了健身房的工作。高月听到这话，满意的点了点头。一旁的郑谦看傻了。高月跟他们对话就像是一个大姐大跟小弟交代事情似的，没有一个人敢反驳打岔。你是高姐的男朋友吗？我叫段祺然，很高兴认识你。一位名叫段祺然的男教练主动向郑谦伸出手。他的块头没有别人大，在这群男教练里面算是中等身材，但段祺然在健身房主要带的学员不是减脂增肌为目的，散打课程才是他的业务范围。段祺然曾经在省散打队训练过，还打过比赛，拿过2次亚军1次季军，后来因为和教练闹矛盾离开了散打队，才跳槽到这家小健身房的。论待遇论薪资都比不上之前那家拳馆，单纯的想要认识高月，看看能不能跟他发展一下，要是能成为男女朋友最好了。很高兴。郑谦可能有点眼拙，从段祺然的脸上他看不出有半点高兴，甚至眼中还有点敌视。他懂了，这帮人全都是高月的追求者，把他当成情敌了呀。郑谦也伸出手和他握手，这次的握手是段祺然对于郑谦的一次试探，发现郑谦手掌轻薄，还触到了郑谦手心的茧子。茧子不是经常撸铁出来的，而是经常敲打键盘出来的。段祺然心里有数了，这人就是个文弱书生，没有块头，也没有练过什么搏击项目。占用你们的地方多不好意思，既然你们下午没课，我把你们全包了吧，在旁边看着我练，避免我受伤。众人面面相觑，这特么什么情况？私教课310小时，像段祺然这种是510小时。他们7个人，1个小时大概是3000块，下午也别多算，就算3个小时吧，这就1万块花出去了。特么的关键还什么都不用他们干，就在旁边看着郑谦练。众人瞬间就懂了，这小子看起来资质平平，但花钱如此手笔，肯定是个富二代啊，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富二代，是能拿下高月的富二代，这该多有钱啊！郑谦的实力已经充分的解释了这个问题。你不用。高月稍稍侧目，他知道郑谦是想压一下这几个人，但这1万块钱他能买多少顿肉做给郑谦吃啊？有他在，谁敢欺负郑谦啊？没事，总不能白白用人家的私教区刷卡。郑谦掏出一张银行卡，他的行为好像在告诉众人，小爷从来不占便宜，小爷有的是钱。不就1万块钱吗？算个屁啊！连他银行账户的零头都算不上。一位男教练接过银行卡，跑到前台先刷了3个小时的，差不多也就是1万块钱，然后屁颠的把卡还给了郑谦。谦哥，那您先跟高姐拉伸一下，做点热身运动，我去给您准备毛巾。谦哥，我去给您拿水，您是要冰水还是常温的？谦哥，我去给您冲杯蛋白粉，快速恢复能量的。您一会练什么项目，跟我说一声，我提前去帮您亲人。谦哥，几个人瞬间变成了郑谦的哈巴狗，只有段祺然皱紧眉头，特么的，白练那么大块头了，都是软骨头吗？在女神面前给人当狗，脸都不要了。众人不是不要脸，是根本没必要啊。人家现在是高月的男朋友，他们之前就没什么机会和高月走近，现在就更没机会了。郑谦财大气粗的包了他们一下午，什么都不用他们做，肯定要好好伺候啊。万一被郑谦看上，觉得人不错，指不定就此飞黄腾达，在郑谦手底下做事呢。嗨，高月本来想说点什么，但最终没有开口。接下来郑谦开始做拉伸运动，高月亲自上手帮他纠正动作，拉韧带。拉伸之后便开始锻炼一些简单的器械。高月这方面的知识很强，非常专业的指导郑谦。郑谦觉得高月实在是太强了，他这身材怪不得能轻而易举的将双腿放在肩膀上。至于其他几个男私教的任务，就是在一旁递毛巾递水，更有甚者主动帮郑谦擦汗。擦汗我就自己来吧，你们歇着去吧，别跟着了。郑谦有点后悔包下他们了，因为这几个人实在是太殷勤了，每换一个器械，他们都跟屁虫似的跟在身后，不断的帮他加油打气，在健身房简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现在还主动帮他擦汗。郑谦这半个钟里
已经收到了不知道多少个异样的眼神，整得他很不好意思。去，都去歇着吧。高月也发话了。这时候段祺然走了过来，他刚刚一直在旁边看着高月各种姿势贴近郑谦，很耐心很温柔地指导郑谦使用器材。没有男人享受过高月的这种待遇，段祺然心里很不是滋味，醋意满满。他追了高月这么久，连高月的手都没有碰一下，之前甚至都没有听说过郑谦这个人，今天把他带过来，直接就这种贴近的姿势，他也太惨了吧。兄弟，有没有兴趣跟我学散打？段祺然问道。他想借学散打之名好好教训一下郑谦。没兴趣，我只对泰拳有兴趣，散打还是算了。郑谦明确地拒绝了段祺然，他真对散打没什么兴趣。散打和泰拳其实也有很多相似之处的，要不我先带兄弟体验一下。段祺然，你想干嘛啊？高月一眼就看出来段祺然的真实意图。不干嘛啊，刚刚他们又是递毛巾又是递水还有擦汗的事情都让他们做完了，我收了他的钱，怎么着也得做点什么吧。有话你就直说，别搁这儿阴阳怪气的。高月才懒得跟他周旋。双双，我觉得他配不上你，你为什么要选他做男朋友呢？是因为他有钱吗？别喊我双双，你不配喊我双双。高月听到段祺然的话，整个人身上瞬间充满了杀气，拽着段祺然的衣服就把他塞进了八角笼。当着这么多人说这种话，不是给他难堪，更是给郑谦难堪吗？要是单纯说他为了钱什么的，高月才懒得跟他计较。今天是他带郑谦来健身房的，郑谦在这落了面子，他必须要帮郑谦找回来场子。你想打是吗？那你来跟我打吧。众人震惊，稀里哗啦的围在八角笼外面，翘首以盼。大家都听说过高月是练过散打的，但他打得怎么样，众人还真的不太清楚。就连郑谦也以为高月只不过是吓唬他一下，没想到还真敢拉着段祺然进八角笼啊。八角笼外面里3圈外3圈围了不少人，就连健身房的老板侯建业都听到了动静，跑到了八角笼外面。双双，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没必要生气啊。我说了，不要喊我双双。高月直接踢出一击干净利索异常标准的右边腿。突如其来的一记鞭腿，段祺然根本来不及反应，大腿后部受到了创伤。众人惊呼一阵，这记鞭腿非常的标准，看来高月真的练过啊。练过归练过，但是段祺然可是省拳击队下来的，在省里拿过几次亚军，高月再怎么练过也打不过段祺然。段祺然显然也是这么想的，所以面对高月的攻击一直在闪躲。我真不是这个意思，高月你误会我了。误会？怎么可能误会？高月了解段祺然，他刚刚那样说明摆着是落郑谦面子，想要跟郑谦上擂台，他有这个责任替郑谦找回面子。紧接着又是一记鞭腿。高月，你别打了，再打我还手了。段祺然觉得他要是出手，一下子就把高月给打骨折了，但这何尝不是一个产生身体接触的好机会。双双，你下手轻点，打坏了要赔人家医药费的。郑谦在，我靠。俗话说看热闹的不怕事儿大，你可是高姐的男朋友啊，竟然这样说。果然众人预想的一样，段祺然把郑谦的话当成了挑衅。他不出手的原因有很多，但出手的原因只需要一个就够了。段祺然将双臂抬了起来，做了一个标准的拳架。他的设想是等下一次高月再出腿的时候，仗着自己的身体强壮的优势，直接抓住他的腿，将高月整个人绊倒，然后骑在高月的身上将他制服。不但击败了高月，还可以开这位女神的油，甚至没有伤到她，一举3得。段祺然心中暗自敲定，就这么办。看到段祺然的拳架，众人知道他要认真了。然哥，你下手轻点啊，别伤到高姐。是啊，让着点高姐，别弄伤了。呵呵，谁要他让？高月冷哼一声，他再一次使出鞭腿。鞭腿的作用就是在腿部的攻击距离和力度来控制对手和自己的距离。离得远，你的拳头打不到我；一旦想要进入拳头的攻击距离，我就用鞭腿踢你，把你逼走。如果硬扛着不走，那自己就有先手的机会。所以各种比赛中常常可以见到，一场下来可能一直是一个选手在使用鞭腿击打对手，迫使对方在攻击距离之外。某拳王曾经光使用鞭腿就赢下了一场世界级锦标赛，把对手的腿骨都给踢断了，直接结束了对手的职业生涯。段祺然提前预判，伸出了双手准备接住高月的腿，但是不料高月的右边腿只是一个幌子，刚刚伸出一点点距离就收了回去，紧接着是一个高高的转身左边腿，直接踢在了段祺然的脸上。所有人都没有料到这一幕。段祺然的身体很壮，没有倒下，但他的脑袋已经被高月给踢晕了，摇摇晃晃的用双臂防守着。高月抓住机会，右肘挥出，打在段祺然左脸上，收回来的时候右反肘打了段祺然的右脸上，段祺然的脸直接出血了，重重的倒在地上，陷入昏迷。全场倒吸一口凉气，高月竟然把段祺然给打倒了，那可是省散打队季军啊！那高月的散打实力该有多恐怖？郑谦也看傻了，高月竟然真的会散打，而且还这么强，怪不得刚刚见面的时候，这帮男教练都跟他的小弟似的。高月俯瞰着台下的众人，然后走出了八角笼。你真会散打呀？郑谦惊讶地问。高月连续点了点头。
露露，今天怎么火气这么大啊？侯建业走了过来。没什么，这小子欠打。高月瞥了一眼被两人抬出八角笼的段祺然。我介绍一下吧，这位是我男朋友郑谦，这位是这家健身房的老板侯建业，侯老板。侯建业诧异了一下，和郑谦握了握手。段祺然是为了追高月才跳槽到他健身房来的。昨天高月辞职，今天就带了男朋友郑谦过来。他大概能想象得到是什么样的原因驱使高月和段祺然出现在八角笼里了。侯建业开这家健身房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盈利，只不过是开着玩的，想要多交一点朋友。健身房坐落在一些机构附近，所以下班来这里健身的大都是公务员、富豪什么的，都跟他成为了朋友。这家健身房现在没有亏钱，也没有盈利，收支大概持平，这已经超出侯建业的预期了。郑谦这号人物倒还真没有听说过，不过能把他店里的极品女神拿下的男人，背景、地位、身份应该非比寻常。原来是郑总啊，有空就过来玩，这里随时欢迎你，有事直接叫我就行。侯建业显得很客气，很热情。那就谢谢侯老板了，今天练得差不多了，要不你去洗个澡吧。高月替郑谦答话。郑谦点了点头，然后就去简单冲了个澡。这么快啊？你头发还是湿的呢，我帮你擦吧。高月此时就是一位贤惠的妻子。众人看到这一幕，无一不心里挠痒痒。高月要是他们的女朋友，那该多好啊，能让高月帮忙擦头发，还用吹风机仔细的帮郑谦吹干，这也太幸福了吧。他们要是能享受一次这样的待遇，死了也值了呀。行了行了，这么多人看着呢，我自己来吧。害羞什么？你昨天换下来的内裤还是我洗的呢，都已经帮郑谦洗内裤了，那显然已经是在一起过夜，住在一起了啊，否则怎么可能拿到郑谦换下来的内裤？心目中的女神一天就被郑谦给拿下了，苦闷。离开健身房之后，郑谦让高月把他送到公司。路上，郑谦想起来还要找一位律师，所以还给王昭发了个短信。郑谦，王律师走了吗？擦汗，王昭，没呢。郑少，今天晚上的机票有什么事情吗？郑谦，位置，郑谦，来这里一趟，帮我看一个合同。王昭，好的，郑少，我马上就过去。到达公司之后，郑谦就让高月回去了。他给陈伟强打了个电话，说已经到公司楼下了。很快，陈伟强就下楼接郑谦。郑总，您过来了，快跟我上来吧，我和刘总正准备联系你呢。会议室，一张长桌上坐了3个人，2男1女。这位刘总不用介绍了吧？这位是我的律师殷律师，这位是刘总的律师罗律师。陈伟强介绍完之后，就让郑谦落座。郑总，我给您介绍一下。2位律师详细的给郑谦介绍着股权书以及跟股份相关的法律，还有职位待遇的问题。最后简单一句话，只要签字打钱，他就会成为这家公司的副总。明天中午12点之前，在工商部门以及一些 App 上就可以查到郑谦的股东信息了。对了，我们还没有聊薪资方面的事情，郑总，你对薪资有什么看法？郑谦不是来打工的，他是来扩展人脉，提升自己的。至于拿多少钱，他不在乎。他想赚钱的话，只要给女人花钱就行了。但如果一分不拿的话，好像也不太合适。郑谦想了想，他和刘诗琪都属于公司副总，就问了一句：“刘总拿多少啊？”哦，是这样的，咱们公司也算刚起步，薪资方面都不是很高，我拿3万，刘总的话拿2万5。那我和刘总一样吧。刘诗琪倚在一起上，一脸的高冷，听到郑谦要跟他拿一样的薪资，不禁一声冷笑。他和郑谦主要是吃公司的分红，倒不是觉得郑谦不能拿2万5，只是郑谦觉得自己跟他一样的态度有点可笑。行，那就2万5，要不要您再找一位律师帮忙看一眼？陈伟强准备的合同肯定是没问题，但他没有说帮郑谦找，而是让郑谦自己找，否则有串通一气欺诈的嫌疑。我已经找律师过来了。郑谦刚说完，王昭就给他发了消息，说他已经到楼下了。郑谦直接让他上来。敲门之后，王昭西装革履，一副社会精英的打扮，进入会议室。陈总，刘总。王昭进入会议室之后很惊讶，没想到还有熟人。王律学长。殷律师和罗律师也很惊讶。小殷，小罗，你们也在这儿啊？好巧。王昭就是郑谦的律师。王昭是2人的学长，陈伟强和刘诗琪曾经也是他的客户，但王昭因为业务调动离开业北，高升魔都之后就没再见过面了。陈伟强和刘诗琪折服于王昭的专业能力，屡次找王昭办案子，但王昭身在魔都根本过不来啊，所以就把2位学弟推荐给了陈伟强和刘诗琪，成为了2人的专职律师。刘诗琪有些惊讶，但更多的是气愤。他3番5次想请王昭给他服务，都被王昭推掉了。凭什么郑谦一个电话就把他给叫回来了？是他给的钱不够多，还是面子不够啊？刘诗琪对王昭产生了一些负面情绪。郑少，实在不好意思，我来晚了。王昭诚恳地向郑谦道歉。郑谦可是他的大金主啊，别说是临走之前帮忙看一眼合同了，就算他现在已经到了魔都，郑谦一个消息，他就会买一张机票飞回业北。没事，既然你们都认识，那就好说了。先坐吧，看一眼合同，没问题我就签字了。郑谦吩咐道。好的，郑少，我现在就看。王昭得了命令，
立马坐在郑谦的旁边，将那份合同拿起来，一丝不苟地看了起来。王昭居然喊他郑少，这什么情况？他恭恭敬敬的态度很难不让人生疑。一个魔都红圈的精英律师，除了面对大金主才会有这样的态度，其余的时间走到哪儿不是高高在上，一脸傲气。郑谦是王昭的大金主吗？不像，但如果他不是，又该怎么解释王昭的这一行为？刘诗琪心中疑窦重重。陈伟强看到这一幕，确定了之前的猜想，郑谦绝对不是一个吃软饭的男人。王昭在仔仔细细地翻阅了一遍合同之后，惊奇地发现郑谦居然要以3000万的金额买入陈伟强公司24%的股份，这应该只是郑谦名下其中一项资产吧？毕竟人家随随便便买一套房就愿意花3000万，为了给高月出口气，不惜一掷千金，花800万律师费交由他处理。这笔钱放在陈伟强这里，属实是小打小闹了。郑少，我看过了，这个合同没有问题。王昭所展现出的专业性能力非常令人震撼，这回他可不管陈伟强、刘诗琪以及他2个师弟跟他的关系有多近，有问题就会第一时间帮郑谦指出。谁让郑谦是他的大金主呢？他从业这么多年，第一次见到这样花钱的男人，一定得伺候好了才行。郑谦点了点头，既然没有问题，那他就签字了。紧接着用手机将这笔钱打入了公司账户，交由财务处理。好，恭喜你郑总，正式成为我们公司的一份子。陈伟强在收到这笔打款之后，第一时间站起来和郑谦握手。刘诗琪不紧不慢，在陈伟强和郑谦握手之后，才从脸上挤出一抹微笑，和郑谦握了握手。欢迎你郑总。这个欢迎怎么听怎么假，不过无所谓，郑谦没有放在心上，简单客套几句之后，把3个律师打发走。陈伟强搂着郑谦的肩膀走出办公室，刘诗琪紧随其后。大家先停一下手里的工作，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郑谦先生今后就负责公司的公关和部分内陆业务，大家欢迎郑总。欢迎郑总，欢迎。耳边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倩倩，你过来，把郑总拉到咱们公司群里，然后带郑总去他的办公室吧。郑总，他以后就是你的秘书了。你要是对办公室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可以跟倩倩说，让她去改。郑谦点点头，和夏倩倩互相加了微信，然后进入了公司群。进群之后，满屏都是欢迎郑总。郑谦，你们好。郑谦，以后希望大家多多关照。微笑表情。郑谦看了一眼公司群的人数，大概在68个，规模还算是不小。紧接着他在群里就发了个大红包，又是一阵刷屏。谢谢郑总，郑总大气。我在群里发红包了，你快去抢一下呗。郑谦看着在前面为自己带路的夏倩倩，她今天扎着一个短马尾，穿着职业 OL 装，腿上是巴黎世家的丝袜，脚下则是一双噔噔响的高跟鞋。有什么好抢的？不抢也行，每个人都保底有1000。夏倩倩突然停下了脚步，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郑谦。每个人1000？你发这么大干什么？夏倩倩点开红包一看，真的有1000。先摆摆码头啊，让大家认认我这个副总。我都管谁啊？你把我手下的人也都拉个群吧。郑谦解释道。你不发红包，照样认你这个副总，完全没必要的。夏倩倩解释道。这是你的办公室，看看哪里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郑谦进入之后环视一周，办公室的布置清新脱俗。首先是一张黄花梨的桌子，桌上摆放着一台苹果一体机，桌上有假山，有流水，还很贴心的放了一颗仙人掌。后面书柜、沙发、茶几那些也都非常用心。你布置的吗？郑谦问。有什么需要改的可以告诉我。不用改，就这样挺好的。夏倩倩布局设计的能力还是挺强的，也侧面表现出她比较能干。郑谦坐上那张柔软舒适的老板椅，腿不自觉的就翘在了桌上。之前这可是公司老板才坐的位置，现在他坐了。郑谦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那他现在也算是成功人士了。对了，公司可以给你配一辆公车，额度是30万，您看看您想要选哪一款？30万，能选什么车？商务。郑谦上楼的时候瞥了一眼停车场，又是奔驰又是宝马的。陈总和刘总他们开的什么车？陈总的是一辆黑色的奔驰 S， 刘总的是一辆保时捷卡宴。奔驰 S 和卡宴妥妥的都超过了30万啊！他们额度那么高，怎么只给自己30万？是这样的，陈总和刘总都没有用公司给的额度，那都是他们个人的车。夏倩倩为郑谦解释道。这么一说，郑谦就懂了。那既然这样，他肯定也不能用公司的额度啊。那你觉得我适合开一辆什么车？郑谦问他。夏倩倩陷入了沉默。没事儿，你尽管说嘛，我不会怪你的。我觉得郑总适合开桑塔纳。捏吗？郑谦倒不是歧视桑塔纳，主要是他现在过亿身家，就适合开一辆桑塔纳。尽管夏倩倩不知道他身家过亿，就他这个副总的身份，怎么着也得一辆奥迪吧。郑总，桑塔纳多好啊，和您一样低调，别人以为你是公司员工，实际上你是公司副总，还可以扮猪吃老虎。夏倩倩难得跟他开玩笑。去，我才不开桑塔纳。郑谦一提起桑塔纳，就想起他被教练车按在地上摩擦的那些日子。怎么说也得比刘诗琪开的要高一个档次。比卡宴高一个档次的是什么车呢？郑谦想来想去，要不
就直接买一辆劳斯莱斯吧。他已经是副总了，开桑塔纳像话吗？牌面肯定要撑起来啊。这个以后明天再说，直接归我管的有多少人？6个，其中有一个今天请假了，不在公司。郑谦有点郁闷，他都是副总了，手底下就6个人。当然，其他员工他也能管，但直接归他管的就6个人，其实已经不算少了。郑谦让夏倩倩又给拉了个群，在小群里面又发了个红包，这次是每人2000。他返回主页面，有很多人添加他为好友，郑谦挨个通过。发红包是不算返现的，不过好在他手底下都是女员工，晚上只要请他们吃顿饭。郑谦在小群里发，晚上8点望月楼，我请大家吃饭。邓书欣，郑总大气。何妍妍，郑总我刚刚看见你了，你好帅。郝如雪，那肯定啊，咱们郑总可是咱们公司的颜值担当。常梦梦，确实。钟小瑶，郑总我爱你。人名有点多，郑谦一时半会还记不住，但是接下来小群里一个人的发言让郑谦一下子就记住了。这条消息是：郑总，我今天肚子痛向公司请假了，可能去不了，实在不好意思，谢谢郑总的红包。再看头像上的名字，姚曼曼。姚曼曼，郑谦立马就把脚从桌子上放了下来，点开姚曼曼的朋友圈看，但因为互相不是好友，他看不到什么东西。是他前女友姚曼曼吗？头像不一样，个性签名也不一样，叫姚曼曼的人实在太多了，会不会只是同名？应该不会这要巧，就是那个给郑谦戴了绿帽子，让郑谦当场抓到，还毫无愧疚之意的前女友吧？有这个姚曼曼的资料吗？拿过来给我看看。郑谦提了一嘴，夏倩倩冷哼一声。果然，郑谦没安什么好心思，刚成为公司副总，就要开始泡自己手底下的员工了。郑总，我提醒您一下，这个姚曼曼长得确实有点姿色，至于人嘛，我不好评价。郑谦，让他拿个资料，把郑谦想成什么了？以为他想泡姚曼曼？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只是想看一眼，这个姚曼曼我好像认识。郑谦没有说跟他前女友一个名字，那样夏倩倩更会认为他是渣男了，毕竟渣男搭讪都用这一套。没事，您不用跟我解释，刚刚只是我善意的提醒一下，我去给您拿姚曼曼的资料。夏倩倩很有自知之明，她只不过是一个秘书，郑谦想做什么她管不着。很快，一份姚曼曼的资料就呈现在了郑谦的眼前，照片和郑谦的前女友一模一样，或者说这特么就是郑谦的前女友姚曼曼啊。啧，这要巧吗？郑谦不自觉吧唧吧唧嘴。郑总，您认识他吗？夏倩倩好奇道。认识，熟人。在那件事情之后，郑谦和姚曼曼就互相删除了微信，姚曼曼换了头像，网名葛谦，如果不是群里的备注，他还真认不出来。哦，那您应该知道她有男朋友吧？你指的是常瑞。常瑞，姚曼曼，郑谦现在100%的肯定就是这对狗男女。郑谦努力保持着神色不变。常瑞的父亲常大山是做木材生意的，也咱们公司最近在交涉的一名大客户。您如果对姚曼曼有兴趣的话，估计不太容易得手。当然，如果您用副总这个光环的话，我相信您还是可以拿下的。看样子，夏倩倩好像很了解姚曼曼的样子。先不说这个了，你去望月楼订桌吧，按人均2000的标准来。好的，郑总，我现在就去安排。夏倩倩得了指使之后，离开了郑谦的办公室。郑谦手里拿着姚曼曼的这份资料，不禁摇头苦笑。原来姚曼曼对外公开的男友是常瑞啊。办公室外，舒心，新来的这个郑总好像很有钱啊，大群发红包，小群又发红包，晚上还请咱们团建，不知道人怎么样？何妍妍有点兴奋地询问道。就是个子有点矮。嘘，何妍妍连忙捂住了邓舒欣的嘴。这话要是让钟小瑶、常梦梦他们听见，还不得到郑总那里打小报告啊？就算人再好，背后说老总的坏话总是不太好的。怕什么？他们喜欢打就打呗。邓舒欣和何妍妍两人跟钟小瑶、常梦梦、郝如雪、姚曼曼他们4个人不太合得来，原因只有一个，性子太直了，还不喜欢舔领导。但邓舒欣才不关心这个。郑谦1米7出头，他1米76，两个人要是站在一起，郑谦还没他高呢。说着，何妍妍瞥了一眼那边正在补妆的几个人，发现他们并没有什么异样，这才舒了一口气。跟你比肯定矮了点，但人家郑总年轻啊，估计比你还小几岁呢。以后还是少说这种话吧，被传到领导耳朵里，够你喝一壶的。你忘了被刘总支配的恐怖了吗？一想起这个，邓舒欣就觉得心里委屈。上次公司集体出去团建，他比刘诗琪个子高了10公分，就因为结束之后合影的时候没有半蹲下来，刘诗琪知道之后扣了他3个月的奖金。领导要整你，会想尽各种办法整你，你还没办法反驳。现在找工作这么难，邓舒欣因为还要养他的父亲，所以也没敢离职，否则按照他的脾气，早就收拾东西走人了。说多了都是无奈啊。下午6点半，郑谦办公室，咚咚咚，进。郑谦连忙暂停了电脑上的一款单机游戏，然后看着走进来的夏倩倩，问他什么事情。郑总，车子已经给您准备好了，用公司的那辆阿尔法，让小崔送您过去。你不去吗？夏倩倩有点懵，还包括我吗？那当然，你也是我的下属，自然也是我团队的一份子，肯定要去的。郑谦答道。
夏倩倩本以为这场团建别有一番风味，郑谦有些什么稀奇古怪的想法，肯定是没包括自己的。他要是去了，还不得坏了郑谦的好事吗？合着也把他算上了，那这场还真的是正经团建。郑谦倒没想那么多，他只不过是想用这些人把下午发的那些红包收回来罢了，多一个人就多花份钱。好吧，那我跟他们说一声。夏倩倩走到郑谦办公室外面拍拍手，公关组的姐妹们可以下班了，坐咱们公司的阿尔法走。郑谦办公室外其实不只是他的员工，还有其他部门的员工，一般手上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完的话，都会留下来强制加班，做完了才能走的。现在听到夏倩倩的话，不由得有点羡慕。公关组的几个人欢欢喜喜地跳起来，在众目睽睽之下去公司楼下集合。郑谦在打完那把游戏之后，整理了一下衣领，也走出了办公室。出门的时候刚好碰上陈伟强。郑总刚来就这么兴师动众啊？夏倩倩用了公司的公车，陈伟强自然是知道了郑谦要带属下去吃饭的消息。这不是刚来吗？和大家认识认识，改天我再请你和刘总吃饭啊。没事没事，郑总你有车吗？不行，开我的车走吧。陈伟强说着就把手放进兜里摸钥匙。不用不用，我们都坐一辆车就行。郑谦说完，两人又客套几句，散了。下楼的时候，郑谦觉得车子对于他来说现在确实是刚需品。郑总您好，我是咱们公司的司机崔小波，您叫我小崔就行。刚走到车边，小崔就殷勤地走上来，递过来一支烟。郑谦摆了摆手，那么多女同事呢，你也别抽。郑总我本来也不抽，就是特别给您准备的。小崔说道。郑总，我给您开门。小崔拉开了阿尔法的电控门，给郑谦留了一个正中间的位置。一上车就被美女给包围了。郑总好绅士啊，我好喜欢。那肯定啊，郑总年纪轻轻就能当咱们公司的老总，身上肯定有过人之处啊。以后咱们可得给郑总好好干啊。望月楼可是陈总和大客户谈生意的时候才去的地方，我可一次都没去过呢。郑总对咱们也太好了。坐在副驾驶的夏倩倩偷偷地瞥了郑谦一眼。郑谦也给别人打过工，自然知道这些不过是拍他马屁而已，所以也就没有放在心上。车上交谈的时候，郑谦正好认了认这几个员工，其中两个他的印象比较深刻。钟小瑶长得很有特点，有点像东东演的大嫂，身材丰腴，骨子里有一股狐媚，眼神会放电，很会勾人。还有一个就是邓淑欣，她个子很高，坐在后座上一言不发，但是头差不多能到车顶了，看着就高，至少也有1.75米，比她还要高几公分。邓淑欣给郑谦的印象是白，她的皮肤出奇的白，浑身上下哪儿都白，甚至可以用7双赛雪来形容。除此之外，一双占据人视线的大长腿也让人印象深刻。而且她整个人毕竟安静，当好如雪。常梦梦等人疯狂找她搭话的时候，邓淑欣和何妍妍坐在后面一言不发，一路上并没有太多的交流，但郑谦却记住了她。晚高峰，路上有点堵，7点多才到了岸边，乘坐望月岛的快艇上岛。郑总，那我就先回去了，您有事儿就直接给我打电话。去望月岛都是做这个吗？我不会游泳啊，郑总，要是落了谁你可得救我。钟小瑶坐在郑谦的身旁，说着就往郑谦的身上多靠了靠，要不是这么多人看着，估计就直接搂住郑谦的胳膊了。郑谦身上莫名的有点热，不就是请他们团建吗？钟小瑶似乎有点热情过头了。瑶瑶，你上学时候不是跳水队的吗？怎么见了郑总就不会游泳啊？郝如雪调侃道。哈哈，众人一阵扑笑，就连夏倩倩和邓淑欣也都笑了。我是见了郑总都忘了自己会游泳了吗？你真讨厌。钟小瑶烧红，被揭穿的她一阵娇嗔。借着这个机会，郑谦瞥了一眼众人对他的好感度，夏倩倩对他的好感度依旧保持在30点，郝如雪、常梦梦两个人的好感度在45点，何妍妍对他的好感度是35点，钟小瑶最高直接有50点，最低的是邓淑欣，只有20点。系统的好感度是不会骗郑谦的，他能够从好感度来判断彼此之间的距离。可钟小瑶他们就有点离谱了，才第一次见面就有45到50点的好感度，很大一部分原因应该是郑谦头上这个副总的光环。很快众人就登岛来到望月19楼，满满一桌山珍海味，几个女孩子见到这种菜肴自然不忘拍照发朋友圈。啧啧，今天慢慢请假，可惜了，没有这份口福。钟小瑶已经拍好了照片，不禁感慨道：是啊，没能和这么帅的郑总一块吃饭，太可惜了。郑谦已经看过了姚曼曼的资料，她因为大学生的身份，所以并不是公司的正式员工，只是实习生，每天只上半天班。但姚曼曼一直和她说的是学业繁忙，都没时间出校门，周末晚上才能回家。郑谦仔细一想才发现姚曼曼的谎言连篇，他当初怎么就喜欢上了姚曼曼这种绿茶渣女呢？跟这种女孩相处，他们会榨干男人身上每一份价值，最后不是被绿就是被渣，男人输得一败涂地。怪郑谦醒悟得太晚。郑总，您要不要听八卦啊？哈哈哈，我们可知道关于不少曼曼的八卦。什么八卦？郑谦好奇。瑶瑶，你别抢，我来说。这个姚曼曼可不简单了，同时交往了2个男朋友，一个是咱们公司大客户的公子常瑞，另外一个是他在学校的学长。他那个学长
一直都被蒙在鼓里，整整供了他3年大学，又是拿生活费，又是拿学费，被当成 ATM 机，老惨一男的了。对，姚曼曼可真厉害，他还经常以此为例，得意洋洋地向我们分享遇难之术，给我们洗脑呢。但是我们都当笑话听，哈哈哈哈！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傻的男的呀？郑谦也跟着他们一块笑。夏倩倩从郑谦脸上看出点异样，好像郑谦不太喜欢听这种话题。行了行了，这么多菜都堵不住你们的嘴，我可告诉你们，郑总跟姚曼曼可是熟人，你们小心哪天姚曼曼找你们麻烦。郑谦摆了摆手，没事没事，也不是很熟，跟我在一块没有什么不能说的，我不会打小报告，也不喜欢有人向我打别人的小报告，其他的都没什么的。一桌人听到这话，好感度纷纷上涨了5点。邓淑欣听到郑谦不喜欢别人向他打小报告，好感度涨得很快，直接涨了有20点。郑总可真是宽宏大量，和其他2位老总都不太一样。几人纷纷又是一阵马屁，但他们有一点搞不懂，郑谦怎么跟姚曼曼是熟人呢？听郑谦的口气，2人好像关系还挺不一般的。对了，明天你陪我去提辆车吧，总用公司的车挺不方便的。吃到一半，郑谦突然说起车的事情。您要提什么车？我看能不能直接让 4S 店那边把手续都准备好。劳斯莱斯吧。劳斯莱斯？众人看向郑谦的眼神都直了，邓淑欣也微微惊讶，这个新来的副总这么有钱，他看上去才20来岁的年龄啊，怎么劳斯莱斯说买就买？众人感觉还是小瞧了郑谦的能量。钟小瑶好感度加15，好如雪，好感度加15，常梦梦，好感度加15，何妍妍，好感度加10。邓淑欣和夏倩倩只是略显惊讶，但好感度并没有上升。郑总，叶北没有劳斯莱斯 4S 店啊，最近的店也得几百公里，可能会等很久。等不了那么久，明天我就要用。那您可能要加一大笔钱，我给你1个亿预算，能拿下吧？我现在就去联系。没事，吃完饭再说。叶北怎么了？不就加点钱吗？1个亿够吗？郑谦只在网上看到过劳斯莱斯，实际上这辆车怎么样他还真不知道。可这回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很想有一辆劳斯莱斯。好如雪，常梦梦，钟小瑶对郑谦的好感度都纷纷增加了5点到10点不等。咚咚咚，耳边传来一阵敲门声，紧接着就看到一个穿着花衬衫、大裤衩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在他的身后跟着一个推着小车的服务员，车上摆了2瓶红酒以及一个高脚酒杯。郑总，怎么来了也不说一声啊？要不是前台告诉我，都不知道你来了呢。来来来，我敬你一杯。韩华浩说着就倒上酒要敬郑谦，同时他环视了一周，发现这桌上除了郑谦，竟然都是漂亮妹子，颜值一个比一个高。好家伙，坐在郑谦边上的那个女人简直要熟透了，那边还有个雪白雪白的女孩，个子还挺高。郑谦还真不是等闲之辈啊。郑谦看到韩华浩到场敬酒，也赶紧起身回酒。哪儿啊，我这不是刚上任老总吗？就请几个下属吃个饭。郑谦解释道。原来是这样，郑总，年轻就是好啊。2人很清脆地碰了杯。韩华浩最后那句好像话里有话，什么叫年轻就是好？韩华浩凑到郑谦的耳边小声道，郑总，你一个人受得了吗？韩老板可能误会了，就是单纯的吃个饭而已，不是你想的那样，哈哈哈。郑谦觉得韩华浩绝对是想歪了。话说韩总这儿怎么有点监视的味道啊？以后我都快不敢来了。郑谦连忙撇开话题，要是被后面那几个女孩听到可就不好了。嗨，哪有的事儿，以后我这儿你放心大胆来，哪有什么监视不监视的。韩华浩辩解了一下。对了，后天有一个国际酒会的组织租下了我旁边那家酒店，说是要举办什么酒会，郑总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参加。韩华浩说着突然想起这件事情，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邀请函交给了郑谦。郑谦自己对酒会不怎么感冒，不知道高月有没有兴趣。不管怎么说，人家递了过来，郑谦也就收下了。行，那就谢谢韩老板了，我下面还有点事儿，郑总吃好喝好啊，我先过去了。除了夏倩倩这位经常跟在老总身边的秘书，见惯了大人物以外，其他人几乎上都被韩华浩的气场压了一下。韩华浩虽然穿着随便了些，但是举手投足都是大佬的做派和气场。叶北望月岛可是高端休闲娱乐场所，作为望月岛的老板，韩华浩自然是一位坐拥无数财富、掌握精英人脉的大人物。但就是这样一位大人物，跟公司刚刚来的这位副总竟然如此客气，说话什么的都很热情，那就说明郑谦的背景非同寻常啊，不仅仅只是一个公司的副总而已，可能还有其他的身份。好如雪，好感度加5，当前好感度65点。常梦梦，好感度加5，当前好感度65点。何妍妍，好感度加5，当前好感度45点。钟小瑶，好感度加2，当前好感度72点。郑谦看到了，他也很无奈啊。韩华浩只不过是过来打个招呼而已，怎么你们好感度又涨了这么多？要是那么容易就涨满了的话，以后还怎么给这几个女人花钱啊？也就邓淑欣和夏倩倩的好感度没有发生变化，一个是40点，一个是35点。大概吃个差不多之后，时间还算早，也才9点多钟。花费14564元，系统返现145640元已到账，14万到账。
下午发出去的红包差不多收回来一部分。郑谦提议转个场去隔壁 KTV 唱歌，得到大家的纷纷赞同。开个包厢，点几瓶稍微贵点的酒，估计就差不多了。点酒的时候，郑谦点的基本上都是很贵的酒，最贵的一瓶轩诗尼要6万块一瓶。郑总，您不会是眼花了吧？这瓶酒要6万啊，不是6000。常梦梦在一旁提醒道：“6万怎么了？就是给你们点的，随便和我买单。”特么，一个亿买劳斯莱斯的男人，想想也知道不可能在乎这几万块钱。几万块钱对他们来说是几个月的工资，但对于郑谦来说，也就是一晚上喝酒的钱罢了。一个亿买劳斯莱斯的男人，只要用脑子仔细想想就知道，郑谦不可能在乎这几万块钱。常梦梦这才意识到自己刚刚多嘴了。开包厢点酒，差不多花了12、13万，郑谦觉得差不多了。下午发出去几十万红包，不但收回了成本，还能赚几十万。果然，酒这种东西要多贵的都有。用酒来刷系统的返现，郑谦屡试不爽。夏倩倩也有点惊讶了，她似乎小瞧了这个男人的财力，这哪是软饭男，简直是个土豪啊！花钱如流水，陈伟强都比不上。她甚至刚刚以为郑谦要买劳斯莱斯是在几个姑娘面前吹牛逼呢，所以很自觉的就在一旁捧了一下，佯装答应。夏倩倩好像失算了，郑谦说买劳斯莱斯好像是认真的，如果真的要买，那现在联系估计都有点晚了。不管买不买，他这个助理既然答应了，总得去联系一下。想着这些，夏倩倩走了出去，给最近的劳斯莱斯 4S 店打电话。看到夏倩倩走了出去，钟小瑶趁机坐到了郑谦的右边。不好意思，打搅一下，这是我们家韩老板送郑总的酒，祝郑总今天晚上玩得开心。此时，一位服务员推着小车走了进来，2瓶 XO 不算多贵，但也不便宜，用冰桶装着，把酒控制在很低的温度。除了酒以外，还有各式各样的果盘。好，放那儿吧。郑谦指了指茶几。待服务员出去之后，夏倩倩也打完电话回来了，看到钟小瑶的位置变动，只是瞥了他一眼，并没有多说什么。何妍妍特别喜欢唱歌，还没有用过这种近乎录音棚级别的设备，所以第一个就拿到了麦克风，点了一首《海阔天空》，深情的就唱了起来。你不会喝酒吗？郑谦看向左边的夏倩倩，在他印象中好像还没见过夏倩倩喝酒，无论是上次还是这次，夏倩倩都没有喝过。会喝，但是一般和老板出来要开车，所以就不碰酒了。这次又不用你开车，喝一点呗。郑谦盛了点冰块放在一个空杯子里，主动给夏倩倩倒上酒。倩倩，郑总都亲自给你倒酒了，你不会不喝吧？钟小瑶看到这一幕，提醒道。夏倩倩看了酒杯一眼，她工作压力比较大，平常没事的时候也喜欢自己在家喝一点酒，还真的没有喝过这种级别、这种档次的酒。喝一点就喝一点呗，这才对嘛，我们是出来玩的，你不用随时保持着工作状态。郑谦见夏倩倩端起酒杯喝了2口，心满意足的笑了。郑谦就是要把精神放在喝酒、唱歌这2件事情上，这样才能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不去想姚曼曼的事情。不错不错，唱得真好，我就喜欢唱得好听的。郑谦觉得何妍妍唱得还挺好，拍手称赞。下一个谁唱啊？郑总，您唱一个呗。有人起哄。对啊，郑总您唱一个呗，我们都是您的听众。别，我不会唱，我今天嘴巴只是用来吃吃喝喝的。郑谦连忙拒绝，他可不想暴露自己天生五音不全。我来吧。一直默不作声的邓淑欣走到麦克风处，点了一首周董红遍大街小巷的《简单爱》。起朱唇，开皓齿，说不上为什么，我变得很主动。郑谦直呼开口跪。他的歌声悠扬，带着清晨露水的花朵，入耳之时有一股说不出的妙境。好听。郑谦拍手叫绝。邓淑欣没有下来的意思，反而又点了一首薛之谦的未完成的歌。为你唱过，一场漂泊，嗓音清润甘甜，像一股泉水，叮咚叮咚流淌，滋润人的心田。这首歌唱完之后，郑谦都有点被惊艳到了，没想到邓淑欣唱歌唱这么好。钟小瑶敏锐地捕捉到了郑谦的这一表情，他很不服气地起身走到麦克风的旁边，点了一首蔡天后的特务 J。 尖叫划破漫长黑夜，一首歌下来，众人无人不为之鼓掌。钟小瑶的嗓音也非常的好，每一个音发的都非常的标准，她自带熟女气质，加上唱的是天后的歌，直接就成了全场的焦点。下台之后，钟小瑶还很轻蔑地瞥了邓淑欣一眼。本小姐读书时候不仅仅是跳水队的，还是合唱团的独唱好吗？想要跟我抢男人，你还是往后稍稍吧。郑谦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他发觉钟小瑶这个人还真不简单，多才多艺，能力应该也不弱。最重要的是，他深得一句名言的教诲：好男人都是优质资源，不会主动来找你，必须要先下手为强，伸出手去抢。钟小瑶明显把这句话发挥的淋漓。当他发现风头被邓淑欣盖过之后，立马选了一首蔡天后气势昂扬的歌曲来压过邓淑欣的2首情歌，尤其是那2声女人的性感喘气音，将她熟女的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听到那2声的时候，郑谦差点一口酒喷出来。在郑谦认识的女人里，钟小瑶的段位应该仅次于高月了。郑总觉得人家唱的怎么样呀？回到座位上之后，钟小瑶又恢复了笑容，询问郑谦唱的怎么样。不错，非常好。几杯酒下肚，众人也都放开了。
不管会不会唱，都上去唱几句。就连工作一丝不苟的夏倩倩都上去唱了一首《红色高跟鞋》。邓淑欣和钟小瑶好像是在较劲似的，后来变成了轮换上台。不过钟小瑶用几首超高难度、气势如虹的粤语歌，死死地压着邓淑欣唱的几首男男女女之间的情歌，名副其实成为今天 KTV 包厢里的麦霸。最后钟小瑶实在累得不行了，才老实地待在沙发上。郑谦看着两人较劲，听得那叫一个起兴，喝了不少酒。紧接着在夏倩倩上台唱歌的时候，钟小瑶毫无征兆将她整个人的重量倚在郑谦身上，一头长发非常撩人，甚至手还放在了郑谦的腿上。这一举动其他人没有注意到，正在唱歌的夏倩倩却看到了，导致她歌都少唱了一句。郑总，我今天表现的怎么样呀？唱的好不好？好，非常好。那我是不是今天唱的最好的呀？是的，你唱的最好。郑谦两句说的都是实话，钟小瑶确实唱得好。嘻嘻，钟小瑶满意的傻笑着，双颊通红，显然是已经喝多了，不然也不可能这样跟郑谦零距离的接触。郑谦的邪火已经被钟小瑶给挑起来了，钟小瑶的动作越来越过分，最后直接整个人钻进郑谦的怀里了。郑谦只感觉到满怀的温软，不知所措，甚至钟小瑶还咬住了郑谦板正的衣领，趁其不注意，在他的脖子上狠狠地吸了一口。尽管有头发挡着，但其他人也注意到了这一幕，并没有说什么。毕竟他今天接连那么多首歌，力压群雄，没人争得过他。郑总，我有点难受，你扶我去洗手间好不好？钟小瑶在郑谦的耳边轻声低喃道，这是一个无法拒绝的请求。郑谦把他扶起来，准备送去洗手间，就被夏倩倩给拦住了。瑶瑶，平常酒量挺好的呀，怎么还到郑总身上了？姐妹都过来搭把手，扶瑶瑶去洗手间。夏倩倩说着就搀住了钟小瑶的肩膀。你别碰我！钟小瑶大力的把夏倩倩给甩开了。她好不容易装成一副烂醉发春的模样，夏倩倩可太坏了，这样乱她的好事。夏倩倩没有生气，仍然笑着继续搀住了钟小瑶。干嘛呀？真喝醉了？郑总，您松手吧，我能扶住。钟小瑶还是死拉着郑谦的手臂不放，但郑谦最终还是松了手。行，那你扶他去洗手间吧，多跟两个人过去，小心点。钟小瑶心里想骂人，郑谦啊郑谦，你说一句你来扶能死啊？只要你一句话，夏倩倩自然也不好再说什么。今晚还不是任你处置，不管带到哪家酒店都行吗？他这么卖力的想要撩你，主动往你怀里送，你竟然把我给拒绝了。无奈之下，钟小瑶只能被夏倩倩和郝如雪搀扶进了洗手间。她酒量实际上很好，并没有醉，到洗手间也就装样子干呕就回来了。今天大家喝的都不少，时间也不早了，要不就先到这儿吧。郑谦看了一眼时间，离岛之后，郑谦一人为他们叫了一辆车，准备送回去。但钟小瑶还想最后再尝试一下。郑总，你能送我回去吗？这么晚了，我有点怕，万一碰上什么危险，有坏人怎么办啊？钟小瑶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谁看了都于心不忍。郑谦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了，这么迫切要他送，待会儿到了，是不是还要把他扶上楼啊？瑶瑶，你和如雪不是住一个小区吗？你俩一块回去就行了呗。郑总今天喝了不少，让郑总早点回家休息吧。夏倩倩此时又站了出来，钟小瑶仿佛没听到似的，连看都没看夏倩倩一眼，眨巴眨巴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郑谦。你夏倩倩算老几啊？我要的是郑谦的回答。你把紧急联系人设置一下，有事第一时间打给父母，到家都在群里发个消息，报个平安啊。我真有点累了，就不送了。那好吧。钟小瑶十分不情愿地上了出租车。待车子开远之后，郑总，您现在是不是特别生我的气，觉得就不应该带我过来？夏倩倩问道。郑谦摇了摇头，他还真没生夏倩倩的气。在钟小瑶的眼里，夏倩倩似乎有点狗拿耗子，多管闲事。郑谦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钟小瑶之前跟陈总有一段关系，但是没有公开，我作为陈总的秘书自然是知道的。还有，我曾经在陈伟强的办公桌上看到一份关于钟小瑶的体检报告，其他的就不用我多说了吧，您应该懂得吧？体检报告，意思是说钟小瑶身上有病。郑谦原本还有点晕晕乎乎的，被钟小瑶刚刚迷得心窍。听到夏倩倩说钟小瑶身上有病，脑袋咣当一下子瞬间清醒了。不管是之前还是现在，陈伟强都是公司的实际掌控人，妥妥的第一老总，长得帅气，年轻有为，和钟小瑶还是挺般配的。办公室恋情嘛，不公开也是对的。跟陈伟强第一次见面就知道他玩得很野，身上难免带点病。钟小瑶如果跟他有染的话，说不定也有病。要不是夏倩倩三番两次的阻拦，恐怕郑谦真的就爬上了钟小瑶的床。要是烂了，那后悔都来不及啊！司你真是我的大救星。郑谦倒吸一口凉气，不敢再细想下去。不客气。夏倩倩就知道，一般男人肯定是拒绝不了钟小瑶这种攻势的。按理说他应该视而不见才对，今后也不至于在公司里和钟小瑶反目成仇。但他还是于心不忍。郑谦虽然看上去有点不正经，但人感觉不坏。你喝了这么多，能回家吗？用不用我送你？夏倩倩体贴地询问道。不用了，人家几个女孩都回去了，我一个大男人怕什么？
你早点回去休息吧。郑谦说完，就叫了一辆车，回到了江山国际。砰砰砰，郑谦醉如烂泥，他不知道这洋酒的后劲儿竟然这么大。下了车，他踉踉跄跄走到门前，连拿钥匙的力气都没有，只能无力的拍门。好在高月还没有睡觉，听到拍门声之后，立马就给郑谦开了门，将他搀扶了进去。我天，你这是喝了多少酒啊？高月看着郑谦这副模样，有点心疼。他先是帮郑谦换了衣服，然后又用毛巾给他擦了擦脸，咕咚咕咚给他灌了2碗醒酒汤。郑谦这才清醒了一点，这酒后劲儿也太大了，我喝的时候没什么感觉，刚下车就倒了。傻，洋酒就这样，好点没？高月扑笑一声，不能喝就别喝那么多嘛。下次不喝这么多了。我上衣口袋里有一张邀请函，你看看有没有兴趣？郑谦指了指自己的外套。高月拿起外套，还没将手伸进口袋，就发现了异样。老公，你外套怎么有一股香水味啊？香水味？不会吧？闻着像大吉岭，不对，就是大吉岭。郑谦脸色微变，高月的鼻子有点尖啊，香水味都闻出来了，连什么牌子都知道。他这回才想起来，高月闻到的香水味是从哪儿来的。当时在 KTV 包厢的时候，钟小瑶已在他身上好一会儿，应该是那个时候沾上的。除此之外，钟小瑶还在他的脖子上吸了一口。郑谦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脖子，不知道有没有留下口红印，手上倒是没有，但是郑谦看到茶几上刚刚高月用来给他擦身子的毛巾染了一抹朱红。高月是何等的冰雪聪明，估计早就发现了香水味和口红印，只不过是等郑谦清醒一点，才温温柔柔地问了出来，似乎也没有责怪他的意思。让我解释一下，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嗨，这解释什么啊？这是男士香水，你以为我想了什么？高月主动帮郑谦解释。哦，男士香水啊，那应该是陈总喷的吧，我都没发现。郑谦心虚道。他顺手打开手机搜了一下，发现还真的是男士香水。他不知道高月是主动给台阶下，还是根本没有发现。不对，就算钟小瑶喷的是一款男士香水，那高月帮自己擦脸的时候肯定也发现了口红印啊，还帮自己擦掉了。当郑谦以为高月会继续追问口红的时候，他却已经拿起了那张邀请函。云堂国际红酒联合会，这邀请函你都能搞到？高月看到邀请函之后微微有点惊讶。你有兴趣吗？时间好像是后天，要不一块去玩玩？好啊。郑谦看高月没有继续追问下去的意思，轻吐了一口气。他突然觉得高月还挺懂事的，没有让他难堪，也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刁难他。换做一般的女人，在发现有香水味、口红印之后，恐怕早就吵起来，甚至打起来了，怎么可能还认认真真的帮你擦身子、换衣服？这应该也是郑谦喜欢高月的一点吧。他此时看了一眼高月对他的好感度，没有下降，依旧保持在80点，稳的一批。干嘛？刚醒一点就不老实了。高教练，上午你在健身房教我的那个动作，我没学明白，能不能再给我演示一下？你故意的？没有，我脑子笨，教练再给我演示一下嘛。郑谦一觉睡到自然醒。高月早就醒了，不过并没有起床，仍然蜷在郑谦的怀里。咦，你今天怎么这么乖？郑谦在高月的后耳亲了一下，搂得更紧了些。还有点痛，不太想动。昨天晚上郑谦有点亢奋，就算是健身教练也受不了他那样折腾。啊，对不起，下次我温柔点。其实吧，你也有责任，谁让你身体那么软，能做那么多姿势？郑谦倒打一耙。你肯定是个渣男，为什么懂得那么多？高月满脸傲娇。不，我也是通过前辈的影像资料看来的，要说实战用还是第一次。我才不信。好了，快起床了，我去做点吃的，然后带你去健身房。郑谦继续在床上赖了一会，昨天晚上喝的确实有点多，到现在他头还有点疼。高月很快把早餐端了上来，一杯醇香的咖啡，2个三明治。咦，这咖啡味道怎么怪怪的？哪里怪了？怪好喝的。噗，你从哪学的土味情话？我还以为我做的不合你的口味呢。高月刚刚还真的以为郑谦喝不惯咖啡，被他骗到了。哈哈哈，挺好喝的呀，比市面上那些卖的都好喝。郑谦其实是没有喝咖啡的习惯，但谁让他之前的公司经常加班，时间久了昏昏沉沉，不来一杯咖啡提神就要睡在办公桌上了，也就逐渐养成了喝咖啡的习惯。他觉得高月冲的咖啡香甜的，口感非常好，市面上卖的那些像刷锅水，难喝的一批。这就是咖啡店的老板娘亲自做的咖啡吗？好喝。高月笑了笑，行了，吃完快起床了，我去给你拿衣服。两人来到健身房，练了2个小时，差不多也快饭点了。洗完澡准备出门的时候，刚好碰上了侯建业，热情地跟郑谦打招呼。露露又陪郑总来健身了？被强制要求的，哈哈哈。郑谦笑道。对了，我今天刚收到一张云堂国际红酒联合会的邀请函，可以带2位嘉宾过去。我对红酒没啥兴趣，我记得露露你对红酒好像很有兴趣的样子，要不这张邀请函给你吧，和郑总过去逛逛。侯建业从兜里拿出一张邀请函，和昨天韩华浩送郑谦的那张一模一样。啊，不用了侯叔叔，我老公昨天收到一张酒会邀请函，到时候你也过去玩玩呗，反正就当去交朋友的。
昨天还说男朋友，今天就叫老公，这转变的有点快啊。而且按说邀请函云堂今天才开始发，侯建业觉得自己肯定是第一批收到的，怎么郑谦比他收到的还快？昨天就已经拿到了。好吧，那到时候见，我也过去玩玩。哎，侯建业尴尬的笑着。好嘞，侯叔叔，那我们就先走了。高月挽着郑谦的胳膊下了楼。昨天你不是喊他侯老板吗？今天怎么变成了侯叔叔啊？郑谦有点好奇。昨天人多，所以喊侯老板，今天没什么人，就喊侯叔叔了。高月告诉郑谦，他爸爸在进去之前跟侯建业的关系很不错，这些年也一直对他照顾有加。这份健身房的工作就是侯建业主动找到他的，给的待遇比所有人都高，有时候甚至还贴钱给他发福利。郑谦点了点头，原来是这样，那他就懂了。他本人其实对红酒也很有兴趣，能让他把这张邀请函拿出来送给你，应该是想结交你。高月毫不保留地帮郑谦分析，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随便你啊，你想结识就结识，不用因为我而去特意跟他搞关系。高月坦白告诉郑谦。郑谦点了点头，他其实也看出来侯建业2次和他打招呼都很热情，除了想跟他结识以外，应该也没有什么其他目的了。中午在外面对付了点，下午的时候高月把郑谦送到了公司。行，在家好好学习啊，我走了。等一下，干嘛？高月微微抬身，在郑谦的唇上留下了印记。行了，走吧，我要回去看书了。好家伙，搞突袭，今天晚上我不会轻饶你的。两人又在车里纠缠了一会，郑谦才肯放高月回去。来到楼下之后，发现竟然停了一辆崭新的劳斯莱斯，亮黑色的漆面在太阳底下有些耀眼，想不注意到都不行。郑谦猛地拍了下脑门，他刚想起来昨天让夏倩倩帮他买劳斯莱斯，连忙上楼来到办公室。郑总，您来了，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帝都劳斯莱斯店的总经理，这位是我们郑总。郑总，您好，您好。两位穿着笔挺西装的男士非常热情地跟郑谦握手。这是您那辆劳斯莱斯的配置单，请您过目一下，时间紧迫，没有做您的私人定制，如果您愿意的话，后续 4S 店会帮您做升级的。夏倩倩将一张劳斯莱斯的配置单递了过来，交由郑谦过目。这是一辆全新的劳斯莱斯幻影，价格在1100万，落地1300万，才占了郑谦预算的1/10。行，那就先这样吧，购车合同和手续带了吧？带了。两位男士将一个文件袋交给夏倩倩。那就行，刷卡吧。郑谦把卡拿出来，让两人划走了这笔钱。他本来的预算在1个亿，没想到劳斯莱斯幻影才1000多万。虽然说没有加装私人定制的那些东西，但算上这么大老远的来一趟，拖车费和人工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1300万算是很便宜了。交接完事项之后，郑谦就让两人走了。3两句话就成交一台劳斯莱斯，什么概念？好像也没什么概念，就是钱多任性。郑谦都差点忘了这件事情，没想到夏倩倩还记得，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弄来的这台劳斯莱斯，但效率肯定是没得说。有这样一位秘书在，给座金山来换，郑谦也要考虑考虑。叶北的地理位置有些特殊，守着中原大地的北大门，说是中原吧，太靠北了；说是北方吧，北方不太认。距离发达的江南地区有上千公里，最近的一家劳斯莱斯店铺在帝都。夏倩倩告诉郑谦，她昨天并没有回家，在 KTV 打完电话之后，就紧急订了一张凌晨的机票，直接飞到了帝都进行交涉。这是机票，由于是私人业务，我不能找公司，你得给我报销。夏倩倩将一张机票给郑谦过目。我丢，你真没回家呀？郑谦看到机票的出发时间和目的地，有些惊讶。怪不得夏倩倩今天看起来和昨天不太一样，精神有些憔悴，显然是没休息好。来回的机票我给你报了，另外再补偿奖励你一下。今天下午有没有事情？没有事情的话，带你出去逛街吧。机票钱和住宿费直接转给我就行了。现在是工作时间，不能这样翘班。职责所在，我也不需要你的补偿和奖励。不行，必须要补偿。郑谦的话非常坚决。工作时间怎么了？我是副总，我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刘总不也是好几家公司的股东吗？也没见他天天来。不可以。那这样，我命令你跟我出去采购一些公司用品。郑谦换了个说法。你不行。夏倩倩被郑谦气到了。老板派的任务，你是要拒绝？郑谦对症下药，这招叫巧立名目。在之前公司出差的时候，没少让人开发票找公司报销。夏倩倩有点后悔了，她没想到郑谦会用这招，自己挖的坑自己的填上。那好吧，两人就这样光明正大的翘班了。夏倩倩，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你以后就兼职做我的司机了。夏倩倩开过最贵的车是陈伟强的奔驰 S 级，要好几百万，哪碰过这种上千万的劳斯莱斯幻影啊？她昨天才是第一次见实车，之前都是从网上零零碎碎看过一些图片和视频，要让她开那更不敢了，万一磕了碰了怎么办？那先说好，弄坏了不管赔。没关系啊，有保险。时间就是金钱，赶紧开车吧。郑谦也是第一次坐这种豪车，真皮沙发加上头上的星空顶，感觉还真有点不一样。公司楼下，姚曼曼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看到刚刚驶离的劳斯莱斯背影，微微皱眉。
来到公司签到之后，就坐到了自己工位上。曼曼，你可算来了，后天就该转正了吧？是该转正了。姚曼曼今天上午才参加完了最后一场考试，提交了毕业论文。接下来的暑假时间，她就要开始转正全职在公司工作了。曼曼，你可耽误了大好事啊！咱们部门换领导了，新来了一位郑总，年轻有为，帅气多金。对，昨天还请我们在望月楼吃大餐了呢。我看到你们发的朋友圈了。姚曼曼答道。她其实很后悔昨天请了假，看到钟小瑶、郝如雪他们发的朋友圈，山珍海味、鲍鱼龙虾，吃完还转场去了 KTV， 点了很多贵重的酒。姚曼曼昨天不在公司，没有看到陈伟强向大家介绍郑谦。他不是公司的正式员工，所以不在公司的大群里，没有看到昨天郑谦入群发的那条我是郑谦小群里虽然领了红包，但郑谦就没有再做自我介绍了。他压根不知道这位新郑总就是他的前男友郑谦。对了，你看到公司楼下的那辆劳斯莱斯了吗？那就是郑总的车，昨天晚上直接从帝都运过来的，真的牛逼。是啊，我们都以为郑总喝多了，在我们面前吹牛呢，没想到真的提了一辆劳斯莱斯。我查了一下价格，最起码也是1000万级别的车。我听说郑总在我们公司才入股了3000万，随随便便买辆车就1000万级的，这么有钱？姚曼曼惊讶道。姚曼曼秀眉微蹙，原来刚刚那辆劳斯莱斯是郑总的呀，他还以为是哪个大客户的。昨天下午他领到了小群的红包，觉得这位新副总挺有钱的，但是今天到公司才发现，这位新副总比他想象的有钱。他昨天没有参加郑总的团建活动，所以今天想着要不要亲自找到郑总去道个歉什么的，认一认上级。郑总现在在办公室吗？不知道，我们刚刚都在打印室，你去看看呗。姚曼曼起身来到郑谦办公室的门口，玻璃是特殊处理过的，里面看得到外面，但外面看不到里面。咚咚咚，姚曼曼轻轻地敲了敲办公室的门。郑总您好，我是昨天请假的姚曼曼，请问您现在忙吗？没有回应。姚曼曼有点疑惑，这位副总不在办公室，还是不想理他？不会刚刚坐着那辆劳斯莱斯已经走了吧？姚曼曼又敲了敲门，郑总，您在吗？还是没有回应。背后突然响起陈伟强的声音，姚曼曼，你在郑总办公室门口干嘛呢？啊，我是来找郑总的。姚曼曼被吓了一跳，郑总不在办公室吗？陈伟强敲了敲门，发现没有回应，就直接推门看了一眼，发现郑谦还真不在，估计去办什么业务了吧。你等郑总回来跟他说一声，我有事情找他。陈伟强交代了一句，就直接离开了。姚曼曼点点头，她倒是没有离开办公室，悄悄地走到了办公桌前面，看到了摆在桌边的一份文件。她惊奇地发现，这份文件竟然是自己的资料。姚曼曼有些好奇，但还是想不通，郑总拿她的资料干什么？该不会是注意到她了吧？这个注意是对她有兴趣，还是昨天没参加团建，要给她点下马威？毕竟她即将要在公司转正，这位郑总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如果是前者，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如果是后者，那就有点麻烦了。现在郑总不在公司，姚曼曼下定决心，一定要等到这位副总回来，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她都要好好的道个歉认个错，然后增添一波好感。大悦城，行了，进去之后随便挑随便选，我买单。郑总，您这是干嘛？想用钱把我砸倒吗？不可能的。夏倩倩义愤填膺，她可不是物质的女人，用这招对付钟小瑶，姚曼曼之流还可以，但对于她行不通。我没这个意思啊，就是看你这么辛苦，补偿一下你这个女秘书而已，之后你才能好好给我干啊。夏倩倩，干事，你别想歪了。郑谦刚刚故意那么说，就是想调戏一下。大悦城是算是业北消费最多、档次最高的商场了。郑谦也想去恒隆、国金、SKP 这种顶级商场，但是无奈业北没有啊。有个万达，但比较很冷清，卖的东西也很便宜，有点掉价。那行吧，郑总要真想意思一下，买支口红就行了。夏倩倩说着就进了一家口红专柜。圣罗兰，郑谦懵了，怎么女孩子都喜欢买口红啊？还特别喜欢买这个专柜的口红，怪不得第一次来大悦城，那个老柜姐那么看不起自己，原来一点都不缺顾客呀。夏倩倩都进去了，郑谦也只能快步跟上。欢迎光，老柜姐乍一看还真没认出来郑谦，因为前2次郑谦穿的衣服都不太上档次，这一次换了一身衣服就有高富帅那味儿了。欢迎光临，您陪女朋友来的吗？老柜姐这次学聪明了，她没有喊郑谦郑少，而是装作不认识。她算是想明白了，为什么上次自己那么热情都不受待见，跟郑谦太近乎了，会让女孩认为郑谦经常带女孩来这家店，产生误会。虽然郑谦确实经常来，但每次带的女孩都不一样啊，让人家女孩知道了，肯定会觉得郑谦是个花心大萝卜吗？确实该长嘴。这不又带了一位貌美如花、国色天香的女孩过来买口红。我不是他女朋友。对，不是我女朋友，是我秘书。郑谦紧跟在后面补了一句。夏倩倩瞪了郑谦一眼，你少说一句能死啊？陪女秘书来这里买口红，很容易让人误会的呀喂。你这个柜姐笑得那么灿烂是什么意思啊？夏倩倩觉得完了，这下绝对是误会了。老柜姐会心一笑，点点头，确实不是，来这里的每个女孩子都说不是郑谦的女朋友，
那您想要什么口红？我来给您推荐吧。老柜姐非常热情，之前狗眼看人低的态度完全消失不见。这次还不错，没有说错话，还挺热情。郑谦心里还挺满意的。不用，我随便看看，买不买还不一定呢。夏倩倩连忙拒绝，感情这柜姐把她当成大客户了呀。除了这位老柜姐之外，还有一位年轻的柜姐，也就是那位小刘，两人跟在夏倩倩的后面，随时愿意准备为她服务。那可不是嘛，你不是大客户，但你背后的那个男人可是大客户啊。最后夏倩倩挑选了一支口红，大概500块钱左右吧，价格适中，不便宜，但也没有贵的离谱。花费588元，系统返现5888元，已到账。接下来逛的店基本上是一些微奢专柜，夏倩倩看哪个，郑谦就买哪个。这种花钱方式，不少专柜都记住了郑谦这个人，甚至有记性好的，知道郑谦已经是第3次来他们专柜买东西了，每次带的女孩都不一样。一圈下来，大概花了有7、8万块钱，系统给郑谦返现了7、80万。再看一眼夏倩倩对他的好感度，从35点上涨了15点，来到50点，恋人未满，还处于普通朋友的级别。不是靠钱砸不动吗？怎么你好感度还上涨了？郑谦心里邪魅一笑。逛完街之后，两人找了家餐厅吃晚饭。郑总，您送我这些东西，我真的不能要。郑谦准备打压一下夏倩倩对他的好感度，否则以后就没办法在他身上花钱了。虽然郑谦对他没什么想法，但好感度太高了，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儿。啊？为什么不要啊？就是看你喜欢，送给你的。郑谦将餐盘里的牛排切开，放进了夏倩倩的碗里。我真不能要。郑总，您要是想以这种方式追我，我劝您还是省省吧，这招对我行不通的。行不通？行不通？为什么你好感度上涨了？还是砸钱砸得不够多？哦，那这样吧，东西你还是收着，但是把那个包包给我留下。我都还给你就好了呀，为什么单独把包留下呢？夏倩倩有点疑惑。你看到隔壁那桌没？1分钟之内我要他的联系方式。郑谦这句话说完，夏倩倩刚刚上涨的15点好感度瞬间跌完了，又重新回到了35点。夏倩倩满脸通红，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对郑谦才好了。赶紧去！我不去，我才不要当你的僚机，这是助纣为虐。纣王现在命令你去。你看他金发碧眼，充满异域风情，咱们公司可是有船在国际航线的，万一是咱们公司的潜在客户呢？我这是为公司的业绩着想，夏秘书应该能理解吧？国际业务又不归你管，你只负责公司公关和部分内陆业务，跟你有啥关系？我是公司股东，自然要为全局着想，挖掘客户是我的职责所在，要联系方式你是的职责所在。快去！你郑谦又来这招。夏倩倩说不过郑谦，最终还是鼓起勇气走到不远处的餐桌，向那位独自吃饭的美女搭讪。X， 你好，小姐姐，那边那位极其猥琐的男人想要你的联系方式，我劝你不要给，随便对我笑笑，让我应付一下就好了。夏倩倩用流利的英文与他交流。这位身上只穿着一件蓝红色大 T 的外国美女听得不是很懂。你好，我听不懂英文，我是俄族人，会说一点点言下语。俄族人？怪不得腿这么长，长这么白，个子这么高。夏倩倩下意识地把他跟公司里的邓淑欣比较。美女，我想要你的联系方式，扫个码。郑谦悄然出现在了夏倩倩的身后。哦，扫码，我懂。俄族妹子打开手机，让郑谦扫她。你自己一个人吗？要不跟我们坐一块呗？好呀，不胜荣幸。俄族妹子还蹦了一个字正腔圆的词语。郑谦邀请她到自己那桌吃饭，又重新给她点了一份餐。交流了一下，得知她叫娜塔莎，是北俄某公司的一家高管，来叶北谈合作的。不过碰上了点麻烦，常年与我们合作的一家运输公司最近货满，所以没办法运我们的货物，我只能在叶北滞留几天了。这几天也正好给自己放假。夏倩倩懵了，还真是潜在客户。郑谦无心插柳成荫，这是意外收获呀。夏倩倩一听到这话，立马介绍了一下郑谦的运输公司，有船跑国际航线，如果陆运走不通的话，可以试一试我们公司的货轮，从渤海出发，路经俄或茨克海，还会通过黑令海峡。虽然他现在调到了郑谦的身边，负责公关和内陆，但他在陈伟强身边干过，知道公司的几条国际航线。真的吗？那可真是太好了。你们什么时候有船次呢？我也加您一个联系方式，今天晚上就给您一个答复，您看可以吗，娜塔莎小姐？可以。吃完饭之后，郑谦就和娜塔莎告别，离开了餐厅。花费14365元，系统返现143650元，已到账。手机上除了返现到账的银行短信以外，还收到了娜塔莎的消息，谢谢你，郑玫瑰。呵呵，我就说是潜在客户吧，你还不相信了。郑谦坐在劳斯莱斯的后排，翘着二郎腿。夏倩倩从后视镜瞥了郑谦一眼，心里有诸多不服气。瞎猫碰上死耗子，他现在还真找不出来什么理由反驳，没想到竟然让郑谦给装到了。将郑谦送回江山国际之后，夏倩倩打车回家。今天这么早啊？今天没什么事，谈了个北俄客户。郑谦活动脖子，高月上前为他脱外套。对了，你把车停到车库里吧，别被人给划了。
郑谦将车钥匙塞到高月的手里，高月看了一眼车钥匙上的标，双22劳斯莱斯，你的车吗？刚提的。高月有点震惊，一辆劳斯莱斯最起码也得1000万吧？怎么郑谦这么风轻云淡？真是个财神爷！天哪！高月感觉郑谦的财富深不见底，他对于郑谦的认识仿佛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快速的把劳斯莱斯停进车库之后，又重新上来为郑谦熨衣服。郑谦这会才想起陈伟强给他发了几条消息，还没有回。郑谦，怎么了陈总？刚刚谈了个北俄客户，没有看手机，不好意思。陈伟强谈了个北俄客户，是要走国际航线吗？这么强吗？牛啊，郑总。郑谦，具体的我让夏倩倩去谈了，成不成不知道。陈伟强，好，抱拳抱拳。陈伟强，是这样的郑总，明天您下午5点左右跟我去见个客户吧。郑谦，什么客户？陈伟强，常大山，欠了我们2笔运费没有结算，我带你去上门讨债。常大山不是常瑞的父亲吗？郑谦听说是做木材生意的，家里有钱得很，他们家的木头卖往马来东亚、旧加坡还有小田本，赚的都是外汇，欠他公司2笔运费没结算。陈伟强，明天见面之后详聊。郑谦回了个表情，就把手机收了起来。明天酒会，你穿这一身吧，我逛商场的时候给你新买的阿玛尼，你来试试。郑谦看了看高月手里的深蓝色西装，低调奢华，尽显大气。据他所知，整个叶北只有大悦城有阿玛尼的专卖店。你什么时候去逛商场的呀？7、8点的样子，前天就已经定了，但下午才空运过来的。仔细想想，郑谦心里一阵后怕，幸亏不是下午去的。下午的时候，郑谦正陪夏倩倩在大悦城买呢，要是被高月给撞上了，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行，我试试。郑谦上身之后，瞬间感觉自己更像那么回事了。不过手腕上空荡荡的，也该买一块手表了。手表也给你定了，欧米切蓝鬼，后天到货。贴心，贤惠，有这样一位贤内助，郑谦心里舒服得很。让他在高月身上花多少钱，他都愿意。行了，尺寸挺合适，脱下来吧。你怎么拿到我尺寸的啊？趁你睡觉拿软尺量的。郑谦脑补了一下，自己睡得昏沉沉，被高月翻来覆去，拿软尺量各个部位尺寸的画面，有点滑稽搞笑。下次不许趁我睡觉这样搞了。哼，睡得那么死，你又不知道。上午的时候，高月依旧带着郑谦去健身房，不少人都看到了这辆1000万级别的座驾，引得不少人都惊叹一番。在他们看来，高月的这个男朋友是一位真真正正的高富帅啊。健完身之后，两人分别换上了礼服，吃了点东西，又在附近的商场逛了一会，然后就直奔望月岛去参加云堂国际红酒联合会。郑谦对于红酒没多大兴趣，只不过是陪高月来的。至于公司里的事情，自然是夏倩倩把持，他作为副总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了，去了也是坐在办公室里玩游戏通关卡。公司公关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部门，至于内陆业务的部分，陈伟强没有明确交代，是一个很模糊的界限。按照常理来说，像叶北这样的城市有一家3星级已经很不错了，但谁让叶北有一处望月岛呢？也不知道怎么操作的，韩华号投入了多少钱，竟然在岛上起了一家6星级酒店，或许这也是云堂国际看中的点吧。装潢奢华，金碧辉煌，主厅里面不少人都穿着笔挺的西装，衣服上几乎没有任何褶皱，他们手持高脚酒杯，男男女女4、5个成群而立，面带微笑交谈着。这些人可能一大部分都和郑谦一样，对红酒没有什么兴趣，但他们来这里的目的可不是品尝什么红酒，而是扩展人脉，结交新朋友的。或许他们下一个合作伙伴就藏在酒会这群人当中。哟哟哟，这是谁啊？不远处，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响起。一个身着白色礼服、打着整齐双花领带的男人，挽着一位颇有姿色的女人，向郑谦和高月走了过来。他竖着背头，头发上擦着很多发泥，已经到了反光的亮，眉毛倒是做得很整齐，一脸欠揍的表情。熟人？高月问。算不上，这两人正是姚曼曼和常瑞。你怎么也到这儿来了呀？谁邀请你过来的？常瑞端着一杯红酒，卷起舌头品了一口。他此时才注意到郑谦挽着一个女人的胳膊。高月？常瑞怎么可能不认识高月？他天生好玩，家里又有点钱，是红色蔷薇的常客。1个月前，他在红色蔷薇点了一套大神龙。高月过来敬他酒的时候，他就深深地被这个女人给迷住了。无论是容貌还是气质，都完胜姚曼曼。尤其是高月那双深邃、经历沧桑的眼神，就算他什么都不做，只是静静地待在原地，都会把男人的心思和注意力全都吸走。常瑞当天晚上就为高月点了一套大神龙，希望能把她带到酒店里去，可没想到直接被高月给拒绝了。常瑞那会喝得有点多，哪能容忍被一个酒吧销售拒绝，当场就要强行带高月走，结果被红色蔷薇的安保给扔了出来。今天这是怎么回事？这两个人怎么会组在一起来参加云堂国际组办的酒会？姚曼曼震惊当中又有3分懵傻，她没想到会在这里碰上郑谦，她下意识地拿自己和郑谦的女伴做比较，可是各个方面她都自愧不如。高小姐，这要巧啊，这是你男朋友吗？常瑞笑着问道。高月瞥了一眼常瑞，
此人脸色惨白，眼泡浓重，身体虚浮，举止轻佻，也就眉毛是刚刚纹上去的。虽然穿着一身名牌，但给人一种沐猴而冠的感觉。同时，他也对常瑞有印象。那天晚上想要强行带他走，但是被红色蔷薇的老板知道，叫保安把他给赶出来了，肯定对他怀恨在心，所以他也没必要搭理这种人。跟你没有关系，离我远点。高月说着就拉郑谦往旁边走。哎，别走啊，我问你话呢，不回答就想走。常瑞立马拦住了两人。那天晚上在红色蔷薇的时候，仗着酒吧安保人多势众，把他给赶了出来。现在到了云堂国际酒会上，还要落他的面子，怎么可能？这里不是红色蔷薇，是上流社会的交际场所，不是他这种酒吧陪酒女以及郑谦这种屌丝能来的。能跟郑谦扯上关系，看来高月的眼光也不怎么样。但话又说回来，他特么还不如一个郑谦。姚曼曼怎么跟他在一起的？还不是把郑谦给绿了？这里是常瑞的主场，在酒吧他吃了亏，但是在这里他不会让高月好过，同时还要好好羞辱一下郑谦。你们两个怎么进来的啊？不用理他。高月在郑谦的耳旁提醒一句。哼，一对狗男女偷偷摸摸混进酒会，真把自己当成上流人物了？不用跑啊，既然你们两个喜欢做老鼠的滋味，我是不会向云堂国际揭发你们的，还不赶快谢谢我？郑谦拍拍高月的肩膀，投过一个不用担心的眼神。他这一次身份不同，地位不同，所拥有的财富也不同，为什么要怕常瑞？更何况这两个人还是郑谦的仇人。郑谦之前没有实力与常瑞对抗，现在他有，他不喜欢也没必要忍气吞声。绕道行一向不是郑谦喜欢做的事情。你骂谁呢？谁是老鼠？谁是狗男女？谁搭话我就骂谁呗，你自己对号入座的，可不怪我。常瑞撇撇嘴，脸上尽是不屑和鄙夷。啪！郑谦走上前就是一个耳光，常瑞毫无防备，踉踉跄跄直接摔倒在地，酒杯被打碎，将他那一身白西服给弄得哪都是。这个耳光可是把常瑞给打懵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郑谦竟然敢这么直接，在众目睽睽之下跟他动手。郑谦的举动也引发了不小的骚动，各路宾客纷纷将目光集中在他的身上，就连高月也傻傻地站在原地。郑谦竟然直接打了常瑞一巴掌。姚曼曼连忙上前搀扶，瑞瑞，你没事吧？紧接着他用怨毒的眼神瞪着郑谦，郑谦，你他妈疯了，竟然敢打人！我没事，这小子死定了，草，还骂是吧？郑谦趁着常瑞还没站稳，又一脚踹出去几米远，在常瑞的衣服上留了一道非常明显的血印。瑞瑞，郑谦你他妈！姚曼曼看到这一幕，只觉得郑谦疯了，他冲到郑谦面前，想要扇郑谦耳光，把他给扇醒。一双玉手抓住了姚曼曼的手腕，高月一套擒拿就把姚曼曼给扣在了地上，动弹不得。我靠，这女人这么能打！那位好像是常大山的公子啊，他和他的女人就这么被打了，这两人什么来头啊？眼生得很。在场众人包括郑谦都看傻了。高月还会擒拿术？露露，先停手！侯建业这时候从人群中站了出来，把高月给拉了回来。常瑞和姚曼曼这才得以起身。你完了，你们两个都完了。常瑞气愤地拿起手机就开始打电话。郑总，这究竟怎么回事？怎么还打起来了？侯建业刚进酒店就看到这一幕，那个人嘴巴不干净，欠揍。郑谦恨恨道：我给你们透个底儿，常瑞是常大山的儿子。侯建业小声地告诉郑谦常瑞的底细。郑总，您看现在怎么办？侯建业其实问了也白问，常瑞的纨绔就连他都听说过，郑谦都打人了，不管郑谦想怎么办，这事儿都不会就这么轻易的就了了的。这样，我替你们拖住他，你们先走。侯建业觉得眼下这种办法最稳妥。常瑞还在打电话，云堂国际这边的负责人则是喊来了一队安保队员，简单告知了情况之后，把三人团团围住。这群安保队员全都是特种部队退役人员，是望月岛花重金请来的，就算是高月一个人也不可能打得了这么多。什么情况？从大门突然走来一个男人，他的步伐矫健，虎虎生风。韩老板，你可要为我做主啊！看到韩华浩，常瑞第一个就冲了上去。韩华浩一看，跟常瑞起冲突的竟然是郑谦。郑总，怎么个事儿？韩华浩才懒得听常瑞的一面之词，还是直接上去问郑谦比较好。郑谦简单说了一下情况，韩华浩睿智的点了点头。一边是纨绔子弟常瑞，常大山的儿子，一边是陈伟强的副总，实力背景他都还没摸透的郑谦。毕竟是郑谦先动手打的人，但常瑞的嘴巴可真够脏的，两人各有各的理，就看他帮谁了。常大山是做木材生意的，算是业北很有名的富商之一，跟他也算有点交情。郑谦是韩华浩最近想要结识的一个年轻人，今后应该很有前途。这事儿有点难办，前者跟他没有什么利益冲突，也没有什么利益往来，都是见面热情，实际上是井水河水之别。后者郑谦手里的资本不算少，虽然现在没有什么利益往来，但今后保不齐会有。韩华浩在简单思量了一番之后，他决定帮郑谦。常瑞，你嘴巴可真够臭的，这么好的红酒都堵不住你的嘴是吧？还不赶快给郑少道歉！韩老板，
你说什么？常瑞脸上一阵青一阵白，怀疑自己听错了。韩华浩一字一句，口齿清晰，你聋了吗？我说让你给郑少道歉，让他给郑谦道歉。姚曼曼也是一脸的不敢置信。之前常瑞跟他说过，这里的老板韩华浩跟他父亲常大山的关系有多好有多好，现在怎么让常瑞给郑谦道歉？韩华浩认识郑谦吗？就算认识，只要稍微在心里权衡一下利弊，应该让郑谦给常瑞道歉才对啊。高月傻唧唧地站在原地，他也没想到韩华浩竟然会为郑谦说话。一般来说，要是两边都得罪不起，不是应该当和事佬和稀泥吗？看来自己这个男朋友要比常大山还要厉害啊。他更加认定了自己心中的想法，自己了解到的只不过是郑谦的冰山一角而已。就连围观的一些群众都有些犯晕，这小子究竟是谁啊？竟然能让韩华浩不惜得罪常大山，为他出头。哦不对，不是向郑少道歉，还有郑少身旁的这位美丽的女士，你也一样要道歉。韩华浩说话中气十足，完全不像是在跟常瑞开玩笑。韩老板，你什么你听不懂吗？就算你老子来了，也得老老实实的敬我一杯酒，喊我一声韩大哥。你在我这儿还没有什么脸面可言，你在我的地盘上主动挑衅我邀请来的客人，就是不给我面子。你可以问问你老子，看他敢不敢在这么干。我可以告诉你常瑞，你要是不想道歉，我就让人把你摁在郑少的面前，到时候可就不是这种局面了。韩华浩放出了最后通牒。常瑞被吓得下意识往后退了2步，他看了看韩华浩身边的那几个安保人员，似乎真的就等他一声令下，把他摁在郑谦的面前了。最终经过艰难的心理斗争，常瑞缓缓走到了郑谦和高月的面前，极其不情愿地说了一句：郑少，高小姐，对不起。常瑞看向两人的眼神充满了怨毒，脸上尽是憎恨。全场顿时哗然一片。这位常家的纨绔公子真的道歉了？废话，不道歉能行吗？韩老板可是跟他玩真的。话说那小子什么来头啊？我之前怎么都没见过他。一句句议论声传入常瑞的耳朵，这些声音在他的心里无限被放大，给心中的怒火又增添了一把柴。我们走。撂下这句话，常瑞便径自离开了酒店。姚曼曼在好一会儿之后才反应过来，急急忙忙地跟上常瑞。他现在怀疑郑谦为什么会在酒会上带动这么大的能量，就连韩华浩都出面帮他说话。他心里越想越不对劲，直到跟常瑞下了岛，在旁边停车场上看到那辆崭新还未上牌，暂时挂着临时牌照的劳斯莱斯。郑谦该不会就是新来的那位副总吧？姚曼曼想着这些又摇摇头，应该不太可能。那位副总出手大方，听说在大群小群一共发了几10万的红包。前几天郑谦把他和常瑞捉奸在床，连个屁都不敢放，怎么可能是郑谦呢？至于是不是，只要找到他的同事问一问新来的那位郑总全名叫什么就行了。姚曼曼拿起手机准备发信息，文字都已经在输入框里编辑好了，又被姚曼曼给删了。他问同事这件事情，显得他在刻意打听这位新副总的消息，有点不太合适。最后姚曼曼决定还是要靠自己，等明天上班的时候到办公室里找那位副总一趟，亲自见一面不就行了？正好他要提交实习转正的文件。没事了没事了，大家继续品酒交流。韩华浩安抚酒会上的众人，紧接着他又向郑谦道歉。郑少，实在不好意思让您受惊了。常瑞那小子我早就想揍他了，没想到今天您直接出手，可是让我爽了一把呀。韩华浩笑道。郑谦觉得韩华浩有点反常，按道理来说他不是应该和稀泥吗？怎么就站在自己这边了？是自己带给他的利益大，还是说想试一下他能不能撼得动姓常的这座大山？郑谦不得而知，但怎么说，韩华浩这次也算帮了他，至于出于什么目的，以后他会知道的。郑谦和他客套了几句之后，姚曼曼说没心情再参加酒会了，两人也离开了望月岛。高月在回去的路上冷不丁地问了一句：那是你前女友吗？这你都看得出来？郑谦有点惊讶。高月点了点头，他看得出来郑谦不愿意多提及这件事情，所以也就没多问。高月下午要看书学习，郑谦就把他送到家里之后，待了2-3个小时就重新回到了公司。他本来今天想在家陪着高月的，但是陈伟强找了他好几次，所以不得不来公司看看。郑谦敲门进了陈伟强的办公室，除了陈伟强以外，刘诗琪也在。陈总，什么事啊这么急？陈伟强看了一眼腕表。郑总，找你有件事情，是这样的，陈伟强告诉郑谦，说是4个月前有一个姓常的客户找他们公司走了几趟旧家坡，但是有2笔运费没有结算，一拖再拖，直到今天。虽然咱们公司不是很吃现金流，但是就这么拖着也不是办法，就怕拖着成了死账，所以想借着这个机会让郑总跟我去一趟，学一下看看怎么要账。郑总应该没有追过债吧？陈伟强昨天其实就想带着郑谦去，下午的时候他又听韩华浩说了发生在酒会的事情，连给郑谦打了2个电话，决定今天要带他去常大山那边。但是他只字未提关于酒会的事情，现在还装作不知道，也没有告诉刘诗琪。郑谦摇摇头，他之前的生活很拮据，连自己都差点顾不上，哪借出去过钱？陈总，你说的这个客户是不是常大山？郑谦问。你认识吗？陈伟强装作不知道的样子，他实际就是想给郑谦找找面子，
跟常大山见了面，郑谦还能不提这事儿吗？也不算认识吧，但我跟姓常的有点渊源。郑谦也没有主动说酒会上的事情。行，那咱走。刘总也去吗？刘总不去，刘总可是大忙人，人家晚上要去和某对冲基金谈生意，哈哈哈。陈伟强说着就笑了。郑总，我听说您买了一辆劳斯莱斯，是真的吗？刘诗琪此时看向郑谦，他听下属说了这件事情，想找郑谦确认一下是否属实。陈伟强其实也想问，郑谦倒也不掩饰，刚提的，有什么问题吗？那倒没什么问题，就是说郑总本人也很有实力啊。刘诗琪在得到郑谦确认的答复之后，眼前突然一亮。他的座驾是一辆保时捷卡宴，陈伟强的座驾虽然比他要高级点，奔驰 S 级，但是按揭买的，用来撑牌面的。郑谦就很夸张了，特么一个副总，竟然提了一辆劳斯莱斯，比他和陈伟强的车要高几个层次了。听人说，郑谦还是全款买下来的，在办公室给人刷的卡。从郑谦现在所展现出来的经济实力，完爆陈伟强，甚至可以跟他基金会持平。他的基金会都是帮客户以及一些投资人打理资金，本人倒是没多少资产，也就拿个高额的薪水。郑谦也注意到刘诗琪对他的好感度一下子提升了不少，从15点直接来到50点，长得有点夸张。还行，我也不是多有钱。郑谦弱弱地说道。他买劳斯莱斯只不过是一时上头，想要在姚曼曼面前充分展现一下他现在的经济实力，否则还不如买一辆跑车呢。这个价位市面上有卖的超跑都能买得下。郑总，您要是有多余的资金放在银行也是放着，其实完全可以交给我们中光基金会打理，每年保守收益10个点。刘诗琪开始自卖自夸，向郑谦推销自己的基金会。陈伟强这回的脸色可就不好看了，他没办法左右郑谦的意愿，郑谦要不要投中光基金他管不着，但是这臭娘们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挖墙脚，是不是有点太不会做人了？郑谦深知这一点，而且刘诗琪之前对他没有好脸色，知道自己买了劳斯莱斯之后立马涨了这么多好感度，他能信才怪。中光年中花光，这名字不太好听，有点不吉利。再说吧，刘总。郑谦随便编了个理由就搪塞了过去。郑总，那咱们现在就去吧，晚了怕见不到人。好，陈伟强说着就带郑谦离开了办公室。郑总，要不就开你的车，让我也坐一回千万级别的劳斯莱斯。行啊，不过还少个司机。郑谦一个电话就把夏倩倩叫到了楼下，三人坐上车就前往大福木材。不错不错，这车真不错，等咱们公司赚了钱，我咬牙也得买一辆。不至于，以陈总的能力，多则2年，少则半年，这车随便买。郑总，你可别捧杀我了，哈哈，以你的实力，买10辆估计都行吧。这句话看似捧杀，实则试探。没有，陈总说笑了，我也是一时上头，咬着牙买的。郑谦算是满分作答。郑总，夏秘书你还满意吗？他之前就一直是我的秘书，跟了我2-3年了吧，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你可以直接跟他提出来，他一定会及时改正的。陈伟强看那句话并没有试探出来什么，就开始换话题。不错，我挺满意的，不愧是陈总，看人看得这么准。夏秘书人聪明，能力也比较强，有他在身边，我省心多了。那就好。夏倩倩从后视镜里瞥了一眼郑谦，还不错，这位新上司可算说了一句自己的好话。对了，郑总，您拉来的那位北俄客户已经跟我们公司谈好了，租我们的船，虽然运费不多，但对于公司也是一笔收入。夏倩倩提醒道。他本来想说搭讪来的客户，但陈伟强在旁边，他也不好揭穿郑谦，就直接改口拉来的客户。对，差点忘了这件事儿。陈伟强说道，这单郑总你可是头功啊。三人说着话就到了大福木材。保安一看引擎盖上的小金人，连让夏倩倩停都没停，直接放行。还有对讲机告诉里面的保安，让帮忙找了车位。陈伟强已经约过常大山了，不过到了办公室之后，常大山不在，秘书说常总去开会了，还得20分钟左右，让三人先到会宾室等待。女秘书很负责的把三人的到来告诉了正在开会的常大山。听到陈伟强亲自来了，为了显得重视，常大山吩咐秘书喊副总经理先去接待，而且嘱咐他一定要客气尊重，不要乱说话。而这位副总经理正是常瑞。当常瑞推开会议室的门之后，整个人都傻了。郑谦，这小子怎么阴魂不散，哪儿都有他。常瑞是知道来客是船务运输公司的，也就是来要账的。郑谦难不成就是这家船务运输公司的？不对啊，听姚曼曼说郑谦不是干运输中介的吗？来的人级别还不低，是船务运输公司的老总陈伟强。这个女的应该就是陈伟强的秘书，之前常瑞见过。那郑谦是干什么的？等等，常瑞知道了，郑谦应该是陈伟强的司机。陈总，你好，我父亲正在开会，我先来接待一下您。常瑞没有搭理郑谦，而是先迎了上去，跟陈伟强握手。好的，那等你父亲来了再聊。常瑞感觉自己被鄙视了，他是公司的副总经理，虽然他这个副总经理屁事不管，但在外面也是要叫他一声常总的好吗？陈伟强架子可真大，还嫌他级别低了。陈总，我们董事长刚刚想请您过去一趟。女秘书得了常大山的吩咐，
把陈伟强请走了。迎宾室只剩下了3个人：常瑞、郑谦、夏倩倩。气氛瞬间变得很微妙。你小子是真行啊，竟然还敢来！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你是不是借跟着陈总来的机会来找我道歉的啊？我可以明摆着告诉你，不可能。常瑞现在看到郑谦就火冒三丈，就算郑谦现在跪下向他道歉，他都不可能接受。在望月岛，郑谦仗着有韩华浩出面撑腰，让常瑞低下了他高傲的头颅。现在是在常瑞父亲的公司里，他的地盘，郑谦还能掀起什么风浪？你想多了，我今天是来找你们要账的。郑谦冷冰冰道。之前他把姚曼曼和常瑞捉奸在床，之后什么都没有做，是因为怕影响到自己的正常生活。常瑞是个富二代，有常大山这个资本老爹，3天不上班，钱自动打到他的卡里。但郑谦不一样，他的顾忌有很多，他有房租、水电要交，同时还要考虑柴米油盐，没有这个时间成本跟常瑞作对，所以就忍了那口气。但是他现在一点都不把常瑞放在眼里，有钱就是有处理纠纷、事端的底气，他可以花1个月的时间来对付常瑞。之前的郑谦可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他1个月不上班，下个月就要饿死。但是现在郑谦有这个资本，也有这个底气。90%的原因来自于躺在郑谦银行账户里的余额，以及他现在的身份。你说什么？有种再说一遍。常瑞说着就要跟郑谦动手，他都站在家门口尿尿了，常瑞乃还管郑谦这条狗的主人是谁？常总，怎么上来就对我们郑总剑拔弩张的？夏倩倩连忙拦住了。什么？郑总？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他是哪门子郑总？常瑞皱紧了眉头。陈伟强受邀旁听了大福木材公司的会议，他坐在会议室的一张空位上听着这场高管会。会议其实已经进入到了尾声，白板上的 PPT 展示了大福木材公司的收入年报，以及制定了下个季度的收入预测和走向。陈伟强一眼就看出来，常大山邀请他旁听会议，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从 PPT 上可以明显看出，大福上半年2个季度的收入情况并不理想，还有不少呆账、坏账的情况发生，资金无法回笼，已经面临破产边缘。除非再注入一笔1000万级别的资金，才能保证公司正常运营下去，但未来1-2年仍然会处于亏损状态。散会之后，常大山让秘书清场，然后本人主动走过来找陈伟强握手打招呼。不好意思哈，陈总，刚刚在开会，您今天过来是有什么事情吗？常大山明知故问。陈伟强也不掩饰，提了一下2笔运费的事情。是这样的，陈总，我们公司的情况你也看到了，今年的生意不好做，欠下一大笔贷款，我也是有心无力啊。这样吧，您就当做个人情，等公司把缓过来之后，我一定给您介绍客户，我这边的人脉您可以放心。常大山他攥着陈伟强的手拍了拍，一脸无奈道：常总，您看这话说的，大福木材的体量这么大，小半个叶北都是靠您大福木材养活的，怎么连100-200万的运费都拿不出来呢？哎，没办法，国际行情就这样啊。常大山叹了口气，换做以往，别说200万，就是10个200万，他也轻轻松松的拿出来。可这不是公司碰到了危机了吗？没钱的时候，几万块他都嫌多。陈总，您公司又不吃现金流，就别当最后这根稻草，想要压死我这老骆驼了吧？陈伟强其实来之前就已经做好了收不回账的打算，他主要目的是听说了云堂国际酒会上发生的事情，知道常瑞跟郑谦有冲突，所以想带郑谦过来仗仗面子，出出气的。常总啊，我的公司刚融了一笔资，又添了一条货轮，现在给水手开工资的钱都没有了，您要是不付运费的话，股东那边我没办法交代啊，他可是盯着我们公司财报的。哪位股东啊？刘总？不是，新股东郑总。郑总来了吗？要不我亲自跟他解释一下吧。那行吧，郑总也来了，现在就在会议室。陈伟强3言2语就把话题引到了郑谦的身上，两人说着就往会宾室走。我说陈总，这位郑总我认识吗？您应该是不认识的，不过您那位公子应该认识。常瑞认识。常大山心里犯嘀咕，这个整天只会找事儿的败家子，还认识这种资本大佬，那您一会可在旁边替我说说话呀。常总您放心，这是肯定的。路途中，一对手持警棍的保安急匆匆地从2人身边路过。哎，你们干什么去？常大山见了，把他们全都叫停，询问道：常总，常经理在会宾室跟人打起来了，喊我们过去帮忙呢。保安队长向常大山报告情况。常大山和陈伟强面色错愕一瞬，在会宾室打起来了，这究竟什么情况啊？快带我过去。等推开迎宾室的门之后，常大山、女秘书以及陈伟强还有那波保安队员全都直接看呆了。迎宾室狼藉一片，凳子、显示器、键盘、烟灰缸、水杯都被当成搏斗的武器，稀烂一地。常瑞作为大福木材董事长之子，大福木材的副总经理，竟然跟人扭打在一起，鼻青脸肿，身上还有不少被钝器所砸的淤青痕迹。郑谦的身上也带了点伤，但远没有常瑞严重。夏倩倩躲在迎宾室的角落里，额头上还有一片红。她尝试劝阻2个大男人不要动武，但是被常瑞误伤，然后2人就越打越烈，把迎宾室闹得天翻地覆。快停手！常大山一记喝声叫住了常瑞和郑谦。陈伟强整个人都懵了，
他本来是想带着郑谦来这里出风头，让常瑞和常大山一块给郑谦道个歉的，没想到就走出去一会的功夫，能让两人放下身段，直接在迎宾室动手开打，这是有什么不共戴天之仇啊？这个时候，陈伟强目前作为郑谦的圈内大哥，肯定是要护郑谦的。常总，常公子的所作所为是您的意思吗？陈伟强脸色一沉，质问道。陈总，您可千万不要误会，我刚刚一直在开会，您是知道的，我也是刚了解到这个情况。常大山连忙解释。常瑞，你怎么回事？怎么还跟郑总动手了？你看把郑总打成什么模样了，还不赶紧给郑总道歉？又给他道歉？常瑞心底有一阵苦闷，无处哭诉。上次是韩华浩叫他郑少，这次是他老爹直接喊郑谦郑总。直到现在，常瑞才反应过来，郑谦原来不是司机，真的是陈伟强的副总啊。这才几天时间，郑谦就摇身一变，从一个苦逼的打工仔变成了注册资金超5000万的公司副总。常瑞根本没办法理解，郑谦突然觉得多健身的还是有好处的啊，至少跟人动起手来不会吃亏。他也就被常瑞拿烟灰缸擦到了脸颊，留下了点伤，其他的倒没什么。常瑞这小子纵欲过度，精瘦的，身上虚得很，一点力气都没有。郑谦觉得让他一只手都能摁着他打，2只手的情况下，常瑞就是现在这副狼狈模样了。爸，凭什么我道歉？他下午在酒会上那么羞辱我，刚刚也是他先动的手。副总又怎么样？陈伟强的公司体量跟大福木材比起来，只能用浮游汉大树来形容。常瑞认为根本没必要怕他们。没事，不用道歉，确实是我先动的手。郑谦衣服也被扯坏了，但他现在感觉非常良好，心里爽的一批。啪啪，2个清脆的耳光打在常瑞的脸上。让你给郑总道歉，你哪来这么多废话？常大山这暴脾气直接不打一处来，这败家子还亏让他当了副总经理，连公司最基本的情况都不知道，还这么横。现在大福木材急需一笔资金，常大山也在筹备融资的事情，好让公司继续运作下去。这个时候，如果陈伟强或者郑谦一纸诉状将大福木材告到法院，让那些投资人知道大福木材现在的处境连100多万的运费都拿不出来，公司还怎么融资？到那时候，大福木材就此破产，连挽回的机会都没有了。能暴揍常瑞一顿，是他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暴揍完之后，还有人给他撑腰，让常瑞给他道歉，这放在之前更是郑谦白日做梦。爸，你怎么替他说话啊？我还是不是你的亲生儿子？咣当，常大山又是一脚直接踹在常瑞的肚子上。女秘书和保安队员都惊呆了，平时常大山和蔼可亲，待人友善，怎么发这么大脾气？不管谁对谁错，就算全是郑谦的错，这回要是还放不，大福木才是常大山半辈子的心血，为了一点面子不值得。爸，别打了，别打了，我道歉还不行吗？对不起郑总，我对不起你，我错了郑总，您原谅我吧。常瑞哭着喊着向郑谦求饶。俗话说，棍棒底下出孝子，别看常大山晚年这么和蔼可亲，但年轻的时候可是一个狠人。常瑞就是在常大山棍棒教育下培养出来的。如果说世上有一个人让常瑞闻风丧胆的话，那一定是他的父亲。近些年，大福木材逐渐走出国门，常大山功不可没，他比洪武大帝还要辛苦，专注于事业的发展，从而忽略了对常瑞的教育。但是今天常瑞触碰到了常大山这条红线，常大山觉得也是时候该教育一下常瑞了。陈总，郑总，我这儿子不成器，您看这样处理满意吗？郑谦点点头，差强人意，但也就这样了。3人离开了大福木材。常大山本来想留3人吃饭赔礼道歉，但是被郑谦给拒绝了。他一刻也不想跟常瑞多待。陈伟强车上不停地向郑谦道歉，觉得自己这事儿办差了，挺不好意思的，实在是弄巧成拙。今天也是恰好碰到了大福木才处于低谷的事情，否则常大山那么护犊子的人，还不知道最后要怎么收场呢。小事情，陈总不用跟我道歉，我明白你的意思。韩华浩跟陈伟强关系不一般，在酒会上的事情他一定是知道的，今天带他来大福木材要账，也是想要给他长点面子，替他出口气。原本是好心，不过事情也不算拙劣，至少暴打了常瑞一顿。郑谦心里这口气出了，陈伟强也没有办错事情。陈伟强看郑谦并没有在意，也就松了一口气，先去附近的医院处理了一下伤口，随后把陈伟强送到公司之后，夏倩倩就掉头开往江山国际。今天谢谢你，我很感动，但下次不要这样了。夏倩倩将车子开到江山国际之后，没有第一时间下车，而是向郑谦道谢。哦吼，难得从你嘴里说一句我的好话，谢我做什么？郑谦极惊讶又好奇，你不是为了我才跟常瑞大打出手的吗？夏倩倩反问。在常瑞和郑谦吵嘴架的时候，他站在郑谦的面前替郑谦说话，可是被常瑞一把推到了，额头碰到了桌角，有擦伤。他以为郑谦是为了他才跟常瑞大打出手的，把常瑞打成了那副猪头样。郑谦看了一眼夏倩倩对他的好感度，从35点直接上升到了50点。夏西西误以为郑谦为了他才跟常瑞动手的。夏倩倩的好感度很难提，今天阴差阳错竟然提升了15点。不行，事情有点不妙啊。不是，你别误会了，我是早就想揍他了，
只是一直没有机会罢了。好吧，好感度加5，又涨了5点。夏倩倩对他的好感度直接来到55点。什么情况？早知道就不说这句话了。行了，你先回去吧，好好休息，别让伤口感染了。好，郑谦给他叫了一辆车，就把他送走了。之后才走进江山国际。1楼没有人。郑谦上到2楼的书房，看到高月开着台灯，咬着笔尖，正在思考着考研题目，非常专注，以至于郑谦走到他身后都没发现。直到郑谦把脑袋放到高月的肩膀上，他这才注意到郑谦的出现。啊，你回来了。高月欣喜道。在干嘛啊？做题，好难。高月打开书房的大灯，发现郑谦的脸上有一道指甲盖大小的伤痕，衣服也破破烂烂，像是刚刚跟人打过一场架似的。你这是干嘛了？跟人火拼？怎么弄成这副样子？高月连忙起身，双手搭在郑谦的肩膀上，来来回回看了好几遍。你该不会又回去找那个常瑞了吧？不算吧。郑谦把下午发生的事情粗略地讲了一遍。大福木材欠你们公司钱，下午去要账的时候一言不合就打起来了。天哪，这就是你们的交流方式吗？怎么不太像我所知道的上流社会，反而有点像黑社会啊？高月还是第一次听郑谦说工作上的事情，之前郑谦从来没有告诉过他做的是什么生意。高月后来很知趣没去问，就是可惜了老婆刚刚给买的阿玛尼。郑谦有点惋惜，他还是第一次收到女孩子送的衣服，穿了不到1天就烂了。衣服烂了可以再让人做吗？你人没事就好。高月帮郑谦把衣服脱下来。你干嘛？手往哪摸呢？都受伤了还不老实？就脸上一点擦伤，我别的地方可都好好的呢。先去洗个澡，让我把这一页做完。西西，等下一起洗。你别，1小时后。你太坏了，没看出来你是个坏人啊。高月傲娇的往郑谦脸上泼水，说了让我做完那页题都不肯。嘿嘿，那我肯定不是坏人啊。郑谦一脸坏笑道。浴室外手机铃声响起，这么晚了给你打电话，是不是有什么急事？你要出去看看吗？现在是我俩的2人世界，这里没有急事。你属狗的，吃不够，跟你哪有够？郑谦裹着浴袍从浴室里出来之后，还是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是邓淑欣的未接来电。见郑谦没有接电话，就给郑谦留言：郑总，您现在在忙吗？我有事情找您，看到之后方便回个电话吗？他有什么事情？郑谦想了一下，还是回拨了过去。走到1楼没人的地方，电话打通了。刚刚在忙，有什么事情吗？郑谦问。郑总，是这样的，我父亲突然病倒了，现在在医院抢救，我想请几天假，您看可以吗？我刚刚找了下秘书，他说请假的事情他做不了主，得找您才行，所以我才给您打了电话。邓淑欣在电话里哭哭唧唧，很悲伤的样子。你慢点说，先别着急，请多久假我给你批。郑谦第一时间作答。我也不知道，我父亲在手术室已经2个多小时了，不知道出来之后是个什么情况。这样吧，你现在在哪个医院？我过去一趟。叶北第7人民医院。好，我马上过去。郑谦挂断电话就开始换衣服。高月裹着浴袍下楼之后，看到正在换衣服的郑谦，问：你要出去吗？出了点事情。郑谦答。常家那边的情况？高月之前就听郑谦的手机响个不停，应该是有什么事情。常家倒先不起什么波澜，公司下属出了点事情，我过去看看。用我陪你一块去吗？高月很体贴。不用，我自己过去就行了。那你开车注意点，晚上还回来吗？高月看了一眼时间，现在已经1点多钟了。不一定，看情况。你先睡吧，不用等我了。郑谦没有开劳斯莱斯，而是拿了宝马的钥匙，一路狂奔至医院。来到邓淑欣告诉他的楼层之后，发现有2个女孩正在手术外焦灼地等待着。此刻的邓淑欣眼眶红红，看得出来她在另外一个女人的安抚下才勉强止住哭泣。郑总，您不用来的。邓淑欣抬头看了一眼，发现郑谦还真的来了。怎么回事？郑谦上前一步。邓淑欣旁边的这个女人是邓淑欣的姐姐，名叫邓玉清。邓玉清整个人丰神野丽，貌若天仙，灿如春花，皎如秋月。她长发披肩，身高腿长，腰肢纤细，曲线玲珑，翘臀珠圆。跟邓淑欣比起来，熟女味道更多一些，各有千秋。邓玉清告诉郑谦，医生说大概40分钟就能出来，这都快3个小时了，肯定是情况恶化，出现事故了。话音刚落，手术室的门就被打开了，一男一女走了出来。那位一个戴着口罩，穿着手术服，戴着无菌手套的男人，就是主刀医生。邓玉清和邓淑欣立马就围了上去。医生，父亲他是什么情况？手术不太顺利，命算是暂时保下来了。我提醒一下，病人后续可能还需要30万左右的治疗费用，家属这块是怎么打算？30万？邓玉清和邓淑欣2人同时瞪大了眼睛。30万？他们上哪去找30万啊？没办法，病人尿毒症晚期，只能更换新的肾源。你们来得太晚了。医生从那个女护士手中接过一张单子，现在去补交一下手术费和住院费吧。病人这边马上出来了，只能住 ICU。这张单子上的金额也不小，97485元，也就是说前前后后要花40万元。
医生，我现在就去交钱。邓玉清拿了单子之后，一路小跑着到1楼交钱。在邓淑欣的父亲被推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就被送入了重症监护室。郑谦刚刚观察了一下邓淑欣和他姐姐邓玉清的表情，能够想象到他们父亲的尿毒症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邓淑欣隔着 ICU 的玻璃只看了一眼就忍不住哭了起来，直接搭在了郑谦的肩膀上。呜呜，邓淑欣的泪水将郑谦的衣服打湿。在1楼交完钱的邓玉清回来，刚刚好看到这一幕，他觉得妹妹和郑谦的关系不简单，应该是男女朋友吧。见到邓玉清回来，邓淑欣就转而投入他的怀中。我听医生说后续还要一大笔钱，你们能拿得出来吗？郑谦询问道。邓玉清十分无奈地摇了摇头，刚刚交了9万多，差不多10万，这已经是我们所有的积蓄，如果再拿30万的话，就只有卖房了。我一会就去联系中介，看这几天能不能把房子卖出去。邓玉清十分的无奈，他眼眶也有些泛红，但内心却有一股意志告诉他，这时候一定要坚强，绝对不能哭。通过和邓玉清和邓淑欣的交流，郑谦得知两人的母亲从小就因为病重去世了，是父亲一手将他们2个拉扯大的，非常不容易。父亲几年前就告诉过我，他有些不舒服，我和淑欣想带他来医院检查，但他却一直拒绝，说只要进一趟医院就得花好几千，要省下钱给淑欣和我交大学学费。刚刚医生也说了，来得太晚了，这病其实是拖出来的，如果发现的早，也不至于这么严重。可怜天下父母心。这2年，我和淑欣陆续参加工作，帮着父亲还清了房贷，但现在除了卖房，没有其他的选择。郑谦看得出来，父亲对于2姐妹而言是多么的重要。你俩随便哪个把卡号发给我，这钱我先帮你出了吧。郑谦默默道。啊！邓淑欣和邓玉清一脸懵逼。30万，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什么呀，赶紧发来吧，人命关天。他们的父亲花了半辈子去还房贷，肯定不想因为他把房子卖掉去给他治病。可能2人的父亲觉得，就算让他死，也不要卖掉房子。这一点，高月的父亲早有表现。30万对于郑谦来说，不过是账户的一个零头而已。这种危机时刻，能帮一把算一把。郑总，这钱我不能白要，算是我借您的。邓淑欣在把卡号发到郑谦手机上之前，叮嘱了一句：“我给您打借条。”打什么借条？不用。郑谦摆了摆手，将这笔钱转了过去。花费30万，系统返现300万，已到账。帮助邓淑欣和邓玉清的父亲治病，这都有返现。郑谦没想到这一点，他原本就不是奔着有返现才愿意出手相助的。在转账之后，郑谦瞥了一眼2人。邓玉清好感度加50，当前好感度60点；邓淑欣好感度加20，当前好感度60点。2人对他的好感度一下子涨了不少。谢谢你，郑总，你是我父亲的救命恩人。邓淑欣激动的又流了眼泪。以后私下叫我郑谦或者小谦就行，不然太见外了。好。邓玉清这下更加认定郑谦和邓淑欣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样的人当自己的妹夫挺合适的。邓玉清打算撮合一下。淑欣，现在挺晚了，你和妹夫就先回去吧，这里我一个人就够了，明天早上你再来接我的班。郑谦看了一眼时间，已经凌晨了，确实挺晚的。不过妹夫是个什么称呼？郑谦刚想解释一下，邓玉清又开口了。郑总，您家里离这里远吗？还好，我住在江山国际，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就到我们家住一晚吧，虽然比不上江山国际，但总归近一点，这么晚疲劳驾驶回家的话不太安全。邓玉清倒是考虑得很周到，但邓淑欣一直想在旁边插嘴解释，始终没有找到机会。姐，我们不是。淑欣，你带小谦先回去吧，人家明天还有工作呢。邓玉清没给邓淑欣开口的机会，邓淑欣最后只能点了点头，然后带着郑谦离开了医院。一路上，邓淑欣保持着沉默，没有和郑谦有太多的交流。邓淑欣的家距离医院不远，大概也就10分钟的车程。来到家里，邓淑欣给郑谦找了一双拖鞋换上。房子的面积不大，也就140平左右，但收拾得很干净，很整齐，每一件物品都井井有条。装潢谈不上奢华，也不算简陋，布局、颜色都很讲究，特别有品味。这样一套温馨小屋，住着邓志明、邓玉清、邓淑欣一家3口。郑谦，谢谢你。嗨，客气什么？怎么说，你也是我的下属吗？这套房子是我父亲花了半辈子才还清的房贷，如果他知道我们姐妹2个为了他的医药费选择卖房的话，他一定会自己把自己氧气管给拔了的。郑谦没说话，默默地点了点头。他早有预料邓志明会是这种人。那你去洗个澡吧，我去给你找件衣服，然后收拾一下。今天晚上你睡我房间，我睡我姐的房间。郑谦其实刚洗过澡，但急急忙忙跑到医院，出了一身汗，而且衣服也被邓淑欣的泪水打湿了，还得再洗一次。当郑谦进了浴室之后，瞥见了几件私人衣物，粉红色、天蓝色、卡通等等。邓淑欣后知后觉，感到不对劲，然后冲进浴室，急忙收走了这几件私人衣物，小脸通红。毛巾的话没有多余的了，你就先用我这条吧。说完，邓淑欣就捂着脸跑出了浴室。郑谦起了很大的波澜，简单冲了个澡，擦干净身子，换上衣服之后就走出了浴室。邓淑欣已经在房间里等着他了。那个空调已经开了，
房间帮你收拾好了，还是有点乱，凑合一下吧。郑谦这才仔仔细细地看了看邓淑欣的闺房，整个房间是蓝粉色，井井有条，收拾的也很整齐，床上还有几个卡通玩偶，整个房间满满樱花少女心。没想到并肩站比他还高的邓淑欣，心理年龄竟然这么小，全都是粉色，挺好的。郑谦点了点头，直接就躺在了床上，软绵绵的一张大床，很舒服。还有一件事，邓淑欣支支吾吾地说道，她这时候还没走。什么事？我不知道该不该问。没事，你既然都说出来了，肯定是想问的呀，什么事情你说就行。你是想追我吗？通过这种方式？邓淑欣低着头，没敢看郑谦。她刚刚在来的路上，其实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郑谦来公司这才多久，就算是体贴下属，关心下属的家庭，也不太可能出手就是30万吧。更何况他和郑谦的关系并不好，郑谦肯定也能看出来对他的好感度不高。可是即便是这样，郑谦还是选择在这个时刻帮他，这让邓淑欣很感动。之前在参加郑谦组织的团建的时候，邓淑欣就已经看出来郑谦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喜欢沾花惹草。要不是那天晚上夏秘书在旁边拦着，恐怕早就跟着钟小瑶回家同床了。这样的人并不是邓淑欣喜欢的类型，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厌恶，但只要不做男女朋友，还是可以当朋友对待的。今天晚上可好，郑谦这一手帮忙出医药费，彻底撼动了邓淑欣。他觉得郑谦肯定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追他啊。他这一问可是把郑谦问懵了。不过仔细想想也还算正常，毕竟他的做法的确引人怀疑。我不是因为看上你了，想跟你发生点什么，才帮邓叔叔掏的医药费，你放心好了。郑谦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虽然说邓淑欣很有姿色，但他的确不是出于这个原因。这个回答在邓淑欣看来是为了他的面子才说的。我实话告诉你吧，你追我可以，但我不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我属于是那种慢热的人，一切都看感觉。郑谦点了点头。你告诉我这个干嘛呀？我又没想追你。但这话邓淑欣想表达的意思也很简单，就是给郑谦这个机会，愿意跟他相处。从邓淑欣现在的好感度也看得出来，60点属于挚友的最高点，只要再加1点就能达到恋人级别。想要拿下邓淑欣还是很简单的，只是几点好感度的事情而已。行，我有点累了，准备休息了。郑谦说着，用右手搭在了自己的左边肩膀上，随手捏了捏。你肩颈和脊椎是不是都有问题？邓淑欣冷不丁开口问道。你怎么知道？郑谦刚说出口就有点后悔了，自己这不都表现出来了吗？看出来的，我学过一点经络推拿，要不让我试试，看能不能帮你缓解一下。好。郑谦脱了鞋和上衣，整个人趴在床上，邓淑欣缓缓地坐过来，从腰椎开始帮郑谦推拿按摩，舒服的一批。真别说，这手法还有点专业。要不是邓淑欣说是跟他父亲学的，郑谦还会以为他是专职做这个的呢。两边肩膀，他刚一上手，郑谦就龇牙咧嘴般叫痛。轻点，现在呢？邓淑欣手上劲道轻了一些，询问。好很多。郑谦长呼一口气，刚刚邓淑欣刚一上手，疼得要命。郑谦年纪轻轻，腰椎就已经有点硬化，肩膀轻轻使劲就酸痛无比，一看就是久坐办公室劳累过度造成的。他能在这种年纪拥有这种成就，显然是吃了别人吃不了的苦，受了别人受不了的罪，不是纨绔无能的富二代，很多方面倒像是富一代。富二代所能掌控的财富几万块或者10几万，想要调动再多的资金，肯定要给家里打报告，立个名目什么的。但郑谦的花钱方式显然不是这样的。邓淑欣感觉郑谦并非夏倩倩所说的那种人，他有可能是误会郑谦了。怎么样，舒服点没有？邓淑欣得到的只有郑谦的鼾声。这么快就睡着了？看来郑谦已经累到了一定程度。邓淑欣帮忙给郑谦盖上被子，然后悄悄离开了房间。咚咚咚，郑谦，你睡醒了吗？郑谦被一阵敲门声响起，他眨巴眨巴惺忪的睡眼，然后应了一声。昨天邓淑欣给他按得太舒服了，整个人直接就睡了过去。早上醒来之后，神清气爽，感觉很有精神，疲倦全无。我给你准备了早餐，能进来吗？你等等。郑谦现在身上只有一条短裤，他的裤子是谁脱的？莫非是邓淑欣？好了，进来吧。在提上裤子之后，郑谦喊道。邓淑欣缓缓地推开门，手里拿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2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以及涂抹了黄油的面包，以及煎鸡蛋。早上好呀。早上好。我先问你个事儿，昨天晚上我的裤子是谁脱的？郑谦很想知道这个事情。邓淑欣俏脸一红，我帮你脱的，但我是闭着眼睛的，没有偷看你。哦，懂了。给你准备了2杯喝的，看你喝得惯哪个就拿哪个。邓淑欣连忙把话题转移到那2杯咖啡上，一杯是美式，一杯是奶咖。好。郑谦不太喜欢苦的东西，就选了那杯奶咖。入口之后，他不禁吧唧吧唧嘴，挺好喝的呀，是你做的吗？邓淑欣点了点头。毫不夸张地说，邓淑欣煮的咖啡要比高月做的好喝一些，可能是原材料准备的不一样。我父亲就是一位咖啡师，曾经在京都做咖啡品鉴师，后来回到叶北开了一家咖啡店，不过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关店了。
我做咖啡的手艺是父亲教我的。那你姐姐是做什么的？郑谦好奇道。我姐姐是一位营养师。邓舒心答。这一家人做的都是小众精品行业啊，一个咖啡师，一个营养师。你父亲为什么不继续开咖啡店了呀？我感觉他的手艺很好，生意应该火爆才对啊。郑谦品着这杯奶咖，赞叹道。很多原因吧，主要是流动资金太少了，父亲的钱都拿来供房子，以及我和姐姐读书了。后面我和姐姐还有父亲也有在攒钱，准备重新把咖啡店开起来。可是没想到钱还没攒够，父亲就进了医院。郑谦嗯了一声，之前在医院交的那10万块钱，应该就是3人攒下来的钱吧。在这种消费主义横行的时代，别说攒10万块钱了，就算是攒1万块都很难。郑谦脑子里其实有一个主意，要不他做股东，出资帮邓舒心的父亲搞一个咖啡店。当然，郑谦只是临时起意，他并没有将这个想法说出来。高月在叶北也有一家咖啡店，要是被他知道自己出资跟他搞竞争，估计会打死他。行了，时间也不早了，我把你送到医院，你去接你姐姐的班吧。公司那边你不用担心，我给你批假条。将邓舒心送到医院之后，郑谦顺便将邓玉清接上送回家。在 ICU 守了一晚上，邓玉清脸色很憔悴，已经有微微的黑眼圈浮起。小谦，你是不是在追我妹妹？邓玉清坐在副驾驶，冷不丁地抛出一个史诗级难度的问题。郑谦，没有呀，我和舒心只不过是普通的上下级关系，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郑谦解释道。那舒心有你这个上司，可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谢谢你。小事小事。邓玉清认为，如果郑谦不是对他妹妹有意思的话，怎么可能拿出来30万救他们的父亲呢？但既然郑谦已经否认了，那他也不好再追问下去，逼迫郑谦承认。不是的话也好了，像你这样的男人，多少女孩倒贴都来不及呢。小谦，你要是想追我妹妹的话，可以直接跟我说，我可以帮你撮合一下的。郑谦苦笑一下，即便他解释过了，但邓玉清这话还是认为他对邓舒心有意思。得，这一下逃都逃不掉了。行，你回去之后早点休息，我还得去公司，就不送你上去了。郑谦把车子停在小区门口。在邓玉清下车之后，郑谦看着他的背影，惊奇地发现邓玉清对他的好感度又涨了10点，直接来到了70点。这是恋人之间才有的好感度啊！郑谦可以笃定邓玉清对他有那种意思，但碍于他妹妹邓舒心之间的关系，所以没有表露出来。但系统给郑谦可是好感度系统，却能明显地观察到这一点。完了，惹上了一对姐妹花，这一下该怎么脱身？完了！郑谦有点束手无策。在去公司的路上，郑谦一直在思考脱身之策，可他思前想后都没想出什么好办法。最终，郑谦叹了口气，算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一切顺其自然吧。上楼之后，郑谦进入公司，发现姚曼曼站在他的办公室面前，手里拿着一个蓝色的文件夹，好像在等他来签署什么文件。姚曼曼一个转身，也看到了郑谦。你来做什么？姚曼曼非常惊讶，能在公司看到郑谦。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工作的？我告诉你，今天我没工夫搭理你，想找我的麻烦以后再说。他手里拿着的是实习转正的文件，可没想到郑谦却找上了门。要是郑谦在这里耍泼皮无赖，给那位副总看到了，骂死他不说，实习文件肯定是没办法给他通过了。陈伟强虽然创办这家公司才半年，但已经小有规模，非常有前景。姚曼曼认为，如果能成为最早一批进入公司的员工，就算公司未来发展不到上市那个地步，可他作为老员工，肯定也能吃到一波红利，自此跻身中产阶级。我为什么不能来？郑谦感到有些好笑。你在我的办公室面前，还问我来做什么？郑谦没有理他，径自推门而入。哎，你干什么？你不能进，那是郑总的办公室。姚曼曼话说出口之后，郑谦就已经走进办公室，坐在了办公椅上，两脚翘在了桌子上。等等，郑谦，郑总。姚曼曼脑袋有点晕，两个人都姓郑，而且就郑谦最近的表现来看，他有可能就是公司新来的那位副总。姚曼曼仿佛遭受晴天霹雳，整个人直接愣在了原地。什么有可能啊？郑谦根本就是公司的新副总，他摇身一变，竟然成了自己的顶头上司。姚曼曼简直不敢置信，可不信归不信，事实就摆在他的面前。你就是郑总？找我什么事？郑谦抬了抬眼皮。姚曼曼两腿开始打颤，就连舌苔都有些发麻，一时半会他竟然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几天前他给郑谦戴了绿帽子，姚曼曼一直等着郑谦来收拾他在出租屋的行李，可是迟迟没有等到。上一次见到郑谦是在云堂国际红酒联合会上，他挽着一位绝世艳姿、倾国倾城的女人出席酒会，但常瑞主动找茬，两人发生肢体冲突，姚曼曼还骂郑谦是疯子，是神经病。昨天晚上他还收到常瑞发来的消息，说郑谦去大福木材公司找他，但是被他给揍了一顿。今天来看，郑谦的脸上确实有伤，但不像常瑞所说的那么严重。实际上是郑谦揍了常瑞一顿，只是常瑞添油加醋地描绘了一下现场情况。常瑞还提醒他小心郑谦到他公司去闹，所以姚曼曼刚刚第一眼看到郑谦才那么大的反应。他早该料到的，自从在办公室桌上看到那份关于他的文件，他就应该料到的。这下全完了。单是绿帽子那件事情，
郑谦就不可能给他通过实习文件。姚曼曼还想着，如果这位新上司想要潜规则他的话，他是应该拒绝还是接受？可没想到，这位新上司就是郑谦。该怎么办？对不起。姚曼曼低下了头颅，向郑谦道歉。我听夏秘书说了，你是要签转正文件是吧？拿过来吧。郑谦把脚从桌子上放下来，从笔筒里抽出一支钢笔，拔出了笔帽。你想给我通过转正，然后在公司里给我穿小鞋是吧？我看还是不用了。姚曼曼已经设想到了今后他处处为难、羞辱，逼他自己辞职走人的画面。随便你。郑谦嗤之以鼻，他本来想给姚曼曼通过的，还摆上谱了，那就随便他呗。但我告诉你，姚曼曼，公是公，私是私，我不会因为我们之前的关系来判断这件事情的。我已经查阅了你的实习资料，以及夏秘书对你工作方面的评价，觉得你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我应当给你通过转正手续。但你如果拒绝的话，立马给我走人，别在这儿耽误我的时间。姚曼曼愣了一愣，郑谦说的这番话特别有气势，特别有男子气概，感觉他仿佛脱胎换骨一般，获得了新生，变了一个人似的。他的实习任务完成的确实很出色，只要不参带私人情感，姚曼曼相信公司上下任何一位领导都无法拒绝他的转正。而且夏倩倩这位公司前辈，领导身边的红人对他的工作评价也很高。等等，姚曼曼好像发现了盲点，工作方面的评价没有说关于他这个人。算了算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现在要不要让郑谦给他签字盖章。仔细想了一下之后，姚曼曼最终还是将手里的那份文件恭恭敬敬地呈了上去，放在了郑谦面前。郑谦拿起钢笔，飘逸地在右下角签上了郑谦2字，还在上面盖了公司的公章。你可以走了。郑谦将文件随手推出去之后，就按下了电脑的开机键。他想起来有一个关卡一直没过，今天必须要过。郑谦的签字被姚曼曼硬生生地憋了回去。郑总，谢谢你。谁知郑谦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屏幕，很专心的样子，似乎在看一个档案。姚曼曼抱着文件夹，蹑手蹑脚地离开了办公室。坐回工位之后，姚曼曼把文件夹随手往桌子上一扔，双手托着下巴，陷入了沉思。怎么了，曼曼？转正文件没通过吗？这么闷闷不乐的样子。郝如雪此时凑了上来。姚曼曼摇了摇头，通过了，我没事，只是有点伤感。嗨，通过了伤感个什么劲儿？郑总除了有钱以外，人特别好说话的，在他手底下做事，以后少不了咱们的好处。是的呢，你知道吗？郑总那天晚上想买劳斯莱斯，第二天就让人从京都空运来了一辆，可不是一般的有钱，是超级有钱啊。常梦梦也在一旁说道，也不知道他这样的有钱人怎么会到我们公司来当副总。你看你说的，郑总入股公司肯定是看好咱们公司的前景啊，以后咱们就给郑总好好干，直接空运过来。姚曼曼怀疑自己听错了，郑谦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有钱？即便姚曼曼不是很懂车，但一辆劳斯莱斯最起码也得1000万起步吧？他是中彩票了吗？不对，中彩票也中不了这么多钱，至少要中6合彩或者双色球才能这样手笔的消费啊！能让劳斯莱斯这么为他服务，直接空运到叶北。这时候姚曼曼可以断定，郑谦不是混进酒会的，他是真的有钱。对了，妍妍，怎么舒心今天没有来上班啊？姚曼曼不想提这件事情，把话题转移到一旁。舒心家里好像出事了，找郑总请了假。众人点点头，唯有钟小瑶沉默不语，低着头处理文件。他瞥了一眼姚曼曼，上次跟郑谦出去团建，姚曼曼不在公司，钟小瑶才觉得是个好机会。姚曼曼转正通过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哪一位老总能拒绝这样一位颇有姿色的美女呢？在心底里，钟小瑶已经把姚曼曼当成了不共戴天的竞争对手，自然对她没什么话可讲。姚曼曼，我承认你很有姿色，对男人也很有手段，掌握着一定的御男之术，但郑总，我已经认定是属于我的猎物，你休想再插手，否则也别怪我翻脸不认人，玩点肮脏手段。郑谦盯着屏幕，看着屏幕中间写着一个大大的死字，叹了口气，这一关真难过呀。这时候手机突然响起，是高月打来的电话。郑谦这才想起来还没给他报平安。高月昨天晚上到现在一直挂念着郑谦，这让郑谦感到很羞愧，连忙道歉，然后说他已经在公司了，平安无事。两人大概聊了半个小时才撂下电话。咚咚咚，郑总，您现在在忙吗？门外响起夏倩倩的声音。郑谦关掉了游戏，让他进来。什么事？是这样的，那位北俄客户今天来我们公司签合同，陈总希望您能在场。夏倩倩解释道。人已经到了。郑谦惊讶，这才2天时间，没想到进展这么快。娜塔莎手上的业务很急是一方面，但夏倩倩的能力效率也是一方面。陈总正在会议室接待，您现在方便吗？郑谦起身，跟着夏倩倩来到会议室。哦，我亲爱的谦，你可是帮了我的大忙。娜塔莎在看到郑谦之后，立马就从椅子上起身，扑入郑谦的怀里，热情地施展开放的北俄礼仪，在郑谦左右脸颊上狠狠地亲了一口。啊，陈伟强看到这一幕，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在郑谦的陪同之下，娜塔莎在合同上签字打款，整个流程走完之后便是送客户。叮咚，
郑谦收到一条娜塔莎发来的消息，奇怪，娜塔莎就坐在自己对面，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非得发个消息？这条消息是：谦，今晚有时间吗？陪我吃个晚餐。郑谦一下子就懂了，陈伟强是公司的老总，要是他想请郑谦吃饭，肯定也要请陈伟强。但请就请呗，你要是想感谢我们公司，几个人一块请没什么的，私下里发消息。除非这是暗示啊。不，娜塔莎已经不能说是暗示了，可以说是明示。和外国人吃晚餐，自然就少不了喝酒，酒都喝了，这代表着什么？意外收获。郑谦不好拒绝，就回了个好。娜塔莎对他的好感度在50点，不算多，也不算少。北俄妹子可真开放啊，50点就愿意跟他这个陌生男人吃晚饭喝酒了。几人简单客套了一下，娜塔莎就离开了公司。临走之前还回眸一笑，给郑谦抛了个可以触动90%男人心思的媚眼。你酒量怎么样？回到办公室之后，郑谦问夏倩倩。还可以，有事吗？晚上跟我一块去陪客户吃饭。郑谦觉得就他这种小辣鸡，在娜塔莎面前根本不够喝的呀，肯定要叫个陪衬。思来想去，也就夏倩倩合适。哪个客户？刚刚走的那位。郑谦直接告诉他。夏倩倩有点不懂，刚刚签合同的时候他在旁边，没听说两人要一块吃饭啊？私下里约的？那这种局叫他去做什么？我不想去，要去你自己去吧。夏倩倩想明白之后直接拒绝道。夏秘书，娜塔莎主动约我们2个吃饭，难道你因为人家给公司打了钱就要拒绝客户吗？转账前当孙子，转账后当爷的事情我可做不出来。帽子戏法，这一招对夏倩倩屡试不爽。如预料中的那样，夏倩倩还是同意了。晚上6点，两人来到约定好的地点。嗨，和娜塔莎碰面之后，她的脸色显然有些异样，但转瞬即逝。她特意换了一身衣服，穿了一条短到大腿的牛仔热裤，脚下则是一双过膝长靴，也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搭配。不过这一身倒是将她火辣的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那双又长又白的美腿，高挺的鼻梁，加上一头碧眼金发，满满的异域风情。郑谦很敏锐地捕捉到了娜塔莎异样的眼神，他当然知道娜塔莎在想什么，还不是因为他带了夏倩倩过来。本小姐约你，当然是约你一个人啊，怎么还带个女孩？本小姐又不是老虎，难道还能把你吃抹干净不成？时间还早，我们一块逛逛呗。好的呀，约会的地点在商场，都到这边了，怎么能放过刷返现金的机会？郑谦当即就提出去逛商场，娜塔莎欣然答应。进了商场，郑谦自然是带娜塔莎买，只进专柜店，便宜的店压根看都不看。两人自然而然的就牵上了手，有说有笑。买来的东西自然是交给夏倩倩拎着，大包小包。夏倩倩就知道今天晚上跟郑谦出来没什么好事情，这哪是娜塔莎请他吃饭啊？刚见面他就知道娜塔莎压根没约他，现在跟在郑谦屁股后面拎包，合着就是拿他当苦力啊。好感度2，好感度3，好感度5，夏倩倩对郑谦的好感度肉眼可见般的下降。郑谦倒是很意外，不过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打压一下夏倩倩对他的好感度。这家店我想去逛逛。夏倩倩身心俱疲，这个北俄女人怎么那么能逛啊？好，我陪你，看上什么跟我说，我送你。谦，你对我真好。郑谦想都没想，直接就答应下来。等等，这家店怎么这么眼熟？我丢，又是这家口红专柜。郑谦本想说要不换一家，但是娜塔莎已经走进去了。郑谦无奈，也只好带着夏倩倩跟进去。欢迎光临。老柜姐一眼就把郑谦认了出来，非常热情的上前迎接欢迎。好家伙，郑谦换女朋友的速度挺快啊，这赶上一天换一个了，腰子受得了吗？果然年轻人就是年轻人啊，身强力壮，精神旺盛。等等，郑谦后面那位手里拎着大包小包的，前几天不是被郑谦带过来一次吗？怎么这么快就失宠，沦落到跟在屁股后面拎包的地位？老柜姐眼珠一转，她懂了。之前夏倩倩说她只不过是个秘书，原来还真是秘书，不过不是普通的秘书，以她看应该是帮郑谦管理后宫的秘书吧，毕竟这么多人，郑谦一个人哪顾得过来？你好，这位美女想要买点什么？你好，我想看一下你们家的口红。好家伙，这位女孩一开口，老柜姐才注意到异样。你瞅这白皮肤，金头发，蓝眼睛，高鼻梁，这是个外国妹子啊！真别说，这位高富帅的审美在线，这样的妹子就是养眼。好的，我来给您介绍，这是我们家的夏季刚推出的防晒款，从圣罗兰专柜出来之后，娜塔莎对郑谦的好感度提升了不少，目前的好感度维持在60点。至于夏倩倩，那可就低了，一圈逛下来已经跌到了20点。三人来到一家黑珍珠3钻餐厅，吃了顿饭之后，夏倩倩主动提出了要回去处理文件，所以就先不陪了。对此，郑谦心里只有3个字：真懂事。吃饭的时候，郑谦没有点烈酒，只是点了2瓶气泡香槟，主要是怕烈酒的后劲儿大，如果喝个不省人事，晚上不好办事儿。只剩下2人之后，在附近找了一家酒店入住。娜塔莎拥有北俄血统，战斗力实在不俗。郑谦凌晨3点多钟才安稳睡觉。第二天早上，郑谦睁开眼睛之后，身旁已经没有了金发美女。
他揉着后腰站起来，想找杯水喝，却意外地发现桌上留了纸条。纸条上是拿马克笔写上去的蹩脚中文：体力不错，比我老公强很多，早上7点钟的飞机，先回去了。纸条的右下角被娜塔莎用口红画了一个心形。郑谦整个人是懵的，娜塔莎已经结婚了啊！如果不是他主动坦白，郑谦根本不会知道。早知道他结婚了，郑谦是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的，这种行为有悖道德。现在是上午10点半，这回娜塔莎估计已经进入北俄领空了。手机上有几条未读消息：高月，晚上还回来吗？郑谦连忙回复：昨天晚上喝多了，直接在酒店开了间房，忘了回消息，我现在回去。等了2-3分钟，高月没有回复，可能是在做题，所以没有看手机吧。除了高月以外，还有夏倩倩发来的消息，她发的只有1条，但却占满了整个手机屏幕，有点像小作文。不过幸亏加了标点符号，读起来没有那么费力。夏倩倩想表达的意思是，她是郑谦的秘书，但不是私生活助理，下次拎包陪逛街这种事情不要再叫她了，否则她会主动辞职的。郑谦回复：好的，下次注意。之后郑谦简单收拾了一下，火急火燎地回到了江山国际。来到书房之后，高月果然在书房里看书。这2天事情多吗？你都2天没回家了。高月体贴道：跟一个北俄客户喝酒，老毛子真能喝，给我喝倒了，就在附近找了间酒店。郑谦不敢完全撒谎，说的话一半真掺了一半假。男的女的啊？肯定是男的呀。郑谦有点心虚，但他还是强装镇定。回来之前，郑谦可是特意洗了个澡，换了身衣服，这下不怕高月再闻出来有女人的味道。哦，好。但高月没打算追究，男人嘛，在外面应酬很正常，就算是女的，而且跟郑谦发生了些什么，那他又能怎么样呢？这个阶层的男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点，这是人之本性，他不能泯灭一个男人的本性。只要郑谦不主动告诉他，他自然会装成什么都不知道。你吃过早饭了吗？现在陪我去健身。之前郑谦咬着牙办了一张健身卡，但因为种种原因，1年到头也就过去洗了几次澡而已，白白扔了1000多块钱，让郑谦很是心疼。现在有一位美女私教愿意每天陪同，郑谦自然乐意去。这几天郑谦已经渐渐地喜欢上了健身运动，每天必须要出点汗才舒服。不用去了，高月沉闷地说道。郑谦心里一惊，他会不会是因为自己2天没回家，生自己的气了？你生气了？不是，侯叔把健身房关掉了，我今天再去帮你找一家合适的健身房。高月解释。健身房关掉了？怎么会这样？郑谦有点好奇，他这2天去的时候还好好的，怎么说关就关了？各种原因都有吧，主要是因为资金紧张，人家开健身房就是玩玩交朋友的，压根不赚钱，现在积累了一定的人脉，不想开就不开了吧。郑谦点了点头，原来是这样。那这样吧，你帮我问问侯叔，要是他愿意继续开下去的话，我可以给他一定的资助，就当是入股了。侯建业是高月父亲的兄弟，之前也帮过高月，于情于理，郑谦都要向他伸出援手，更何况侯建业还2次向他献殷勤，郑谦没有理由拒绝与他建交。高月有些懵傻，他只不过是帮郑谦解答一下好奇心而已，没想到他真的会出手帮侯建业。你认真的？高月上前一步询问道。认真的。你帮我约一下侯叔，我请他吃顿饭，到时候聊一聊这件事情。波记，一记香吻留在郑谦的脸上。谢谢你。嗨，咱们俩之间谈什么线？应该的。之前侯建业的结交意图明显了些，让郑谦给看了出来。他本以为郑谦会对侯建业有所防备，没想到在听说这件事情之后，主动伸出援手。2人在书房里亲热了20分钟，吃了高月做的午饭之后，就回到了公司。郑谦还没刚坐到椅子上，夏倩倩就走了进来。这么着急干嘛呀？你还在生我的气？郑谦看着夏倩倩的神色有些异样。郑总，有件事情我得告诉你。什么事？郑谦抿了一口茶水。邓书欣被刘总给调走了。邓书欣被刘总给调走了？这是什么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刘总没有给任何人打招呼，就把邓书欣给调走了。邓书欣是他手底下的员工，刘诗琪这是闹哪样啊？连跟他打声招呼都不打，直接就调动他的人。郑谦感觉脸上很没面子。刘诗琪再怎么看不起他，也不至于这么不把他放在眼里吧？我去找陈总。郑谦撂下茶杯就往陈伟强办公室走，夏倩倩紧随其后。一家公司的副总的手下被另一位副总直接调走，通知都不带通知的。这件事情如果没有个说法，以后公司里的人会怎么看他？陈总，在忙吗？进来吧。郑谦走进办公室之后，发现正主刘诗琪也在，2人不知道在研究什么事情。哦，这要巧，刘总也在啊。既然刘总也在，那我倒有件事情想问问你。郑谦开门见山，直入主题。陈伟强有些纳闷，郑谦眼中尽是不满，他还从未见过郑谦有这种眼神。虽然还没到发脾气的地步，但已经临近那个点了。现在郑谦的状态就是一堆干柴，只要一颗火星，立马就能惹起冲天大火。哦，刘诗琪坐在沙发上，翘起腿，身子往后一仰。郑总有什么想问的，尽管问。你为什么私自调走我的属下？这是什么意思啊？郑谦遏制着自己的不满，这种局面若是发脾气，肯定会被人诟病，说他这个人没有什么胸襟，显得很小气。
郑总说的是谁啊？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都这回功夫了，刘诗琪还在揣着明白装糊涂，郑谦不知道他是什么用意。哦，刘诗琪拖了一个长长的哦音。郑总说的是邓淑欣吗？如果是邓淑欣的话，那我倒是可以给郑总一个解释。邓淑欣本来就是我手下的员工，只不过是前段时间公司事情多比较忙，临时抽调过去的而已。本来就是他的手下，临时抽调？郑谦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他找刘诗琪说这事儿，反而成了他的不对。郑谦回头看了一眼夏倩倩，但夏倩倩一脸无助，显然他也不清楚邓淑欣到底是不是临时抽调过来的。陈伟强一听原来是这件事情，他立马懂了。郑总，咱们先坐下慢慢聊。陈伟强上前解释。郑谦坐在陈伟强的旁边，距离刘诗琪远远的，他想知道邓淑欣到底是不是临时抽调过来的。没错，这个员工我的确有印象，原本就是刘诗琪的属下，确实是临时抽调到那个工作组的。陈伟强为郑谦解释道。临时抽调就相当于借人家的员工，到头来最终是要还的，还要搭个小小的人情。如果真的是借来的员工，那郑谦的举动显然是有些鲁莽，但这过错也不能在郑谦，毕竟郑谦不知道借这件事情。那刘总最起码也要给我打一声招呼吧，连句话都不说，这就是刘总的不对了吧？嗨，这事儿怎么能电话里说呢？我只能跟你当面讲啊。你这一天只有小半天在公司，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呢，你就找来了。刘诗琪笑道。陈伟强给郑谦倒了一杯茶，郑谦小小的抿了一口。刘诗琪还真是巧舌如簧，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他的不对，被他三言两语整得好像是他的错一样。陈总，一个小小的员工而已，你至于这么大动干戈吗？刘诗琪当然看得出来郑谦眼中的不满，这正是他想要的。整件事情就是他做的局，目的有二：一，在公司里打压一下郑谦，刷一波存在感；二，看看郑谦是不是对这个员工有意思。刘诗琪已经听说了昨天晚上邓淑欣家里发生的事情，郑谦到医院之后，二话没说，直接就为邓淑欣垫付了30万医药费，非常大手笔。要说郑谦是个好上司，垫付医药费是体贴下属吧，也没他这么体谅的。邓淑欣确实是他的下属，借调到公关部门的。刘诗琪了解邓淑欣的家庭情况，他虽然说是一位白领，薪水不低，但归根到底是一位打工人，一年拿14薪，不吃不喝也得将近2年多，将近3年的时间还债。两个目的，前者刘诗琪心里已经有数了，后者的话他还没来得及问。换句话说，他已经料到了郑谦会这么气冲冲的找到他问关于邓淑欣的事情。莫非郑总对小邓有意思，喜欢上小邓了吗？刘诗琪半开玩笑的问道。哪能啊，应该不会吧？陈伟强也跟着陪笑。刘诗琪看似在开玩笑，实际上则是质问。陈伟强对此也不好多说什么，全看郑谦的回答。郑谦这时候才知道刘诗琪调走邓淑欣是什么意思。在他进入公司的第一天开始，郑谦就比较大手笔，光是发红包就发了几十万，当天下班之后还请下属去望月岛团建，又花了几十万，特别大手笔。刘总这么做就是想打压一下他在公司里无心立起的权威，甚至认为他喜欢邓淑欣，所以特意把邓淑欣给调走。之前刘诗琪在对他冷眼的时候，郑谦并没有回应。他知道刘诗琪有手腕有能力，但通过出卖身体博取上位机会，虽然很多人这么做，但郑谦并不认为刘诗琪和他是一路人，反倒陈伟强这种富有激情斗志的创业者才是郑谦想追寻的。不管他是想恶心郑谦，还是故意找茬碰瓷，就是想在郑谦面前刷一波存在感，好让郑谦注意到他。郑总，任何时候任何公司办公室恋情都是不允许的，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这一点应该不用我提醒你吧？正捏嘛，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郑谦已经能够肯定这就是刘诗琪下的套儿，可他还傻乎乎的往里面钻。郑谦平复了一下心态之后，感觉整个人都释然了，长长的吐了一口气。与此同时，一直在郑谦身后的夏倩倩很想知道郑谦面对刘诗琪的这种局会怎么应对，甚至有一些期待。刘诗琪很懂人性，人的心思也比较重，城府较深。这件事情显然是刘诗琪的不对，是他没有给郑谦打招呼，未经同意就调走邓淑欣，但现在反而倒打一耙，把事情赖在郑谦的头上。所有的潜台词都是在说他不懂规矩，喧宾夺主。刘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说我喜欢上邓淑欣这位员工了？刘诗琪刚想开口，就被郑谦给打断了。这个人我要用，立马把档案调回公关部门，我还有事情要忙，先走了。说完便带着夏倩倩扬长而去，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陈伟强和刘诗琪互相对视一眼。刘总，这下你弄巧成拙了吧？人家不吃你这一套。陈伟强喝了一口茶，笑着说道。哼。刘诗琪很不服气的冷哼一声。刘诗琪打的算盘确实落空了，他并没有料到郑谦的反应竟然这么激烈。另外一方面也看出来郑谦维护自己在公司地位的果决。郑谦在回到办公室之后就一直没有再出来。夏倩倩也很识趣的没有跟进去打扰他，而是在外面随便找了个工位坐下，开始处理文件。只不过陈伟强办公室的玻璃是透明，但是隔音的，
郑谦和刘诗琪在办公室发生的事情也被传到了外面之后，引起众多同事之间的私下议论，都在猜测三位老总到底说了啥。尤其是郑谦手底下的那几个员工，讨论的尤为激烈。你们说，郑总怒气冲冲地进陈总的办公室，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不知道啊，玻璃是隔音的，我又听不见。废话，这不是在推测吗？我只感觉郑总气场好强啊，脸色一直保持着镇定，看似平静，实际上内心怒不可遏，好吓人。我感觉应该是因为舒心的事情吧。何妍妍说到了点子上，早上她问过邓舒心为什么没有来上班。邓舒心，听说邓舒心被刘总给调走了，加上他今天请假，郑谦那么生气，这种可能性是很高的。刘诗琪除了船务公司副总以外，还有几个身份，之前在刘诗琪的基金会做过事，但因为业务问题，基金会不需要那么多人了。刘诗琪觉得邓舒心人不错，业务能力也强，就把他介绍给了陈伟强，入职了陈伟强的公司做事。邓舒心在这家公司工作，是因为拿到了公司副总裁刘诗琪的内推，并不是他口中所说的那样借调过来的，这完全不成立。会不会是郑总看上邓舒心了呀？刘总把邓舒心给调走了，所以郑总裁那么生气。听到这话，姚曼曼、钟小瑶莫名一紧。郑谦看上邓舒心，除了这条理由以外，众人找不到其他能解释郑谦那么生气的缘由。众人有些惊讶，因为从面上看，邓舒心和郑谦并没有多少交流。那一次团建之后，跟郑谦关系最好的应该是钟小瑶，其次才是常梦梦、郝如雪等人。至于邓舒心，全程没说几句话，就唱了2首歌而已，应该排在末尾才对。没想到，竟然是他获得了郑谦的青睐。钟小瑶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竟然会败给邓舒心。论气场，他一副熟女气质，什么花样都玩得开。论嗓音，他一首歌坛天后，把邓舒心压得死死的。论颜值，他完全不虚邓舒心，只不过邓舒心长得比他高了点而已。不仅仅是比钟小瑶高，他都比郑总高了。没想到他竟然喜欢这样的。邓舒心唱的歌基本上都是清纯或者情歌，而他唱的可是气势磅礴、碾压全场、歌坛天后的歌。原来郑谦喜欢邓舒心这样类型，而不是他这种熟女类型的。钟小瑶有些不甘心，他条件这么好，郑谦凭什么看不上他？不就是身上有点病吗？没事的。姚曼曼在震惊的同时，还有一些悔恨。他在公司待了也有一段时间了，知道刘诗琪是个什么性格的人，对待下属的脾气怪得很，就连陈伟强也不敢在他面前大声说话，更何况是他们这些打工人。可郑谦为了邓舒心，竟然敢跟刘诗琪这种女人当面对质，甚至不惜撕破脸皮。那个人若是他该多好啊！之前郑谦对他确实很好，无微不至的关怀，近乎男奴一样的照顾他。可那会姚曼曼心里却逐渐看不起郑谦，把他当成了一条狗，所以他后面才光明正大的出轨。被郑谦捉奸的时候，脸上毫无羞愧。他为什么要做那些对不起郑谦的事情？姚曼曼很后悔，她紧紧地攥着小拳头。现在郑谦对她的态度是有些模糊的，姚曼曼有些搞不清楚郑谦是怎么想的。换做一般人，前女友给戴了绿帽子，他还通过了姚曼曼的实习手续，是心存涟漪，还是大公无私？姚曼曼觉得两者应该都有一些吧。不行，他得想办法弄清楚郑谦现在对他什么个意思，分寸几何，有没有跟他复合的希望。如果能复合，那他会竭尽全力去弥补郑谦。如果不能复合，姚曼曼觉得还是早点离开公司比较好，换一个没有人知道他底细的城市或者公司，换一个身份，重新设立人设，改头换面，重新开始。他之前能拿下郑谦，就说明自己有征服郑谦的能力，现在未尝不可一试。你们在工作时间八卦2位副总，知道这是多大罪吗？一直在旁边专心工作的夏倩倩有些听不下去了，打断了众人的讨论。行了，都闭嘴，赶紧做事。夏倩倩勒令道。几位女孩哪顶得住这种威胁？谈论老总的八卦，要是被爆了上去，肯定没好果子吃，更何况还是2位老总。几人知道夏倩倩不会上报，但被其他人听到的话，未免不会摆他们一道，于是赶紧闭嘴，专心做事。夏倩倩长吐一口气，她作为郑谦的秘书，自然不能透露办公室里发生了什么，更不能加入这些人的讨论。不过郑谦刚刚在办公室的做法，确实让他眼前一亮。夏倩倩也听说了关于邓舒心的一些事情。郑谦在陈伟强、刘诗琪的面前据理力争，争取邓舒心在他麾下的权利，不单单是为了他自己的面子，更多的还是邓舒心的利益，代表员工的利益。这家公司不算大，但也不小，规章制度是有的。副总确实有调动员工这个权利，但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的，不能因为刘诗琪一句话就把邓舒心给调走。而且调去哪个部门，是升职加薪还是降职处理，原因是什么？你刘诗琪压根没个完整的谱啊！在夏倩倩看来，刘诗琪居心不良，完全就是想恶心郑谦。郑谦垫付30万医药费，体现了他对下属的关怀，但这种关怀他不能确定郑谦就是对邓舒心有意思。公司里大部分时间，夏倩倩都是跟郑谦在一起的，他从来没有见过郑谦跟邓舒心有什么交流，也没有打听过关于邓舒心的事情。当然，也有可能是郑谦做的滴水不漏，没有人知道，但这种可能性很小就是了。夏倩倩看了一眼时间，觉得郑谦的火应该消得差不多了，他也有几个文件要递交给郑谦看一下，就动身去往郑谦的办公室。下午6点半，郑谦准时离开公司。
晚上高月帮他约了侯建业，他准备去参加这个饭局，跟侯建业谈谈健身房的事情。郑谦没有开劳斯莱斯，他感觉这辆车很难开，完全没有 BMW 的那种操控性来的舒服。将车子停到江山国际之后，就乘坐高月的车前往餐厅。你脸色不太好。高月瞥了一眼郑谦，发现他的神情和往常不一样。碰上点糟心事儿，挺烦的，不用提了。郑谦真觉得刘诗琪有些恶心人，不就是个基金会的创始人兼主理人吗？他手上能有多少资金啊？郑谦甚至有一股冲动，想要查清楚刘诗琪的基金会究竟投了什么项目，给他冲了，让他仗仗记性，别特么来惹自己。高月没有多问，既然郑谦没有主动给他讲，那就说明他不想提这件事情。作为郑谦的贤内助，他不应该去追问郑谦。大概7点多，两人来到了一家叫荷塘月色的餐厅。这家餐厅比较高档，人均消费起码在3000往上。侯建业早早的就在餐厅大门口等候着了。郑总，露露。侯建业热情的上前打招呼。郑谦跟他握了握手，然后跟着侯建业进入了一个包间。包间里面还坐着一个人，韩华浩，他也来了。郑总，韩老板你应该认识，就不用我多介绍了吧？侯建业笑着说道。韩华浩笑着起身前来跟郑谦握了握下手。郑总来这么早啊？我刚刚在打电话，没去门口迎你，不好意思了。韩老板这是说的哪里话？应该是我来晚了才对，让你们久等了。郑谦见韩华浩这么客气，他也跟着客气，礼多人不怪。更何况韩华浩的地位不比他展现出来的低，不出来迎接也是正常事。郑谦现在明面上的身份只是船务运输公司的副总，还不是老总，而人家韩华浩可是望月岛的主人，这是哪儿跟哪儿？不过郑谦的背后有庞大资金支持这件事情，随手拿出3000万，还开劳斯莱斯，韩华浩应该是知道的，所以两人才能坐在同一张桌上吃饭。侯建业邀请了韩华浩，意思也很明显，就是说韩华浩对于侯建业健身房的事情也有兴趣，所以今天晚上这个局的目的就很清楚了。4人落座之后，简单客套了一下，侯建业还提起了高月的父亲。露露，渊哥快出来了吧？我爸最近又争取了一次减刑，还剩1个月左右吧。高月答道。渊哥进去也有10几年了，终于要出来了。郑谦除了第一次和高月见面以外，听高月提起他父亲的机会并不多。经过两人的交谈，郑谦得知高月父亲名叫高志渊，其余的事情倒没有多提。渊哥出来肯定说你争气，有郑总这样的女婿，后半辈子不得享福啊！哈哈。众人哈哈大笑。高月现在在明面上确实是郑谦的女朋友，而且还是正宫，但郑谦的意志力不太坚定，有时候也会犯一些男人都会犯的错误。但令郑谦惊奇的是，冰雪聪明的高月竟然装作不知道，默许他在外面胡作非为。用高月的话来说，他拥有这样的财富地位，身边肯定会有不少女人主动缠上来倒贴，哪能做到片叶不沾身？只要家里的这面红旗不倒，他不会管郑谦在外面有多少飘飘彩旗。对了，侯叔，你那家健身房怎么回事啊？我跟双双说想要去健身，却被告知你已经关门了。郑谦觉得闲聊的也差不多，就把话题往正事上引。来之前，高月在车上给他讲了一下侯建业的背景。他早些年买了一些商铺，还有一些投资，靠收租和分红过日子。健身房只不过是他开着玩的。最近市面上各个行业都不太好做，都是自己人。我也不妨告诉你们，我有一笔投资亏损80%，资金链断裂，健身房只能被迫停业了。健身房对外声称是停业整顿，实际上就是资金链断裂了。侯建业的这家健身房位置选得特别好，规模不大，也不算小，长期经营下来累积了不少人脉。他也不想眼看着这家健身房就这么夭折，但如果没有新的资金入驻，就只能停掉健身房，将所占的那家商铺给卖掉，才能回笼资金。今天要谈的就是健身房出售和买入的事情。侯建业对他的规划很明白，有2个计划。第一，整个买下健身房，但是场地不卖，每年要交一定的场地租金。第二，买下健身房，买断场地可以给5%的优惠，但资金要一步到位。不过办的会员卡该退还是要退的，卷钱跑路那种事情我做不出来。侯建业在最后提了一句，而且员工的岗位也要保留一部分。侯建业在市中心的这块场地可谓寸土寸金，那么大的面积甚至可以拆成几个小商铺，但却是比较难买的。这一条就相当于原来的客户还是健身房的会员，不能因为换了老板就逼着客户再办一次卡。说实话，侯建业做老板还是比较良心的，无论是客户还是手底下的员工，他都对得起。侯建业手上人脉不少，其中不乏富豪、商人以及高级公务员，想找买家也肯定能找得到。其他人都只是随便聊了一下，郑谦和韩华浩是他第一次在饭局上谈论这件事情。至于价钱，我目前的打算是450万，但郑总和韩老板咱们关系这么近，400万也可以谈。在叶北市中心买下一所健身房，买断场地，400万，仔细分析一下还是很合算的。侯建业并没有多要。侯叔，你把健身房卖了，要去做什么？郑谦有些好奇。还没想好，走一步看一步吧。侯建业这样回答。郑谦点了点头，转头问韩华浩，韩老板有兴趣吗？肯定有兴趣啊，你也知道，在叶北除了望月岛以外并没有任何产业，而且我也比较看重健身房这个行业。
不过郑总要是也有兴趣的话，我让着您先。韩老板，这多不好意思啊。不过郑谦还真的有兴趣。健身房这个行业，只要经营的好是非常赚钱的，但如果经营的不好，会亏得血本无归。侯建业开了健身房这么多年，听高月说他只不过是随便做做，都能保持收支持平，不会亏本。嗨，我起初打算在望月岛开设一家健身房，但仔细想想，哪有人愿意天天坐船上健身房啊，就没做。侯建业喝了一口酒笑道。但郑谦想买下健身房，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他听高月说，在他的父亲进去之后，侯建业帮了他不少，所以这个人情他想替高月给还上，之后让高月抽空帮他随便打理一下就行，有他在，郑谦也不怕亏钱。两个人做的话，收益不太明显，韩老板这样的人物应该也看不上这点小钱。高月旁敲侧击地向郑谦提建议，一家健身房450万或者400万，前期的投入都不算少，回本周期长，两个人合伙做的话，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郑谦也点了点头，他赞同高月的想法。这样吧，我也不议价了，按照刚刚所说的450万，带合同了吗？郑谦也不好跟他讲价，450万，只要侯建业带了合同，他立马转账。侯建业脸现惊诧，这么顺利？他其实心理价位在380万，郑谦这明摆着是要还高月欠他的人情啊，好大的手笔。郑总，我没有带合同，明天可以签合同，不迟吧？不着急，钱我先转给你，拿去应急吧，到时候你把合同交给我就行。郑谦说着就向侯建业要了银行账户，转过去450万。侯建业看着银行账户余额变动，整个人都懵了。450万，说转就转。高月呀，高月，你挺有眼光啊。450万能够买一辆全新的法拉利，郑谦却给高月来还人情，如此阔绰，当真无愧的顶级富少。高月突然觉得郑谦买下侯建业的健身房，并不像是在给自己买入资产。韩华浩看不上这点小钱，郑谦也肯定看不上啊。侯建业都已经说了400万可以谈，郑谦都没细问，就直接打钱转账，反倒像是在帮他还人情。这个男人开始让他看不透了。郑谦紧接着细问道，双双，你刚刚说两个人开健身房的话意义不大是吗？高月点点头，他之前选健身房入职的时候，对于叶北这座城市的人群和地理位置都有过研究。叶北白领较多，公务员也不少，小康小资家庭比较多，还是比较看重身心健康的，只要不是特别黑，经营特别垃圾的健身房都能有不菲的收入。两个人开的话，那肯定是要高档健身房。如果你有意跟韩老板合作的话，我倒是建议开一家高档的健身房。合开一家健身房？怎么说？韩华浩和郑谦都很有兴趣。位置的话，选在叶湖旁边，等级一定要够，档次一定要高，面积一定要大，设备一定要先进。高月开始详细的说他的想法。同时开两家健身房也不算自己抢自己生意，毕竟在市中心另一边，没有人愿意跑20-30公里去一家健身房。叶北仅有的两座湖，望月湖、叶湖，这两块地区是富人所在的聚集地，交通便利，该有的店铺设施基本上都有，唯独健身房搞得乱七八糟。我在叶湖那边实地考察过，周围并没有什么高档的健身房，设备老旧，装修破烂，档次很低，面积很小，有的甚至洗浴室都不能用。在叶湖附近的话，起码要2000多万，设备装修是小头，光买一块大的场地就得1000多万，两个人开，投入不算多，比较合算。高月在郑谦提出要跟侯建业约个饭局之后，就及时做了一点功课，觉得叶北现在缺一家高档健身房，如果想合伙做的话，你和韩老板一人出1000万，占股42.5%。侯叔暂时没有什么想做的，身上有开健身房的经验，可以帮忙来运营健身房，给他算15%股份，然后自己完全可以当个甩手掌柜，不用管任何事情。郑谦抢在韩华浩的前头，买下侯建业的健身房，替他偿还人情。郑谦这么说也是不想欠韩华浩什么，他给出的建议，韩华浩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而郑谦和韩华浩听了高月的建议之后，感觉很有搞头。侯建业犹豫了一下，不过很快就答应了下来，开健身房这事儿对他太简单了。好，那既然这样，明天我就去选址，然后给二位看看合不合适。不，我和韩老板只出资，不管事儿，全都交给你来定夺。郑谦和韩华浩两人表示只想做甩手掌柜，几人一拍即合，在座三人无不惊叹高月在商业上的天赋。郑谦觉得高月竟然对这个饭局的准备如此的充分，完完全全是自己的一个贤内助啊。侯建业甚至觉得他高月对于健身房的了解比他还要多。郑总，你家这位挺懂商业啊，读过 MBA 金融硕士？韩华浩笑着问道。韩老板误会了，我还在考研。高月平静地回应道。哈哈，那你挺有商业天赋啊，不错不错。韩华浩对高月赞不绝口。而就在这个时候，郑谦看了一眼身旁秀色可餐的高月，发现他的好感度蹭的往上涨，直接来到了100点。系统考验，宿主郑谦是否要与此女性结婚？又来？否。郑谦直接拒绝。郑谦的手机上又收到一条消息，是邓书欣发来的。郑总吃饭了吗？我和姐姐做了牛排，有空过来一趟吗？郑谦看到这条消息之后，
本来想回绝，因为他这桌还没散呢。但郑谦想当面问问邓书欣关于公司和刘诗琪的事情，就回了个好。健身房的事情谈妥之后，侯建业就去算了账。他本来想留郑谦去会所玩一会的，但高月在场，他也不好提。郑总还有什么活动吗？要不要去玩一会？侯建业问了一句。不了，我等下还有事，今天就先到这儿吧。告别餐厅之后，郑谦坐在副驾驶上回复着邓书欣消息。你是还有应酬吗？高月关上车门询问道。郑谦点了点头，这件事情也勉强能算是应酬吧。那你要去哪儿？我送你。高月此时看向郑谦的眼中爱意更多了。等会再说。干嘛要等会？想你。郑谦把车窗关上之后，越过控制台，直接就袭击在高月那张樱桃玉口上。高月刚开始还有些反抗，毕竟这是在停车场，来来往往那么多人，被看见多不好。但郑谦稳得很坚决，没有给高月任何回避的机会。郑谦除了嘴以外，手也开始变得不老实。车内暧昧的温度迅速上升。大约10几分钟后，郑谦长舒一口气，这才重新坐好。把我送到文峰路附近就行了。既然已经跟高月说了是应酬，那肯定不能让高月把他送到邓书欣的家里。虽然他只是去应个约，但郑谦和邓书欣并没有什么关系，目前还是普通的上下级关系。不对，现在连上下级都不是了。这一切郑谦没打算告诉高月，解释起来很麻烦，高月还不一定信。车子逐渐开到文峰路附近。你晚上还回来吗？我要不要等你？高月脸上的红晕还未散去，白里透红的脸颊让郑谦有些恋恋不舍。不一定，看情况吧。我有可能得让你来接我一趟，要是过了12点我还没给你打电话，你就自己先睡，不用等我了。高月乖巧地点点头。郑谦步行来到邓书欣所在的小区，走到单元楼下，郑谦给他发了个消息，让他帮自己按一下电梯。我下去接你。碰面之后，邓书欣便带着郑谦来到14层。邓书欣的穿着很清凉，长发披肩，略施粉黛，身上还有一股清淡的茉莉花香，显然是在他答应赴约之后特意准备过的。进门之后，邓玉清第一时间上前迎接。可能是姐姐的缘故，邓玉清打扮的就比较正式，比较成熟，身上有一股不同于茉莉花的香味，郑谦也闻不出是什么香味。小谦来了，快坐吧。邓玉清默默含笑。饭桌上准备的并不是中餐，而是西餐，一些小巧玲珑、品相极好的前菜、酱汁牛排以及饭后甜点。桌上摆着1只醒酒器，3只波多尔酒杯。主人家准备了丰盛的饭菜，如果客人剩了很多的话，表示对主人家的不尊重。我刚刚应酬完，和另外2个朋友谈了点事情，估计吃不了多少。郑谦怕自己吃不下，就提前说明。没关系，是我们喊得太迟了，你吃多少算多少，不要见外。邓玉清喊郑谦落座。邓叔叔怎么样了？你们2个都在家能行吗？郑谦问了一嘴。我爸已经转院了。邓书欣答道。转院了？已经转到帝都协和医院了，刘总给帮忙安排的，还请了专门的护工照料，在那边等待匹配的肾源，估计用不了几天就可以进行手术了。说起来啊，小谦和那位刘总可全都是咱们家的恩人啊。邓玉清感叹道。郑谦还没搞懂什么情况，待了几秒钟才回过神来。帝都协和医院算是9州之内最有实力的医院，拥有先进的医疗器械，专业的医疗团队，能甩叶北好几条街。如果邓志明转到了帝都协和医院，郑谦相信他会得到最好的治疗。郑谦嗯了一声，他对刘诗琪的好感度又加回来一些。但问题是，刘诗琪干嘛要这样做？本来今天晚上我喊舒心也邀请了那位刘总，但是他说工作忙走不开。邓玉清解释道。小谦，你别看这是在家里，但我做的肯定不比外面差。这瓶酒帮你醒好了，是罗曼尼的。郑谦扶着酒杯，邓玉清主动端起醒酒器，帮郑谦倒了半杯。帮忙转个院并不需要多大的人脉关系，只要钱到位，一切都好说。刘诗琪这么做显然不符合他的人设啊，怎么突然变成了体贴下属的好老板？邓书欣解释说，在第2天刘诗琪就已经得知了他父亲的情况，并且第一时间安排了飞机直接飞往帝都协和医院，还雇佣了3个护工24小时照料。这件事情跟刘诗琪把你调走是不是也有关系？郑谦问。应该有吧。刘总说要把我调走，我也不好不同意，但刘总并没有跟我挑明要把我调到哪里，是继续在这个公司，还是回他的基金会。刘诗琪这一波操作确实让郑谦没得黑，但刘诗琪当时怎么不说他还帮邓书欣做了这么多事情呢？邓书欣恐怕还不知道，郑谦为了他跑去跟刘诗琪理论，虽然没有到吵架的地步，但已经撕破脸皮了。郑总，公司没有因为我发生什么事情吧？邓书欣觉得，要是因为他，郑谦做出点什么出格的事情，那就是他的责任了。郑谦连连摇头说没有，一切正常。之前听你说过要开咖啡馆的事情，要不就趁现在聊聊。啊，咖啡馆？邓书欣显然没想到。邓玉清也是一脸震惊，自己这个妹妹还跟郑谦说了咖啡馆的事情。我打算跟你们2个合作，开一家咖啡馆，我出钱，你们出技术，自己做一个品牌，55分成，有兴趣吗？他已经跟刘诗琪闹得不可开交，之前在临走之前还给刘诗琪留下一句狠话，让他把邓书欣调回来，但至今没有收到刘诗琪发来的任何消息，只有陈伟强的几句安慰，劝他和气生财。
动怒对于一个人来说，永远是下策。郑谦有些后悔在办公室里留下那样一句话。在跟刘诗琪吵完架之后，郑谦有些后悔。这个局面，无论是他还是刘诗琪都非常的尴尬。刘诗琪若是坚持要调走邓书欣，那他脸上没有面子；但若是不调走邓书欣，他自己脸上也没有面子。可即便调走了邓书欣，恐怕他也不会得到重用。最稳妥不丢面子的办法，就是让邓书欣既不在他手下做事，也不在刘诗琪手下做事。你们觉得怎么样？我听书欣说，叔叔之前开过咖啡馆，也一直计划着再开一家咖啡馆，就是因为资金的问题才导致计划搁浅。邓书欣和邓玉清两人面面相觑，谁也没有想到郑谦会提出这样的事情。小谦，开一家咖啡馆可不是几十万能搞定的，就拿叶北来说吧，在市中心找一家不大的店面，1年的租金就要10几万了，装修、材料、机器都是要钱的。钱不是问题，只要你们愿意说个数就行。我最不缺的就是钱。郑谦小抿了一口罗曼尼，强忍着不露出难喝的表情。这种红酒倒不是难喝，是郑谦喝不惯。他之前喝的最多的是啤酒和白酒，至于红酒好点的都上1000块1瓶，他可喝不起。但谁让红酒是上流人士都喜欢喝的酒呢？郑谦也得改变这个习惯，喝多了就好了。两姐妹脸色异常，最不缺的就是钱。郑总，您这是多有钱啊？特么100-200万都随便能拿出来吗？恐怕叶北的几个顶尖富二代都没有郑谦这样的财力和魄力。当然愿意，但是开一家咖啡店，起步资金保守都要100万啊。郑谦笑了笑，打开手机银行，翻出之前给邓书欣转账的一条记录，又转过去200万，花费100万元，系统返现1000万元，一到账，邓书欣无意之间瞥到了郑谦的余额，好几位数，多的他都数不过来。面前的郑谦，公司的副总，竟然是一位坐拥过亿财富的大佬，那他为什么会屈尊就职陈伟强的公司，在他手下当个小小的副总啊？邓书欣想不明白。钱收到了吧？书欣，你明天就去办离职吧。郑谦淡淡道。玉清姐姐，听说你是个营养师，明天你也去办离职吧，咱们齐心协力把这个咖啡馆给做起来。郑谦其实也有点意外，没想到资助这朵姐妹花开咖啡厅也会有返现。不过他转出去200万，怎么只给返现100万的钱？郑谦很快就想明白了，原因是因为他之前提出了55分成，相当于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了100万，只有100万是资助邓书欣和邓玉清的。小谦，你真赚了！邓玉清起身来到邓书欣的身旁，看到妹妹手机里躺着的余额不多不少的200万。200个，不够再跟我说。郑谦面无表情，好像他刚刚转出去的不是钱，只是一堆数字而已。确实，对于郑谦来说，现在钱对于他来说还真的是一堆数字。他的价值观正在被系统重塑。邓书欣拿着手机的纤纤玉手都有些微微颤抖，他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邓玉清也一样，父亲邓志明熬长瓜肚，节衣缩食把他们两姐妹供出大学，现在参加工作了，有些能力了，两姐妹也想好好的孝敬父亲，但就算降低生活质量，几年内也攒不出200万。父亲即将步入晚年，也不知道有生之年能不能圆他开一家咖啡馆的梦。郑谦的出现无疑是雪中送炭，就邓家于水火之中，甚至还肯出资与他们两人合伙开一家咖啡馆。如果说垫付医药费、帮忙转院都是体贴下属的表现，那出200万开咖啡馆，必然已经是脱离了这种关系，更进一步的迈进两姐妹的心坎里。好感度加10，好感度加10，好感度加10，邓书欣对郑谦的好感度已经来到了90点，好感度加25，邓玉清对邓书欣的好感度更是直接飙到了95点。郑谦面露差色，他这也没花多少钱啊，怎么两人的好感度涨这么多？一个90点，一个95点，非常的夸张。小谦又是帮我们垫医药费，又是出资开咖啡馆，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了。邓玉清一下子陷入彷徨，他感觉这辈子都还不清欠郑谦的人情了。你给的分成比例太高了，我们只要3成就够，你是东家，哪能给我们55分呢？邓玉清主动降低收入比例，咖啡馆是我父亲半辈子的理想，3成足够了。不行，必须55分，我还指望着你们靠着那独门手艺赚钱呢，3成太低了。郑谦直接拍板道，明天你们就去看商铺的位置，实在不行咱们就直接买下一个商铺，不用在乎钱的多少。两人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尤其是邓书欣，他之前已经跟郑谦摊牌挑明了，如果说想追他的话，不要用钱这种方式，他是一个慢热的人。但郑谦还是这么做了，他竟然一点都反感不起来。如果郑谦今天晚上趁着这个机会跟他表白的话，邓书欣都不知道该用什么理由拒绝，只能答应郑谦。但再看郑谦，他专心地切着盘子里的牛排，完全没有想要跟他表白的意思，这让邓书欣十分纳闷。垫医药费可以说是体恤下属，那出资开咖啡馆总不能说是体恤下属吧？除了想要追他以外，邓书欣找不出第二个原因。可郑谦怎么一点行动都没有？你倒是跟我表白啊！实际上，郑谦正在面临系统的真爱考验抉择。丁，系统已检测到女性对宿主产生真爱，宿主郑谦是否愿意与其中之一结婚生子，共度余生？不会吧，不会吧！现在真爱这么廉价了，一晚上碰到3个真爱，特么的！关键邓玉清完全没表露出来对他有什么好感啊，
只是好感度很高而已，这也叫真爱？系统出问题了吧？系统没有回答郑谦。郑谦的账户里还有一些钱，加上选择结婚生子的选项之后，系统还会补偿一大笔钱，似乎开一家咖啡店，与邓淑欣、邓玉清其中一位共度余生，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郑谦仍然选择了否。高月他都没有选择是，更不可能选择邓淑欣或者邓玉清了。即便郑谦没有选择与高月结婚，他过也挺好，跟结了婚没有什么两样。郑谦如果不是当初拒绝与高月结婚，也不会进入陈伟强的公司担任副总，更不会碰到邓淑欣、邓玉清这两位美女。今后的路还长着呢。如果没有系统庞大的资金源作为他背后的靠山，他进入资本的圈子只有被玩的份儿。拥有过亿资产又如何？真正的资本家分分钟让你的钱打水漂。郑谦现在还是一只羊，偶尔会用头上的角去顶一下他的敌人，但若是想没有系统之后，每天只工作2-3个小时，或者直接不工作，钱就流入他的卡里，郑谦还差得很远。想要杀入资本的圈子，那就不能做羊，必须要做狼，而且是尖牙利爪的恶狼。正如同陈伟强在牌局上所说的那样，女人、金钱、地位，不贪不行，不狠不行，要生出獠牙，生出利爪。郑谦要走的路还很远，无论是红尘恋心，还是商海沉浮，等待着郑谦的将是他跨越阶级的重重考验。不错不错，这个牛排做得真好。郑谦将牛排送入口中之后，不禁夸赞邓玉清的厨艺。这份牛排外焦里嫩，刚刚好的3分熟，既没有流失蛋白，口感保持的也很好，不愧是营养师，肯定经常做牛排。原本郑谦就在饭桌上吃了不少，他以为自己已经吃不下了，但没想到竟然也吃了个七七八八，并没有剩下多少。小谦，要不你今天晚上就别走了，在这过夜吧，还睡舒心的房间，舒心跟我挤一挤就行。郑谦说着，台湾看了一眼手表，现在已经12点多了，过了他告诉高月的时间。也好，郑谦答应了。吃完之后，姐妹2个给郑谦准备了洗漱用品，浴巾什么让郑谦先去洗澡。为了避免尴尬，邓淑欣还赶在郑谦的前面收走了一些晾在浴室的衣物。郑谦看到之后只是笑笑。他洗完澡出来之后，桌子盘子都已经收拾干净了，连床邓玉清都帮郑谦铺好了。郑谦用浴巾裹着身体，拿毛巾擦着湿漉漉的头发。而邓玉清坐在床上，看郑谦走进来之后，他走到旁边悄悄地关上了房门。小谦，我有点事情想跟你聊聊，要不等我穿上衣服，这样是不是不太体面？郑谦还有些腼腆。哦，不好意思，你先换吧。邓玉清感觉自己心急了，郑谦这才刚洗澡出来，除了浴巾以外什么都没穿呢。他说完就红着脸退出了房间。片刻之后，郑谦换好衣服，示意邓玉清可以进来了。玉清姐，你有什么事情要找我聊？郑谦询问道。也没什么特别的事情。邓玉清脸色微红，我就是想问一下你，你是不是想追我妹妹啊？又是这个问题。上一次郑谦已经回答过了，他并不是想追邓淑欣，只是局势摆在那里，顺手垫付了个医药费。说实话，30-40万对于郑谦来讲并不算什么，而且系统还10倍返还了。出资开咖啡馆，单纯是郑谦有在公司里丢面子的可能性罢了。鬼知道刘诗琪会不会一咬牙一跺脚，真跟他对着干。我没有别的意思哈，就是单纯的问一下。邓玉清怕郑谦误会，心生厌恶，连忙解释道：没事没事，我也可以实话告诉你，我对邓淑欣确实有点好感，但并不代表我要追她。我对你也有好感啊，难道我也要追你吗？哈哈，郑谦说的是实话，2姐妹她都有好感，要是真让她从中选一个，还真不太好选。要不就把这姐妹花都收了？不行，那这关系好乱啊。邓玉清又得管她叫老公，又得管她叫妹夫，邓淑欣还得管她叫姐夫，但邓志明那块就简单了，喊他女婿就行。麻烦的还是2人之间的关系，怎么处理？总不能因为他的一己私欲破坏姐妹之间的感情，让邓家变得不和睦吧？这种事情郑谦可做不出来。你也可以追啊！哈哈，邓玉清笑着道：玉清姐，你可别开玩笑了，这哪能啊？郑谦连忙摆手：为什么不能？你同时追嘛，哪个先追到手就要哪个呗。邓玉清继续说着：难道你嫌我长得差？他还摆出一个卖萌的表情，让郑谦心生邪意。幸亏把浴袍给脱了，穿上了衣服，否则场面就尴尬了。邓玉清也同样继承了邓志明的基因，虽然没有邓淑欣高，但也跟郑谦持平，有1.7米。他个子高挑，身材完美，一颦一笑之间展露绝世芳华，甚至港台女明星在他面前都要逊色3分。邓玉清有这种条件，完全可以去当模特。郑谦相信邓玉清能成为国际级别的模特。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可他偏要靠才华和能力。长得很漂亮，是我喜欢的类型。郑谦如实答道。那你说我和舒心，你更喜欢哪个？邓玉清问道。这个嘛，都喜欢。郑谦也如实回答。你不怕你妹妹听到我们说的？不怕呀，这有什么？邓玉清挑了挑眉。门外响起邓淑欣的呼喊声：姐，帮我找一下花露水。来了。邓玉清在房间里应了一声。对了，我听说你腰椎和肩膀有点问题，要不要我把她喊过来，给你做一下推拿，舒服一点？不用了吧，时间也不早了，让她休息吧。好。
郑谦躺下之后，浴室里响了将近1个小时的流水声，挠得他心底痒痒。直到两姐妹洗完澡，郑谦强行压着心里那股火才睡着。第二天上午，吃过早饭之后，邓玉清就开车送邓淑欣去公司办离职，顺便把郑谦送过去。他开的车是一辆老款的桑塔纳，在路上开的时候，工作台嘎吱嘎吱响个不停。如今你们2个也是咖啡店的老板了，有空换辆车吧？嗨，能开就行呗，就是日常代步用的。我们也想换，可是没钱啊。没事儿，这几天你们先下载软件，在手机上看看，等我有空了，带你们去 4S 店买。郑谦觉得，就算买一辆几10万的车，系统10倍返现之后，也是随随便便几百万到手，这钱不赚白不赚。这多不好意思啊，小钱你这几天已经花了不少了吧？我们哪能要你的车啊？总不能开着车去谈生意吧？那样多显得我们没实力。以后要是谈什么生意，排场不够的话，人家觉得你没实力，就不会跟你好好谈。邓玉清还想说不要，但被郑谦打住了。行了，不用说了，就这么定了。邓玉清和邓淑欣2人蹙了蹙眉，这就是高富帅吗？来到公司之后，郑谦让邓玉清在楼下稍微等一会，然后带着邓淑欣奔向人事部。有一位副总带着，一切都很快，2-3分钟就搞定。东西搬下去之后，就让邓玉清载着他离开了。郑谦坐到办公室还没半个钟，夏倩倩就敲门走了进来。什么事？郑总，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谈一谈。郑谦抬了抬眼皮，看了他一眼，随即把电脑游戏关掉，问道：哦，你要跟我谈什么？夏倩倩把门反锁上，然后走到郑谦面前，双手反向搭在办公桌上，身体成一个倾角，大义凛然地开口道：你和刘总之间的事情我管不着，但请你不要把事情扯到邓淑欣的身上，她已经被你们逼得离职了，你知道吗？天气比较热，夏倩倩今天穿的比较少，一个简单的包臀裙，加上她质问的姿势，导致郑谦处于一个天使角度。夏倩倩被她一览无余，一个字也没听进去。等会，你先站好行吗？刚刚你嘴巴一张一合的，我压根没听清你说什么。郑谦示意一下，夏倩倩这才注意到不妥之处。她整理了一下衣衫，站得笔直，脸上对郑谦的不满之意更浓了些，带着怒气复述了一遍刚刚的话。你说邓淑欣离职啊？这个事情我是知道的。郑谦如实回答。邓淑欣就是他带着去人事部办离职的，怎么能不知道？不过夏倩倩知道的也够快的，这才半个小时不到，她就知道这件事情了。看她一脸怒气的样子，好感度还下降了15点，显然是误会了。夏倩倩可能觉得是因为她和刘诗琪的事情，邓淑欣才离职的。你知道怎么还一脸悠然？你难道就没有丝毫的愧疚之心吗？废话，郑谦愧疚什么？他有什么对不起邓淑欣的？我需要有什么愧疚之心？郑谦反问一句。夏倩倩被郑谦气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夏倩倩认为郑谦与刘诗琪不应该波及到邓淑欣，他那么努力工作，勤勤恳恳的一个员工，就因为2位老总的矛盾内斗被逼得辞职不做，另谋他路，这不是不负责任吗？你为什么不去找刘诗琪说这些话，而是来找我呢？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比较好说话，让我把邓淑欣请回来？郑谦抛出了他心中的疑问。没有，我是觉得你比起刘诗琪更能做一个好老板、好上司。原来是这样，郑谦懂了。但他并没打算把自己资助邓淑欣开咖啡馆的事情告诉夏倩倩，既然他误会，就让他误会着吧。这件事情公司里越少有人知道越好。还有别的事情吗？有，陈总请你去一趟他的办公室，说是有件事情要找你聊一下。郑谦眯了眯眼睛，不会还是因为邓淑欣的事情吧？离开办公室之后，郑谦找到了陈伟强。除了陈伟强之后，在他的办公室里还有一个熟悉的人，李涛。李涛这几天没有出现在公司，是被陈伟强外派出去谈业务了。今天才算是郑谦第一次和李涛在公司里会面。不过郑谦倒没有打算跟李涛在公司里客套，反而以职务与他相处，私下里怎么样都可以，但是在公司里2人的身份不同，李涛是业务经理，而郑谦是副总，要是整天嬉皮笑脸，没人把他这个副总当回事儿。郑总来了，快请坐吧。陈伟强给郑谦倒上一杯茶。郑谦坐下之后，先是给李涛、陈伟强一人递上一支烟。李经理，这2天在外面业务谈得怎么样？郑谦倒不是摆谱，但这里是公司。李涛自然也明白怎么回事，还可以，挺顺利的。我早就说过了，李经理能来我这儿，最起码能给公司多加40%的订单。现在可是咱们公司的栋梁，短短几天时间就谈下了一笔2000万的长期订单。陈总言重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简单客套几句，3人进入正题。郑总，我找你来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内陆有个客户，你要不要试着去谈一谈？陈伟强口中的别的自然是关于邓淑欣的事情，但他只字未提。郑谦在公司里的职位是副总，负责部分内陆业务，但是这个部分陈伟强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界限。换句话说，陈伟强说你能负责你就能负责，说不在你的义务管辖范围内，你也没别的招。但郑谦出钱在陈伟强这儿买下一张上流商界的门票，自然不是每天来打卡坐办公室玩游戏的。郑谦是出于想要提升自己的目的。陈伟强之前跟郑谦说过，要把他认识的那些客户、那些朋友都介绍给郑谦认识，但至今为止也就韩华浩一个而已。
至于客户这边，陈伟强并没有让郑谦去接触，娜塔莎还是郑谦误打误撞谈到公司里来的。行啊，什么客户？郑谦一口就答应下来。一个做钢材的客户，想通过我们公司走内陆运输，之前跟人谈过吗？郑谦点点头，他之前在做运输中介的时候，其实是跟人谈判过的，懂得一些商业谈判的规矩。但像这种客户，郑谦还真没有谈过。这样吧，我让李经理陪你一块过去，争取把这个客户谈下来。陈伟强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客户的资料，企业的背景，郑谦便和李涛一块上路了。今天郑谦要去的这家企业是锦绣集团，主要加工生产钢卷、螺纹、钢筋的企业，木材也做，是叶北当地的一个老企业，虽然规模不大，但一直稳扎稳打，已经存在几十年了。郑总真可以啊，劳斯都开上了。哈哈，就那样吧。来，我给你当司机，咱也过一把劳斯的瘾。私下里，两人自然是和和气气，并没有职场上的太多拘束。李涛还主动坐上了驾驶位，想体验一把开劳斯莱斯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路上，李涛又详细的给郑谦介绍了一遍锦绣集团。锦绣集团老总许成业老来得女，50岁才有了一个女儿，现在年事已高，已经退居幕后。今天我们要会见的就是许成业的女儿许淑云。锦绣集团名气比实力要大，像这样的企业谈不了多高的运费，保本赚点辛苦钱就行。郑谦点了点头，李涛既然知道这一点，那想必陈伟强也是知道的。郑谦倒是觉得这是个锻炼自己的好机会。来到锦绣集团之后，郑谦和李涛在秘书的带领下见到了许淑云。许淑云五官端正，踩着高跟鞋与郑谦个头持平，一头乌黑茂密的长发端庄地盘起，穿着一身女士西装，给人一副精明强干的感觉。你好，许经理，我是正兴船务公司的副总，今天来和您谈一谈业务的事情。这位是我们公司的业务经理李涛，李经理。你好，我是许淑云。他微笑着主动伸出手，和两人轻轻地握了握。两位请坐吧。许淑云很年轻，看起来也就比郑谦大2-3岁的样子，年纪轻轻就坐上了总经理的位置，接管了家族企业。他在公司的名义上是总经理，但实际上许成业只是挂个董事长的名字，实际上许淑云负责公司大大小小的全部事情。郑谦是副总，李涛是业务部门的经理，表面上看起来要比许淑云位置高，实际上两人加起来都没有许淑云的位置重。许淑云并没有浪费时间，直接就进入整体，简单阐述了一下锦绣集团的需求以后，就是谈价钱。路上李涛告诉过郑谦，只要能赚点辛苦钱就行，保底收许淑云75万的运费。可许淑云给的价格实在太低了，只愿意出25万，差了整整50万，公司接下这笔订单还得赔钱。刚上来就陷入了谈判僵局。许淑云全程都很淡定，一副你能接受就做，不能接受就不做的模样。郑谦觉得他很不好对付，想要把价格谈拢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像许淑云这样的公司，运输方面基本上都是找一个大的承包商包出去，承包商再找挂车车队或者私人运营的挂车运输，基本上是不会多花心思在运输上面的。既然找到了船务公司，想要走水运，肯定是陆运出了什么麻烦，不得已才想到走水路。许经理，您这价格远远低于我们的成本，恕我冒昧，公司实在难以承受。李涛谈业务谈了很多年，这一块是他的强项。公司虽然刚刚成立，但还没有到饥不择食的地步，不可能赔钱接运输订单，这事儿换陈伟强来也肯定是谈不下的。李涛给郑谦使了个眼色，让郑谦找机会直接开溜就行。但郑谦并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这一单还是有拿下的必要的。许经理，锦绣集团长年以来都是走陆运，运输这块都是外包出去的，怎么好端端的地面不走，反倒想起走水运了？这句话直接插入许淑云的心坎儿。实际上，锦绣集团准备扩大业务，但外包这一块每年耗费的资金太贵了，许淑云就想把外包砍掉，自己做运输。刚刚谈到的25万，也就是外包每一笔订单大概要消耗的成本资金。像这样分批次运输效率太低，客户下的订单一般是成千吨、上万吨的下，想要提升效率，靠那些半挂车是不可能的，除非用大型运输的船，每一次都能运几千吨、上万吨，效率一下子就提了上来。只要把钢材运到客户所需的城市码头，那其他的就好说了。许淑云自己也知道，想要用陆运的价格走水运肯定是没谱的，但他今天原本也没想谈下来，还在摸索和比较的阶段，哪家合适就选哪家。李涛仔细想想，觉得郑谦说的有道理啊，他怎么就没发现呢？这时候他对郑谦稍稍侧目。许淑云不可能跟郑谦说实话，就随便撒了个谎。我只是想尝试开辟新型的运营方式，但如果成本太高的话，那就算了。既然许经理正在尝试走水路，那应该已经找别的船务公司谈过了吧？他们对于您开的25万是一个什么态度？许淑云在见郑谦之前，已经见过了几个船务公司的代表，但听说他只愿意给25万之后，直接拍屁股走人，连理他都不带理的。一方面是因为锦绣集团规模并不大，一年运不了那么多次；另外一方面，自然是价格。25万实在是太低了。货轮在开动起来之后，每分每秒都在烧油，按吨计算的。一艘7000吨重载的货轮，1小时的烧油量在半吨左右，按照现在的油价，每天烧10万。像许云舒说的几个目的地，成本价都是50万到85万之间。我不妨给您透个底儿，跑江南7000吨20万，12000吨30万，跑摩都跑7000吨35万
，12000吨50万，这是我们的成本价，市面上不可能有船务公司比我们价格更低。郑谦从李涛的公文包里拿出2叠厚厚的合同，行的话，我们现在就签合同。郑总，李涛欲言又止。郑谦该不会是记错了吧？他报的价格和公司的成本完全不一样，每一趟的价格都低了30到40万，这特么完全是赔钱生意啊！本来想着稍微小赚一点就行了，谈不下来就不谈呗。郑谦这是何必呢？货轮少跑一次，用的时间就长一些，每年保养船也是一笔大的开支啊！更何况这是赔本买卖。许淑云自然是了解一些行情价的，知道这2个城市7000吨的价格基本上在60万左右，12000吨在100万左右。正如郑谦所说的那样，他是许淑云见过最便宜的货轮公司，远远低于市场价。之前报25万的价格，只不过是想压一下价而已，探一探郑谦的底线在哪里。他的目的达到了，自然也不会拒绝。许淑云很谨慎，郑谦报出的价格实在是太低了，比其他家的船务公司平均要低1倍还多。他甚至认为这个合同有诈，再认认真真的把郑谦带来的合同看了个遍，最终确定没有问题之后，才在期间李涛不断的扯郑谦的衣角，想要提醒他，但郑谦全当作没看见。这下可完犊子了，要是拿一份赔本合同回去，陈伟强不问才怪呢，到时候该怎么说？今天郑谦主谈判不假，但陈伟强把他派来就是干这个的，就是怕郑谦出什么乱子。没等他开口呢，人家字都签了。陈伟强要是问责下来，他是第一责任人。许总，恭喜你成为我们正兴船务公司的客户。郑谦主动站起来与许淑云握手，同喜同喜。郑总，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你说，为什么你们船务公司的运输价钱比陆运还要便宜呢？许淑云想问的其实不是这个，她想知道郑谦报这么低的价格究竟是为了什么。前脚还说不会饥不择食的选择客户，后脚就以很低的价格达成了合同，这是许淑云没有想到的。许总请放心，我们正兴船务公司的实力摆在这里，绝对不会因为价格低让您的货运不出去的，服务上绝对让你满意。郑谦没有给许淑云一个合理的解释，只是用一套通用说辞把许淑云给糊弄了过去。也快到饭点了，我请2位吃个饭吧。许淑云请郑谦吃饭没有其他的意思，主要是出于礼貌。不了，许总，我们还有别的事情，就先走了。郑谦说完，和许淑云加了个联系方式，就和李涛离开了锦绣集团。回去的路上，李涛自然少不了问题。涛哥，你信我的话，就什么都别问，陈总那边我来跟他解释。郑谦是他一手带出来的，脑子聪明，既然签下了这种合同，自然是有他的打算。既然他已经说了，陈伟强那边他搞定，那他也不好再说什么。好吧，李涛叹了口气，最终还是乖乖的闭上了嘴。许淑云看着那辆劳斯莱斯离开锦绣集团，身旁的秘书上前一步，许总，要不要我把合同拿到法务部再核对一下有没有问题？不用了，我知道他想干什么。许淑云摆了摆手，故意压低价格给他吃红利，这种抛橄榄枝的方法许淑云碰到了很多次。如果郑谦要是觉得这一招能搞定他的话，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在叶北追他的公子哥能从这里排到龙湖，他什么招式没见过，什么油腻的方式没应付过。郑谦看起来比他要小几岁，表面上看起来人畜无害的模样，没想到心里竟然这么油腻。他提出请郑谦吃饭，就是想要确定一下，没想到郑谦还装起来拒绝了他。你帮我查一下，这个郑谦到底是什么来头？许淑云吩咐秘书，这个年龄能开得起劳斯莱斯，不太可能是他自己的车，家里或许有很大的背景。许淑云仔细想想，似乎也不太可能啊。叶北哪个公子哥他没见过，从来没听说过有姓郑的家族。不行，还是得跟郑谦吃顿饭，一顿饭下来，差不多就能看清楚郑谦是个什么样的为人了。随即许淑云就给郑谦发了一条消息，郑总，您中午有事我就不留您了，晚上有空吗？我们约个时间吃个晚饭吧。郑谦坐在副驾驶上看到了这条消息。许淑云做事严谨，人很聪慧，身材凹凸有致，长得也比较漂亮。听说李涛说许淑云在锦绣集团当总经理之前，锦绣集团没有一个人知道许淑云就是许兴业的女儿，从国外留学回来之后，就从一个小小的业务员做起，这才多长时间就已经被提拔成了总经理。刘诗琪和许淑云同样是女强人，许淑云身上比刘诗琪多了一股说不清楚的气质。郑谦倒不是贬低刘诗琪的处事方法，像刘诗琪这样没有家庭没有背景支撑的女人，成事儿的路上肯定少不了使用一些非常规的手段，她的经历要是写出来，估计也能被人称作励志了。刘诗琪和许淑云同样是女强人，但许淑云的身上比刘诗琪多了一股正直自信的气质，那股气质是从能独自握汤勺开始就培养出来的，到现在20多岁已经彻底刻在了骨子里，而这股气质会在许家一代传一代，岁月都无法磨灭。郑谦跟许淑云签下赔钱合同是有他的打算。锦绣集团正在面临转型，尝试走水运路线，郑谦的打算是给他一点甜头尝尝，无论是从性价比还是路线，一次性运几千吨上万吨的货轮肯定是要比外包运输公司强的。运了几次货之后，许淑云就知道了水运的效率，锦绣集团和客户之间的运输网络差不多也搭建起来了，之后再提高价格，跟锦绣集团签长约，发展为长久客户，之后的收益不是30-40万能比的。
只要郑兴不倒，锦绣集团就一定是郑兴的客户。李涛是郑谦的师傅，但李涛的思路终究是站在打工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只看到自己拿下了多少单，盈利和亏损，没有站在公司的角度来看待问题。郑谦作为公司的副总，他要从全局来考虑，可以损失一点眼前的利益，但眼光要放长远，思考付出的代价与换来的结果成不成正比。郑谦还有一个打算，就是想用这个低价合同跟许淑云建立往来关系。锦绣集团主要做的是钢材和木材，定位一直是一家中型企业，因为许老爷子的墨守成规，用老一套方法做事，永远不可能再进一步。现在许淑云掌权，开始尝试走水路，正是一个革新的征兆。而锦绣集团跟大福木材还是竞争对手的关系。在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他听说大福木材咬着从民间借了一笔贷款，不但把陈伟强的运费给补上了，还准备利用这笔钱东山再起。郑谦觉得他或许能借锦绣集团之手，把大福木材彻底搞垮，除掉这根肉中刺。晚上倒是有时间，许总说个时间地点吧。郑谦给许淑云回消息，晚上8点，望月楼。好，不见不散。许淑云在收到消息之后，吩咐手下的秘书去望月楼订一个包间。好的，许总。对了，许总，胡总来了，在会议室已经等您30分钟了，说是有重要的事情找您谈。这家伙怎么跟条赖皮狗似的，甩都甩不掉。许淑云暗暗骂了一句，照旧，就说我不在，把他打发走。他说您的车在院里停着，不可能不在，说不见到您就不走了，秘书拿他也没有办法。许淑云叹了口气，不得不前往会议室跟胡跃斌见面。胡跃斌是美亚运输公司董事长的儿子，在公司里担任总经理的位置，家庭情况跟许淑云差不多。胡跃斌的父亲跟许淑云的父亲是老相识，还是小同乡，两位老人有意撮合他和胡跃斌。许淑云对胡跃斌的为人早有耳闻，整日游手好闲，吃喝玩乐，私生活糜烂。美亚运输公司原本是业北的巨头，但在胡跃斌接手之后，已经大不如从前。像这样一个人，许淑云连见都不想见，更不要说跟他发展什么男女关系了。胡跃斌，你找我有事吗？许淑云来到会议室，开门见山地问道。其实也没什么事情，嘿嘿。胡跃斌头上擦着啫喱，竖着大背头，一身阿玛尼西装，腰间菲拉格慕的腰带十分瞩目。胡家一家人都非常矮，基因也不太好，导致胡跃斌只有1.6米的身高。许淑云踩着高跟鞋站在他面前，足足要高他半头。没事的话请回吧，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处理。许淑云一句废话都不想跟他讲，他和胡跃斌可不一样，锦绣集团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要打点。目前企业面临转型问题，他每天要操劳的事情就更多了。昨天晚上许淑云只睡了4个小时就起来工作，接连几天熬夜已经有了微微的黑眼圈，每天早上出门前他都要擦一点粉才能压下去。别啊！胡跃斌一看许淑云这副态度，连忙改口，实际上我是来跟淑云你谈公事的。你们锦绣集团不是要转型，想要走水运吗？美亚可以帮你啊。不需要，我已经跟正兴船务公司签署了合同，后天就从业北码头开始运输，你请回吧。胡跃斌就算是给他开出比郑谦还要低的价格，许淑云也不想跟这种人掺连上什么关系。用业北民间的话来说，就是胡跃斌只用他的兄弟思考事情，从来不用脑子。胡跃斌想干什么，许淑云一清二楚，跟这样的人打交道只会浪费他的时间。郑兴，你是说陈伟强的公司？他公司里才几艘小船，能跟我们美亚比吗？肯定要了你不少钱吧？你别跟他们合作了，这事儿早跟我说啊，我给你最低价，把锦绣集团的成本压到最低。胡跃斌从来没把陈伟强放在眼里过，刚刚做了半年时间海上运输，买了几条破船就敢开公司接订单了，也不知道谁给陈伟强的勇气。在胡跃斌看来，陈伟强成不了什么气候。我们已经签署合同了，具有法律效应，你觉得让我现在撕毁合同可能吗？况且郑兴报的价格你给不了，郑兴能给的价格我给不了。他才几条破船啊，跑江南7000吨，20万，这个价格你能给吗？许淑云两手抱肩，看向胡跃斌的眼神中十分不屑。20万？这不可能！胡跃斌不相信。他作为美亚船务运输公司的总经理，虽然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但业务上多少也是有一些接触的。就算他再不务正业，也绝不相信郑兴能给到这个价格。20万跑江南，完全是赔本买卖。就算让他美亚开价，也最起码是35万，这还是仗着老爷子早些年给美亚打下的海上运输基础报出的成本价。去把我办公桌上的合同拿过来，给胡总看看。许淑云指使秘书，合同拿来。胡跃斌细细地浏览着每一项条款，价格跟许淑云说的并无出入，确实是20万一趟。这不可能，合同肯定有问题。即便白纸黑字的写在纸上，胡跃斌还是不相信。合同我已经送到法务部核对过了，没有任何问题。你要是没有别的事情的话，我就不留你吃饭了。送胡总走吧。许淑云下了逐客令。胡跃斌一脸不悦地从锦绣集团离开，他记住了合同伟业的名字郑谦。这个郑谦真是行啊，合同要是真的，这不得赔死。他到底想干嘛？该不会是想泡我的女人吧？不行，我得好好查一查他。劳斯莱斯上，郑谦对走之后，锦绣集团发生的事情浑然不知。小谦啊，我能不能给你提个建议？涛哥你尽管说。我觉得吧，劳斯莱斯这车好是好，
但是不太符合你现在的身份，是吗？怎么说？太高调了。李涛告诉郑谦，做生意实际上就是一场博弈，大的博弈，小的博弈，很多时候打的是心理战。在商海里，无论大鱼还是小虾米，一律通吃。无论是大鱼还是小虾米，见到鲨鱼无非会想两件事，很多鱼想到的是跑，或者与你打成一片，水蛭想的却不一样，他想的是能不能从你身上吸一口血。我这么说，你懂了吗？李涛不忘传授给郑谦一些经验，大概知道什么意思了。那涛哥一，你看我适合开一辆什么车？以我多次跟那些大老板谈合同的经验来看，你开一辆奔驰 S 级，他们大部分都是开的 S 级，就陈伟强那辆。全球的老板全都钟爱 S 级，你知道为什么吗？这样一辆车跟什么人对话都不会太过，也不会不够资格。一些年轻人比较张狂，仗着老子有钱，开一辆敞篷跑车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S 级就给人一种猜不透的朦胧感，这个人什么样，什么背景，什么实力，全靠对方自己品。郑谦感觉李涛身上仍然有不少可取之处，不愧比他早步入职场几年的人物，经常跟大老板打交道，比郑谦要成熟得多。李涛的话让他非常受用。郑谦突然变得很有钱，借口说是被女朋友包养，女朋友给的创业基金，但李涛可能早就看出来了端倪，郑谦没有主动解释，李涛就没有多问一句，这就是做人。下午倒没什么事儿，陈伟强和刘诗琪都不在公司，郑谦也没有被叫去问话。下班之前，他给高月发了一条消息，说今天晚上不回家吃饭了，要去见客户，然后就独自前去望月岛赴约。郑谦按照约定来到望月楼24层，这个高度足以将半个夜北的夜色尽收眼底。郑总，请坐吧。许淑云一个响指，示意服务员可以开始上前菜了。令他意外的是，郑谦竟然也没换身衣服行头打扮一下，跟上午没什么两样，脸上都有些微微出油了。郑总，今晚我请您吃饭，没有别的意思，单纯的想感谢一下您能给我们锦绣集团这么大的支持。哪里，我也是把目光放长远了些而已，觉得锦绣跟郑兴今后应该会是长期的合作伙伴，不应该贪图眼前的这点蝇头小利。对郑总来说是蝇头小利，对于我们锦绣来说，那可是极高的成本啊。许总说笑了，锦绣集团的实力与名气在叶北都赫赫有名，谁不知道锦绣集团是稳扎稳打的老企业啊？许淑云和郑谦两个人一阵商业互吹，嗨，什么稳扎稳打，我父亲就是有点墨守成规，锦绣集团是70年代创立的，要还是用他那套法子掌管企业，相信用不了多久，锦绣就会开始走下坡路。郑谦觉得许淑云商业头脑还是有的，能够敏锐地意识到该如何管理一家企业，就连他都能意识到陆运的成本过高，许淑云怎么可能意识不到？锦绣集团想要更进一步成为大型的企业，大吨位的运输模式肯定少不了，还不如早早的开始接触海运。我也就只能尽点微薄之力，成不成还不知道。许淑云叹了口气，他也是说点面上的漂亮话，实际上锦绣集团早早的就开始走了下坡路，这话肯定是不能跟外人说的。企业面临的问题很多，转型、运营模式、成本控制，其中资金就是锦绣集团最大的问题，否则他也不会想着极力降低成本，放弃效率低下、成本极高的陆运，开始考虑效率高、性价比合适的海运。哪像郑总您啊，神采奕奕，意气风发，年轻有为。许淑云派人查过了郑谦的背景，郑谦本地人，毕业于叶北某大学，无父无母，是个孤儿。不久前携资3000万入股了郑兴船务公司，但只占了24%的股份。2天前又与韩华号合资，每人1000万，在龙湖区注册了一家健身房，名下有一辆劳斯莱斯，而且还是全款。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资产。许淑云本以为那辆劳斯莱斯是郑谦开他父亲或者借来撑牌面的，但没想到是他全款买的，上牌时间甚至没超过2周。从账面上分析，郑谦就是一个暴发户，但如果仔细的思考一下，郑谦的来历就变得非常神秘了。买入郑兴的股份，说明他很有眼光，选中了未来几年具有很大前景的行业。合资开健身房普普通通吧，但和郑谦合资的人却是韩华号，现在所在的望月岛全部都是韩华号的资产。韩华号不知道经历了什么事情，从来不涉足岛外任何生意，不在岛外具有任何资产，能跟他合作在岛外开一家健身房，说明郑谦很有人脉。而全款买劳斯莱斯更不用说了，一辆全新的劳斯莱斯最起码1000万起步，大部分老板都会选择贷款，让自己有更多的现金流，还会把车子下到公司名下，这样可以少交一部分税。郑谦全款买下，还下在自己名下，说明他背后有着庞大的资金作为支撑。许淑云越来越好奇郑谦的真实背景，显然这样一个履历无法说服他。一个平平无奇的青年突然拥有这么多的资金，或许还有一种可能，郑谦是某位大佬包装出来的白手套，本人并没有什么实力，所作所为都是某位大佬指使的，目的就是帮大佬把钱洗干净，背后有专业的团队指点郑谦。当然，这只是许淑云的胡乱臆想，就算郑谦是白手套，也是在沿海城市那种经济发达的地方操作，怎么可能到叶北这种小地方来呢？但郑谦的资金来源依旧很可疑，总不能是突然中了6合彩、双色球，读了几本名人传记、商战小说，想要创建自己的商业帝国，铸就一代传奇吧？这也太扯了。
可郑谦究竟什么背景啊？徐总，要不要你接不接受我入股啊？入股？对，正经入股，不是入股你，是入股锦绣集团，你可别想歪了。许淑云脸上升起一阵红晕，没想到郑谦还会跟他开这种荤段子。你是郑兴的副总，现在跟锦绣是合作关系，你入股锦绣，不怕在郑兴传什么风言风语吗？这没什么的，我们公司还有一位副总管理着3家公司。郑谦觉得他搞垮大福木材的计划早谈早实施，你能出多少资金？不管郑谦是不是白手套，还是单纯的想追他，这些都无所谓。锦绣现在还是比较需要资金的，他最近也在联系沿海城市的一些金融大佬，看看能不能筹集到一笔资金。你需要多少？郑谦也不浪费时间，直接问道。他账户里还有1个多亿，拿一点锦绣集团的股份应该足够了。这话什么意思啊？合着他需要多少，郑谦就能拿多少？看郑谦的表情，风轻云淡，镇定自若，并没有太认真。许淑云也就没有很认真，把郑谦当成随便聊聊来对待了。锦绣集团账面上还有7、8千万，完成规模扩大，企业转型起码要耗费2亿。许淑云原本的打算是让锦绣先慢慢发展，有了足够的资金再正式实施。但这个慢慢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可能市场风口吹到了，几个月时间账面就能有2亿资金，也有可能市场迅速没落，锦绣集团也跟着没落，不断裁员，缩小生产规模，几年内不亏损就不错了，账面上有2亿资金根本不可能。郑谦的出现无疑是一种快速转型、改变企业模式的希望。只是许淑云不知道郑谦是不是认真的，他能拿出来多少钱入股锦绣集团？郑总，我冒昧的问一下，你为什么想要入股锦绣集团呢？许淑云抛出了心中的疑问，他实在想不通郑谦有什么理由入股一个正在走下坡路的企业。我只是看好你这个人而已，觉得锦绣可以在你的带领下重铸徐老先生的一代辉煌。两人在饭桌上除了商业互吹之外，另外聊了一些家常，针对郑谦入股锦绣集团的事情并没有往细了谈。吃完饭之后，郑谦便回到了江山国际。这几天郑谦很少在家里过夜，跟高月见面的机会很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生自己的气。今天又这么晚回来，郑谦不敢把动静闹得很大，蹑手蹑脚的上楼。刚准备给你发消息呢，你就回来了。刚走到楼梯转角处，就听到了高月的声音。郑谦十分心虚的摆出一副笑脸，大大方方的走了上去。地上铺着一张羊皮毯，放着舒缓的音乐，他正在专心致志的做着瑜伽。他穿着一套黑色的运动背心和短裤，一双比例完美修长的美腿裸露在外，上半身的背心刚刚好到那明显的琵琶骨上，将身材勾勒得淋漓尽致。郑谦知道，也只有在家里他才这么穿，要是穿这么一身服装去健身房或者任何有男同胞的公共场合，完全是降维打击，所有人的注意力都会被他给分散。干嘛呢？怎么都不看你老公一眼？郑谦从背后靠了上去，双手揽住那纤细的腰肢，下巴抵在他右边肩膀上。干嘛呢？怎么都不看你老公一眼？哼，你还知道你是我男人啊？这几天你算算，有几天没在我这儿过夜，跑哪儿去了？我这不是应酬吗？每天要处理的事情很多啊，不然你男人怎么养你？你说对吧？高月话语之间，其实不满的情绪没有多少，他也知道像郑谦这样作息的人，上午用掉的时间自然要晚上补回来。他倒也没有那么生气，只是想借这个机会让郑谦早点回家，能不在外面过夜就不在外面，脑子里要有一个家的概念。好啦好啦，从今天起我答应你。郑谦其实想想，有很多次机会完全可以不在外面过夜回到家里来的，郑谦也是不想麻烦高月过去接他。手往哪儿放呢？先洗澡去，累了一天不想洗。我也出了一身汗，还是先去冲一下吧。我突然又想洗了，要不一起吧？郑谦坏笑着说道。一个人洗，郑谦真不想动弹，要是2个人洗，那郑谦可就不累了，瞬间就来了精神。哼，也不知道你是真累还是假累。真累，但看见你我就不累了。油腔滑调，老实交代，从哪学的？从书里学的。什么书？怎样哄老婆开心？嘿嘿。大概1个半小时后，郑谦躺在床上，怀里抱着累得虚脱的高月。他突然发现高月的眼睫毛要比一般人都长，这么看着我干嘛？说起来，高月可是帮了他的大忙。上次的局，郑谦还在想应该怎么不把韩华浩那边的关系搞难看，没想到高月做足了功课，3言2语就让韩华浩拍了板。看你可爱。对了，健身房的事情怎么样了？高月告诉他，健身房他已经接手，重新开始营业了，人员并没有什么变动，不过有一些器械比较老旧了，需要更新。我订了几台史密斯机，进口的。行，明天我把钱转给你。明天有空没？我带你去健身。好。龙湖那边呢？龙湖那边现在还在选址，有一些场地的面积比较小，报价却很高。侯叔叔觉得不太合适，就没有买。有一些价钱比较低，但是位置实在太偏了，距离高档小区有7、8公里的路程。碰到什么困难尽管跟我说就行。资金方面，郑谦可以解决；人脉方面，韩华浩应该一手就能给办了。2个人合作也算得上是强强联合。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你究竟为什么买下他的健身房？说实话，高月其实在心里憋了很长时间，自始至终都没有问过郑谦。今天他其实有点忍不住了，这才开口问。为了你。
郑谦也不隐瞒，既然高月想知道，那就告诉他实话。为了我，怎么不行吗？有钱任性，那不是4、5千块，也不是4、5万块，是450万啊！我这个男人到底是多有钱？我比起那些世界级的首富来说，就是这个。郑谦说着，伸出了自己的小拇指。那你跟我们这些普通人比的话呢？那我就不知道了，应该算得上是有钱吧。高月勾了勾郑谦的鼻子，你就是凡尔赛本赛。这么勾引郑谦，自然是激起他心中的一阵邪火。续上。第二天早上10点钟左右，郑谦揉了揉惺忪的睡眼，身旁早就没了高月的人影。不用多说，高月跟他这个大懒虫可不一样，肯定早早的就起来了。走出房门，他已经把早餐做好，用钢色的保温罩罩起来，自己则是在书房戴着蓝牙耳机，在做英语听力题。我的大懒猪终于醒了。高月一看到郑谦就摘下了耳机。哪有，是因为昨天太累了。郑谦解释道。你说的累是白天累还是晚上累？都累。吃过早饭之后，高月便带郑谦去了健身房。郑总好。郑总高姐好。郑总又来健身了。一个个健身房的员工无一例外全都向郑谦打着招呼。他们这是干嘛？郑谦有一些不理解，感觉这家健身房比之前来的时候更加热情了，就连公司的前台小妹也面带微笑向郑谦打招呼。你可是他们的恩人，当然要跟你问好了。高月解释说，叶北的工作不太好找，郑谦买下健身房算是避免了他们丢工作的风险和损失。合同已经按照你的指示传过来了，是电子版的，你看看，没有问题的话我下午就过去签字了。高月把文件传给郑谦。郑谦之前给侯建业转账的时候，特意嘱咐了他不要把健身房转移到他的名下，包括健身房在内的地皮、器械什么乱七八糟的都交给高月。没什么问题，有空就去签了吧。郑总，您来了，您喝水。一个壮硕的男子摆出一副喜气洋洋的笑脸凑了上来。他凑得太前，郑谦不得不往后伸脖子，眯起眼睛，这才看清楚，这不是上次被高月 KO 的段祺然吗？段祺然脑袋缠着厚厚的纱布，活脱脱像是一个印度阿三，腿上还有不少的淤青。他的肩膀上搭着一条干净的毛巾，手里是一瓶刚从冷藏室拿出来的矿泉水，热情地向郑谦献殷勤。暂时不用，我刚过来，还不渴。好的，郑总，我先给您备着，要不要给您充点蛋白？等下跟高姐训练完补充点能量。不用了，等下直接去吃午饭了。别人献殷勤，郑谦能够接受，但之前对他怒气冲天，甚至扬言要跟郑谦单挑的段祺然，今天变得这么殷勤，郑谦还有点不太习惯。郑总，之前的事情，我想跟您道个歉。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就把我当成一个屁，别往心里去。段祺然之所以这样，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一直听说高月练过泰拳，但是没想到他竟然那么强，只是2、3下不注意，就把他这个省队散打选手给 KO 了。那天在八角笼里的一战，段祺然输得心服口服。但是在医院没住多长时间，他就听说了健身房要关门的事情。他这个月的车贷可还没还呢，要是健身房关门，那他的贷款怎么办啊？好在没几天就传来郑谦接手健身房的事情，听说花了好几百万。郑谦摇身一变成了健身房的老板，而高月自然而然也就成了健身房的老板娘。高月在格斗技艺上把他打服，郑谦却在事业、男人格局这2个层面把他打得服服帖帖，以至于段祺然连伤都还没好利索，就跑来健身房，想要第一时间给郑谦道个歉。今天算是等到了。你这伤好利索了？郑谦随口问道。当时郑谦在八角笼外可是看得清清楚楚，段祺然已经口吐白沫，伤势不轻，高月是下了死手，没几个月应该出不了院吧？还没，郑总大恩大德收购了健身房，正是缺人手的时候，我怎么能在这个节骨眼上躺在医院呢？段祺然转变得很快，直接就成了郑谦的一条哈巴狗，不断的朝郑谦汪汪汪，希望郑谦摸摸他的头。带伤上班啊，精神可嘉，但也别耽误了身体，该休息就去休息。行了，先不说了，我先去训练。郑谦在高月的带领下走进健身房的私教区，开始了今天的出汗历程。训练完之后，郑谦的运动装已经被汗水浸透，浑身上下有一股说不出的快感。饭桌上，高月带郑谦来到一家餐厅，点了一份高蛋白的午餐。下午你准备干嘛？郑谦问道。得去咖啡厅看一眼，你呢？郑谦说要去公司。说起咖啡厅，郑谦不由得好奇，你开的那家咖啡厅叫什么名字啊？舒米勒。郑谦点了点头，记住了这个名字。吃过午饭，郑谦便去了公司。在他的办公桌上早已放了一份关于锦绣集团的详细资料，这是昨天晚上郑谦吩咐夏倩倩准备的。仔细看了一遍资料，郑谦对于锦绣集团又有了新的认识。其中令郑谦最感兴趣的是徐老先生以及许淑云锦绣集团的关系图，其中包括了合作商、竞争对手等等陈列，夏倩倩做得很不错。这份资料对于郑谦入股锦绣集团以及他计划搞垮大福木材有很大的帮助。咚咚咚，进。夏倩倩抱着一份资料走了进来。刚想夸你呢，你就来了，资料做得很不错，这个月给你发奖金。郑谦称赞道。别，这都是我职责分内的事情，奖金就不用了。这是今天要面试人员的资料，现在可以去小会议室面试这些人了。
夏倩倩把资料交给郑谦。面试？什么面试？邓舒心离职，这个缺位总得有人补上，所以要面试新成员。公关组是你直接管理，当然要你亲自过去面试。李经理也在，他需要面试一位助理。考虑到你每天上午不过来，只有下午才过来，我就把面试放在一起了，节省很多时间，不会冲突。听说你和李经理是老熟人，还能讨论讨论面试者的品性。我靠，夏倩倩可是一位顶级秘书啊，思维逻辑异常缜密，考虑得相当周到。那陈总呢？他不来吗？陈总到魔都出差了，这几天都不在公司。而且这事儿您完全能拍板，陈总即便在公司也不会出席这场面试会的。郑谦点了点头，拿着资料前往小会议室。李涛已经在开始看面试人员的资料履历了。小会议室有3个位置，李涛坐在最右边，最左边是人力资源部的同事。之前郑谦带邓舒心去办离职，跟他照过面。郑总，人力资源部的经理站起来向郑谦打招呼。郑谦对他点了点头。人力资源经理在这里的原因主要是处理面试之后的事宜，郑谦和李涛选中了哪个面试者，他就会带着去办实习手续，当天就可以工作，省下很多繁琐的手续流程。郑总，就等你了，我们赶紧开始吧。李涛也起身把郑谦迎到位置上，最中间的那个位置就是留给他的。今天的面试者一共有8位，第一位叫吉春晓，夏倩倩作为本场面试会的主持，向李涛和郑谦介绍着面试者的身份，还会向面试者介绍李涛和郑谦的身份。前几位面试者履历都很出色，毕业院校基本上都是双一流，最差的也是本科，能力方面都在相关行业有过3年以上的从业经验。郑谦的毕业院校中规中矩，相比较于这些人，他们要优秀自己许多倍。但现在坐在椅子上的却是郑谦，就连郑谦也没有想到，他这辈子能作为面试官，面试这些比自己优秀很多倍的人。只是有一点需要特意说明，参加面试的时候，他们表现得都非常紧张，也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他们紧张的模样，郑谦想起了自己当初投简历面试时的模样，跟他们如出一辙。当然，也在有可能是在夏倩倩介绍完郑谦副总的身份之后，感到的压力太大了。前几位的面试者都挺不错，不过他和李涛都没有着急下决定，选谁作为自己的下属员工，先面试完再说。当郑谦翻到最后一位面试者的资料之后，属实有些吃惊。倒不是他的毕业院校有多么出色，工作经验有多么丰富，而是这个人郑谦认识秦雪丽。郑谦与李涛面面相觑，两人都没想到秦雪丽会来参加正兴船务公司的面试。李经理，你之前知道这个人会来参加面试吗？不知道啊，他没跟我说要来。夏倩倩有些不理解，这2个人说的话是什么意思？郑总，李经理，秦雪丽的毕业院校是一所211学校，也有相关的工作经验，是符合我们面试会标准的，请问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问题，叫他进来吧。李涛对夏倩倩说道，人家也是凭本事过来的，咱们没有理由拒绝。夏倩倩不知道秦雪丽之前就是李涛的下属，也是郑谦在老东家时候的同事，两人的工位紧挨着。秦雪丽今天打扮得很精致，头发按照规定扎了起来，穿着一身职业 OL 装，比起以往的披头散发，穿着的时尚潮流变了不少。秦小姐，这位是我们人力资源部的彭经理，如果你今天面试成功，可以直接找他去办实习手续。彭经理，你好。秦雪丽在看到郑谦和李涛的时候非常的惊讶，她经过各方打听，这才知道李涛带着郑谦跳槽到了一家名叫正兴船务的海上运输公司，今天来参加面试也是奔着郑谦来的。李涛作为行业里的前辈，跳槽之后升职加薪是很正常的事情，他来之前就已经知道李涛是正兴船务业务部门的经理了，但是他没想到郑谦居然也是今天的面试官，而且还坐在最主位上，看样子他比李涛的位置还要高啊，这是怎么回事？郑谦一直是李涛的亲信小弟，大哥飞黄腾达，小弟自然也跟着沾光，但是同为面试官就有点太夸张了吧。秦小姐，这位是我们公司业务部门总经理李涛。李经理您好。最后介绍的这位是我们公司的副总裁郑谦。副总裁？秦雪丽瞪大了眼睛，郑谦怎么比李涛的位置还要高？这有点解释不通啊。郑总您好。雪丽，你不要紧张，大家都是老同事，之前在我手下的时候做得不错，我对你的能力还是比较认可的，不用担心因为这个我就否决你。李涛话里有话，换言之，李涛的意思是说大家知根知底，不用玩什么把戏。面试会的规则并不是单一的对哪个岗位进行招聘，李涛的秘书、郑谦的公关组都可以在这8个人里面选。如果被李涛挑中，在这位老前辈的带领下，能学习到很多经验，薪资方面也不低。如果被郑谦选中，就能进入郑谦的公关组，由公司副总裁直接领导，今后在公司地位只高不低，升职加薪就是郑谦一句话的事儿。主要是公关组的事儿比较少，薪资方面和李涛的助理要稍微低一些。反正不管被谁选中都是一件好事，五险一金扣完之后还有1万块的薪资。正兴是一家新兴的海上运输公司，有固定资产在，10年8年都不会倒，而且这家公司机会很多，进入正兴公司无疑与一只脚迈入了中产阶级。但刚刚李涛的言外之意就是，你进不了我这儿，问问郑总愿不愿意要你吧。
李涛对于秦雪莉的能力是比较认可的，但他也知道秦雪莉是一个典型的女海王，他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全心全意投入工作的助理，无论男女都可以，但女海王还是算了。助理这个职位不分上下班，只要找你，那就是上班。而海王可是要花大量的时间喂鱼、养鱼的，可能秦雪莉是一位时间管理大师，但长久下来肯定会耽误几次工作。李涛为了避免这样的工作失误，就先拒绝了秦雪莉。今天能给出的2个岗位，业务总监、部门经理，李涛的助理，这个职位的含金量要远远高于郑谦的公关组。夏倩倩微微颦眉，如果不是李涛主动说出来，她还真不知道秦雪莉原本就是他的属下。郑谦好像跟李涛也是同事，那跟秦雪莉应该也存在一层关系吧。无论李涛是出于什么原因拒绝秦雪莉，他的做法都非常的明智。李涛是公司老总陈伟强亲自挖来，空降公司的业务总监、部门经理。秦雪莉跟他有这层关系，李涛可能不会授人以柄，让人抓他的小辫子，跑到陈伟强那边去告状说李涛滥用私权，给袁东家的人特例放行。实际上李涛也有这层考虑，他拒绝了秦雪莉，那他就只剩下了郑谦这么一个选项。秦雪莉的能力很强，就是情感私生活这方面让郑谦有些厌恶。我只有一个问题，郑总您说，你为什么想跳槽？这个问题是很多面试官都会问的一件事情。对于郑谦来说，他需要了解。秦雪莉肯定不能说本小姐就是冲着你来的，上次把本小姐一个人丢到酒店，连过来看一眼都不过来，她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侮辱。这份侮辱激发了秦雪莉心里那份征服欲。要知道她之前可是一个海王，身边多少只舔狗排队追她，怎么到郑谦这儿就行不通了？她还比不上一个酒吧夜店女吗？征服欲加上好胜心，驱使秦雪莉今天来参加了正兴传物的面试会。秦雪莉不可能把心里的真实想法说出来，稍加思索便脱口而出，原公司的工作氛围比较低下，我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女孩，有自己想要追求的事物，正兴传物这样一个正在崛起的创业型公司才是适合我待的地方，我相信正兴也需要我的加入。这一番话让4人都眼前一亮，那份落落大方的姿态，完全不怯场的心理素质，让秦雪莉从前7位面试者中直接脱颖而出。就凭这份自信，就已经决定了秦雪莉后续在公司的表现肯定要优于他人。他让李涛也着实惊艳不已，相信即便他签下了秦雪莉，也没有人会说什么，更不会把他当成自己的小辫子。如果秦雪莉说的是真的，那么李涛助理这个职位更适合他。只要他保持着这份上进心，李涛会毫无保留地带秦雪莉。但没等李涛改口，郑谦就已经站了起来。不管他是想聊郑谦，还是真的不安于现状，想要提升自己，郑谦都没有理由拒绝这样一位优秀的员工。欢迎你加入我的团队。郑谦相信秦雪莉完全有能力接手邓淑欣离职之后的这个岗位。彭经理，一会去带他去办手续吧。你从今天就开始就去熟悉工作吧。谢谢郑总。李涛见郑谦已经签下了秦雪莉，他也不好说什么，那就算了吧，反正像秦雪莉这样的人多的是。前面那个叫吉春晓的女孩其实也不错，也很有上进心，李涛对她也比较满意，就是人腼腆了一些，但人家是第一个面试的，紧张也能够理解。秦雪莉这段时间基本上都在与身边的那些舔狗分割关系，该还礼物的还礼物，该还钱的还钱，到今天差不多已经那些人划清了界限。有几个痴迷的舔狗，秦雪莉想都没想直接拉黑。倒不是她无情无义，本来她和舔狗之间的关系就是玩玩，有人陷得太深，对感情认真了，那也不怪她。秦雪莉今年已经25岁了，再有几个月过完生日就26周岁了。当初跟她同窗的同学，生娃的生娃，结婚的结婚。她身边围绕的男人不少，但大多数也只是想跟她玩玩，有几个认真的，秦雪莉也看不上。看似身边很热闹，实际上她还是单身状态。她虽然不知道郑谦是怎么突然发家兴起，坐上公司副总这个位置的，但她觉得郑谦是一个比较不错男人。秦雪莉现在把郑谦当成自己的终极目标来追求，之前她对感情这么认真，还是在高中的时候，那回她还是一个清纯的少女。被一个学长伤害过感情之后，她自认为看透了男女之间的感情，就变成了一位钓鱼养鱼的海王。现在秦雪莉看到郑谦才明白，渣男渣女其实也还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洁身自好，认认真真对待感情的。这一次秦雪莉决定使出浑身解数来追求郑谦，把他当成自己的结婚对象来追求。办完手续之后，秦雪莉被郑谦拉入了微信群，还发了一个2000的红包。郑谦，欢迎新同事的加入。郑谦，恭喜发财，大吉大利。郑谦照旧在群里发了一个2000的红包，指定秦雪莉领取，这是他公关组的专属福利，不能因为秦雪莉来得晚就没有这个福利。他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秦雪莉在领取了红包之后，来到了自己的工位上，在夏倩倩的带领下，与新同事互相认识，熟悉接下来的工作。你好，我是姚曼曼。姚曼曼？秦雪莉有点震惊，她听说过姚曼曼的大名，这不是郑谦的前女友吗？姚曼曼怎么也在这个工作组？干嘛这么看着我？你之前认识我吗？姚曼曼笑道，不好意思跑神了。你好，我叫秦雪莉，今后你的新同事请多多关照。秦雪莉一一跟剩下的人认识，她松了口气，其他几个她倒不认识，只有姚曼曼一个人是郑谦的前女友。
他还以为郑谦的这个工作组是他前女友的聚集地呢，现在看来并不是。但郑谦为什么留姚曼曼在工作组啊？难道对他还有感情，养在公司想吃回头草？看来他能够受到郑谦的青睐，招他进入公关组，并不是因为郑谦对他还有什么感情，而是对他工作能力的认可。抛开个人因素不谈，那么姚曼曼的工作能力应该也不弱。秦雪莉现在已经把姚曼曼看作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像郑谦这样的男人在整个社会上都是稀缺的优质资源，碰到好男人就得抢，就算你跟我是亲姐妹，我也不能松手。没有这份心，怎么拿得下郑谦？下午，在几位同事的带领下，秦雪莉已经大概知道了他的工作内容，事情不算多，估计了一下，大概1-2天就能跟上大家的进度。临近下班，秦雪莉借口上厕所，悄悄地来到了郑谦办公室门外。咚咚咚，她轻轻地敲了一下门：“郑总，在忙吗？”郑谦听到是秦雪莉，便喊她进来。有事吗？他放下手中关于锦绣集团的资料，询问道：“先坐吧。”秦雪莉关上办公室的门，坐到了郑谦的面前。郑总，下班之后有空吗？我想请您吃顿饭。之前我有很多地方做的不对，想跟您道个歉。郑谦记得他在离职去收拾东西的时候，秦雪莉就向郑谦提出了一块吃晚饭，要跟他道歉的事情。不过当时被顶替李涛位置的丁鸿飞给打断了，两人大吵一架，吵完就直接离开了公司。改天吧，今天没时间，得回去陪家里那位。家里那位？郑谦已经有女朋友了吗？秦雪莉秀眉微蹙，感觉完全不可思议。这才多长时间啊，郑谦就找到女朋友了？听这语气，已经同居在一起了。这一切来得都好快。秦雪莉忽然感觉被打击了。还有一点，我要跟你说明。郑总您说，你在面试的时候表现得很好，我希望你能一直保持这股状态，不要因为之前的事情影响到新工作。既然我能选你进我的工作组，就不会因为个人情感问题戴有色眼镜针对你。就说这么多。郑谦抬腕看了一眼手表，已经到点了，没别的事情的话，就先回去休息吧，加油。此时的办公室外，几位下属同事趁着秦雪莉不在的机会，已经开始议论这位新来的同事。这个秦雪莉好骚啊，怎么刚入职就跑到郑总的办公室了？好像是郑总叫他过去的吧？不可能，我去洗手间的时候看见了，还偷偷在门外逗留了几秒钟，是秦雪莉主动敲门找到郑总的，好像是想请郑总吃饭。想请郑总吃饭？那郑总答应了没？我哪知道，我总不能把耳朵贴在郑总办公室门上吧？只是逗留了几秒钟就走开了。秦雪莉心机不浅啊，刚入职就想勾搭郑总，她算老几啊？哎，你们快看，秦雪莉出来了！你们猜郑总答应了没？答应个屁，看他灰头土面的样子，就知道被郑总拒绝了。秦雪莉十分沮丧地从郑谦的办公室里走出来。郑谦刚刚的话，无疑是给他当头一棒。原本秦雪莉欢喜满满地走他的办公室，但却被郑谦赶人似的撵了出来。他本以为郑谦留自己是对他还有一份感情可言，但刚刚那番话就是告诉他郑谦已经有女朋友了，让他以后说话做事都注意一点分寸。虽然不知道是真是假，郑谦脸上却有一种拒他于千里之外的冷漠。秦雪莉不会就此放弃。秦雪莉的自信来源于她的婀娜姿貌以及拿下郑谦的这份决心。她不介意上演一出小三上位的戏码，但要演这出戏，肯定也要先成为郑谦的小三才行啊。她必须要让郑谦看到，她已经改过自新，真心的想跟郑谦谈一场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就算你有了女朋友又怎么样？不是还没结婚吗？没结婚，她就有机会。排队打卡的时候，秦雪莉被几个同事问话了。丽丽，郑总找你是有什么工作交代吗？秦雪莉心里一沉，发现这几位用一种一样的眼神看着自己，好像她被郑谦赶出来的事情已经人尽皆知。没有。秦雪莉冷漠地回答道。她算是看出来了，这几个人里早就已经有人盯上郑谦了，才会这么取笑他。原来除了他以外，还有人对郑谦也有想法。秦雪莉的潜在对手很多，但这并不能阻挡秦雪莉。你们几个算什么，敢来取笑我？鹿死谁手还不知道，走着瞧。秦雪莉在接受完一顿嘲笑之后打卡下班。丽丽，你别理他们，刚刚你走的时候，他们还讨论你去勾搭郑总啊。我觉得你应该不是这样的。说话的是何妍妍。在邓淑欣离职之后，她每天就独来独往，除了工作上必须的交流以外，基本上不跟那几个女孩说话。谢谢你，妍妍。秦雪莉看着这位戴着圆框眼镜、长得可可爱爱的女孩。何妍妍是她进入正兴之后第一个选择相信她的女孩。经过简单的交流，发现两人的住处距离不远。打完卡之后，两人去吃了晚饭，一块坐公交车回家。郑谦在看完最后一点文件之后，也照常回到江山国际。第二天上午跟着高月去健身房健身。下午他并没有去公司，而是约了邓玉清、邓淑欣姐妹两个去叶北的汽车销售中心买车。邓玉清和邓淑欣本来是拒绝的，郑谦已经帮了他们很大的忙，他们不能再要郑谦的车。但郑谦非常的坚决，两姐妹要是不答应，郑谦脸上不太好看，就约好了见面地点。邓玉清开着车把郑谦给接上，三人一同前往 4S 店。小谦，其实真不用，我爸的这辆车开着就挺好的，你别看是老车，但皮实耐用。邓玉清话音刚落，突突突，轰轰轰，
车子突然一响，邓书欣立马慌乱一团。车子不再前进，引擎盖冒起浓浓白烟。郑谦催促两人赶紧下车。皮实耐用，郑谦有点想笑。啊，这上个月才刚刚修过啊，怎么回事？行了行了，打电话让拖车拉走吧，今天带你们去提一辆新车。郑谦吧唧吧唧嘴。哦。邓玉清低下了头，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叫拖车。搞妥老捷达之后，三人打车来到汽车销售中心。郑谦也打算在给两姐妹买完车之后，他也按照李涛的建议提一辆奔驰 S 级。李涛的话，郑谦仔细的想了一下，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一个做生意的老板就该营造这样的神秘感，某些时候还可以伪装自己。奔驰 S 级是他最好的选择，而不是什么劳斯莱斯，太高调了。郑谦带着邓玉清、邓书欣2朵玫瑰花走入汽车销售中心之后，回头率高达200%，所有人都会高看郑谦一眼。我靠，那小子真有福啊，直接带了2个极品妹子。你要有钱，你也能带。这2个美女长得好像，难道说是姐妹？不会吧，姐妹花？某些男同胞对郑谦更加的钦佩，连姐妹花都能搞定，肯定不是一般的有钱。果不其然，那些国产品牌郑谦连看都没看，带着2个美女直接就进入了梅赛德斯奔驰。操，我也要努力赚钱，包养嫩模开大奔。你算了吧，替买一辆 QQ 都得分期，还包养嫩模开大奔。这些杂言碎语，三人自然是听到一些。郑谦倒是无所谓别人的眼光，但两姐妹可就不一样了，面红耳赤，双颊像是熟透了的苹果。梅奔 4S 店，行，提钱了是吧？我知道了，好，包在我身上。梅奔销售经理王欢翻了个白眼，结束了通话。电话是王欢一个老同学打来的，前几天给他发了1000块钱红包，委托他办一件事。老同学的一位好哥们最近勾搭上了一位长腿模特，知道王欢在梅奔 4S 店做销售经理，所以就想了这么一招，全程该怎么服务怎么服务，但是最后一定要他作为销售经理告诉那个长腿模特说这一款没有现车，需要预定，定金10万，告知他要等1个月。要是长腿模特说有什么现成，就让王欢说全都没有现车。等两人出了 4S 店之后，就让他去办理退款，10万定金返还9万5，王欢留5000作为好处。1个月时间足够让那位好兄弟把长腿模特给玩腻了。刚刚那个电话就是他的那位好哥们打来的，不用等1周以后了，今天就过来陪模特看车。这件事情王欢要全程保密，尤其不能让店里同为销售经理的张翔给知道。张翔常年跟他竞争 4S 店里的销冠，虽然平常两人和和气气，跟普通同事没什么区别，但心里可是恨死彼此了。每个月销冠的奖金是2万元现金，张翔已经连续3个月拿销冠，否则王欢也不至于冒着这种丢工作的风险帮老同学这样的忙。不过今天其实也行，因为张翔出去陪客户上牌了，一时半会估计回不来。你们随便看看，看中哪辆就告诉我。王欢看了一眼门口，这么快就来了。王欢是没有见过老同学的这位好兄弟的，但从那2位美女的身材和颜值来看，就是这位好兄弟没错了。郑谦身旁的那2位美女五官端正，皮肤白皙，丰神野丽，福翠流丹，粉枣齐美，风姿尽展，尤其是个头全都在1.7米以上，这是标准的模特身高。看长相，两人还有点神似之貌，好像还带点血缘关系。王欢脑子里瞬间就蹦出3个字：姐妹花。当时说好是1个人，突然变成了2个。不行，事成之后得加钱。这是我同学的兄弟，熟人你们先歇着吧，我过去。王欢对其他几个销售经理说完之后，兜了一下衣领就走了出去。先生您好，请问是看车吗？废话，到 4S 店不看车看什么？王欢皱了下眉，他同学这好兄弟还挺会装大爷，不过人家毕竟给了钱，他兜着也就给兜着了。好，那您有心仪的款吗？我给您介绍一下。王欢陪着笑脸说道，今天主要是给他们2个人买车的，你去问他们吧。一切都在王欢的计划之内。小千，这些车都太贵了，要不我们换个便宜点的店？你帮了我们那么多忙，再让你出钱给我们买车，多不好意思。邓玉清和邓书欣2人随便看了看，最便宜的 C 级也要几10万，实在是太贵了。2人觉得这辈子能开上一辆奥迪 A4 就觉得人生圆满了。而且2人也没想到，郑谦一上来就让他们看梅奔这种只有大老板才会开的车，完全出乎2人的意料。没事儿，不用在乎钱，我不缺钱，今天指定让你们俩1人提走1辆。你们别光看 C 级啊，去那边看看 S 级。郑谦指了指展厅摆放 S 级的区域，你们俩别在乎钱啊，郑谦今天还指望着靠着你们姐妹2个把他想买的那辆 S680 给报销了呢。郑谦的话王欢听得清清楚楚，这小子确实能装，1辆 C 级最低配都要几10万，还1人1辆，吹牛逼的功夫他确实比不上。要不然怎么说人家身边不缺美女呢，连姐妹花模特都能搞得上，就是靠着这张会说的嘴皮子。王欢做了5年销售，嘴皮子也算是能说了，但现在连个老婆都没有，哪像郑谦随随便便身边就是2个胸怀四海的美女。王欢打定主意帮忙把事情搞定之后找郑谦取经。郑谦能想出退定金这种法子，说明人家脑袋里装的全是这种撩妹的把戏。他身为梅奔店的销售经理，
到时候也能玩一手这种把戏骗妹子啊。4S 店的销售经理王欢全都认识，除了那个张翔和他不对付以外，其他全是熟人。小千，这种车更贵了，我们哪开得起啊？两姐妹看到梅奔 S 级的售价之后，直接惊呆了。最低配的 S400都要上百万，更别说车身打着聚光灯的那辆 S680了。没事，不是说了吗？钱的问题不用你们担心，我来付。你们先看看，看中哪台就告诉我，一人一辆，都有份。一人一辆。邓玉清和邓淑欣内心又是一阵咯噔，这哪是郑总，根本就是正财神啊！梅奔这车哪都好，做工精细，内饰漂亮，外观这条流线型设计，比起市面上那些在售的新车，超前5年都不止。两人很喜欢，但唯一一点缺陷，也是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太贵了。一辆这样的车100多万，两辆这样的车就小300万，足够一家咖啡馆2年的运营成本了。车子是好车，但实在是太贵了。邓玉清和邓淑欣都觉得不能让郑谦再掏这笔买车钱，两人决定找到郑谦说一下这件事情。小谦，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但实在是不能要你买的车。是啊，等咖啡馆挣了钱，我们那赚来的钱买车都行，不着急这么一时半会。我爸那辆捷达修还能开，反正就是代步用，不用这么好的车。郑谦看出来他们刚刚看了许久那辆 S400， 又是摸又是坐又是试，本来以为两人就选那辆了，但突然跑过来跟他说了这番话。郑谦知道，就凭两人的性格，不管他怎么说，两姐妹都不会要自己送的车。这样吧，这车就当咖啡馆的公车，这总行了吧？我垫资给你们2位老板用。我看你们相中那辆 S400了是吗？那就选那辆吧。郑谦也不管两人同不同意，反正买了当做公务车，也是这两人用，他自己另有车。销售经理呢？在呢，郑总，你有什么吩咐？王欢乐呵呵上前一步。郑谦从兜里摸出来一张卡，刚准备要交给王欢去刷，但他突然想起来，上一次陪高月过来买车，高月只不过是几句话的功夫，就让 4S 店送了很多东西。也就说几句话，反正是免费送，今后车子保养肯定很贵，两姐妹还不一定能保养得起，不要白不要。全款提2辆车，有什么优惠吗？都送什么东西？郑谦学着高月的口吻跟销售经理交谈，也就10分钟左右的时间，价钱、优惠、礼品、免费的保养就都谈好了。一辆 S400高配的落地要130万左右，2辆全款就是260万，还掏全款。看你这吊儿郎当的样子，能拿个首付算不错了。但装逼剧情就是装逼剧情，郑谦演得很逼真，确确实实把这2个极品模特给唬住了。王欢也戏精上身，很卖力地跟郑谦谈，把给平常真实客户的优惠和礼品、保养都夸大了3倍左右。反正也兑现不了，那就随便谈呗。反观郑谦，他觉得自己出马谈的优惠比高月谈的还要多，也不知道是梅奔财大气粗，还是他已经从高月身上学到了精髓，得到这样的结果他很满意。行，那就去刷卡吧。郑谦这时候才终于把卡交到了王欢的手里。郑总，提1辆还是2辆？王欢决定把郑谦的面子给足。废话，当然是2辆。郑总，有个事儿我忘了告诉您，这辆 S400没有现车。没有现车？那展厅的那2辆是什么？郑谦有些生气。价钱也谈了，优惠也谈了，保养也谈了，最后你告诉我没有现车？搁这儿搞笑呢？郑总，您说的那2辆前些天就有客户预定了，还付了10万定金，不过一直没有来提车，并不是您说的现车。王欢演得很像，还装模作样的从兜里摸出一包华子，抽出1根给郑谦点上。郑总，实在不好意思，您消消气。麻痹，你把我当猴耍呢？现在才告诉我没有现车，你要是早说没有现车，我就不在你这儿耽误这么多时间了。王欢心里也有点怒了，剧情不是这样的呀。按常理来说，他钱也到了，烟也递了，郑谦应该很委婉的告诉2个美女要等车，然后交定金才对。王欢看得出来，这哥们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家伙，原本说好是带一个模特过来，今天却带了2位。行，那老子就陪你把戏演完，让老子受了这么多气，跟你妈孙子似的，到最后肯定不是5000这个数了。王欢心里打定主意，事后最起码要跟这小子要2万块作为精神补偿。郑总，实在是没办法呀，咱们家这一款太火了，您可以交10万的定金，我们给您预定1台，要订2台的话就得交20万作为定金。要等多久？郑谦冷冷道：1个月。麻痹，要等1个月。要是这个名叫王欢的销售经理早跟他说要等1个月，郑谦不可能在梅奔的店里逛1个多小时。没现车，谈得再好有什么用，还不是白逛。郑谦感觉自己智商被侮辱了。小谦，要不就算了吧。邓玉清原本就没打算让郑谦给他买车，现在买不成正好，省钱了。还是算了，我们俩随便开1台车，能代步就行。算了？怎么可能就这么算了？郑谦的一辆 S680还指着2人报销？不行，你必须给我个说法，把你们老板叫来。郑谦心里有点窝火，两姐妹越是说不要，他解决这事儿的决心越强。在 4S 店里待了这么长时间，加上两姐妹也挺喜欢这一款，郑谦来之前就已经答应2人，今天就给他们提走。要是提不走，那不是打他郑谦的脸吗？
王欢一听郑谦要让他喊老板过来，觉得有点过了。他伏在郑谦的耳边，用仅他们2个人才能听到的声音说道：“兄弟，差不多得了，我已经给你都够明白的了。谁是你兄弟啊？你是不是有病？”郑谦一把就将王欢推开。他见过套近乎的，没见过这么套近乎的。王欢这个窝火，他心里的愤怒不比郑谦弱。麻痹的，我收了你这么点钱，给你兜得明明白白的，而你却得寸进尺，还推推搡搡的骂他有病，把老子逼急了，把你这事儿全给捅出来。哎，你们快看，外面怎么吵起来了？是王欢和那个客户啊，他不是说是他熟人吗？怎么还能吵起来？不知道，咱们看热闹去。销售休息室里涌出几个销售经理，在旁边围观，想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行，你替不给我面子，那也别怪我不给你留面子。郑谦是真的把王欢逼急了。笑话，你一个汽车销售，在我这儿有什么面子？觉得自己卖大奔的就比其他人高人一等，在我眼里，你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销售罢了，在这儿跟我摆什么谱？邓玉清和邓淑欣第一次见郑谦发脾气，能跟王欢吵起来，多多少少是因为他们。小谦，没必要发脾气。是呀，咱们换个地儿不就行了吗？没事，你们在旁边看着就行。郑谦给2人一个放心的眼神。喜欢装逼是吧？信不信我把你交代的事儿全抖出来？我认识你吗？交代给你过什么事？你倒是说出来听听。王欢一声邪笑，那些看热闹的经理跟他关系都不错，不会因为这件事情上报老板的，也就说了。行，那你们给我听好了。王欢铁齿铜牙，2段话就干净利索的把事情给捅了出来。2位美女，你们实际上是被他给骗了，这事儿我还有聊天记录，不信你们看。王欢把聊天记录也晒了出来，但和王欢聊天框里的那个人并不是郑谦啊，笑死我了。郑谦捂着肚子，已经笑得完全直不起来腰。邓玉清和邓淑欣哪会相信王欢的这一套说辞？他讲的故事可能不是编的，但绝对不是郑谦。邓淑欣上次看到了郑谦的银行卡余额，里面躺着1个多亿。郑谦这个人一口唾沫一颗钉，他没必要，也不至于用这种低劣的手段来欺骗他们姐妹2人。即便郑谦这么做了，他又是为了什么？就为了装逼？为了撩妹？2姐妹的心早就属于郑谦了好吗？你喜欢晒是吧？那我也晒，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老子卡里有多少钱。郑谦直接亮出银行卡余额，众人探着头，眯起眼睛仔细的数着，个、10、百、千万、亿，1亿8千万。王欢这下可惨了，人家不是你的同伙，而是一位正儿八经的高富帅啊！几百万就是人家银行账户的一个零头而已，完全没必要因为这点钱让你冒充什么僚机。王欢在看到银行卡余额之后，眼睛瞪得像铜铃那么大，目瞪口呆。你们干嘛呢？怎么就这么多人？一位西装革履，胸前别着销售金冠字样的男人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张翔，你不是陪客户去上牌了吗？今天车管所人少，没有耽误太多时间，怎么了这是？张翔解释道。等等，郑总。张翔一眼就认出了郑谦。您好您好，没想到您大驾光临我们 4S 店，来之前怎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啊？快快去给郑总买可乐，要冰的。郑谦皱了皱眉头，这小子谁啊？他怎么知道自己喜欢喝冰可乐？郑总，您不认得我了？我跟您照过面。郑谦还是没印象。上次您来我们 4S 店看车，逛了一圈就去了对面的 BWM。郑谦听他这么一说，这才有了点印象。上次陪高月过来的时候，确实来梅奔转过一圈，是他接待的郑谦。不过他是怎么知道自己喜欢喝冰可乐的？ BMW 的那个销售是我一个老朋友，喝酒吃饭的时候，我听他说了接待您的事儿，3言2语就成交了一台200多万的七系，真大气。张翔原本没怎么对郑谦有印象，但是在那天晚上和对面同事喝酒的时候，听 BWM 的朋友说他用1瓶冰可乐就成交了一辆车。张翔原本不相信，朋友就描绘了一下郑谦和高月的模样以及交易过程，张翔一下子就有印象了，彻底记住了郑谦这个人，还记住了他喜欢喝冰可乐。刚刚张翔在跟郑谦相认的时候，他说的是又来买车，而不是又带女朋友来买车。像这样的高富帅，同时交几个女朋友还不是很正常的事情。给表现不错的女朋友买车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儿，人家不缺钱。王欢哪知道郑谦是正儿八经来买车，他还以为是让他当托儿的那个好兄弟呢。王欢的脸上露出极其惊恐的表情。张翔，你刚刚说的都是真的，还能有假不成？郑总，可乐给您买过来了，您趁凉喝。扑通一声，王欢直接坐在了地上。王经理，你这是做什么？张翔寻思，虽然平常你跟我不太对付，但抢客户就是凭实力，反应没必要这么夸张吧。张翔还以为王欢觉得自己在抢他的客户，实则不然。王欢感觉自己的天都塌了。与此同时， 4S 店的自动门开了，一位个子不高，穿着风格比较嘻哈的男人，他搂着一位个子高挑，身材不错，但脸就一言难尽了。不知道这个女脸上打了多少针玻尿酸，动了多少刀，活脱脱一个整容锥子脸。哪位是王经理啊？我来找他提辆车。王欢更加想哭了，原来这个才是正主啊！
麻痹的！王欢从地上爬起来，也不管3七21，直接就往他身上踹了一脚。我就是王经理！小伙直接懵了，刚刚还托朋友给王经理打了电话，答应的好好的，怎么一见面就踹给他一脚？不为什么，就是想打你。打你吗？小伙怎么能在刚刚聊到手的模特女朋友面前丢面子呢？两人直接扭打成一团。旁边的锥子脸美女压根不懂发生了什么事情，两人怎么打起来了？她甚至连为什么打都不知道，捂着胸口一脸懵逼。这边的张翔已经从同事的口中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郑总，两位美女，这边比较吵，咱们上2楼聊吧，别被这个败类影响到了心情。张翔继续为郑谦服务，双方谈得很融洽。张翔表示 S400是有现车的，今天就可以开走，而且刚刚王欢答应给郑谦的那些礼品、保养、优惠全都不变，一切照旧。郑谦舒了口气，这才是他来消费应该有的服务。不但交谈轻松，还有冰可乐喝。车子是给这2位小姐买的，下到他们的名下就可以。好嘞，郑总。郑谦把银行卡摸出来，刷了260万，花费260万元，返现2600万元已到账。两姐妹直接看傻了，260万，一家咖啡馆的钱，郑谦就这么花出去了？这就是账户里有1亿8000万的大佬吗？其实他们错了，郑谦现在账户里已经有2个亿出头了，两姐妹才是财神爷。对了，小张，店里那辆 S680有现车吗？我想再提一辆。有啊，有。张翔一听郑谦还要提车，眼睛又闪过一抹光芒，320万。如果刚刚谈的那些售后政策和礼品不变的话，那就刷卡吧。郑谦再一次把银行卡交了出去。叮，郑谦手机上收到了消费提醒。张翔已经笑得合不拢嘴，这才月初他就直接卖出去3辆车，而且还都是 S 级，2辆 S400高配版，1辆 S680顶配版。这个月他已经稳坐销冠宝座了。邓玉清、邓舒心这才多久又花出去300多万，一个下午直接花出去小600万，这种花钱速度1辆跑车都追不上。邓舒心知道郑谦已经有了1辆宝马、1辆劳斯莱斯，现在又提了1辆车，1辆不就够了吗？要这么多车干嘛？高富帅的世界他真搞不懂。小谦，怎么了？没事。邓玉清欲言又止，郑谦也没追问。在张翔的全程陪同下，车子的手续很快就办好。当3人将车子开出 4S 店的时候，王欢和那个青年小伙还在打，两人全都鼻青脸肿，满是淤青。恰好这时候 JC 已经到了现场，将两人强行控制了起来，带上了车。邓玉清和邓舒心分别坐在郑谦给他们买的新车驾驶位上。这辆车可能是一个普通人一辈子的奋斗目标。郑谦说是给咖啡馆买的公车，可哪个咖啡馆的女老板开这种车啊？而且还是2辆，还不是怕他们2个不肯要，巧立的名目吗？两人不约而同地摸着这张纯手工打造的皮质，确实跟之前那辆老捷达有些不一样，好像变得更尊了些。别人一辈子可能都无法达成的目标，郑谦一句刷卡就替他们完成了，有点不可思议。愣着干嘛？你们该不会没有驾照，或者有驾照不会开吧？那这2辆车就白买了。不会开，就是有点感慨。邓玉清连忙冲着坐在 S680 驾驶位上的郑谦解释道：会开就走吧，要不要买点菜什么的？馋你的手艺了。3人在回去的路上逛商场，买了几块牛排和红酒，以及一些青菜小料。值得一提的是，邓舒心在地下车库停车的时候，怎么倒库都倒不进去，可把他给急坏了。刚买的车，他开得小心翼翼，最终还是邓玉清帮忙停好的。吃过晚饭之后，郑谦心满意足地摸摸肚子：我去帮你铺床吧，喝了酒就别开车了，明天有事吗？正好一块去选个位置呗。没事，不用了，我得回去。郑谦拒绝了邓玉清的提议，通过手机叫了个代驾。晚上还有事情，你说个地点吧，明天我直接过去，今天就不留了，每天都睡你们家多不好意思。在郑谦的坚持下，邓玉清也没有强留郑谦，两人约好明天上午10点钟在双流桥下见面。郑谦可是学乖了，即便留在邓玉清家里，每天晚上听着他们的洗澡声音，搞得郑谦心里直痒痒，欲火纵身的模样，还不如回江山国际，又有美人暖床，又不会遭到高月的埋怨。这段时间还是多陪陪高月。第二天早上，高月9点钟准时把郑谦叫醒。臭猪猪，不是说今天有事吗？快起床啦！郑谦缓缓地从床上爬起来，洗漱之后，高月为他拿来了干净的衣服。又买车了？听了一个前辈的建议，买了一辆梅奔 S。两人吃早饭的时候聊了起来。我也觉得，但就是没跟你提过，劳斯走到哪儿都非常高调，但是你喜欢嘛就好。现在这辆商务气息比较高，看起来也比较稳重。以后有什么建议的话，可以直接告诉我，忠言逆耳利于行吗？好。10点，双流桥。郑谦提前20分钟出发，但还是迟到了10分钟。叶北的早高峰也太堵了点，尤其是双流桥是整个叶北的交通枢纽，一个非常大的十字路口。郑谦光是等这个红灯就等了7、8分钟。邓玉清还没到，估计也在路上堵着吧。在双流桥上待了20分钟，郑谦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周围的咖啡店特别多，
什么幸运 X 咖啡、22星咖啡、星巴 K 咖啡，市面上能叫得出品牌的咖啡店，全都开在前面那条街。上午10点正是那些白领犯困的时间，来来往往，各种颜色的骑手都有，黄色骑手、蓝色骑手、黑色骑手，他们扎堆在双流街排队取客人的外卖。叶北咖啡生意的盘子原来这么大，怪不得邓玉清约他在这里见面，把咖啡馆的地址选到这里。双流街处于叶北最中间的位置，就好像是一个圆心，附近的商业大楼比较多，交通便利，距离很近，配送价格低廉。小千，郑谦应声回头，看到略施粉黛的邓玉清挎着一个白色皮包朝他小跑过来。夏风微微起，吹动邓玉清的空气刘海，风也让他睁不开眼，不得不用左手放在额头上才能微微睁眼。头发都吹乱了，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路上实在是太堵了，没想到这个红绿灯这么长，我等了3轮过来。没事儿，我也是刚到。郑谦帮邓玉清理了理头发。咦，怎么只有你一个人？你妹妹呢？我父亲准备动手术了，他昨天凌晨的飞机飞到帝都去了，我留在叶北负责选址的事情。如果手术顺利的话，过几天就能转院回到叶北休养了，到时候我和舒心一块照顾他。哦，好，去哪看商铺？选好没有？两人下了双流桥，一边走一边聊。邓玉清告诉郑谦，他选了3家商铺，现在先去看第一家。第一家的位置比较偏僻，已经不在双流街了，而在隔壁的卫生街。这条街上咖啡店很少，仅有1、2家，更多的是小吃店、奶茶店，还有蛋糕房什么的。这家的租金比较便宜，1年15万左右，房东给包物业费。紧接着，邓玉清带郑谦去看了第2家，这一家在双流街，1年租金25万，位置也比较合适。但郑谦惊奇地发现，这家空商铺恰好就在舒米勒的对面。郑谦问过高月他开的咖啡馆叫什么名字，就叫舒米勒。对面那家咖啡厅是高月开的，这特么怎么会这样巧？小谦，你觉得这家怎么样？虽然租金贵了点，但我挺中意的。不是还有一家吗？先看完再说吧。郑谦急着走，他已经看到舒米勒门口那辆熟悉的 BWM 了，这回高月肯定在店里，要是看到他陪邓玉清来看咖啡馆，那可就不好了。哦，好。邓玉清倒也没多想，只是不知道郑谦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紧张。第3家商铺也在双流街，距离第2家位置不远，在舒米勒的斜对面。这家的租金更贵，1年要30万，面积也比较大。其实刚刚第2个就挺好的，就这个吧。啊，这么果断，为什么选这家啊？我觉得刚刚第2个就挺好，大小合适，租金也不贵。邓玉清都懵了，怎么说呢？郑谦疯狂挠头，大脑急速运转着，最终想出了一个拙劣的借口。刚刚那家风水不好，噗，就连房东都笑了。他第一次见这么看商铺的，连风水都摆上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房东连忙为自己的失态致歉。这样吧，你们要是今天能签合同的话，我给你们包全年的物业费。见房东拿出了他的诚意，郑谦也没打算计较。你等一下，我和他单独聊聊。邓玉清给郑谦使了个眼色，两人站在没人的地方聊着这件事情。干嘛？你该不会是认真的吧？真的是因为风水？你还懂这个？那肯定啊，我祖上可是有名的风水先生，我爷爷埋葬在南方的一块好穴里，蜻蜓点水知道吧？先人竖着葬，后人一定棒，所以我才这么有钱。邓玉清没看出来，郑谦还挺会扯，他可不相信什么风水，也不信命。郑谦之所以这么有钱，肯定是因为他能力过人，抓住了机遇。至于风水什么的，肯定是他胡说的。理性分析一下，第2家商铺的位置很好，还开在舒米勒的对面。舒米勒可是双流街有名的咖啡厅，租下第2家商铺，还可以吸一吸舒米勒的客流量。至于第3家，位置差强人意，中规中矩，没有第2家好，而且还比第2家贵，主要是面积有点大，跟邓玉清脑子里的运营模式不匹配。咖啡馆是咖啡馆，咖啡厅是咖啡厅，他们才刚刚起步，肯定不能像舒米勒那样的老店整那么大的面积，容那么多的客人，店里有几张桌子就够了，前期肯定还是走外卖的模式。听了邓玉清的想法之后，郑谦不得不佩服他的逻辑，但郑谦还是不同意把咖啡馆开在舒米勒的对面。你太谨慎了，咱们要做就一步到位，别区分什么咖啡馆和咖啡厅。你们的咖啡手艺很好，不用怕没生意，我相信你。郑谦一手搭在邓玉清的肩膀上，看着他那双清澈的眸子，充满信心地说道。邓玉清鼻子突然一酸，眼睛红红，除了父亲以外，从来没有第2个男人对他这么好。他的内心如同惊涛骇浪一般，脑子里快速推演了一遍和郑谦一起度过的余生，连埋在哪里他都想好了。怎么了？郑谦见邓玉清一言不发，眼睛还有些泪花，关心地问道。没事没事，那就听你的吗？邓玉清偷偷用袖子擦了一下眼睛，没让郑谦看到他动情的模样。好感度+5，当前好感度100。郑谦，行了，我们商量好了，就租您这儿了。合同带了吗？我现在就给您转账。收到钱款之后，房东欢喜地与邓玉清签署了合同，紧接着就骑着小电驴离开了现场。郑谦一脸懵逼，他还在思考为什么邓玉清的好感度突然就涨了5点，直接拉满了。难道是因为他刚刚的那番话触动了他吗？
好感度越到后面越是难涨，基本上是一点一点的增加。郑谦敢肯定，刚刚他随口说的那番话，在邓玉清的心里掀起了巨大的波浪，否则连买车都没涨任何好感度，说了几句话就把好感度给涨满了。女人果然是感情动物，几句话就把邓玉清聊得不行。郑谦相信，如果他没有在邓玉清身上花钱的话，逐渐接触也是能追到手的。不过嘛，郑谦已经有一位正牌女友了。自始至终，邓玉清和邓舒心都没有问过他究竟有没有女朋友，默认了他没有女朋友。郑谦推测，也正是这个原因，两人对他的好感度才涨得那么快。如果知道自己有女朋友，肯定不是现在这种状态。中午，两人找了一家餐厅共进午餐。小千，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不知道合不合适？什么问题？你问。你真的没有女朋友吗？郑谦，刚刚他还在想这事儿，吃午饭的时候他就问了。郑谦其实没想好怎么回答，思索一番后，郑谦还是选择了隐瞒。没有，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郑谦把问题抛了回去。我就是单纯的好奇，因为我觉得像你这样的男人，身边应该有不少女孩子缠着你啊。没有，我之前是个穷屌丝，最近才发家的。郑谦这句说的是实话，他确实是最近这段时间才变得有钱的，而且是靠女人变得有钱的。哦，原来是这样啊。如果这么说的话，邓玉清就理解了为什么郑谦会是这样的一种花钱方式，从无到有，总归有一个过程，过段时间就好了。总的来说，郑谦还是一个比较稳重、值得信赖、值得托付的男人，否则邓舒心也不会那么放心的让郑谦在他家里过夜。至于郑谦是怎么发的家，邓舒心没有问，他深知这是一个敏感问题。你点了酒，开着车呢，还是别喝了吧。服务员拎着一个装满冰块的桶，里面冻着2瓶冰酒摆在了桌上。郑谦以为邓舒心忘记了自己是开车来的，提醒道：我知道，我就是有点想喝，你喝不喝吗？我一会要开车，下午还要去公司一趟，没办法喝呀。郑谦委婉地拒绝道：好吗，那我自己喝。邓玉清很熟练地起开瓶口，邓玉清一个人把2瓶酒喝得干干净净。期间，郑谦一直劝邓玉清少喝点，实在不行就不喝了，但邓玉清却一个劲儿里往肚里灌。一顿饭下来，邓玉清神志已经有点不清，满脸酡红，还没结账，邓玉清就倒在了对面的沙发上。嗨，你酒量不行就别喝这么多嘛。这下可好，还得送邓玉清回家。大中午喝得这么醉干嘛？又没碰到什么伤心事儿。这下可好，郑谦还得送邓玉清回家。等等，郑谦突然瞥到在邓玉清头上的好感度开始忽上忽下，好感度1，好感度加1，好感度1。郑谦之前也碰到过好感度上下浮动，但那是女孩人清醒的时候。莫非邓玉清根本没醉？郑谦轻轻地摇了摇邓玉清，没反应。郑谦懂了，邓玉清在装醉。郑谦只见过邓玉清喝过低度数的干红，要不是好感度系统，恐怕真的会被邓玉清耍的这个小心机骗到。可他装醉的目的是什么？试验一下郑谦，看看郑谦会不会在他不省人事、毫无反抗能力的情况下，对他做点什么。好感度都100点了，还用得着试验吗？当然，邓玉清也有可能是想替他妹妹邓舒心试验一下郑谦，但以身体作为代价，未免太拼了一些吧。可能在邓玉清的心里，无论今后是跟他还是跟他的妹妹发展成男女朋友关系，都是会被认可的。但郑谦才不上当呢，他把邓玉清扶上车之后，就直接送回了家。一路上，郑谦也只是偷偷瞟几眼他的那双大长腿，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非分之举。将邓玉清放到床上之后，给他铺了一张毛毯，郑谦就离开了。砰！听到关门声之后，邓玉清猛然睁开了双眸，他心里十分的忐忑，一度认为郑谦会是那种趁人之危的伪君子，但刚刚却得到了验证。其实郑谦要是真的对他做些什么，邓玉清也只会装模样反抗一下，还是会顺从郑谦的。郑谦看起来不像是那种不负责任的男人，等把生米煮成熟饭，那他也跑不掉了。但郑谦一路上也只是偷偷看了他几眼，连上手都没上手。妹妹，你也别怪姐姐，到时候看小千自己怎么选择吧。中光基金某办公室，不好了，刘总，出事了。刘诗琪的女秘书跌跌撞撞地冲进办公室，向他汇报情况。急什么？慢慢说。刘诗琪倒是显得一脸淡定，她商海沉浮几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女秘书急忙向刘诗琪汇报了突发情况：叶南的一家木材公司拖欠正兴船务4趟国际航线的700万运费，一直拖欠着不给结算，现在还打算起诉正兴集团违约，看样子这笔钱是不打算给了。哪家公司？大福木材？不是大福木材，是济源木具。刘诗琪微微皱了皱眉，但很快就舒展。济源木材是陈伟强的老朋友，在正兴成立之初就与正兴签订了长期合作的业务合同，应该没有秘书说的这么严重，只是秘书一时间慌了神而已。刘总，不是我慌，是人家连律师函都发出来了。秘书把一份法律文件呈交给他之后，刘诗琪这才重视起来。陈总怎么说？陈总去魔都谈生意了，一时半会还没回来，可能还不知道这个情况。这下麻烦了，发生这样的事情，陈伟强却不在公司，那就只剩下他和郑谦2个副总来负责处理。这样吧，
我们就当作不知道，我看看那小子会怎么办。可是刘总，别可是了，他要是实在搞不定，我们再出手收拾这烂摊子。正兴船务公司，郑谦刚进办公室，屁股还没坐热，夏倩倩就急急忙忙跑来向他汇报这个事情。怎么会这样？听了夏倩倩的汇报，郑谦显然有些懵。700万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这4趟国际货轮公司前期的成本都是垫付的，要是这笔钱收不回来，那这半年算是白干了。陈总暂时联系不上，刘总那边也没给个准信儿。夏倩倩告诉郑谦，目前只有他的级别够来处理这件事情，而且他作为公关组的领导，这件事情也在他的职责范围内。郑谦这才明白，所谓的公关组是个什么意思，不是娱乐圈的替明星洗白的公关，而是处理这些突发事件。这个部门平常在公司看起来很闲，很不起眼，但是却必不可缺。郑谦本来以为陈伟强给了他一个闲职部门，没想到公关组的作用这么重要，难怪陈伟强把他身边的一个得力助手派给了他。郑谦没有慌乱，第一时间召集公关组的手下开会，调查纪元木剧的背景资料。不到2个小时，办公室的门便被敲响了。秦雪丽第一时间送来了关于纪元木剧的资料。郑总，这是我整理好的资料，您看一下。夏倩倩帮忙关上了办公室的门。看得出来，她在得到了郑谦的工作指令之后，快马加鞭，丝毫没有墨迹调查了纪元木剧的背景以及2家公司的合作历史。资料上显示，在正兴集团成立之初，纪元木剧就与公司签署了半年的合作协议，现在算算日子，半年时间也快到了。郑总，我猜测这个纪元木剧跟公司老总应该是熟人关系吧，否则不可能在公司成立的第2天就签这种合约，您觉得呢？郑谦认同秦雪丽的想法，要不您给陈总打个电话问一下。陈总现在联系不上，他的电话我打不通。咚咚咚，进。第2个进门的是姚曼曼，她先是瞥了一眼站在旁边秦雪丽，眼中有些不屑。秦雪丽未免有点太想表现自己了吧，抢在所有人前面给郑谦资料，是何居心？你难道不知道郑谦是我的前男友吗？你想跟我抢郑谦，你有这个实力吗？郑谦会看得上你这个心机婊吗？笑话！姚曼曼心里对着秦雪丽一阵骂，随之走到办公桌前面，双手呈上一份资料。郑总，这是我整理的资料，您请过目一下。郑谦翻开了第2份资料，姚曼曼整理的是2家公司的财务问题。正兴集团正在发展阶段，虽然这一行不吃现金流，但前提是默认所有客户都会按合同时间付尾款给公司，要都像纪元木剧这样，让公司干了活不给钱，也会给公司造成很大的困难。如果这700万的尾款纪元木剧不给结算，还要起诉公司的话，会造成如何的后果。姚曼曼在资料里批注得很详细。翻页之后是纪元木剧公开的季度财报。郑总，我查了一下公司与纪元木剧的签署的合同，当时陈总答应的价格要比行业平均低5个点左右。纪元木剧用了我们4趟国际货轮，最起码从中获利5400万左右。此外，纪元木剧跟合作商没有纠纷，没有官司，工厂也正常出货，完全有能力支付我们这笔700万的尾款。郑谦皱了皱眉，要是按照姚曼曼的资料分析，那纪元木剧就是故意不结算运费。但纪元木剧的老板是陈伟强的好朋友，老熟人啊，怎么会做这种事呢？咚咚咚，第3个进入办公室的是钟小瑶，她的头发已经被外面的风吹乱了，好像是走了一遭外面。郑总，我调查清楚了，你别着急，喝口水慢慢说。郑谦看钟小瑶还有点小喘，就让她先坐下。钟小瑶缓过来之后开口道，我去了一趟纪元木剧的工厂，发现工厂的生产并没有停止。姚曼曼看了一眼钟小瑶，这个消息本小姐已经调查清楚了，从文件上就能看出来的东西，至于这么大动干戈吗？还有吗？郑谦通过刚刚姚曼曼的资料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他还是期望钟小瑶外出能够带来更多他不知道的消息。工厂的生产没有停止，但不再往叶北码头运货了，而是统一调往了叶南码头。船务和码头的事情郑谦倒是清楚，公司的几艘货轮基本上都从叶北码头出发，叶南码头只有1艘小吨位的货轮，而且还不常驻。钟小瑶接着说道，叶南码头停的船大部分都是亚美集团的，我猜测纪元木具有可能联动了亚美船务，这张律师函就是他们搞的鬼，2家联合起来对公司展开的狙击行动。刚刚姚曼曼的资料上已经详细的分析过了，这700万对郑兴来说不算大，但也不算小，足以断掉公司的资金链。钟小瑶的行动迅速，调查出了这件事情背后可能隐藏的真相。夏倩倩总结道，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可就不是普通的商业纠纷了，郑兴已经陷入了商业斗争。都说毫无硝烟的商战才是最诛心的战争，没想到亚美集团和纪元木剧玩得这么硬。虽然现在还只是猜测，但从证据和呈现的资料来看，应该是8、9不离10的事情。陈伟强目前联系不上，刘诗琪好像不想管事儿，那就得由郑谦扛起大旗。夏倩倩对郑谦的能力有些怀疑，不知道他能不能处理好这件事情。眼下联系上陈伟强才是最稳妥的。陈伟强跟纪元木剧的老总马文成是熟人，打个招呼问一下就行，说不定就是一场误会。郑谦对面前来汇报情况的3个人很满意。
秦雪莉正式入职公司才第1天，就已经很熟悉公司合作方的情况，能做到这一步，说明她认真了，下功夫了，这是很不容易的。姚曼曼的嗅觉敏锐，抓住了主要矛盾问题，做出的判断有理有据。钟小瑶的行动让郑谦惊叹，直接调查出了背后可能隐藏的真相。如果让郑谦打分的话，钟小瑶10分，姚曼曼8分，秦雪莉8分。但面前的3位也只能算作自己的智囊团，指望他们解决问题是不行的，最后还得他亲自出马。你们表现的都不错，继续努力，去吧。夏秘书，你收拾一下这些资料，跟我去一趟济源木局，我们去见一见这个马文成。走出办公室的3人心情各有异样。钟小瑶对其他2人自然是带有一丝轻蔑之心，在提供资料、调查背景这一方面，他的功劳最大。从郑谦脸上的表情也能判断出，郑谦对他是最满意的。这张答卷，他肯定是满分。其他2人可不这么想。姚曼曼和秦雪莉觉得钟小瑶只不过是投机倒把，歪打正着，郑谦对他最满意，但也是在他们2人提供资料的基础上给出的评价。从某方面说，钟小瑶窃取了2人的劳动果实。秦雪莉觉得自己必须更努力，才能在这2人当中脱颖而出。郑谦对他的感觉还是可以的，态度最起码已经跟姚曼曼处于一个水平。但秦雪莉是不屑于苟同姚曼曼的，她要让郑谦对她另眼相看。姚曼曼则是一头雾水，对钟小瑶怀恨在心，脸上积累了越来越多的怨毒。行，咱们3个就算是从这儿开始了。你真打算自己处理这件事情，不等陈总吗？陈总能处理肯定是最稳妥的，但陈总现在联系不上，我总不能坐以待毙吧。走吧，去会一会这个马文成。济源木局董事长办公室里坐着2位中年男人以及1位青年，分别是马文成、常大山、胡月斌。3人一起冒烟，搞得办公室白雾缭绕。旁边站着的秘书咳嗽个不停，差点没把他人直接给送走。去把窗户打开。马文成趁着女秘书去开窗户的时候，还在她挺翘的后面狠狠地捏了一把。女秘书哪敢反抗，只能老老实实的受着。嗨，行了行了，你出去吧，别在这站着了。女秘书如同大赦，连忙退出了办公室。胡总啊，你出的这招可真够绝的，现在郑兴肯定慌乱一团吧？马文成不禁赞叹一声。这场狙击行动就是胡月斌牵头，带着他们2家企业搞的。那肯定啊，郑兴集团我已经调查过了，陈伟强去魔都谈生意了，不在业北。一个中光基金就已经够刘诗琪忙活的了，他现在又在融资阶段，肯定没工夫管这事儿的。而且刘诗琪那个臭女人就是个挂名副总，在公司里没有实权，想插手除非得到陈伟强的授权。说到陈伟强，常总你那边办妥了没？胡月斌问道。陈伟强是这个局中的关键人物，得把他给暂时摁住了。昨天晚上就已经办妥了，陈伟强现在手机被收走，在吃牢饭呢，10天8天的出不来。那就行，几天时间就足够了，你做得不错。胡月斌拍拍常大山的肩膀，这让常大山很不悦，但还是挤出一副笑脸。你拍老子肩膀，你算老几啊？就算你爹来了，顶多也只能拍老子的胳膊。老子白手起家的时候，你爹还没把你射出来呢，草泥马的一个纨绔子弟而已。亚美集团迟早被你拖垮，敌人的敌人就是他的朋友。常大山深知这一点。现在3人是联盟状态，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亚美集团大他们2个好几个体量，常大山也只能先忍了。还剩下一个不知名的小副总，我听说才刚上任几天，第一次做生意，现在肯定急忙向陈伟强求助呢。胡月斌既是针对郑兴传物，也是针对这个郑谦。不过胡总，要是陈伟强来找我，我该怎么说啊？马文成心里有些隐隐不安。他和陈伟强毕竟是熟人，不但不给人家结算运费，还发了一张律师函，准备起诉郑兴传物公司，见了面不好说话。马总，你这就不讲道义了。胡总给你们济源木局低于市面35%的价格，你还跟陈伟强那小子见什么面？好吧，马文成仔细想想也是啊，这个价格足以让他跟陈伟强反目，成为仇人。济源做的是成品木具，主要出口岛国、就加坡等国家，制造成本、人工成本不高，运输成本在所有成本里占大头。用一个熟人降低将近20%的成本，1年下来就能省那么多钱，也算是值了。马总，这一点常总想的那是明白的，生意场上没有长远的朋友，只有长远的利益。他郑兴才有几条破船，拿什么跟我比？胡月斌说这话的时候，眼中尽是鄙夷。他打根上看不起郑兴传物。是，胡总教训的对，郑兴传物跟您父亲创立的亚美传物一比，那就是个屁。哈哈，3人哄笑一团。常大山心里最为高兴，他现在巴不得看郑兴传物，还有那个郑谦的笑话。从这一点来算，他和胡月斌的目的一致。当初陈伟强找他催要200万运费，跟索命小鬼似的，说再宽限几天都不行。常大山都让自己的儿子下跪，拉下老脸求陈伟强了，还是逼着他结运费，不然就起诉。现在也让郑兴传物尝尝被起诉的滋味。还有这种事？郑兴做的也太绝了吧，200万算个屁啊！
他陈伟强这点钱都垫不上，那还干什么海上运输啊？胡月斌也是第一次听说，千真万确，要不是我急忙从朋友那边借了一笔，陈伟强估计就真起诉了。常大山在陈伟强走之后，被逼无奈只能从民间借了一笔贷款，以大幅木材作为抵押，甚至还承诺了高昂的利息。他与亚美船务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准备以此东山再起。小家子气，这样的人成不了事儿。胡月斌骂道：“陈伟强200万都垫不起来，那这一次的700万还不得让郑兴的资金链断掉？”一想到这儿，胡月斌心中舒坦极了。他可太清楚船务公司资金链断掉会是一种什么下场了。船长大副水手的工资发不起，加不了油，船就只能停靠在码头，光是1天的停船费就不少钱。这么一搞，郑兴船务就很难发展规模。看到这笔呆账坏账，那些投资人投也不敢投，客户也不敢让郑兴接他们的货单，到时候船都开不起来，还怎么接锦绣集团的订单？那个叫郑谦的混蛋以极低的价格拿下了锦绣，还不是向许淑云抛出橄榄枝吗？胡月斌很清楚，因为他就打算这么干，只不过被郑谦抢先了。敢抢他看上的女人，他必须要狠狠地收拾对方一顿。郑谦这下泡妞不成，还把自己玩进了死局。他已经有预感，用不了多久，许淑云就会起诉郑兴船务，让对方赔偿极高的赔偿金。然后许淑云会主动联系到他，希望亚美船务能运输锦绣集团的货物。到时候胡月斌再装作很为难的样子，勉为其难地答应许淑云。哎，就是玩。许淑云已经是他的枕边丽人，只不过他还不知道罢了。马总，胡月斌刚刚还念叨这王八蛋，没想到说曹操曹操到。马文成在询问了胡月斌的意见之后，决定让郑谦上来，看看他能使出什么花招。胡总，你觉得他会不会是来求和的？依我看，很有可能他会做个屁的生意，估计还不是陈伟强派他来的，是他怕了事儿，怕陈伟强回来之后追究，自己主动过来的。胡月斌认认真真的分析道。郑谦带着夏倩倩跟着马文成的秘书走进了办公室，一进门看到办公室里有3个人，郑谦只认识一个常大山，其他2人都没见过面。夏倩倩在旁边悄悄介绍3人的身份，那个穿黑色西装的是马文成，就是济源木具的老总，旁边那个穿银灰色西装的青年是亚美船务的老总。郑谦听完之后有点惊讶，亚美船务的老总竟然这么年轻，看长相比郑谦大不了几岁，比陈伟强还要年轻。亚美船务算是中西部地区最大的船务公司了，没想到是一个年轻人在掌权。夏倩倩很快就为郑谦解释了一下，说他跟锦绣集团的许淑云差不多，不过掌权之后的发展嘛，一个地下一个天上。这么一说，郑谦立马就懂了，原来是个喜欢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亚美集团在他手上迟早要毁。这要巧啊，常总也在。郑谦瞥了常大山一眼，常大山和胡月斌脸上的表情并没有给郑谦什么好脸色，更没有理会郑谦的话，倒是被当成棋子的马文成对郑谦笑呵呵的，让郑谦和夏倩倩先坐下，还主动给2人倒茶。不知道郑总找我什么事情？马文成可是一位装糊涂的高手，明知道郑谦此行的目的，却还是装成不知道。郑谦冷哼一声，他也没打算讨好马文成。马总，你可是贵人多忘事，今天早些时候贵司给我们还发了一封律师函呢，忘了？哎呦，瞧我这记性。对，律师函，怎么了？怎么了？郑谦直接被他这副戏谑的表情气到了。仔细分析一下现场的局面，倒是异常明朗。马文成虽然脸上和和气气的，但却跟胡月斌、常大山几人坐在一起，3人在他来之前不知道在商讨什么事情。不过有亚美船务参与，那大概率跟这次的事件有关。至于大福木材，郑谦现在倒还没听说这家企业有什么动静。这3位毫不避讳地坐在一起跟郑谦见面，摆明了就是想告诉郑谦，我们就是要搞你，你能把我们怎么样？郑谦没打算多说话，他使了个眼色，夏倩倩便拿出一份份材料，告诉马文成赖账的法律后果以及那份律师函的荒谬。小美女，你先停一停，怎么个荒谬法了？我出口的木具运到旧加坡损坏了7%，运到岛国损坏了15%，这可是你们违约在先。我也可以明摆着告诉你，你要赔偿我们1300万的违约金，合着你1分钱不出，还要郑兴道赔600万。马先生，我们这边全部显示正常签收，不知道您哪里得来7%和15%损坏率的数据？据我们的水手记录，全程也只是损坏了3%而已，在合同规定的范围之内，而且还是因为你们的包装过于简陋。没什么好说的，我就这一句话，郑兴船务要赔偿我们1300万违约金，否则我们法庭见。马文成见说不过夏倩倩，开始胡搅蛮缠。这时候郑谦终于忍不住了，马总，我也就一句话，我给你1天的时间，把未结算的700万运费尾款打到郑兴船务公司的账户里。商海中的对话就是让人琢磨不透。郑谦其实已经想骂娘了，但是对方没骂，他也没骂。他本来想说的是你替不给钱你试试，超过1分钟别怪老子不客气。现在郑谦只能说成，马总，我已经当面告知，如果超过我规定的24小时，我将会采取非常规的处理方式。我们走。
郑谦说完之后就离开了济源木具，他一刻也不想在这里多待。办公室里传来极其夸张的笑声，你们看到了吗？他刚刚那副表情。胡跃斌爆笑不止，我将会采取非常规的处理方式。马文成嘟着嘴，模仿着郑谦的说话方式和腔调。你别学了，笑死我了。常大山直拍大腿，他们不认为郑谦能有什么非常规的处理方式，只不是在虚张声势吓唬人罢了。回去的路上，郑谦拨通了许淑云的电话，希望今天能跟他见一面，聊一点生意。许淑云倒也爽快，答应了郑谦。夏倩倩心里有些不理解，明明是正兴传物的事情，他找锦绣集团做什么？都这个时候了，还在撩妹？说实话，就连夏倩倩都有些搞不懂，郑谦刚刚是在虚张声势，还是已经有了对付他们的办法？现在3家企业联合在一起，想要狙击正兴传物，尤其是那个马文成，也不知道胡跃斌给了他什么好处，竟然跟陈伟强反目成仇。之前他做陈伟强秘书的时候，没少跟马文成交际，关系还算是很近。为了一点利益，在背后捅刀子，实在难为英雄。现在就算陈伟强在业北，都会感觉到棘手。陈总联系上了吗？还没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到现在还是联系不上陈总。再这样下去，公司就要报失踪警了。夏倩倩心急如焚，在这个节骨眼联系不上，可真够急死人的。晚上7点，郑谦来到兰溪大酒店，跟许淑云见面。郑总，有事你就直说吧，找我什么事？刚坐下，许淑云第一句就想要进入主题，够爽快。这也正合郑谦的心意。郑谦在济源木具的时候就已经想出了办法，并不是虚张声势。郑谦的手上确实有牌，这张牌足以让马文成跪下来喊他爷爷。其实也没什么事儿，还是入股的事情呗。上次不是没谈妥吗？咱们这次好好聊聊，差不多的话就直接定下好了，以防夜长梦多。许总你说是吧？想让锦绣集团帮他，那单凭一纸低价合同肯定是搞不定的。而且正兴传物遭遇的围剿狙击，锦绣集团完全没必要淌他们之间的浑水。许淑云不欠他人情，低价合同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郑谦的确是想用于锦绣集团的合同交好许淑云，但并不是要追他，对他有什么别的想法。他只是单纯的认为许淑云有商业上的天赋，只是起手的牌不好。如果他稍稍扶持一下，今后或许能够成为郑谦在建立他商业帝国过程中的一个好帮手。许淑云面对郑谦其实有些担忧，这个与他年纪相仿的男人能有这么大的魄力和财力，实在出乎他的意料。换做一个普通的青年，现在不是在异地打拼，就是在家啃老，而郑谦却专注于事业。许淑云担心郑谦入股锦绣集团，除了对他有什么想法以外，还对锦绣集团有什么别样的想法。他听父亲说过很多商业故事，其中一个传奇故事就是某资本巨额只用了200万就将一个市值3000万的公司吞并，将创始人直接从公司踢了出去，直到现在还安稳着运营着。在商业上，这种手法被叫做屠夫手法，用一笔钱当作小刀，一块一块的将你的公司分成几块，最后再引进巨大资本吞并，创始人毫无办法。好，郑总果然是个爽快人，那我也不墨迹。你能拿出多少钱？许淑云本来想飞到帝都或者魔都，联系几个投资机构融一笔资，郑谦连找了他2次谈这件事情，那先谈谈也无妨，实在谈不拢就算了。融资最要紧的是看3件事：一、投资机构能拿出来多少钱；二、投资机构在整个行业里的声誉；三、投资机构对你有多高的信任程度。这个看似很重要，但实际上并不重要，主要是后2点。如果声誉和信任程度都 OK， 那其实钱并不是问题，但资本的投入要求的回报是巨大的。锦绣集团由许淑云的父亲一手创立，非到万不得已，融资是下策。而且许家在业北这块土地上长期经营，可能有一些人脉资源，认识一些老板、资本，但要想帮助自家的锦绣集团完全转型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必须要找到帝都、魔都那种大资本、大机构。可到了那种1线城市，许家的人脉关系就显得很不够看，想要人家给你拿钱，凭什么？业北锦绣集团，不好意思，听都没听过。想要在那个圈子里拿到钱，只有2条路：一、认识圈子里的大佬，巨额他愿意给你出钱背书；二、给资本当韭菜，转型失败就不说了，如果成功了，大头要分给资本。但郑谦不是投资机构，他作为个人想要入股是可以谈的。你需要多少钱？郑谦风轻云淡道。锦绣集团一直算一家中型企业，这种企业想要转型也是小规模的变一变，主营业务是不变的，所以并不需要多少钱，只要2个亿以内，郑谦都能够接受。1个亿，40%股份。许淑云试探性的说道。可以，准备合同吧。许淑云，这就完了？锦绣集团实际上全部的市值也才7、8千万，给郑谦40%的股份，是试探一下他是否想要锦绣集团的控制权，是不是要对锦绣集团施展屠夫手法。郑谦答应的这么爽快，许淑云疑心更重了。1个亿，说给就给，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普通人有1个亿，已经实现财富自由，进入退休养老的生活。郑谦比他想象的还要狠。这就完了？
许淑云惊讶无比。JD 和 TX 谈业务，老刘老马亲自出面，也都谈了半年多。虽然他和郑谦不是那种互联网巨头，但也不至于这么快吧？郑谦看上去很了解锦绣集团这家企业，否则不可能这么快啊。就完了。郑谦不想浪费时间，他心里已经做好了计划。就按你说的，1个亿，40%股份。郑谦不想浪费时间，现在的郑兴集团是热锅上的蚂蚁，拖不起时间。但是太爽快，许淑云也会生疑。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许淑云心里叹了口气，果然，该来的总是要来。郑谦的爽快是要有代价的。什么条件？许淑云已经猜到郑谦不会这么轻易的就投他1个亿，如果没有附加条件，还显得有点假。从认识到谈生意，郑谦和许淑云满打满算的正式见面也就3次而已。他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只要郑谦的要求不是太过分，那答应也就答应了。第二天，纪元木具董事长办公室，马文成拿着一份来自锦绣集团的通知函，气得整个人直接发抖。砰！马文成狠狠地将通知函拍在桌上。哼，这个许淑云搞什么名堂，竟然敢断货！马总，您不要动气。许总说现在全国各地原木紧缺，他也是迫不得已。翘臀秘书连忙劝道：缺个屁！锦绣上半年仓库里压了多少吨原木你知道吗？这分明是冲着我来的！马文成被许淑云的做法气得血压飙升，从抽屉里拿出一罐降血压的药，吃下才感觉好一点。不行，不能让许淑云这么搞。让司机小王备车，我们去锦绣集团一趟，我要找许淑云问个清楚。锦绣集团会议室，许总他人呢？怎么还没忙完？不好意思哈马总，许总他还没散会，您再耐心等等。等个屁！马文成在会议室待了整整2个钟头，连许淑云的人影都没见到，只有一个女秘书在这儿搪塞他，这摆明了是不想见他。再等下去也是白等。不等了，我们走。马文成觉得再等下去也是白等。马总您慢走。马文成倒不是打道回府，而是直奔了许家。他还真就不信这个邪，老子堂堂纪元木具的老总，一个小丫头片子说不见他就不见了。好，既然许淑云不想见他，那他直接去找徐老。人走了吗？许总，马总他已经走了，我看他好像很气愤。许淑云内心毫无波澜，他晾了马文成2个钟头，换谁不气愤？没在锦绣集团当场发飙说明马文成的脾气已经很好了。行了，这里没你的事情了。马文成的纪元木具，马文成在行业里的资历要比他老很多，甚至跟他父亲还有很深的交情，2家企业长期以来都是合作关系。昨天晚上，许淑云从郑谦的口中得知了郑兴船务正在被业北3家企业狙击的事情。狙击事件的领头人是胡跃斌、马文成、常大山充当其左右打手。胡家的亚美集团在业北业南做得很大，主要是做国际远洋，跟郑兴船务这样的小公司虽然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但亚美集团家大业大，不知道为什么会由胡跃斌牵头。许淑云敢笃定，绝对不是因为防患于未然。郑兴船务如果不是资源爆炸，10年时间都没办法超越亚美集团，那就只剩下了一种可能：胡跃斌因为他在吃郑谦的醋，所以才组织了这次的狙击行动。就因为低价订单的事情，胡跃斌认为他和郑谦有点什么不健康的男女关系。胡跃斌就是这样的人，他也能做得出这样的事儿。但这在许淑云的眼里实在太荒谬了。于情于理，许淑云都没办法拒绝郑谦开出的条件。他已经不认为郑谦是单纯的想要入股锦绣集团，而是掏出了1个亿跟这3家企业打仗。纪元用的是锦绣集团的第2业务原木，包括了黑胡桃木、榉木、桦木3个种类。纪元做的是成品木具，主要出口旧加坡、岛国，在质量上把控非常的严格。业南业北的企业，只有锦绣集团的原木符合出口标准。回到家里之后，许淑云惊讶地发现马文成竟然找到了他家里，正在一边喝茶一边与他的父亲交谈。这不，淑云回来了，你们2个谈。许老抿了一口茶，指了指刚刚回到家里的许淑云。许淑云万万没想到马文成竟然会直接找到他的父亲。看这架势，马文成估计把事情都说了出来。你够狠，可又能怎么样呢？许淑云的父亲现在专注养老生活，只挂着一个董事长的头衔而已。实际上锦绣集团已经交由许淑云全权打理。许老，你和淑云谈，我都已经半年没去过公司了，什么情况都不了解。许老摆了摆手，一副不想管的模样。他半年没去公司，但公司的财报、运营情况，许淑云每个月都会找他聊一聊的，大致的情况还是知道的。许老也知道仓库里压着多少木材，女儿突然终止和纪元木具的合作，肯定是有他的道理，只不过是还没来得及和他聊。许老是个聪明人，知道现在不能拆女儿的台，所以就把问题又抛回给了2人。刚刚那话的意思是说，你马文成找我也没用，得找许淑云。许淑云现在才是锦绣集团的话事人，许老就是个待在家里偶尔喝茶下棋的老头子，跟普通老大爷没什么区别。马文成心里苦，他带了这么多礼品登门，许老竟然不管事儿。不过好在终于见到许淑云本人了。马总，您找我有什么事儿？今天公司大会小会一直不断，怠慢了您实在是抱歉。许淑云客客气气的先向马文成道了个歉。许总您客气了，
知道您忙，我这不就跑徐老这儿等您了。今天早些时候，我接到一份锦绣集团发来的通知函，说是要暂停供应原木材料，请问徐总这个是什么情况？虽然他内心急躁无比，但这个时候还是得沉下性子。哦，原来是这件事情啊。最近木材紧缺，我们也没有货了，实在不好意思啊，马总。那要暂停多久呢？这个说不好，一切都看市场，但我估计现在的行情最少也得1年半载吧。马文成肯定是等不了1年半载的，他连1个月都等不了。徐总，我和徐老的关系摆在这儿，您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工厂不能停啊，我在岛国还有2笔订单没有交货，就指望你这批原木呢。这个嘛，我也没有办法。马总要是不信的话，可以尽管到我们库房里去看，真的一根木头都没有了。马文成在许家吃了瘪，灰头土脸的离开了。舒云，这究竟怎么回事？徐老不禁发问。许淑云把郑谦的事情告诉了徐老。最近公司的事情比较多，我没来得及跟您说这件事儿。徐老听完之后，心中难免打起一些老人都会犯的通病。徐老年过古稀，还指望着在有生之年看到孙子呢。你说的这个郑总多大了？该不会是个40、50岁的老头子吧？20多岁，好像还比我小。徐老一听，两眼瞬间放光。淑云，你什么时候带过来给我见见呗？许淑云，这让我怎么带啊？难道要我跟他说，郑总，你有时间去见见我的父亲吗？徐老才不会听许淑云说这些乱七八糟的，语重心长的说道：淑云啊，你也老大不小了，也该找个对象了。你爸我估计也没多少日子了，你得加把劲儿，生个孙子给我抱啊。徐老听女儿描绘的郑谦魄力非凡，胆识过人，拥有极强的商业头脑。最关键的是，郑谦还比淑云小，这在徐老的心里可是非常合适的东床快婿啊。呸，爸，你可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在外面雷厉风行的女强人许淑云，此时在父亲的几句催婚下，羞得脸蛋都红了。阅人无数的徐老，怎么可能察觉不到女儿的神情异样，脸都红了。有啥吉利不吉利？从现在开始，公司的事情你少管，我让小鹏多看着点就行。这个郑总你想想办法拿下，尽快结婚入洞房才是你的要紧事。哪有女孩子家整天忙事业的？这么大个人了，连一次恋爱都没谈过，传出去让人笑话。几元木具，马总，这是锦绣集团徐总派人给您送来的一张银行汇票，说是合同的违约金，算是补偿我们的。一位翘臀秘书拿着一张支票走了进来，放在了马文成的桌上。马文成脸色一阵青一阵白，这特么什么意思？许淑云那小丫头片子，拿50万把我当要饭的打发呢？马文成的手里压着2张来自旧加坡的订单，如果锦绣集团不再向他提供原木，那他必须在第一时间紧急联系外地的木商，不但原木的质量会下滑，还要增加至少2.4倍的成本。即便如此，马文成仍然面临延迟交付成品木具的风险。他妈的，拿老子开涮是吧？这50万连他赔进去的零头都不够，分明是拿他在开玩笑啊！马总，您消消气，这是我们市场调查部的同事刚刚送来的一份文件，您可以看一下。翘臀秘书又将一个红色文件夹呈递了上去。马文成在看过之后，差点一口气没上来，直接瘫倒在了沙发上。文件上显示，锦绣集团的股份信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一个叫郑谦的男子携资1亿买下了锦绣集团40%的股份，时任锦绣集团副总裁的职务。马总，您没事吧？马总，翘臀秘书被吓坏了，连忙从抽屉里找出马文成的药，给他服用下去，这才缓上来一口气。马文成被气得不成样子。郑谦不是昨天上门找他的郑兴船务副总吗？看上去连毛都没长齐呢，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你确定这份文件没有出错？马文成再一次询问。上面的股份信息是直接从工商局拷贝下来的，不会有错的，马总。马文成的脸色突然变得很难看，这下事情可难办了。从现有的局面分析，郑谦这个时候入股锦绣集团，摆明了是要掐住济源木具的咽喉要害。控制住锦绣集团，就相当于控制住了济源木具的原材料。虽然他和锦绣集团现在还没有撕破脸皮，但徐老那副不管不问的态度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2家企业已经不再是合作关系。许淑云那小丫头片子，为了1个亿的融资，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那可是1个亿啊！锦绣集团现在的市值才多少钱？7、8千万。换作是马文成，他也会义无反顾地抛弃任何合作伙伴。马总，还有一件事，我们业务部的同事偷偷潜入锦绣集团的货仓看了，发现锦绣集团的压的木材整整10几个库房，而且库房的门紧锁，不让任何人出入。废话，人家这是明摆着不跟你玩了，找到新的金主了。不行，我要把这个情况告诉胡跃斌，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办法。大福木材，父亲有新情况。常瑞急急忙忙走进常大山的办公室。哦，什么事？常瑞把济源木具遭遇的事情告诉了他，是咱们的线人说的。他说这是绝密消息，济源木材内部都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像这样的中小型企业，斗争可比那些大公司很多了，谁还没在对方公司里安插几个眼线？得知了济源木具的遭遇之后，常大山眉头紧锁。锦绣集团这是搞什么名堂？就跟你干架的那个臭小子，1个亿，开什么玩笑？不说整个锦绣集团，就连他的大福木材摆在市面上卖都卖不了1个亿，
锦绣集团凭什么？你该不会是搞错了吧？这事儿可不能开玩笑。常大山仍然半信半疑，他可不相信正兴船务这样一个小公司的副总能拿出1个亿搅动局势，这股能量太大了。如果是真的，人家可是豪掷1亿跟他们打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父亲，我起初也不太相信，但咱们的人说他拿命保证，绝对是真的，所以我才急急忙忙赶来告诉你。是不是真的？我打个电话就知道了。常大山摸出手机，准备给胡月斌打个电话问问情况。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马文成的几元木具肯定不会自己扛着，第一时间找的肯定是找胡月斌求助。父亲，我们的库存也很多，既然咱们都是盟友，为什么不帮马文成一把？常瑞有些不理解。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他深知这个道理。他对郑谦的仇恨比起任何人都要高，恨不得亲眼看着郑谦被置于死地，然后扒他的皮，抽他的筋，熬他的骨。郑谦上次出手太重，在医院住了1星期，头包的跟印度阿三似的，才勉强出院。到现在淤肿还没下去，活脱脱像一个猪头。更可气的是，姚曼曼也跟他断绝了关系，拉黑了他所有联系方式。他已经好几天没尝过女人的滋味了。顶着一个猪头，他这位富家公子哥都不好意思到酒吧夜店里去，人家肯定问他脑袋怎么了，太丢人。如果自家的企业能帮几元木具一把，让马文成化险为夷，那也算是与郑谦对抗了一下。咱们做的是什么木？你小子到现在搞不明白，几元木具出1套餐具就得几10道工序，咱们的木材质量达不到人家的要求，否则就不是你来告诉我这个消息，而是马文成亲自打电话过来向我求助了。砰！门突然被助理撞开。阿烈，我和董事长正在谈事情，你搞什么名堂？常瑞被他老子熊了一顿之后，只能把心里的火撒在小助理身上。不好意思，董事长、总经理，我是有要紧事来报告。女助理穿着一套紧身服，一脸愧疚自责，甚至还带着点焦灼，看上去真的有什么急事。什么事？如果是几元木材的事情，你可以出去了。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常大山挥了挥手。不，女助理已经结巴了。美亚集团载着咱们的木材在码头跟人撞了，船翻了，咱们的货全都进夜河了。你说什么？常瑞和常大山不约而同的互相对视一眼，他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董事长、总经理，我说的都是真的。叶南码头的装货工人就在门外，您可以把他叫进来，亲自问一下情况。快把他叫进来！常大山急得发抖。很快，助理就把浑身湿透的工人叫进了办公室，从他身上滴落的水流了一地。叶南码头到底什么情况？码头工人哭着说道：董事长，咱们的木材刚刚装上亚美集团的船，他们正兴船务的货轮不听鸣笛，在码头横冲直撞，直接把亚美集团的那艘货轮给撞翻了。那木头呢？快说！木头在我们几个工人以及2辆吊车的全力抢救下捞上来一些，但也其中也有1半的木材进水发潮了。捞上来多少？大概1/5。啪！常大山气的直接把手里的水杯摔在了地上。女助理见状，让装货工人先行离开。这正兴船务的船究竟怎么开的？机舱里的人是瞎子，船上的水手也是瞎子吗？操！常大山双目猩红，歇斯底里的咆哮道：父亲，您先消消气，气坏了身子可不好。常瑞连忙上前安慰。董事长，据我们的人说，正兴船务那艘货轮当时的甲板上一个水手都没有，就好像是计划好的似的，其他船都不撞，就撞咱们装了货的那艘。女秘书的话无疑是火上浇油。常大山直接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他脸上的每一根毫毛全都竖了起来，样子极其吓人。行了，你先出去吧。常瑞朝女助理摆了摆手，表示让她先出去。父亲，如果这件事情是正兴船务预谋好的，那这是冲着咱们来的意思啊。常瑞也被气个半死。行啊，郑谦这小子真有种，竟然敢这么干。走，跟我去找这小子，老子要当面问问他到底想干什么。正兴船务。常大山带着常瑞怒气冲冲地赶到正兴，是要找郑谦问责。不好意思2位，我们郑总现在不在公司。李涛作为公司职位第4高的人接见了常大山和常瑞。郑谦他人呢？干什么去了？我们郑总谈业务去了，下午就出去了。李涛面带笑意答道。你是什么东西？把你们公司里管事的叫出来。常瑞说得很大声，附近的人几乎都听见了。他父亲是大福木材的董事长，而他是大福木材的总经理，一个中型企业的1号2号人物都来了，你替最起码派一个身份对等的人出来吧。常总，我是正兴船务的业务总监，业务部经理，除了陈总、刘总、郑总以外，我的职位是最高的。您是找郑总有什么事情吗？我们去会议室谈吧。少废话！常大山怒喝一声，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郑谦还有心思去谈业务，心够大的呀。李涛摆出一副疑惑的表情。常总，您说的大事儿是什么事儿？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叶南码头的事情，你难道不知道吗？常瑞问责道。这个我知道，其实郑总已经料到贵司会派人过来了，但是没想到是2位老总亲自出面，实在诚惶诚恐。2位老总先消消气，叶南码头的事情就是一场意外，贵司沉进夜河的打捞费，郑总表示愿意全部承担，如果不愿意打捞，
我们也可以以现金的方式赔偿贵公司，沉了多少墓，我们照价赔偿。常大山愣了一愣，这是你们郑总的意思？李涛点了点头，郑总还说了，他这段时间比较忙，没办法亲自登门赔礼道歉。如果两位能见到亚美集团胡总的话，麻烦您带一句话，说那艘货轮的打捞费、维修费，我们公司也愿意全部承担。这时候，李涛看了一眼手表，差不多6点半了，该下班了。两位我先去打卡了，您两位请回吧。李涛下了逐客令之后，便排队去打卡下班。常家父子一头雾水地走出正兴公司。爸，这小子到底想干嘛？我怎么有点搞不懂啊？常瑞有些懵逼。常大山一时半会也没有反应过来，压下心中的怒火，冷静分析之后，常大山才算明白了怎么回事。你这个笨蛋！常大山直接骂了出来。当时他被气昏了头，直接忘了公司的现状不再是之前的大福木材。现在大福木材能够正常运营，不被财务问题困扰，是在民间借了一笔高利贷，为期半年，承诺了高额的利息。他匆忙接了几笔岛国的订单，目的就是想要尽快恢复企业自给自足的状态，在半年内将这笔民间借贷还上，尽量避免逾期以及高额的利息。郑谦之所以撞了亚美集团的货轮，并不是针对亚美集团，而是冲着大福木材来的。常大山笃定，就算今天他们的货不在叶南码头装船，而是在叶北码头装船，也照样会被撞。目的就是拖住大福木材的出口。郑谦这小子不知道从哪打听到了大福木材的现状，知道他们从民间借贷的事情。只要半年内大福木材的利润不够还上这笔民间借贷，他们大福木材就会彻底破产，不攻自灭。听了常大山的分析之后，常瑞这才恍然大悟，这小子也太阴了吧！呵呵，这还算正常的，人家还没给你玩更阴的呢。常大山冷哼一声，要是我在郑谦那个位置上，管你什么3721，直接把你的货给查封了，先堵你2-3个月。父亲，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现在着急也没有用，常大山第一时间要找到胡阅兵，告知他这个情况。郑谦打出一手炸弹牌，他们必须聚在一起商量一下怎么应对。你先回去吧，我已经给胡阅兵打了电话，现在到他那儿去一趟。常大山说完之后，就来到了美亚集团。坐进会议室之后，看到了如履薄冰的马文成。李涛走出公司之后，拿出纸巾擦了擦额头迟迟冒出来的汗珠。郑谦在打这张牌之前，李涛曾经极力劝阻，他以为郑谦是疯了，但当郑谦一本正经地告诉他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李涛这才理解，刚刚那套说辞也是郑谦教给他的，没想到还真把常大山给糊弄过去了。但李涛认为糊弄得了一时，却糊弄不了一世，等常大山回过神，估计少不了下一轮斗争。叶南，一座极其奢靡的豪宅中，胡阅兵正在阳台上和他的美女秘书做运动，手机一个劲儿的响，简直没完没了。胡阅兵极其不悦地接了电话：喂，我是胡阅兵。胡总，您还没散会吗？常总也到了，他也说有情况要汇报，需要咱们3个人坐下来一起商量对策。是正兴船务的事儿。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胡阅兵最终还是提上了裤子。你去哪儿呀？阳台上被好一顿折腾的一位小美人，语气中带着些不舍。出了点事情，赶紧收拾一下，跟我去一趟公司。半个钟之后，胡阅兵这才带着美女秘书出现在了马文成、常大山的面前。身后的秘书脸上酡红还未散去，衣领也没完全整理好。两人一看就知道，胡阅兵压根不是在开什么会，而是在和这个小婊子暧昧。妈的，他们这儿都火烧眉毛了，胡阅兵倒挺有雅致去干这事儿。说吧，什么情况？胡阅兵刚坐下来就点上一支烟。听两人汇报完情况之后，胡阅兵眼中满是不敢置信之色。他昨天晚上在夜店待了一整晚，下午2-3点才昏昏沉沉的醒过来。听两人说了正兴船务以及郑谦的消息之后，他这才惊醒过来。这不可能，他哪来这么多钱？不管胡阅兵信不信，股权信息在工商局的网站上挂着，他没办法不信。郑谦出资1个亿入股锦绣集团，拿了许淑云40%的股份。怪不得许淑云拒绝了他，投入了郑谦的怀抱，原来是找到了一个大金主啊！他妈的，为了1个亿就把自己给卖了。胡阅兵觉得他还是把许淑云想得太冰清玉洁了，早知道他也拿1个亿出来买锦绣集团的股份了。一顿操作下来，不仅能把许淑云拿下，或许还能夺取锦绣集团的控制权，白捡一个企业。许淑云啊，许淑云，你把人想得太简单了，人家凭什么无缘无故的给你拿1个亿啊？你真的觉得郑谦只是馋你身子吗？人家的野心可不仅限于此。郑谦不仅仅要把你给睡了，还要把你手里的锦绣集团给夺走。胡阅兵脸上露出不屑的表情。许淑云就是个笨蛋。胡总，眼下最要紧的是亚美集团的货轮以及马总那边的原材料啊，您看能不能想想办法，让我的木材顺利出货？对，胡总，胡老人脉广，认识的老板多，您看能不能帮我把原木的事情解决一下？哼，我认识的人就不多嘛，为什么一定要找我爸？胡阅兵有点不高兴了，任凭谁跟他打交道都会提到他的父亲，觉得他父亲比他强。原材料的事情你别管了，我也认识很多老板，一定给你解决的妥妥的。胡阅兵一口就答应下来。胡总，那我呢？常大山有些着急，他可拖不起时间啊。哼，撞沉了老子的船，
老子一定要这小子付出代价。胡跃斌勃然大怒，大幅木材照常出货，我会多派2倍的人手去监管的。他要是再敢把船开到老子头上，一定跟他没完。胡跃斌就纳了闷了，TD 一船的人都是瞎子，正兴船务能把船开成那副逼样，果然就是个小公司。刘助理，马上通知法务部门起诉正兴集团，我一定要这小子付出代价。胡跃斌一套操作下来，雷厉风行，他自认为不比他爹弱在哪里。胡总，不用了，我已经找过正兴船务了，他们让我给您带句话。常大山此时插了一句嘴。哦，怎么说的？那小子是不是怕了？不太清楚，但他们说愿意支付亚美集团的打捞费以及船务维修的费用，这只是个意外。意外？原本胡跃斌也以为是意外，但让常大山带话过来，那还是意外吗？肯定是蓄谋已久的撞船事件。正兴船务撞了老子，让你带话？仔细的分析一下，人家压根已经认定了大福木材和亚美集团是联盟啊。常大山到现在才品出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不就是老子就是故意的，怎么着吧，船翻了老子给你钱去捞，木沉了老子给你足够的钱赔，就是不让你们2个好受。靠，这小子太猖狂了。胡跃斌脸色突变，他以为单单是赔钱就了事了，有钱就能这么干。咚咚咚，胡总，我是法务部的，有件事情想跟您报告一下。法务部来得正好，老子正找你呢。把人叫进来之后，胡跃斌言辞义正表示要坚决追究正兴船务的责任，要法务部门全力去办。胡总，这个恐怕有点困难。法务部经理额头上流出2道冷汗。困难？老子每年花那么多钱养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有困难给我克服困难，懂吗 ？TD， 当着2个企业老总的面给他难堪。胡跃斌直接发大脾气。胡总，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咱们被正兴船务给举报了。法务部经理拿出一张海洋局的文件交给胡跃斌。操，我们被举报了，这小子个人先告状。看过文件之后，胡跃斌才得知了是怎么回事。咱们有几艘万吨货船被举报不符合远洋运输安全法，现在全都被扣在了码头，不允许出港。上面的人说什么时候维护好什么时候才能出港。扣了几艘船？远洋货轮基本上全给扣了，只剩下2艘7000吨的小货轮，只能跑马来西亚，连大西洋都出不了。你说什么？胡跃斌仿佛遭到晴天霹雳，法务部经理只好惊惊战战地把刚刚的话重复了一遍。胡跃斌拿着这张海洋运输局的通知函，仿佛遭到了晴天霹雳。船务管理部的人其实已经找了他好几次，说有几艘远洋货轮该维护保养，但胡跃斌一听价钱太贵，就拒绝了维护保养，还大骂了几次管理部的人。他计划放在年底再统一进行保养，不为别的，主要是太贵了，胡跃斌不舍得花这个钱。不保养其实也能跑，多跑1年不就省下1年的维护费用？本来想钻个空子，可没想到被郑谦抓了个正着。刘秘书，现在开始对船务进行维修保养，最快要多久能够重新起航？胡跃斌着急地询问身旁的秘书。最快也要4个月。刘经理拿计算器算了一下，给出了答案。船务耽误太久了，这次维护的金额可能要翻倍。行了，你先下去吧。马文成和常大山面面相觑。4个月，这可是4个月啊！他们2家企业也都耽误不了4个月时间。马文成最头疼，原材料被控制 ，TD 现在船也没办法跑了。还有什么比现状更糟的？2位请放心，我会动用我父亲的人脉。我们胡家在业南业北经营了这么久，这点人脉还是有的。相信我，1周之内必定重新起航。信你？信你个鬼！常大山别说1个月了，就连1周也等不了。他的木材必须马上装船起航。岛国那边对于时间概念很重，要是迟到了，要他付不少违约金。这单不但不赚钱，还有可能赔钱。亚美集团现在只有2艘7000吨的货船，连大西洋都出不了，这合作还怎么继续下去？行，既然这样，那我就静候胡总佳音了。胡总，那我也先行告退了。待2人离开之后，胡跃斌把整个办公桌上的东西全都给扫在了地上。他刚刚还夸下海口，说这些事情他自己就能够搞定，没想到还是要动用父亲的人脉，实在让他很没面子。可是要不这么说，这么做的话，实在稳不住军心啊。他们这个联盟看似安稳，实际上已经产生了裂痕。不行，胡跃斌不能让郑谦使了这么一手阴招，就让他们精心策划的狙击行动黄了。现在陈伟强不在公司，正是彻底搞垮郑兴的好时机，他必须要抓住这个机会。他要郑兴死无葬身之地，彻底破产。剩下的锦绣集团以后再慢慢对付。第2天，常大山带着常瑞直奔正兴船务。他昨天虽然嘴上说静候佳音，但实际上根本不会等胡跃斌。胡跃斌是一个不靠谱的人，最后还是得靠他爹来铲这事儿。没这金刚钻，为啥要组这瓷器活儿？人家刚出招，你这儿就不行了。常大山不指望胡跃斌能像赵云一样杀个7进7出 ，TD 总跟不能跟阿斗似的孱弱不堪吧？这还有什么联盟？早点散了算了。常总，您怎么又来了？那笔打捞费已经打到贵司的账上了，您是想起诉我们吗？李涛再一次接见了常大山、常瑞2人。你一个小小的业务部经理，嚣张什么玩意儿？我告诉你，
我们大福，啪！常大山甩出一个响亮的巴掌扇在常瑞的脸上。李经理，我今天来不是说要打捞费赔偿金的，更不是要起诉贵公司。爸，你干嘛打我？常瑞捂着脸后退了小半步，满脸的委屈和不解。常大山一个凌厉的眼神把常瑞吓了个半死，连忙闭嘴。李经理，我这犬子口无遮拦，还请您见谅。今天常大山哪儿是来问责郑谦，而是来求见郑谦，想要跟他和解的。他还管什么胡阅兵、亚美集团，先把自个儿保住才行啊！大福木材是他一辈子的心血，常大山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他成为2家船务公司竞争的牺牲品，和解才是正道。无妨，贵公子的为人在整个叶北都是有口碑的。李涛笑着说道。常大山瞥了常瑞一眼，也只好陪着笑脸。那常总，您有话直说，今天来我们公司是什么事儿？我想找郑总聊聊。郑总在公司吗？常大山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对一个业务总监卑躬屈膝，这么客气的说话。可是没办法啊，阎王好过，小鬼难缠，更何况李涛不是什么小鬼，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代表郑谦，得罪了他，郑谦是别想见到了。在呢。李涛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茶水，一副漫不经心的态度。不过郑总此时正在开会，一时半会儿见不了您，您愿意等吗？愿意等的话，我过去向郑总通报一声。愿意，当然愿意等。常大山连连陪笑。那就麻烦李经理了，谢谢。李涛点了点头，走到了郑谦的办公室，告诉他常大山在等他的这个消息。爸，你这是做什么？咱们大福木才这么大个企业，为什么要对这个小业务经理这么客气？他算什么狗屁身份？就算郑谦见了您，不也得叫一声常总吗？你这逆子！啪！又是一记响亮的巴掌。接下来给老子乖乖闭嘴，否则滚出常家！一会我做什么，你就跟着做什么，听明白了吗？常瑞没办法，只能乖乖闭嘴。办公室，郑谦正在努力通关一记关卡。郑总，常大山来了，像你预料的那样，这次的态度和昨天完全不同，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像是来求你的。李涛在郑谦的办公室汇报道。郑谦笑了笑，行，那就先晾他一会吧。郑总，你觉得常大山会签这种合同吗？夏倩倩手里拿着一份商业合同，这是今天早上就拟好的，论内容简直比某条约还要屈辱，要多不平等有多不平等。足足晾了常大山、常瑞2个小时，李涛才把2人带到会议室。见到郑谦之后，常大山第一时间就跪下了，直接痛哭流涕。这一幕可是把郑谦和李涛给惊呆了，就连常瑞也看傻了。哎，常总，您这是做什么？我可受不起您这大礼啊！逆子，还不赶紧给郑总跪下！常大山狠狠地捶了一下常瑞的膝盖，常瑞被迫也给郑谦下跪。夏倩倩不禁捂住嘴巴，大福木材董事长、总经理竟然直接给郑谦下跪，这也太狠了吧！但也侧面说明郑谦打出的这张牌已经扼住了大福木材的咽喉，只要郑谦想，随时都可以让大福木材在叶北消失。快起来，快起来，有事好好说嘛！您这是做什么呢？郑谦装出一副不知所措的模样，但实际上内心已经乐开了花。你大福木材不是牛逼吗？你常大山、常瑞不是很狂吗？你在牛啊？什么？牛不起来了？跪下了？既然跪下了，那就什么都好说好商量了。郑总，我实在走投无路了，希望您能不计前嫌，重新与我合作。常总，有话慢慢说，天又没塌下来，您究竟是怎么回事？郑谦内心狂喜，这下才知道走投无路找到了他。常大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着大福木材的难处，表示愿意支付正兴船务违约金，只要能保证他们的每周的出货量，那他会再跟正兴船务续1年的长约。常总，倒不是我为难您，主要我们公司现在的船次排不开啊。您如果很急的话，倒是可以利用副总的特权，给你调2艘1万吨货船，但是要付加急费。郑谦趁火打劫，想让大福木材活下去，就必须要为你之前做过的付出代价。不仅仅是你常大山，还有你儿子常瑞。郑谦这辈子都忘不了常瑞对他做过什么事情。常大山错愕一瞬，你小子戏可真足啊！他要是不急，能找到你吗？常大山知道郑谦这是想要趁机提一波价格，但他没有别的办法，这时候只能当做一株韭菜，任凭郑谦的镰刀在他头上挥舞。那就在原先的基础上翻3倍吧，常总您能接受吗？3倍？你小子疯了？你干脆去银行抢得了。常瑞一听到3倍运费，直接从地上站起来，指着郑谦的鼻子就骂道：看来常总经理不同意啊，李经理送客吧。郑谦说着就要走，常大山已经料到了郑谦会狮子大开口，但是没想到他会直接在原先的运费上翻3倍这么多。可眼下又有什么办法？不接受这个条件，大福木材的货就运不出去，他只能坐在办公室里发愁。叶南叶北现在只有正兴船务有能力将大福木材的货运到岛国，只能忍了。郑总，我这儿子不懂事儿，我替您教训他。常大山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将常瑞原本已经愈合差不多的伤口重新打破了。常瑞头上缠着那么厚的纱布，又被鲜血浸透，空气中弥漫着呛鼻的腥味。常瑞欲哭无泪，他觉得郑谦欺人太甚，
所以才站起来指责郑谦的不对。没想到又遭到父亲的一顿暴打。咚咚咚，耳边响起敲门声，紧接着是姚曼曼温柔甜美的声音：“郑总，我整理了一份资料，您现在有空看吗？进来吧。”啊！姚曼曼看到这一幕之后，下意识的惊叫一声，捂住了那张樱桃小口。常董事长正在跟我们谈生意，资料先放在桌子上，等会郑总会看的。李涛吩咐了一声之后，姚曼曼连忙把资料放在了桌子上，退出了会议室。常瑞不敢相信郑谦会在他被老爹揍的时候允许姚曼曼进来递交资料，他那副狼狈不堪、跪地求饶的样子，可全都被姚曼曼这个女人给看到了。他心里会怎么想自己？常瑞心里不断的咒骂着郑谦：“常总，您快别打了，我待会还有一份资料要看。”郑谦觉得火候差不多，叫停了常大山：“刚刚我说的条件不会变的，同意与否？您最好现在就给我一个答复。”“同意，同意，同意。”常大山喘着大气：“好，既然同意，接下来您就跟我的秘书签合同就行了。”当夏倩倩把这份屈辱条约放在常大山面前之后，他脸色错愕了3分，但还是义无反顾的在结尾的地方签上了名字。“郑总，谢谢他的大恩大德，那我就先带着这逆子走了，不打搅您了。”常大山在常瑞的屁股上踢了一脚，两人准备离开了正兴传物公司。夏倩倩有点凌乱，这种合同她本以为常大山会质疑是不是出错了，但是她只是犹豫了一下就签下了合同，还要感谢郑谦的大恩大德，实在让人看不懂。等等，郑谦叫住了两人：“郑总，您还有什么吩咐？”常大山此时变成了郑谦的一条狗：“陈总被拘留在魔都，是不是你们做的手脚？这个你们可是让常大山一阵害怕。”“郑总，陈总的事情是胡跃斌那小子做的，跟我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实际上是胡跃斌指使他做的，但为了和亚美集团撇清关系，常大山打死都不能承认。反正现在胡跃斌不在场，有什么脏水都往他身上泼准没错。不用跟我说那么多，我就问一件事，能不能运作一下，把陈总给放出来？”郑谦才懒得听常大山放屁：“能，我现在就给那边打电话，把陈总给放出来。”当着郑谦的面给魔都那边打完电话之后，郑谦这才放两人离开。两人前脚离开公司，后脚李涛就一阵狂笑：“哈哈哈，笑死我了！”郑谦的做法不得不让人称赞。商战不是小孩子过家家，用点手段在所难免，而且郑谦用的手段都比较正经，没有什么上不了台面的。不像某公司还专门成立打拼西西特别办公室，专玩下三路的招数。退出办公室之后的姚曼曼心里五味杂陈，她很庆幸前段时间跟常瑞断绝了关系，否则自己可能也会和常瑞一样的下场。虽然不至于被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揍，但也肯定生不如死。看来自己和常瑞的事情在郑谦的心中会永远是一个死结。别看他在公司里对自己客客气气的，还给自己转正当做普通员工对待，但还是郑谦那句话，公是公，私是私。私下里他肯定很恨自己吧。马文成独自抽着闷烟，焦灼的在办公室里踱步。这2天他被郑谦搞得头都大了。那天在离开亚美集团之后，胡跃斌向他承诺3天之内一切都会搞定，但3天过去了，胡跃斌那边还是没有消息。马总，到点了，该开董事会了。翘臀秘书匆忙走进办公室，提醒马文成：“您现在有空吗？我想跟您先汇报一个新情况。”“什么情况？是亚美集团那边有消息了吗？”马文成双眼放出金光，已经3天了，果然没有白等。马总，不是亚美集团，是大福木材。大福木材？大福木材能有什么新情况？马文成现在可不关心大福木材，他只关心2件事情：第一，原材料；第二，运输情况。只有这2件事情全都解决，济源木具才能正常的运营下去，他们的联盟才能继续，否则一切都是空话。据我们安排在大福木材的人说，他们的董事长常大山已经跟正兴传物续了1年的长约，木材也都陆续从叶南码头转往叶北码头，好像已经开始走正兴的货轮了。好像？我告诉你，这事儿可没有好像啊，你给我说清楚点。马文成有点急了，这还真的是个新情况。戴翘臀秘书把大福木材的现状阐述一遍之后，马文成立马就懂了。TD， 常大山这是背叛了他们的联盟，找到正兴传物投降了呀。走进会议室之后，几位董事以及各个高管立马抛给马文成无数问题。马总，咱们的原材料只够支撑2天了，原木什么时候能恢复供应？马总，咱们的工厂可不能停啊，停1小时就损失几万块钱，咱们可挺不起啊。马总，亚美集团刚刚来人了，说是近几天船都还没修好，也没有通过海洋局的核验，最起码还要等1周。马文成刚刚消停一点，几个人这么一吵吵，他头又胀大一团。TD 还要等1周，这还等个鸡毛啊！常大山3天前就叛变投降了，这小子真不够意思，连跟他通口气都不通，早知道他也投降了。行了，各位，今天的董事会先不开了，我立马就去解决这些问题。马文成觉得自己再在会议室待下去，脑袋都要爆炸了。备车，我们去正兴传物。正兴传物，李涛出面接见了马文成。李经理，郑总在不在公司？我是济源木具旧的董事长马文成，
有点事情想找他谈谈。马文成姿态放得很低，原来是马总啊，久仰久仰。李涛还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态度，又被郑谦给猜中了。马文成果然上门了。郑总现在正在开会，你能等吗？能等的话，我现在就去通报一声。能，当然能等，麻烦李经理了。熟悉的对话，熟悉的强调，熟悉的味道。李涛当然没去通报，按照郑谦的意思，少说要先晾马文成1-2个钟头。他走到茶水间接了一杯热水，然后就回来了。郑总说他知道了，您在这儿等几分吧，一会他就来了。马文成，你当老子是瞎子？你去通报了吗？就回来告诉我，别以为老子没看见。你跑到茶水间接了杯热水就回来了，压根没去找郑谦啊。马文成很聪明，他知道这是想要晾他，说是等几分钟，可今天能不能见到郑谦人都不一定。扑通，李经理，麻烦您再通报一声吧，我这事儿很急。噗！李涛看到这一幕，一口滚烫的热水直接喷了到了马文成的脸上。不好意思啊，马总，不好意思。李涛随手抽出几张纸巾帮马文成擦着。他没想到马文成竟然这么直接，连郑谦的面都没见到就直接给跪下了。行，既然马总有急事，那我就再去通报一声，您稍等啊。李涛这一次才走进了郑谦的办公室。谦儿，马文成来了。按照先前商量好的，先晾他一回。估计不行，马文成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直接给我就跪下了，晾是晾不了了。你看要直接去见一见他吧。李涛笑道。郑谦听说了之后非常的惊讶，这么直接，连人都没见到，纪元木具的董事长直接就在这儿给跪下了。纪元木具的情况，马文成承受的压力比郑谦想象的还要危急。行，那就去见一见吧。门外无数同事在讨论着纪元木具董事长马文成下跪的事情。哎，你们听说了吗？马文成直接给咱们李经理跪下了。早就听说了，到现在还在会宾室跪着呢。真的假的？我怎么有点不信啊？爱信不信，不信自己去会宾室看。前2天大福木材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也在咱们公司跪下了，你们知不知道？真的？这事儿我倒没听说，快讲讲。一个在会宾室跪着，一个在会议室跪着，接连2个企业老总在正兴传物下跪求人的事情，立马成了一个火爆的大瓜，一时间成为上上下下讨论的焦点。会宾室，郑谦故意放慢脚步来到了会宾室。不好意思马总，刚刚我在开会，您这怎么跪下了？快起来快起来。郑谦走到会宾室之后，发现马文成双膝着地，竟然还在跪着，这属实出乎他的意料。不过这也能侧面说明马文成的纪元木具要不比常大山的大福木材好受，情况甚至还要比大福木材危急得多。郑谦控制了马文成的原材料，甚至连马文成的出货方式他都给截住了。亚美集团想要重新把船开起来，怎么着也得先过海洋局那一关，怎么着也得2-3个月。就算胡跃斌能找到关系，马文成敢用那种质量有问题的货轮吗？指不定开到太平洋就出事了。2个咽喉问题，马文成一个都解决不了，他能不急吗？郑总啊，我已经是穷途末路了，看在我和伟强的关系上，您可得在这个时候拉我一把呀。看在他和陈伟强的关系上，特么的，这个时候想起陈伟强来了。郑谦不禁摇摇头，马文成要不是自己作死，老老实实的继续跟正兴船务合作，也不至于闹到现在这个地步。郑总，拖欠的700万我立马结清，还希望您能调2艘万吨货轮给我用啊。马总，你这可是为难我了，前2天我刚答应常老板说要调2艘货轮给他用，眼下我们公司订单爆满，还真不一定能调出船期啊。郑谦撇了撇嘴，一副很为难的表情。李涛这时候也站了出来，马总，您这话可就不对了，纪元木具拖欠了这么长时间，算上利息和违约金，可不止700万了。2人不约而同对视一眼，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差点把马文成给整懵了。好在马文成足够机智，立马就听出来这2句话是什么意思。是，李经理说的对，我应该支付多少钱？您说个数，我立马让公司财务给您转账。郑谦此时冷不丁的冒出一句1000万。1000万？马文成额头直冒冷汗。TD， 这是狮子大开口啊，张嘴就要1000万，就算是民间利息最高的高利贷都没你这么算的，你比高利贷还要高利贷啊。可眼下这个情况，他也只能认了。好，就1000万，我现在立马给财务打电话。马总，这么着急干吗？我们正兴船务差这点钱吗？李涛劝阻道，你先和郑总聊完，回去再说也不迟。好，正兴船务财大气粗，哪能差我这点小钱啊？马文成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顺着李涛的话往下说，极力的夸赞着锦绣集团。好吧，那我就勉为其难的答应了，不过不是2艘，可以调1艘货轮给你用，可以吧？好，感谢郑总，感谢郑总。马文成脑袋跟捣蒜似的连连点头，1艘已经足够了， TD 总不至于跟胡跃斌的似的，停在码头港口连开都开不起来，有2艘能开起来的，证件还有问题，连大西洋都出不去，更别说太平洋了。另外郑总，
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要求您帮忙。他觉得自己正兴船务可算是没白来，下跪加300万违约金就把船的事情搞定了。郑谦没有为难他，比替胡月斌爽快多了。船的事情解决了，剩下的就是原材料。郑谦花1个亿买入了锦绣集团40%的股份，担任锦绣集团的副总裁，给他供货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吗？这个的话，我哪做得了主啊？你得找徐总。郑谦拒绝道。李涛也纳闷了，原木这事儿，你不去找许淑云，找郑谦干什么？他郑谦再有能耐，单凭一纸低价合同，还不至于能左右许淑云的锦绣集团吧？李涛其实并不知道郑谦已经入股了锦绣集团，他这几天更多的在思考，为什么许淑云会在这个节骨眼上断掉马文成的原材料，绝对不是偶然。郑总，我肯定会去找徐总的，但还希望您能够在徐总面前说2句好话，这事儿才好办啊。货轮都答应了，郑谦不会看着马文成停产。可以，但你起码跟我们正兴船务签1年的长约吧。签？我签？马文成想都没想，直接就答应下来。当马文成看到合同的内容之后，犹豫了几秒钟。郑总，您这合同是不是出错了？不会有错，这合同跟常大山签的一模一样，你不想签可以不签，那样的话我也不用到许淑云面前说你什么好话了。郑谦的口吻像极了威胁。马文成听成了，不想签直接给老子滚蛋，原材料这块你是别想了。他哪敢不签？而且听郑谦说常大山签的合同跟他是一模一样的，这特么也太屈辱了吧。常大山是个狠人啊，能在这么屈辱的合同上签字。但屈辱归屈辱，把企业救活才更实在。坐以待毙，等待着他的就只有破产清算。我签，我签。马文成规规矩矩的在合同的尾部签上了姓名。行，这不就都好说了吗？马老板，以后咱们还是合作关系，徐总那边我会去说的，你放心好了。郑谦看着合同，笑呵呵的说道。一旁的李涛可越看越糊涂，原材料这东西可是商业斗争的核心，郑谦去说一嘴，锦绣集团就提供给马文成了。郑谦在许淑云那儿有这么大的面子？郑谦没跟李涛解释，李涛也识趣的没问。外面的同事在3人谈判的时候可是炸开了锅。郑总真牛啊，马文成这么猴精的企业家都被他给搞定了。你们看马文成的表情，一阵青一阵白的，看来郑总把他收拾的挺惨啊。哼，我早就说过，新来的这位郑总是有真材实料的，否则怎么可能年纪轻轻就坐上那个位置呢？当时你们还不信我。行了行了，这下我们都信你好了吧？诸多同事一时之间对郑谦异常钦佩。全公司上下都知道，这几天正兴船务在打仗，对手是亚美集团、济源木具、大福木材，叶南叶北地区的3大巨头企业联合围剿正兴船务。这么大的事儿，老总陈伟强不在公司，副总刘诗琪不闻不问，只剩下一个年纪轻轻的白面秀才郑谦。很多人都认为，这下正兴船务不死，也得被这3家企业给搞个残废，今后肯定没有什么发展前景了，只能慢慢走向破产。可没想到，郑谦几顿骚操作，竟然让其中的2位老总登门求见，甚至不惜下跪磕头。这种场面这辈子可能都见不到第2次，实在让人刮目相看。姚曼曼经历过这次事情之后，已经看到了郑谦的能力和野心，一个小小的叶北是绝对无法阻挡郑谦前进的脚步的。同时他也知道，他在郑谦的心里已经没有之前那么有分量了，甚至还有可能憎恨，比不上一个普通同事。姚曼曼第一次感觉他配不上这个男人。郑谦所展现出来的男人魄力、商业技巧远远超过他认识的所有男人，这样的男人他真的配不上。就算郑谦不计前嫌，跟他和好了，他能做的有什么呢？给郑谦洗衣做饭带孩子，这样其实也挺好的，不缺钱花。但郑谦不可能不计前嫌，就像他前2天想的那样，那件事情在郑谦的心里永远是一个结，而且是死结。他下定决心放弃对郑谦的继续追求，什么不计前嫌、重归于好，都是他的一厢情愿罢了，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是姚曼曼想的太美好了。钟小瑶瞥了姚曼曼一眼，发现她眼神复杂，似乎有很重的心事。她也是昨天才刚知道，姚曼曼之前跟郑谦有过一段恋情，但因为姚曼曼做了对不起郑谦的事情，导致2人关系决裂，彻底分手。从姚曼曼近段时间的做法来看，应该是想追回郑谦对她那颗热恋的心。钟小瑶只能说，姚曼曼太不懂男人了，亏她还天天在公司里传播什么遇男之术，简直是个笑话。像郑谦这样的男人，走到哪儿不是美女如云？就算你姚曼曼长得有几分姿色，可那又怎样？社会上比你姚曼曼颜值高、身材好的人多了去了，比如说本小姐。想要郑谦原谅她，简直痴人说梦，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用2个字来形容姚曼曼，那就是大傻叉。怎么会有人傻到这种程度？有这种宝藏男人握在手里，不知道珍惜，竟然还出轨，做对不起郑谦的事情，真的是傻逼。钟小瑶此时已经完全不把姚曼曼放在眼里了，剩下的对手就只剩下了新来的那个秦雪莉。她看郑谦的眼神，恨不得把郑谦吃掉，这让钟小瑶很不爽。秦雪莉其实和钟小瑶想的一样，她也是刚刚得知姚曼曼就是郑谦养了很久的女朋友，但是因为给郑谦戴了绿帽子，导致分手。姚曼曼不会看人，
也不相信凤凰男，他只看重现有的成就，却忽略了郑谦的潜力。是个傻女人，姚曼曼肯定是没办法追到郑谦了。那么公司里对郑谦有那种心思的，就只剩下了钟小瑶。当然，也不排除郑谦身旁的那个助理夏倩倩。不过最大的对手还是钟小瑶。这次的仗打了一大半，郑兴传物胜利那是没牌了。结束之后，首先肯定论功行赏。秦雪莉了解到，公关组在郑谦上任之后，小组长的位置一直空着，没有选人做小组长。也正是因为没有小组长，才会有那天连续3个公关组的人去找郑谦送资料。当上了小组长，这些就全都是小组长的事情，和郑谦接触的机会也多。暂且不说会不会日久生情，如果钟小瑶做上了小组长，那他肯定有事儿没事儿就去找郑谦，自然而然的，秦雪莉跟郑谦接触的机会和理由就少了，甚至不排除钟小瑶利用小组长的权限打压他，给他穿小鞋的情况。这样一来，秦雪莉就会处于一个劣势，这个劣势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直到他彻底失败。亚美集团，草泥马，这2个墙头草，叛徒。胡跃斌在听说济源木具和大福木材叛变之后，气得摔水杯、摔手机，直接就在办公室里发飙，把公司里的同事吓得够呛。他这几天一直在加急处理亚美集团的事情，也见了几次海洋局的领导，认为不需要请自己的父亲出马，他就能搞定。刚开始几个领导听说是亚美集团之后，都很乐意出面聊一聊。胡跃斌觉得成事的几率很大，可是见了面，对方才知道并不是胡跃斌的父亲胡老，而是一个2代纨绔，瞬间就改口说不行，必须要符合法律法规，让他碰了鸡鼻子灰。最终胡跃斌还是面对现实，准备去请老爷子出面的时候，却听到了马文成和常大山叛变的消息。他妈的，2个软骨头！胡跃斌一想起这2个废物，气就不打一处来。郑谦是吧？老子记住你了。备车，去正兴传物。正兴传物公司，陈伟强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这些天他被拘留在魔都的第4收容所，吃了好几天的牢饭，连个电话都不让他打。不用想就知道，这是被人阴了。陈伟强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自己的公司现在肯定一团乱糟，被人打的连自己都不认得了，员工离职的离职，摸鱼的摸鱼，毫无斗志。他轻吐一口气，最终还是上了楼。但当他上楼之后，看到的一幕却异常吃惊。员工们神采奕奕，意气风发，甚至一个个热情激动高昂地向他打招呼：陈总好，陈总好，陈总好。面对这些员工，陈伟强一一点头，脸上藏不住的困惑和惊讶。陈伟强本以为公司现在乱成一团，但没想到一切都井井有条地运营着，不少员工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莫非刘诗琪在自己不在的这段时间接管了公司？总不能是郑谦那个初入商海的小青年吧？陈伟强认为郑谦还没有那个能力。陈总，你终于回来了。郑谦在看到陈伟强之后，激动地直接扑了上去。公司最近有什么事吗？陈伟强问道。走走走，进去说。郑谦叫来了李涛，告诉了他最近公司发生的事情。低价订单、招人、保卫战、反击战，不包括入股锦绣集团的事情。这件事情郑谦准备藏在心底，只要没人问，他就坚决不说。我靠，可以啊，郑总，没想到你有这么强的商业天赋和管理天赋。听说了这些事情之后的陈伟强对郑谦赞不绝口，钦佩有加。不过我有一个疑点，你是怎么说服锦绣集团断掉济源木具的原材料的？许淑云我认识，他可不好打交道，强硬得很啊。就凭一个低价订单，应该不至于吧？你有什么秘诀？还不赶紧分享出来？这个嘛，天机不可泄露。郑谦使了一个奇怪的眼神。哦，懂了懂了。2个男人会心一笑，拖了一个长长的“哦”字。郑谦也扑笑一声，他自己都没说，他们上哪儿懂去？该不会认为他把许淑云给拿下了吧？就凭他这点男人魅力，应该还不至于这么轻易的拿下一个富家千金。郑总、陈总、李经理，大事不好了！公司的前台 慌慌张张的敲办公室的门。你不要急，有事情慢慢说。怎么了？李涛安抚道。有一个自称美亚集团老总的人在前台争着吵着要见郑总。胡跃斌，好像是这个名字，我也不太清楚。您现在有空吗？要不还是您过去看看吧，我们2个保安都摁不住他。噗，2个保安都摁不住他。这话听了，3人直接笑出了声。走到前台一看，果然是胡跃斌。他像个地痞流氓一样，在公司前台耍无赖，一点都不像是个大企业的话事人。胡跃斌，你找我有事？郑谦上前一步，十分轻浮地问道。老子找的就是你，你小子真行啊，玩得可够阴的。陈伟强，你什么时候出来的？胡跃斌在看到陈伟强之后，整个人直接怂了，就连语调都弱了3分。在对正兴传物出手之前，胡跃斌专门派人调查了一下陈伟强的行踪，得知他正在魔都谈生意的路上，就从夜店雇了一个女人去勾引陈伟强，结果陈伟强裤子都脱了，一帮警察破门而入。原本是你情我愿的事情，却被扣上了一个强奸的罪名。这件事情是他一手策划，让常大山去办的。胡跃斌没想把陈伟强送进监狱，但是再拖他几天时间还是绰绰有余的。没想到陈伟强这么快就出来了，一定是常大山把那个女人给撤回来了，
起码调查陈伟强1-2个月，不可能这么快。胡月斌，你做的那些事儿，常大山全都告诉我了。要说阴，还是你够阴，谁能阴得过你啊？陈伟强提起这个就满肚子气。那天晚上他裤子都脱了，没想到对方给他玩了这么一手。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要不是郑谦在叶北这边发挥的好，他就一头栽进胡月斌的手里了。哼，兵不厌诈，你自己没抵挡得住诱惑，怪我干什么？好一个兵不厌诈！行，胡月斌，咱们俩从这儿就开始了。我倒要看看亚美集团能在你的手里撑多久。别说是你，就算是你爹在公司，亚美集团也得开始走下坡路。咱们走着瞧吧。又提他爹，胡月斌咬牙切齿，怎么每个人都喜欢把他和他爹比较？胡月斌是这辈子走不出他爹的阴影了吗？特么的死老头子，前妻做那么好干嘛啊？服了。哼，陈伟强，也不知道你哪来的底气跟我说这种话。你正兴船务才几条破船，拿什么跟亚美集团比？开始就开始，我可不是被吓大的。咱们走着瞧。双方直接在公司门口宣战，丢下狠话之后，胡月斌就离开了公司。你们2个跟我来，我有重要的事情告诉你们。郑谦和李涛相互看了一眼，跟着陈伟强进了办公室。3人坐下之后，陈伟强开始煮茶。这次我去魔都见了2个金融巨额，他们十分看好正兴船务，我们谈了一笔大生意。咚咚咚，耳边响起敲门声。谁啊？进。哟，你们3个悄咪咪的说什么呢？出现在门口的是风华绝代、时尚潮流的刘诗琪，她今天竟然还穿了黑丝和高跟鞋，显得女人味更浓。是刘总啊，来得真巧，快过来坐吧，我告诉你一件大事儿。陈伟强起身把刘诗琪请进办公室，反锁上了门，他不希望再有人打搅自己。等会啊，陈总，你从魔都回来，身上没少什么零件吧？我可是听说了，你被人阴得很惨。刘诗琪半开玩笑说道，引得郑谦和李涛大笑。哪儿的话，怎么可能少零件呢？要不然我脱了给你们看看。别，裤子别脱，脱了我们也不敢看。行了，说正事儿。陈伟强告诉3人，他去魔都谈了一笔大生意，你们肯定猜不到这笔生意有多大。陈伟强故意卖了个关子，1个亿。陈伟强这时候已经期待3人惊讶了，1个亿而已，你至于这么夸张吗？刘总，1个亿跟你的中光基金比起来那是小数目，但这1个亿只是第1轮融资，只需要我们稀释一点点股份而已。陈伟强看着其余2人，郑谦脸上显得十分平静，只有李涛看起来比较惊讶。嗨，我还以为10个亿呢，1个亿而已，你找郑总就行啊，郑总分分钟给你拿出来1个亿。陈伟强，这话什么意思啊？陈伟强一脸懵逼。郑总打这场仗可是花了1个亿入股锦绣集团，买入了40%的股份，就是为了保住正兴船务，控制几元木具的原材料。缺钱直接找郑总就行啊，不用那么大老远跑到魔都，还让人给阴了，多不值得。怎么，你们还不知道吗？刘诗琪秀眉紧蹙，显得很惊讶，不过很快他就放松下来。也对，陈总在魔都滞留了好几天，不知道也正常。郑总现在可是锦绣集团的实打实的副总裁。陈伟强和李涛满脸的错愕。郑谦斥资1个亿买入了锦绣集团40%的股份，这特么手笔也太大了吧！陈伟强突然明白了，为什么郑谦能够控制几元木具的原材料，不是拿下了许淑云，而是拿钱砸下了锦绣集团啊！李涛这时候才回过神来，怪不得马文成登门的时候说让郑谦在许淑云面前替他说几句好话。锦绣集团的副总裁还需要找许淑云？给不给你原材料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啊！郑总，你可真是深藏不露啊！陈伟强拍了拍郑谦的胳膊。陈伟强第一次在望月岛跟郑谦见面的时候就知道郑谦不是个普通人，手里有点钱想要进商海，可没想到郑谦身上竟然有这么大的能量。郑谦究竟是个什么家底？手上还有多少的流动资金？几天没见，陈伟强突然觉得郑谦有点让他看不透了。陈伟强这时候对郑谦有了新的认识。对于公司的管理，郑谦虽然显得有些生疏，但他不在公司的这段时间，公司能够不崩已经很有能力了。管理能力其实很好锻炼，只需要他多多放权给郑谦就行，半年时间就能提升很大。其次，郑谦在商业上的天赋有些出乎他的意料。面对亚美集团、纪元木具、大福木材3家企业展开的围剿行动，郑谦能够不慌不乱、沉稳冷静地处理。现在的结果显而易见，亚美集团虽然没倒台，但这次针对正兴船务的围剿行动肯定是以失败告终了。陈伟强觉得，就算当时他在公司，由他来处理这件事情，都不一定能处理得这么完美，公司肯定会被打掉一些东西的。郑谦不是一般人，当然，一般人也拿不出1个亿来入股锦绣集团。郑谦现在有的可能只有钱，社会上的人脉网络他是没有的，所以出了事情，郑谦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用钱来摆平。自古以来，九州就是一个人情社会，郑谦如果没有人脉网络的话，那是要吃大亏的。这次还好一些，常大山和马文成都是墙头草、软蛋，如果换做那些油盐不进、重情义、交情，要跟你死磕的企业家呢，郑谦这一招的威力肯定会大打折扣，能不能奏效只能两说。这次的业务我只是谈了个大概，并没有敲定。
过2天在魔都会有一场海贸峰会，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那时候大概就可以敲定。陈伟强的意思也很明显，就是想郑谦去扩展一下人脉，见识见识那些真正的大人物。其实吧，海贸峰会我们中光基金也是有名额的，郑总可以以中光基金 VIP 客户的身份出席那场峰会，这样也显得名正言顺一些。郑总，你觉得呢？刘诗琪朝郑谦眨巴眼。郑谦当然听得出来，刘诗琪这是在向他示好，向他抛出橄榄枝。到时候再说吧。郑谦一副模棱两可的态度，变相的拒绝了刘诗琪。前2天因为邓书欣的事情，郑谦还在耿耿于怀。你倒像是个没事人似的。郑谦自然不领这份情，他倒不是小气，只是想让别人知道他也不是好欺负的。如果没别的事情的话，我就先走了，还有一些文件需要处理。郑谦说完就离开了陈伟强的办公室。陈总、刘总，我也走了。李涛紧随其后。办公室里只留下陈伟强和刘诗琪。陈伟强看了看刘诗琪，他倒是没有对刘诗琪刚刚那么明显的挖墙脚举动产生多么大的敌意，倒是有些同情刘诗琪。陈伟强和刘诗琪是旧交，在公司刚刚起步的时候，刘诗琪帮助了他不少，就连起步资金的一部分都是中光基金给凑出来的。用一根绳上的蚂蚱来形容有些过，但2人的人脉资源的确是攻下了的。但郑谦要是不领这份情的话，那陈伟强也没有别的办法。刘总，郑总好像还对你把他属下调走的事情耿耿于怀啊，你要不找他再说一下，道个歉什么的，态度别那么强硬，总会跟你交好的。陈伟强给刘诗琪提了一点建议。刘诗琪在金融领域有了一些建树之后，做事风格变了许多，交涉、谈判、社交都是很强硬的态度，一副精英女强人的做派。但郑谦这种人就不吃这一套，你要是不低头，再想跟他建立什么社交关系是很难的。郑谦的底我的确摸得不够清楚，但只是暂时的，他迟早会跟我合作的。刘诗琪下定主意，他要想尽一切办法把郑谦拿下。他的中光基金可以给郑谦开出一个无法拒绝的高利，郑谦可以成为中光基金的最大客户。这样一来，中光基金的规模和层次会再提升一个等级。刘诗琪是一个从来都不会满足的女人，狼性是她在金融领域和职场混迹了这么多年总结的经验。单单这2个字，刘诗琪觉得就值1个亿，有点恐怖。陈伟强好久没有在刘诗琪身上看到这种眼神了，这是要把郑谦吃抹干净的节奏啊！刘总，你可悠着点，人家还年轻呢，今后未必不是商界的一代巨鳄，人家比你年轻那么多，你怎么下得去手？下班之后，郑谦直接回了家。这几天可把郑谦给累坏了，连续几天高强度的关注3个企业的动向，制定破缴计划，身体还真有点扛不住。今天这么早，你还要熬夜看方案吗？高月7点钟就在家里看到了郑谦，还有点小小的意外。不看了，事情办得差不多了，剩下的让别人来管。郑谦口中的别人就是刚从魔都回来的陈伟强，他这几天可是做了很多事情，差不多已经到了极限，也该好好的休息一下。同时郑谦也得知 TD 资本家好像也不是那么好当的，资本家之间的斗争让他身心疲惫。行，那就先吃饭吧，我烧了菜。郑谦一口气添了4碗米饭，吃得贼香。高月看到这一幕，满足的笑了。对了，这几天健身房的事情怎么样？郑谦想起来健身房的事情，就随口问了出来。高月表示，侯建业那边已经在龙湖选好了地址，他还过去看了看，地理位置和面积都挺合适。从国外进口了一批健身器材在路上，装修工人也在紧赶慢赶的装潢。如果不出意外的话，1个月健身房就能开张营业了。有你把着，我放心多了。这几天高月也没有闲着，郑谦听了称赞道：“也不需要我太关注，侯叔叔的经验比我足，他做事我们大可放心。”郑谦看着高月，发现他眉宇之间挂着一抹淡淡的忧愁，似乎有什么事情困扰着他。怎么了吗？碰上什么事儿了？跟你男人说说，或许我能帮上忙。听到郑谦这么说，高月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表情管理没有控制好。不过郑谦现在是他的男人，在他的面前也不需要伪装和做作，2人之间最主要的是坦诚相待。高月也没有藏着掖着，倒也没什么事儿。我不是有一家咖啡厅吗？这2天附近又新开了一家咖啡馆，生意还不错，我就去尝了一杯，味道很独特，品类很多，很受年轻人喜欢。这几天我和几个咖啡师也在研究新品类，所以有点焦头烂额。他把咖啡馆开在了我斜对面，可不能让人把生意全抢跑了。郑谦听了有一点心虚。你说的那家咖啡馆是不是叫情缘？他试探性的问道。是啊，你也知道。同事给我带过一杯，感觉还不错。哪有什么同事给他带咖啡？实际上是前2天邓玉清和邓书欣分别给他发微信，问他咖啡馆该起什么名字好。郑谦是个起名费，交给他们2个全权处理，结果就起了情缘这么个名字，听起来有点暧昧，就像3人之间的关系一样。确实很不错，刚开业1天就大卖了，连宣传都不用宣传，整个双流街都是他们家咖啡香味儿。郑谦可不敢告诉高月，情缘咖啡馆是他出资帮邓书欣、邓玉清姐妹2个开的，他要是知道了，还不知道怎么想呢，指不定一套连招直接把他给 KO 了。
估计是什么外来品牌吧。这些年那些外国资本来咱们这儿捞金的多了去了，你可不能让他们比下去啊。郑谦鼓励道。不是外来品牌，是本地的两姐妹，听他们说是他们父亲的手艺，有一个大老板资助他们开的店。郑谦惊叹，你们还聊了这个？是呀，聊得挺好的，我们还加了联系方式，良性竞争嘛。人长得挺漂亮的，你看照片。高月拿出手机翻了翻邓玉清和邓淑欣的朋友圈，给郑谦看他们两个的照片。怎么样，要不要把微信推给你？郑谦被吓得一身冷汗。别，你自己留着吧，我可不敢要。郑谦早就把邓淑欣和邓玉清给加上了，根本不用高月推，他可不敢当着高月的面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在郑谦的心里，高月永远是正宫，这面棋是不会倒的。看来有必要找两姐妹聊聊，不能让她们向外透露出自己的身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要是被高月给知道是郑谦出资建设的咖啡馆，那解释起来可就麻烦了。哼，算你识相。双双，说实话，你不用在咖啡厅上投入太多的精力，你不是要考研吗？直接把咖啡馆关门了都行啊，生意让给他们又怎么样呢？反正有我养你嘛。郑谦把心里话说了出来。那你有一天不养我了呢？高月看着郑谦的眼睛问道。不可能，我养你一辈子。郑谦的眼神毫不闪躲，发自内心答道。两人就这么对视了10秒，郑谦最终先忍不住了，手开始不老实，先去洗澡。第二天早上，郑谦看到昨天晚上许淑云发来的消息。许淑云，郑总，上午有时间吗？许淑云，公司为你准备了欢迎会，要来参加一下吗？许淑云看到请回复，微笑表情。郑谦回复才看到不好意思。没想到许淑云竟然秒回，郑总，上午有时间吗？郑谦看了一眼屏幕右上角，现在是9点多钟，如果不去健身房的话，郑谦确实没什么事情。这2天郑谦累得不行，今天有点不太想去。但许淑云的什么联欢会他也没兴趣。虽然说他出资买下了锦绣集团40%的股份，但也没必要大张旗鼓搞个什么欢迎会，太高调了，不是他的风格。况且郑谦也不会到锦绣集团去上班，他的核心还是在正兴传物，入股锦绣集团更多的只是为了断掉济源木具的原材料而已。郑谦，这几天有点累，改天再说吧。许淑云，郑总，欢迎会要不就算了，你有时间的话可以过来签一下那些法律文件。郑谦仔细一想，那些法律文件还是要签一下的，否则有人设计套路他的话，会把他坑得很惨。虽然许淑云不会这么干，但不排除那些有心之人，比如说胡月斌。郑谦答应了，简单洗漱完，吃了个早饭之后，郑谦便赶往锦绣集团。锦绣集团，淑云，郑总说什么？他答应要过来了吗？许成业、许老在一旁催促道。许淑云一脸的不耐烦。哎呀爸，郑总说他现在就过来，你就别催我了行吗？今天这出实在不是许淑云的风格，他认为有这功夫，还不如投入到工作上，最起码能干点实事儿。但许老偏偏不屈不挠，非要他想办法让郑谦来一趟，让他看看，不管是诓也好，骗也好，得把人弄过来。还给许淑云想了个办法，说欢迎会。许淑云一听这事儿就不成，告诉郑谦之后，人家果然拒绝，最后没办法才改口说法律文件。今天为了跟郑谦见面，许成业西装革履，打扮得异常精神，一头白发，甚至还擦上了发泥。爸，您至于吗？人家郑总忙得很，为了您这点小事儿把人家叫过来。许淑云心里还是很抗拒，把郑谦这样骗过来，甚至老头子还有些见未来女婿的意思，他心里很不舒服。淑云，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这可不是小事儿，而是你人生最大的事情。小鹏我已经叫过来了，他这几天会照看公司的，你就专心把郑总拿下就行了。郑谦这个人吧，是挺好的，跟他也比较般配，这样也好，正好借父亲的口试探一下郑谦对他有没有意思。半小时之后，郑谦在许淑云的办公室跟他碰了面。郑总，您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过来，实在是太感谢您了。许淑云跟郑谦这么客气，实在让他感到意外。嗨，都是自己人，客气什么？郑谦觉得许淑云太见外了，他现在也算锦绣集团的大股东，这些繁多的礼节倒是可以免。这位就是郑总吧，神采奕奕，年轻有为啊。郑谦这时候才注意到许淑云的办公桌上还坐了一位老人，白发苍苍，但看起来精神抖擞。老人从椅子上站起来，面带微笑走向郑谦，跟他打招呼。这位是，跟郑总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父亲许成业，原本我父亲已经退休了，听说你要来，特意赶到了公司跟你见面。许淑云介绍道。原来是许老，许老谬赞了，专门赶来见我，实在是晚辈的荣幸啊。许老叫我小郑或者小谦就行。哪里，像你这样的晚辈不得多见见吗？更何况你还是锦绣集团的副总裁。许成业跟郑谦握了手，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第一印象不错。郑总，这是我们法务部准备的文件，您可以带回去让人验一下，没问题的话您再签就可以。许淑云把一份准备好的法律文件交给郑谦。郑谦觉得没有必要带回去，那样就显得太不信任许淑云了，会让两人之间产生隔阂，只是简单翻了翻。
文件上，许淑云在锦绣集团的身份已经赫然变成了董事长兼总裁。郑谦从桌上抽出一支钢笔，便在尾部签了字。郑总，这就签了，不用带回去看看吗？许成业好奇地问道。1个亿可不是小数目。不用了，我对许总还是很信任的。今天之所以过来签这些文件，也是怕被某些有心之人钻空子，要不然这些东西都是可签可不签的。郑谦表示，他对许淑云的信任度很高。小谦，你为什么对我家淑云这么信任啊？前一句还是郑总非常官方，后一句的措辞就是小谦我家淑云。许成业的用词很有城府，这用词相当于抛开了工作，谈私下里的生活。前辈就是前辈，许淑云和郑谦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我觉得许总人很好，不会害我，仅此而已。郑谦意识到哪里不对劲，但也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哦，原来是这样，那我懂了。许成业满意地点点头。郑谦站在他的面前，让他越看越满意。许总，许老，如果没有别的什么事情的话，那我就先走了。郑谦说着就要离开。人都来了，许成业怎么可能轻易让郑谦走？他还没问够呢。小谦，你既然已经是锦绣集团的副总裁，总得让大家认识认识你吧。为此我让淑云特地给你准备了欢迎会，参加完再走也不迟。许老，这就不用了吧？郑谦想拒绝，许成业根本没有给郑谦拒绝的机会。小谦，你既然已经是锦绣集团的副总裁，总得让大家认识认识你吧。以后来公司，最起码大家都知道有你这个人，门口的保安也不会拦你。差不多也到饭点了，淑云，让人去备车。郑谦还没说完，就被许成业给堵住了嘴，拉着郑谦就往楼下走。他向许淑云投出一个求救的眼神。许淑云两手一摊，表示他也没什么办法。电话里想找什么借口拒绝都可以，但见了面再想拒绝那就难了。老人家盛情难拒，郑谦也只好跟着许成业上了车。3人来到凯旋大酒店，叶北规格最高的酒店之一。许老今天包下了一个厅。虽然锦绣集团规模不大，但公司制度却很完善。今天到场的基本上都是公司的 Q、CFO、CIO、OD 层次的高管，法人代表、运营、财务总监、技术总监、各部门经理全都到场。在许成业站在台上向大家介绍公司的新 VP、公司副总裁郑谦。郑谦很拘谨地向大家打招呼，自我介绍完之后，响起热烈的掌声。吃饭的时候，郑谦被安排在许淑云和许成业的旁边。郑总，不知道你对锦绣集团接下来的转型以及今后的业务发展有什么高见？一位运营总监对郑谦提出了疑问。郑谦有点茫然 ，TD 怎么还有提问环节？不就是吃个饭吗？桌上的这几个人都是许成业事先通过气的，他想通过这几个高管问郑谦几个问题，看看他对商业有什么见解，有没有能力扛起锦绣集团的大旗。我觉得郑谦只能谈谈自己对锦绣集团转型的理解。锦绣集团是70年代创立的，采用的运营办法还是走的传统路子，但近些年新型渠道，譬如说互联网、海上运输、成品木具的兴起，会影响到锦绣集团接下来的发展，必须要进行革新，否则将会被时代淘汰，被新型的企业所取代。他们都是徐老之前的心腹，听到郑谦这么评价锦绣集团，脸色突然变得很难看。好，说得好，只有许成业一个人鼓掌叫好。我那一套现在是行不通了，现在科技多发达呀，什么 QQ、微信、短视频传播的太快了，或许一个不知名的老百姓一夜之间就火遍全国。我认为郑总说得很好。许成业赞同郑谦的说法，也支持许淑云和他接下来对锦绣集团进行革新。许成业虽然前几年就退下来，但把这么大一个企业交给许淑云是不可能的，主心骨还是由他的几位老部下撑着，各部门都有许成业的心腹。这番话的目的就是让他们以后不但要听许淑云的，还要听郑谦的，有意见可以提，但绝不能撂挑子不干事。几个高管心领神会，紧接着也跟着鼓掌叫好。今天这桌说是欢迎会，其实也是许成业对许淑云权力的正式交接，当着几个高管的面把事情说清楚了，以后公司就交给这2个年轻人管。对了，小谦，我还没问呢，今年多大了呀？许成业笑眯眯地问道。虚岁有26了。郑谦答道。26？那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呀？众人心里倒吸一口凉气，他们算是看明白了，这个叫郑谦的新副总裁是徐老看中的女婿啊，怪不得这么捧他。郑谦蹭了蹭鼻子，我暂时还没有结婚的打算，先干出来一番事业再说结婚的事情吧。他确实是这么打算的，一头扎进商海里，就是想在自己没有了系统之后，还有一番事业可以源源不断的提供收入。众人觉得郑谦有点不上道，徐老都这么问你了，肯定是有意撮合你和许淑云啊，这小子怎么看不明白呢？郑谦当然看出来了，但他除了装糊涂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呀。与此同时，他瞥了一眼许淑云，原本精明强干的女精英，此时竟然连抬头都不抬，低着头专心切着牛排，脸蛋红得像樱桃。当前好感度60点，只有 max， 只差一点好感度就可以到恋人的阶段。可郑谦对许淑云的好感度其实并不高，如果也按照系统的那套来算，大概也只有40-50点左右，还在普通朋友级别，连挚友都不到，更别说恋人了。
但许淑云的身材和外貌一流，而且整个人特别有那股富贵千金的那股气质，从小十指不沾阳春水养出来的大户小姐。小千啊，这你就不懂了吧？男人讲究一个成家立业，先成家后立业。每天晚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第二天起床精力充沛，精力满满，干什么都有劲儿。我结婚的时候才多大，20岁出头，要不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早就抱孙子了。郑谦默默点头。许成业那个年代结婚普遍都比较早，现在的人在社会上没有立足之地，哪敢结婚？郑谦的情况更为特殊，他要是选择了结婚，系统直接解绑消失，下半辈子该怎么办？好，许叔叔的话我一定牢记在心，一定尽快找个合适的对象结婚。郑谦想要敷衍过去，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提他的人生大事，实在有点不太妥。本来以为谈话随着郑谦这么一句就结束了，但接下来的话才是让郑谦没想到的。许成业看着郑谦，他把话说的都这么明白了，郑谦也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的态度，也不知道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他干脆把话挑明。小谦，你觉得我家淑云怎么样？许成业面带微笑询问着郑谦。郑谦一听这话，这才算是明白了，许成业这是想撮合他和许淑云啊。今天把自己叫过来，并不是因为什么法律文件，多半也是因为这个事情吧。姜还是老的辣，郑谦也是刚刚才反应过来，这话让郑谦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接。他瞥了一眼许淑云，发现她的脸蛋比刚刚还要红，好感度涨涨跌跌，非常不稳定。许总挺好的啊，人长得漂亮，性格也比较好，而且做事一丝不苟。郑谦除了夸许淑云，其他的话也说不出来，总不能当面拒绝许成业，让许成业和许淑云两人都落了面子吧。许成业和许淑云当然都听得出来，郑谦说的都是客套话。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淑云做事确实很认真，就有一点太认真了，今年都27了，连次恋爱都没谈过。许成业说到这里，不由得叹了一口气，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许淑云立马急了，爸，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他没谈过恋爱的事情说出来，他以后怎么好意思见人？他的那些大学同学有一大半都已经是2个孩子的母亲了，就他一个人还单着，不知道的以为他是拉拉呢。说着话，许成业一手拉起郑谦，一手拉起许淑云，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两人的手放在了一起。小谦，以后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私下里，你以后和淑云多交流接触一下。好。郑谦发觉自己要是不暂且答应下来，估计许成业是不会放他走的。听到郑谦答应，许成业发自内心的大笑，与郑谦继续喝酒。这一幕可被这些个高管以及一些员工看到了，许成业都牵头认可了，全都认为郑谦和许淑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许淑云找到机会，终于把自己的手收了回来，她在外人面前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娇羞。许淑云不明白为什么父亲笑得那么开心，人家明明没有表露出对自己有意思的心，答应也只不过是表面上的，实际上郑谦心里怎么想，没有人知道。就这么把他的手和郑谦的手放在一起，总觉得差点火候。吃过饭之后，许淑云本想找郑谦认真的谈一谈，让他不要误会自己的意思，可郑谦借口说自己还有一份稿子要写，就直接开溜了，根本没给许淑云留机会。逃离酒店之后，郑谦总算是松了口气。许淑云不可能看得上他，所以也就没多想，全是那个年龄的老人通病。许成业那么大年龄，自然是想快点抱孙子，看到他这种后起之秀，自然不会放过。第二天，郑谦受到邓淑欣和邓玉清的邀请，前往双流街的咖啡馆。这几天郑谦忙得焦头烂额，自然没空关注两姐妹的咖啡馆。郑谦心里还有一件事情想跟两姐妹交代，于是就趁中午的时间来到了双流街情缘咖啡馆。碰面之后，郑谦感觉两人似乎更漂亮了。邓叔叔的情况怎么样？郑谦先是过问了邓志明在帝都的情况，手术很顺利，已经转回市医院了，谢谢你。邓淑欣的眼里满满的都是发自内心的爱意。父亲听说我们开了一家咖啡馆之后，很兴奋，很激动，想要过来看看，但是刚刚做完手术，没办法下床，估计还要过段时间才能看到我们这家咖啡馆了。邓玉清笑着说道，他的眼睛也在对郑谦放电。一切顺利就好。郑谦点了点头，组织了一下语言。不过有件事情我还是要跟你们说一下。郑谦告知姐妹两人不要把他出资的事情泄露出去。邓玉清和邓淑欣知趣的点点头，虽然不知道郑谦为什么这么要求他们，但他既然亲自见面找到他们这么说了，肯定是有郑谦的道理。两人保证不会把事情说出去的，不给郑谦惹麻烦。郑谦满意地点点头。小谦，还没吃午饭吧？这回倒也没什么客人，要不我们先把咖啡馆关门，去吃点东西。好。咖啡馆暂时停业，三人一块去吃了午餐。回来之后，郑谦又跟两姐妹在咖啡馆聊了一会。咖啡馆除了选址郑谦给出了建议以外，装潢布局品类郑谦一概没有插手，不过这一切都被两姐妹打理得井井有条，他根本不需要操心，更不用担心会赔钱。而这时候，一个客人的到来打破了郑谦心中的这份宁静。高姐姐，你怎么来了？邓玉清看到门口一位穿着潮流时尚的年轻女性，惊呼一声，连忙上前去迎接。高月的到来吓得郑谦连手中的汤勺都丢了。
完了完了，这下完了。哟，有客人啊，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高月一眼就瞥到了座位上的郑谦，有意无意说道：哪有呀，我来给高姐姐介绍一下，这位是邓书欣。拉着高月，十分亲昵的样子。刚想说郑谦是他们的老板，但又想起刚刚嘱咐给自己的话，连忙改口：郑谦郑总是我的前任上司，之前我在他的手底下做事。听到邓书欣这么介绍自己，郑谦心里才算松了一口气。哦，原来是这样啊。高月拖了个长长的哦音。邓玉清在一旁看出了高月的神态异常，跟之前完全不一样。高姐姐，你跟郑总认识吗？郑谦见状，直接揽过高月的肩膀，把自己的位子让给他坐。对对对，我们哪是认识啊，熟人。郑谦笑呵呵地说道。郑总，你怎么在这儿啊？高月单侧挑眉，话语中充满反讽，有点现场捉贼的意思。郑谦其实也有点心虚，高月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什么？凭借自己家这位的聪明才智，如果已经知道这家咖啡馆是自己出资的话，可能压根不会挑这个时候来故意撞见自己，反而会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这话应该是试探没错了。我这不是路过吗？就过来喝一杯咖啡。你不是说这家咖啡馆的咖啡好喝吗？我就过来尝尝。郑谦撒了个谎。邓玉清和邓书欣有点惊讶郑谦的行为，两个人果然认识。邓书欣没心没肺，当然想不到两人的关系，而邓玉清却看出来高月和郑谦的关系非比寻常。高月并没有挑明两人是男女朋友关系。两位妹妹的做的咖啡确实好喝。高月作为双流街咖啡馆的龙头老大，一姐类的人物，邓玉清和邓书欣都得管她叫姐姐。主要是高月的气场太强悍了，在卧室里，高月可能会偶尔占据郑谦的主导权，但在这种场合，高月的气场就连郑谦都赶不上。四人简单聊了一会，郑谦便找了个借口，说自己下午还有事，就提前开溜了。高月倒也没多留，跟着郑谦一块离开了咖啡馆。你那么着急走干嘛？有事儿瞒着我？高月坐在郑谦车子副驾驶的位置上，面带笑意问道。这一笑，郑谦后背冷汗直流。哪有呀，公司真的有事，我得去准备一个演讲稿。郑谦解释道。你是不是想歪了？哼，我刚跟你提了提那朵姐妹花，你就往人家店里跑，我能不往别处想吗？高月没有生气的意思，他想听听郑谦要怎么解释。那你肯定是误会了，完全是巧合，我真的只是路过来买一杯咖啡，而且邓书欣是我手底下离职的员工，所以才坐在一起聊了聊。你就没要人家姐姐一个微信？没有，不信把手机给你，你检查吗？郑谦说着就把手机拿了出来，要给高月检查。他知道高月是不会接的，所以才敢这么放心大胆。哼，我才不检查你呢，那样显得我多小心眼。高月一脸傲娇的把头转过去。那我问你，是我做的咖啡好喝，还是他们做的咖啡好喝？这是一道送分题。肯定是宝贝你做的咖啡好喝啊，他们做的虽然也有特点，但绝对没有你做的香甜醇厚味浓，根本没法比。从哪儿学的油腔滑调，腻死了。高月被郑谦逗笑了。行了放你走好吧，我下午也还有事情。高月眸子里透露着一股自信，只有不自信的女人才怕自己的男人被抢走。她相信就凭邓玉清或者邓书欣还没办法撼动她在郑谦心里的地位。刚刚郑谦对她的那副态度，两姐妹不是没有见到，相信她们心里应该会有数。郑谦见高月没有追究这件事情，而是在她的脸上留下了轻轻一吻之后下了车，郑谦心里这块大石头总算才安稳落地。这说明高月对他还是很信任的，如果不信任早就对他展开调查了。郑谦相信只要高月想查他，肯定把他最近的人脉关系查个一清二楚，到时候各种实锤证据摆在自己面前，百口莫辩。但是高月没有这么做。下午回到公司之后，郑谦重新投入工作。陈伟强交代他写一份演讲稿，介绍公司上半年的财报和收支情况，要求郑谦在后天的海贸峰会上展现公司的优势，吸引投资方的注资。但有一点，不能透露公司下半年的计划安排。这对郑谦来讲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在公司里，钟小瑶和秦雪丽还有夏倩倩都为这份演讲稿做出了不少贡献。四人在办公室里研究了一下午，一份完整的演讲稿就出来了。晚上回到家里，郑谦更是一头扎进书房，准备背熟这份演讲稿。嘎吱，高月推门入。谦，背什么呢？都12点多了，还不睡觉？演讲稿，后天我要飞魔都一趟。什么演讲稿？我看看。高月接过演讲稿之后，简单看了一遍。不错呀，这内容我感觉还有润色的空间。还能再润色？郑谦有点惊讶，高月还有这种眼力。这份演讲稿可是4个人在办公室里研究了一下午整理出来的。内容我是看不懂，但有些措辞不够严谨，不够准确，要不你交给我，我给你润色一下，你先去睡觉，明天起来再背。好。郑谦将演讲稿交给高月之后，挨着枕头就睡了。第二天早上醒来，郑谦就拿到了一份抄写工整的演讲稿，一些转折词汇、专业性词汇都非常严谨，不知道的还以为高月是业内人士呢。郑谦拿着演讲稿走到2楼客厅，发现高月已经将早餐做好，戴着蓝牙耳机在做瑜伽。醒了？你昨天晚上熬到几点啊？3、4点钟吧。
郑谦惊叹高月的自律性，3、4点钟睡觉，这么早就起来，还为他做好了早餐，精神满满，一点都没有倦意。高月果真是一位贤内助。行李也为你收拾好了，明天几点的飞机？要不要我去送你？高月指了指沙发旁边的行李箱。郑谦没有说话，而是走到高月的面前，轻轻地摘下了他的耳机。你干嘛？不干嘛，就是想抱抱你。我身上一身汗，还是别抱了。那一块洗澡。这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郑谦便与陈伟强结伴飞往魔都。这是郑谦第一次坐头等舱，享受到了空姐无微不至的服务。郑总，你的 PPT 和演讲稿准备的怎么样？放心吧，妥妥的。郑谦胸有成竹，对着陈伟强做了一个 OK 的手势。飞机落地之后，两人便先行前往帝尊酒店。这次的海贸峰会就在帝尊酒店最顶层的大厅内召开，住在这里方便很多。海贸峰会是国内海上贸易组织的一次商会，各大小企业共同出资建立。第一天首先公布过去1年的海上形势以及今后1年的贸易走向。海贸峰会总共会持续3天，各行各业的人士都会参加。第一天就是听报告，大家简单碰个面。第2天才是演讲、拉投资、正式商谈。第3天则是颁奖仪式，主要针对国内地区杰出海上贸易公司以及对海上贸易有着杰出贡献的船长、水手们颁奖。跟郑谦简单介绍完之后，陈伟强就说他还有点事情要出去一趟，让郑谦自便。陈总，你可小心点，别再重蹈覆辙，被拘留了。郑谦别有深意地提醒道。哪儿的话，上次是我大意了，这次是我的一个高中同学，绝对没问题，必拿下。陈伟强离开酒店之后，郑谦先后用手机给几个人报了平安。天空阴沉，下起蒙蒙小雨。郑谦在 Epic 上看到一家人气比较高的蟹黄面，卖288一碗，引发了郑谦的好奇心。刚出酒店，准备打车前往的时候，却差点被一辆车给撞倒。郑谦被这辆突如其来的奔驰车吓得踉跄几步，摔倒在地上，衣服湿成一片。完了，蒋总，我好像撞到人了。开着奔驰 S68 的一位女秘书杜冰冰连忙切到空档，按下电子手刹。下去看看人什么情况，有事就送医院，不要耽误我的时间。后排的蒋嫣然连眼皮都没抬，仍然低头回着一个客户的消息。她眉如远黛，双瞳碱水，一头乌黑茂密的长发披散在肩，穿着职场常见的 OL 装，但仍掩盖不住她那惊心动魄的事业线，曲线玲珑的身材。杜冰冰从门缝里抽出一把伞，连忙下去查看郑谦的情况。不好意思，刚刚没有撞到你吧？郑谦被杜冰冰从积水潭中搀扶起来。还好，差一点就撞到了。没撞到是没撞到，但摔了一跤也是很疼的。不过郑谦看他态度还可以，没打算追究他的责任，回去换一身衣服就好了。撞到了没有？蒋嫣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车上下来了。杜冰冰连忙去为蒋嫣然撑伞。蒋总，您怎么下来了？快回去吧，我来处理就行。啪！蒋嫣然将2沓厚厚的红票子径自拍在引擎盖上，她的脸上冷若冰霜，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郑谦就纳闷了，这他妈什么态度啊？差点撞到他，还一副很拽的模样，有钱了不起吗？蒋嫣然的做派无时无刻不在告诉郑谦，有钱真的很了不起。可现在郑谦也很有钱啊。什么意思啊？郑谦发问。有病看病，没病就当赔你衣服钱了。说罢，蒋嫣然也不管郑谦，直接就回到了车子后排。他1分钟也不想在郑谦身上浪费。不好意思，我老板就这样，你别往心里去。杜冰冰再次上前向郑谦赔礼道歉。他拿起那2沓钞票塞进了郑谦的手里。这钱你拿着吧，就当补偿你的。看着手里的2万元现金，郑谦嗤之以鼻。他现在不缺钱，那个女人有点太不尊重人了吧，以为钱就能解决一切。郑谦也懒得计较，他还饿着肚子呢，撇下这2万块钱就离开了车祸现场。杜冰冰拿着钱想追，但郑谦连头都不回，他只好回到车上向蒋嫣然报告。蒋总，他没要钱，自己走了。爱要不要？蒋嫣然没把郑谦放在心上，他除了再回客户消息以外，还在为2天后海贸峰会的演讲稿做准备。郑谦回到酒店，换了一身衣服之后，便打车前往那家面馆。蟹黄面的美味让郑谦把刚刚发生的不愉快抛在了脑后。郑谦吃得正爽，一个穿着笔挺西装的男人来到了他的面前。肖新豪是郑谦的大学同学，能在这里碰见属实缘分。2人一见如故，坐下来开始唠嗑。你怎么在这儿啊？这不听说魔都这边有家面馆卖288一碗，从来没尝过，就过来吃一次吗？郑谦的桌上有2个空碗，做的确实好吃。行了，能在这儿碰上实在是缘分，这顿我请了。肖新豪十分的大方，老板再上2碗面。肖新豪在大学毕业之后就去了江南地区发展，这次来魔都目的和郑谦一样，也是参加明天的海贸峰会。肖新豪告诉郑谦，他现在在亚航做业务经理。厉害啊，大学那会儿我就看出来你是咱们班最有前途的人，现在年薪最少100万吧。郑谦一听业务经理，立马就联想到李涛的薪资水平，像亚航那样的大公司，肖新豪这种职位起码年薪100万，差不多吧，加上年终奖，1年到头能拿120万左右。
肖星豪十分谦虚地说道，但言语之中又不乏骄傲。据肖星豪所知，他的薪资水平在当年那波同学里算是最高的，第二的宋斌也才拿30-40万，他超出宋斌好几个体量。老同学，你现在做什么呢？肖星豪问道。我啊，我跟你算是同行，现在在正兴船务。郑谦如实答道。正兴船务？没听说过，也是做海上贸易的吗？如果是，那还真是同行。你也是来参加明天的海贸峰会？肖星豪认为，既然是同行，又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在魔都，应该也是来参加明天的海贸峰会的吧。郑谦点了点头。那你在正兴具体是做什么职位啊？肖星豪进一步问道。大学毕业这么长时间，其他人肖星豪都有听说，唯独郑谦没有什么消息。既然他能来参加海贸峰会，那混的应该也不差，最起码跟他是同一职位。怎么说呢？郑谦认真的想了想，他要是说自己是正兴船务的副总裁，有点装逼。在老同学面前，他没有必要装这个逼，还是接地气一点好。我在正兴船务的职位也不高，刚入行，还在摸索学习阶段。实习生啊？肖星豪心里笑出了声。原来郑谦是实习生啊。往年也有不少老总会带一批实习生来旁听，听到郑谦的职位没有他高，肖星豪就放心了。实习生也挺不错的，能被老总带过来参加海贸峰会，说明老总很看重你们这批实习生，想要重点培养，好好干，用不了多久也能做到经理的。肖星豪从一个普通的业务员做到经理，用了4年时间。这一次来海贸峰会，还是肖星豪偶然得到的机会，否则像他这种刚晋升上来的年轻经理，没多大机会来参加海贸峰会。小谦，你要是到时候干不下去了，我给你写一封介绍信，可以直接入职亚航，到时候我罩着你。行，那就多谢肖哥了。郑谦认认真真地道谢。肖星豪跟他是小同乡，还是大学同学，在大学的时候，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学习上，都帮过郑谦不少，甚至还帮郑谦介绍女朋友，对他挺好的。现在碰了面，虽然说难免会比较一下，但更多的是对他的提携，还给了他一个内推的机会，算是郑谦人生中的一个贵人。刚刚肖星豪那股傲气，郑谦并没有往心里去。大学时候自己就是肖星豪的一个小弟，他现在想要确认一下自己的身份，也无可厚非。两人聊着家常。小谦，这次来魔都住在哪儿啊？这回下大了，我送你回去吧。不用麻烦肖哥你了，我打车就行了。嗨，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都是老同学。肖星豪说着，就从兜里摸出了那把奔驰车的钥匙，在手里把玩着。他主要是想向郑谦炫耀一下自己的新车。那行吧，帝尊酒店顺路吗？郑谦倒也没推辞，既然肖星豪想炫一下，那就让他炫呗，他无所谓的。这要求，我也住在帝尊酒店，正好一块回去。肖星豪有些纳闷，正兴船务到底什么来头？这么有钱，竟然把实习生都安排在帝尊酒店。海贸峰会一共要开3天，也就是4个晚上，帝尊酒店一晚的价格在5000加。宋郑谦回到酒店之后，他便收到了消息，说是让他到19楼的办公厅来一趟。小谦，先不聊了，我那边还有点事儿。好，没事，回聊。郑谦也没留肖星豪。肖星豪来到帝尊酒店19楼，参加海贸峰会的大部分企业都已经入住帝尊酒店了，而19层是公开的文印室，还有写字区。那些被老总带来的实习生，或者公司有重要文件需要处理的高管、经理们都暂时在这里工作。肖经理，刚刚怎么不回消息啊？给我急死了。什么事啊，杜秘书，这么着急？肖星豪有些纳闷，难道出什么岔子了？杜冰冰将笔记本反转过来，给肖星豪指出了几处基础错误。蒋总发现你做的 PPT 有些问题，需要你再改改，晚上10点之前必须要发到蒋总的邮箱。肖星豪看到那几处问题之后，猛地拍了一下脑门，这可是专业基础的问题啊！平常注意到了还好，要是蒋总带着这份 PPT 上去，必然会被行业耻笑。这就不是基础错误了，而是致命错误。杜秘书，蒋总看到这几处错误，没有生气吧？肖星豪小心翼翼地询问道。蒋嫣然今年26岁，刚从美洲留学回来之后，就担任了亚航船运的董事长。蒋嫣然只看重能力，不看重资历，否则他也不可能在亚航这么大的企业，这么年轻就担任经理的位置。蒋总很生气，杜冰冰无奈地告诉肖星豪这个可悲的消息。你要是发给蒋总之前检查一遍，或者发给我，我给你看一遍，顺手也就给你改了。这么粗心，我也没有办法。杜冰冰叹了一口气。肖星豪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如同晴天霹雳。行了，赶紧去改吧，我在蒋总那边帮你说说好话，没事的。杜冰冰安抚道。肖星豪没办法，只好认命。杜冰冰说不说好话，结果都是一样的。肖星豪太清楚蒋嫣然这个女人了，一个业务经理竟然在海贸峰会的 PPT 上出现这么基础性的错误，回去之后肯定会第一时间把她给撸下来，让别人顶上她的位置的。晚上9点50，肖星豪在改好那几个基础错误之后，之前又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发现 PPT 的最后几页竟然也有错误。蒋嫣然显然还没看到最后，以至于没有发现。要是被看到了，蒋嫣然绝对会说她的 PPT 漏洞百出，当场发怒。可现在距离10点仅还有10分钟，可不改又不行。肖星豪都快急死了。最后他决定
先给蒋嫣然发一个邮件说明一下情况，然后再去改。可谁知道蒋嫣然却是秒回。肖星豪打开邮件，只看到一句话 ：PPT 不用改了，回去找财务报销一下机票，到人事部办离职。肖星豪一脸懵逼，这捏吗？要求也太严格，太苛刻了吧？换做别的企业，他顶多是被降职处理。蒋嫣然倒好，直接把他给开了。肖星豪心里有苦说不出，他原本还指望着杜冰冰能在蒋嫣然面前说他几句好话，毕竟3年来他在公司表现出色，勤勤恳恳，既有功劳又有苦劳。肖星豪不指望以后再升职，保住现在经理的位置就好。TD， 现在倒好，就因为发了一封要拖延半小时的文件，蒋嫣然直接让他去办离职，真绝啊！虽然他的确有过错，但也不至于这么狠吧？蒋嫣然是肖星豪见过最狠的老总。肖星豪没有放弃，他加班加点改好了 PPT 之后，第2天仍然准备参加海贸峰会，希望蒋嫣然能有点人情味，不开除他，给他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他刚刚才提了一辆大奔，要是没了这份工作，他每个月2万多的车贷该怎么还呀？你怎么来了？杜冰冰在开幕式上看到了肖星豪，连忙把他拉到一边拦住了他。我已经改好了 PPT， 蒋总明天可以直接登台用，这次绝对没有什么问题。肖星豪拍胸脯保证，他昨天夜里审查到了凌晨，又全部润色了一遍，质量绝对比先前一版更高。肖经理，算了吧，蒋总的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见了你肯定要骂你，到时候一点面子都不给你留的。杜冰冰极力劝阻，昨天晚上蒋总自己一个人做了一份 PPT， 还说你是个蠢猪，你觉得蒋总这态度能原谅你不？杜冰冰好心劝阻肖星豪不要再去找蒋嫣然。肖星豪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他在亚航这么辛苦，这么投入的做了4年，因为一点点错误就被开除了，心里这个窝囊啊。肖星豪远远地看了蒋嫣然一眼，最终还是走出了会场的大门。肖星豪刚刚走出会场，迎面就撞上了前来参加开幕式的郑谦。哎，肖哥，开幕式就要开始了，你怎么往外走啊？郑谦看着灰头土脸十分沮丧的肖星豪，好奇地问道。昨天他还意气风发，神采奕奕，怎么今天像是变了个人似的？发生什么事了吗？肖星豪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一言难尽啊。你就别看我笑话了。而这时候刘诗琪穿着一袭红色长裙走了过来。郑总，海贸峰会就要开始了，怎么不进去啊？陈总他人呢？刘诗琪殷切地问道。郑总。肖星豪一听到这个称呼，惊讶无比，这个女人怎么这么眼熟呢？肖星豪想起来了，这不是中光基金的刘诗琪刘总吗？他在亚航的时候，刘诗琪来他们公司参观过，2人曾经有过一面之缘。肖星豪能够肯定这就是刘诗琪没有错。不对啊，郑谦不是说他是正兴船务的一个实习生吗？可会场的门口就他们3个人，除了称呼郑谦以外还能有谁？郑总。肖星豪嘴巴根本合不拢，脸上尽是不敢置信之色。陈总在里面呢。郑谦觉得刘诗琪主动过来跟自己打招呼，自己不理不睬也不太好，就随口回了一句，走吧肖哥，先给我进去，一会我再跟你慢慢解释。郑谦拉着肖星豪参加了海贸峰会的开幕仪式。跟陈伟强碰面之后，陈伟强有点意外，这位是？哦，陈总，这是我的小同乡，也是我的大学同学，现在在亚航担任业务经理。原来是这样啊，那就一块坐吧。会场的位置很多，基本上是坐不满的，每个人的桌前都有身份的标牌，如果没有的，那就是实习生或者秘书、助理之类的随从人员。而郑谦的桌面上赫然立着2个身份标牌，正兴船务副总裁、中光基金 VIP 投资人，压根不用想，这一定是刘诗琪做的手脚。肖星豪看到这2个牌子都懵了，也就是说郑谦既是企业家又是投资人。原本第一眼见到郑谦，肖星豪的心里毫无波澜，但这2个牌子一下子就把郑谦的身份提高了好几个档次。肖星豪目不转睛地盯着郑谦，他完全没想到3、4年都没消息的郑谦，在毕业之后竟然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即便他还担任亚航的业务经理，也是打工人，年薪120万，也就是个中产阶级罢了。而郑谦早就已经突破了阶层，成了一位资本家，每天只要躺着就有收入，完全不需要像他这样为了保住工作提心吊胆、卑躬屈膝。昨天的时候，他还用10分鄙夷的目光看待郑谦。肖星豪还特意提出送郑谦回酒店，炫耀一下自己已经提了奔驰车。实际上，肖星豪表面光鲜亮丽，实际上在亚航也就是蒋嫣然手下的一条狗。而且肖星豪还特意在郑谦的面前炫耀了一下他如今年薪100万，鼓励他好好干，也能走到他这一步。没想到啊，没想到，肖星豪实在是没想到，人家比他牛逼那么多都没有去摆谱，一个小小的业务经理在人家的面前大夸其词的摆谱。肖星豪突然觉得郑谦不仅仅身份地位要比他高，甚至连胸怀格局都要比他高上几个档次。在开幕式之后，肖星豪找机会把自己现在的处境如实告诉了郑谦。你说的那个蒋总是不是一头长发，然后冷得跟一个冰窖似的？郑谦好奇地询问道。对，就是他。你认识吗？有点渊源，但我不认识。郑谦没好意思说自己差点被他的车撞倒的事情。
蒋嫣然拍了2万块钱，想要把他打发走，这事儿说起来多丢人。嗨，蒋嫣然这个人啊，实在是不好评价。肖新豪前脚离开亚航，后脚就开始说亚航的坏话。正好我们公司的陈总也在这儿，肖哥，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委屈一下到正兴船务来帮我和陈总做事。郑谦没有说帮他做事，而是带上了陈伟强，这样的话说出来就不会显得那么鄙夷。紧接着，郑谦开始向肖新豪引荐了一下陈伟强。陈伟强在听说了肖新豪的工作经历以及他的能力之后，感觉到这个人很不错，而且他既是郑谦的小同乡，又是郑谦的大学同学，还在亚航担任过业务经理，有郑谦替他背书，陈伟强没有理由拒绝这个人。肖兄弟，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郑兴这边还空着一个业务经理的位置，虽然比不上亚航那种规模，但我们是一家创业型公司，未来潜力比起亚航只高不低。好，陈总既然这么抬举我有什么理由拒绝呢？肖新豪第一时间为自己找到了下家。说实话，他其实是不太看得上正兴船务的，但正兴船务的总部在业北，离家很近，而且郑谦又在公司里当副总，大学时候他对郑谦那么仁义，肯定是亏待不了他的。到时候实在不行，他可以脚底抹油，直接开溜。不过在向郑谦阐述自己离职的时候，并没有向两人表明是因为工作上的失误被蒋嫣然开除的，而是说自己因为家庭原因自愿离职，想要找一个离家近的工作。就这样，肖新豪第一时间为自己找到了下家，并且成功隐瞒了自己被开除的真相，拿到了正兴船务的 offer。 郑谦并没有把肖新豪在面馆里摆谱的事儿放在心上，肖新豪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本性并不坏，而且在大学的时候帮过他很多，现在他有能力了，能帮一把也帮一把，就当是还肖新豪了。海贸峰会第一天倒没什么大事儿，就是跟各位老总碰个面什么的。陈伟强也借着这个机会向郑谦介绍了不少业内的老总级人物认识，帮助郑谦扩展人脉。第二天才是海贸峰会的重头戏，各地区的船务运输公司都带着自己的 PPT 上去演讲，阐述自己企业的光明前景、优质潜力，目的就是吸引投资方向公司注入新的资金。前一天的晚上，陈伟强还在郑谦的房间待了一会，帮他的 PPT 和演讲稿做了一些小小的修改，这让原本很紧张、很忐忑的郑谦安稳了不少。郑谦从来没在这么多人的面前讲过话，上学的时候在全班同学面前做个自我介绍，他都打哆嗦。但这一次他登上的不是讲台，而是100-200人的峰会主台，台下听他演讲的观众都是各行各业有着杰出成就的人物。这次的演讲不是上去做任务，而是要吸引人给正兴船务投资真金白银的砸钱。陈伟强在郑谦上台之前告诉郑谦，这是正兴船务第一次参加这种级别的峰会，即便没有通过演讲拉到投资也没有关系，主要是宣传一波。郑谦没多想，走上主台之后，按耐住紧张的心理，把该做的事儿都尽最大努力做好。下台的时候，响起十分热烈的掌声，不少人都在讨论这家新起的船务公司以及极其年轻的副总裁郑谦。业北又开了一家正兴船务，你们听说过吗？不知道，我只知道业北有个亚美集团，这年轻人讲的慷慨激昂，看起来就有劲儿。那正兴船务是要和胡老抢生意的节奏啊！胡老已经退休了，现在亚美集团是他儿子在管。说到亚美集团的现状，几个大佬不禁叹口气。在胡老退休之后，亚美集团一直在走下坡路，一手好牌被胡老那个玩世不恭的儿子打得稀烂。如果继承胡老一半的头脑，业北也不至于再冒出来一家船务公司了。台下的肖新豪也不禁摇了摇头。果然，大学是一个分水岭，郑谦与他已经是天差地别。他来参加海贸峰会，还是蒋嫣然提拔，偶然得到的机会，而郑谦都已经带着 PPT 和演讲稿上台拉投资了。肖新豪自愧不如。等郑谦下台之后，肖新豪笑着把郑谦迎回座位，不错不错，讲得很好，你看大家都为你鼓掌了。郑总，感觉怎么样？陈伟强问道。如果没猜错的话，郑谦应该是第一次做这种事儿吧？还是有点紧张。你看我的手。郑谦露出自己哆哆嗦嗦的手。郑谦在讲完之后，其实就没有那么紧张了，但手还是不听使唤，一直在打哆嗦。哈哈，没事没事，以后这种场合来多了就好了。陈伟强拍拍郑谦的肩膀。峰会另外一边，蒋总，刚刚上去演讲的就是我们来酒店的时候差点撞到的那个人啊。杜冰冰向蒋嫣然汇报提醒道。真的假的？你该不会眼花了吧？蒋嫣然挑了挑秀眉，她完全没注意刚刚上台演讲的是谁。是真的，正兴船务的副总裁郑谦。还真是。蒋总，肖新豪也在他旁边，有说有笑的，好像跟郑谦还认识。蒋嫣然顺着杜冰冰手指的方向多看了2眼，这小子还没走。一提起肖新豪，蒋嫣然就来气。海贸峰会这么大的事情，肖新豪竟然一点都不放在心上，做的 PPT 漏洞百出。他给了肖新豪足够的时间去修改，竟然还想要拖延。自从他从父亲手里接管亚航之后，大胆启用新人，肖新豪在他手底下干了3年，是他一手提拔上来的。但从 PPT 可以看出来，肖新豪现如今的工作态度，加上之前不断有女员工举报他性骚扰，蒋嫣然干脆就借着这个机会把肖新豪开除。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找到了下家。正兴船务是吧？
蒋嫣然听都没听过，还不是借着在亚航的工作经历找到的下家。从亚航这种大公司离职，在外边那些小的船务公司都抢着要。接下来有请亚洲航运船务公司董事长蒋嫣然。主持人用话筒向众人报幕。蒋嫣然没有把肖星豪的事情放在心上，没有了肖星豪，还有千千万万个比肖星豪更加优秀的人等着他提拔。现在他要做的就是把精心准备的演讲稿和 PPT 展现给众人，为亚航下半年2个季度要执行的计划拉一笔足够的资金。登台之后，蒋嫣然首先是放出了他准备的 PPT， 这是他2小时做出来的文件，华丽不失本质，想要表达出来的东西全都表达出来了，配合着演讲稿堪称完美。蒋嫣然认为他2个小时赶出来的 PPT 都比肖星豪准备好几天做的要好。底下的肖星豪看了蒋嫣然展示的东西，不禁啧舌，蒋嫣然果然还是蒋嫣然啊。肖星豪甚至怀疑这是副经理精心准备好几天发给他的，不像杜冰冰所说的那样1个晚上赶出来的。这个 PPT 比他做的要好的没影了。蒋嫣然的整个演讲过程大概持续40分钟，比之前所有人的时间都要长。更重要的是，蒋嫣然透露出下半年亚航将会有大动作，但关键性的信息没有公布，一是为了吸引投资方的主动，二则是避免被铜墙狙击。很有智慧的一出演讲。整个过程，蒋嫣然举手投足之间都透露着一股无人比拟的自信。正如蒋嫣然预料的那样，下台之后的第一时间，他就收到了几个投资人发来消息，询问他下半年亚航会有什么大动作，靠不靠谱，有几成把握。蒋嫣然统一回复9成把握，约这几个投资人晚餐的时候详聊。在他的眼里，这几个投资人手里的钱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3个词来形容蒋嫣然现在的心情：轻松、愉快、简单。这个蒋嫣然不简单啊。郑谦皱了皱眉头，从蒋嫣然的演讲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人不是徒有其名，而是有过硬的实力。听肖星豪说，他还是国外留学回来的。蒋宏宇创办的亚航可谓是江南一霸，在整个亚洲都很有名气。陈伟强继续介绍着蒋嫣然这个人，但蒋宏宇因为心脏病在4年前过世了，膝下只有蒋嫣然这么一个女儿，这个企业也就由他来接管。不过你可不要小看他，蒋嫣然在刚一上任就大力整顿，现在亚航在江南地区稳坐龙头老大的位置。肖经理，你在蒋嫣然手下做了4年，应该比我了解他吧？可以给郑总介绍介绍。我和他基本上都是工作上的对话，私下里没有什么交集，他也不会在我这个小经理身上花什么时间。哈哈哈。肖星豪苦笑一声，他倒是想攀这种高枝。不过蒋嫣然确实很厉害，做什么事情都雷厉风行，亚航里的几个老前辈一点面子都不给，被他整得都很惨。陈伟强和郑谦听了默默点头。接下来上台的是亚美集团的胡跃斌。胡跃斌，他也来海贸峰会了？郑谦有点惊讶，不过在想通了之后，郑谦也就没那么惊讶了。叶北就2家船务公司，正兴船务、亚美集团，就连郑兴都能来参加海贸峰会，亚美集团自然够格。胡跃斌眼袋浮肿，带着浓浓的黑眼圈，说话有气无力，不知道还以为他就剩几年阳寿了呢。郑谦猜测，胡跃斌昨天晚上肯定在酒吧鬼混找妹纸了，否则精神面貌不可能这么差。他甚至看到几个人在墙憋着笑，在讨论胡跃斌的脸色，甚至还猜胡跃斌昨天晚上找了几个妹子，差点没把郑谦笑死。就这呀，胡跃斌这种状态怎么跟正兴船务打？郑谦笃定，即便那些金融界的大佬不投正兴船务，也不会投亚美集团，把钱交给这样一个整天纸醉金迷的纨绔子弟糟蹋掉。在胡跃斌下台之后，还有外资企业杜斯特、国资企业华航等等海上运输企业，一个个老总上去讲年报拉投资。晚上的时候，郑谦、刘诗琪2人陪同陈伟强在帝尊酒店24层的一个包间内，邀请了一位魔都的投资人吃这顿晚饭。陈伟强告诉郑谦，这位投资人其实就是他前些天在魔都谈的那位，具体的事项都已经敲定的差不多了，今天晚上就是拍板签合同。其实郑谦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刘诗琪也会出席海贸峰会，他参加这次海贸峰会用的是中光基金的身份名额。来，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经常跟你们提到的卓总，卓修文。卓总不仅仅是我们未来的合作伙伴，也是魔都地区天下航运的老总。陈伟强面带笑意将卓修文介绍给郑谦认识，这是一个戴着金丝眼睛、身高中等、体型修长的中年男人，看上去书生气很重。在卓修文的身旁还跟着一位女秘书，看上去也就20岁左右，刚刚大学毕业的年龄，肤白貌美，体型娇小，一个正经萝莉。如果不是陈伟强介绍，郑谦根本想不到他竟然是一家企业老总。这位是刘诗琪，刘总，我公司的副总，也是中光基金的创始人兼打理人。陈伟强依次向卓修文介绍刘诗琪和郑谦的身份。早就听说刘总大名，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卓总说的哪里话，明日理万机，今天能跟您在一块吃饭，那是我的荣幸。2人说着非常官方的客套话，你吹一下我，我也吹一下你。郑总，今天你的演讲慷慨激昂，这么年轻就能担任正兴船务的副总，想必能力超群。郑谦笑着回应，是陈总无私教导。5人落座之后，先是开了2瓶酒，吃了2轮菜，才正式开始谈生意。卓总，
之前在魔都的时候已经跟您谈过了，今天晚上就是想跟您确认一下尾巴。陈伟强笑着说道。提到这里，卓修文啧了一声，静悄悄地把手中的酒杯放了下来。强子，我也不跟你弯弯绕了，咱们谈的那笔融资，我恐怕没办法给你了。卓修文沉甸甸道，他的话像是一支锋利的弓箭，在陈伟强的心中穿来穿去。卓总，是因为什么原因？陈伟强非常的困惑，之前不都谈好了吗？以陈伟强对卓修文的认识，他并不是一个喜欢变卦的人，突然反悔肯定事出有因。实不相瞒，是因为一位老前辈前天晚上亲自登门找我谈了一下，说要我帮他的忙，出点钱暂缓一下他们的燃眉之急。不过强子你这边我还是可以给你一笔钱的，但是就没那么多了。多少？陈伟强心切地问道。他原本已经做好了下半年的计划，卓修文再融1个亿，加上这半年的收入，正兴就可以再买7、8条万吨货轮，正兴船务的体量一下子暴增1倍，几乎可以与亚美集团持平。1500万，1500万。陈伟强快速在心里换算了一下，再兑点钱也才能买2条万吨货轮，还是那种在国际航线跑了10几年的那种老船。行吧，那既然卓总要还人情，我也不好再说什么，还是很感谢您，我敬您一杯。陈伟强倒上酒，举起杯子敬卓修文。卓修文的内心也比较愧疚，连忙起身回敬。吃过饭之后，卓修文就带着秘书离开了。包间里剩下陈伟强、刘诗琪还有郑谦。陈总，你不是说已经谈好了吗？刘诗琪有点不解。嗨，前2天谈得好好的，我也郁闷了。陈伟强叹了一口气。卓修文的反悔可是打乱了他今年下半年的计划。你觉得他说的是真的吗？一个什么老前辈找他？刘诗琪询问道。不像是假的，我猜测应该是亚美集团的胡老亲自出面了。陈伟强告诉两人，天下航运当年也就7、8个人，3、4条船被亚美集团的胡老收购，然后一手栽培起来的，两家曾经有着深度合作关系。虽然现在分家了，但那时候的人情还在。卓修文说的那位老前辈极有可能是亚美集团的胡老，也就是胡跃斌的父亲。算了，也不怨他。陈伟强虽然嘴上这么说着，但心里极有不甘。接下来就期望郑谦在海贸峰会上的激昂演讲能够拉到一些投资，其余的陈伟强再想办法。陈总，这样吧，我手里还有一些闲钱，要不就先投到公司里。郑谦见陈伟强这么郁闷，也不太忍心。他卡里现在有1亿多点，在卡里躺着也是躺着，还不如拿出来扩大正兴船务的规模。你还能出多少？5000万没问题。郑谦自信道。陈伟强十分诧异 ，TD， 郑谦这小子家里是开印钞厂的吗？钱是大风刮来的，还是连夜印出来的呀？钱袋子这么鼓，还当什么创业者？都已经能叫成功者了好吗？到太平洋买2个小岛，享清福多好，为啥非要一头扎进险恶的商海中？这个问题，陈伟强想不明白。我白天也认识了2个老总，他们手上有一笔丰厚的资金，愿意交给我打理，金额差不多也在5000万左右。我和郑总凑一块，能兑到1个亿。这时候，郑谦才明白刘诗琪来参加海贸峰会的目的是什么。他对海上运输可没太多兴趣，在正兴船务也是挂名副总，甩手掌柜，压根不操心的。来这里就是想看看能不能结识到一些客户。虽然他是以中光基金的身份出席的，但并不是来砸钱的，而是来收钱的。好精明的女人，郑谦忍不住在心里感叹。正兴船务这半年来发展的不错，现有的几艘船下半年的船次都已经排满了。陈伟强是不想浪费这半年的发展期，所以才跑来谈融资，想要多买几条船进公司运营。他认为亚美集团迟早会倒台，到时候叶北为正兴船务为尊。3人最终决定由郑谦留在魔都参加完海贸峰会，看看接下来的几天有没有人愿意投正兴船务，如果有，就尽最大努力留住。我和陈总现在紧急飞一趟厦门，如果这个老总愿意投我们的话，那就不用你们2家出钱了，到关键时候再说。决定之后，郑谦被陈伟强授予全权，留在了帝尊酒店。2人紧急飞往厦门。回到房间，肖新豪迫切地上前问道：怎么样，谈下来没有？郑谦撇了撇嘴，默默摇头。肖新豪没有参加今天晚上的酒宴，他跟郑谦的关系虽然近，但还不够资格。亚美集团的胡老亲自出面，把投资抢走了。那老家伙都出面了，看来你们把亚美集团收拾得挺惨啊。肖新豪找行业内的几个朋友，悄悄地打听了一下正兴船务，听人说起了前不久跟亚美集团商战的事情，2家互相使手段，最后正兴船务略胜一筹，把亚美集团的船几乎全都扣在了码头。胡老可是一个传奇人物，几10年前曾经也是江南、魔都地区的一霸，那些外资企业都要给胡老几分面子。那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郑谦追问。企业的规划有问题，江南水域、魔都水域、东北水域是千百年来的重点水域，当时胡老也不知道怎么，非要把企业的重心放在叶南，结果倒好，一步错，步步错。亚美集团早就已经没有了当年在海上的统治力，被人逐渐超越，占据市场。胡老隐退，在他那个儿子胡跃斌接手之后，企业更不行了，破产清算是迟早的事儿。亚美集团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活力，但胡老又不想眼睁睁看着亚美集团变成等待破产的烂摊子，才亲自出面的吧。
郑谦心中升起一阵明悟，亚美集团竟然还有这样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郑谦一直以为亚美集团是在胡阅兵接手之后才开始走下坡路的，原来早就已经开始败落。第3天，郑谦对海贸事业贡献颁奖仪式没什么兴趣，但其他老总都会参加，为了等待投资人，他也只好参加。今天的蛋儿你不懂了吧？肖新豪笑着说道。今天有什么蛋儿？不就是颁奖吗？肖新豪摇摇头，否定了郑谦的想法。他告诉郑谦，今天看似是颁奖仪式，实际上是那些船长、水手为团队找下家的场合。听他这么一解释，郑谦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今天都是穿白色金色船长制服的人比较多。郑谦还以为有这么多人拿奖呢，怎么还有女的上去领奖？郑谦皱紧眉头，看着台上几位婀娜多姿、十分水灵的小姑娘，穿着白色的水手制服，头戴白帽，有点像是岛国电影里走出的制服诱惑。在郑谦的认知中，做这些工作的99%都是男性，一下子蹦出来7、8位女性，实在让他大开眼界。郑谦环视一周，发现其他人好像并不惊讶。人家不是跑货轮的，是国际邮轮上的，不是给介绍了吗？肖新豪耐心地向郑谦解释。这几位女孩获奖，是因为在一次邮轮着火事件中，冒着生命危险救出了25名游客，为邮轮公司争夺了荣誉，所以拿到了杰出贡献奖。你说，他们会不会也是来找下家的？有可能，今天能出现在这里的水手和船长都有可能。要不咱们过去问问？走。颁奖仪式特别无聊，这几个女水手就成了郑谦和肖新豪的解闷伙伴。虽然郑兴船务没有邮轮，但认识一下总归还是可以的。在几位女水手下台之后，郑谦和肖新豪便结伴来到了他们的身旁。麻烦给这几位对海上事业有着杰出贡献的女士来杯酒。肖新豪一个响指，把服务员给叫了过来。香槟还是威士忌？威士忌，我要香槟。郑谦看傻了都，这特么肖新豪可以说是标准的搭讪艺术家，如此贱头们的行为惹得几个女水手一阵偷笑。看来肖新豪平常没少撩妹啊，一上手一个准儿。我是郑兴船务的业务经理啊。肖新豪回头看了一眼郑谦，他原本想在郑谦面前露一手，但差点忘了他现在在郑谦的手底下做事，主角当然是郑谦啊。肖新豪在介绍完自己之后，很识趣的开始介绍郑谦，这位是我的 boss， 郑兴船务的副总裁郑谦郑总。郑总下午好。几个女水手起身向郑谦打招呼，其中不乏有一位金发碧眼的海外妹子。叫我郑先生就行了，不用叫我郑总。郑谦尴尬的抿了一口红酒。经过了解，郑谦得知这几位女水手还真如同他们想象的那样，是来找下家的。他们的船长名叫姚秋秋，相夫柔泽，素质参红，团辅员仪，身材出众。郑谦感觉把港岛女星放到姚秋秋的面前都逊色3分。其余几个女水手虽然容貌和长相和她差不了太多，但船长的领导气质摆在面前，一身淡金色制服，肩上还扛着水花，特别容易让人产生征服欲。郑先生的邮轮上是缺人吗？姚秋秋开始毛遂自荐，介绍他在邮轮上的工作经验，以及他手底下那支素质极高的水手团队。今天来参加颁奖仪式的还真不是水手，是副船长、大副、二副、三副等人。如果不是姚秋秋介绍，郑谦还真没看出来这几个娇小美丽的女孩还能担任这种职务。最令郑谦诧异的是，姚秋秋竟然带着这支团队在各大邮轮上工作了5年之久。这些人无论是学识、容貌、身材、谈吐，天上飞的空姐根本没办法比。郑先生的邮轮上是缺人吗？姚秋秋询问道。我们公司暂时还没有开展邮轮业务，只是惊叹你们的杰出贡献，想过来认识一下。哦，原来是这样。姚秋秋点点头，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眼底却是说不尽的失望。他原本以为找到新的下家有戏了，最后还是和颁奖仪式上的那些臭男人一样过来搭讪的。算上郑谦和肖新豪，这已经是第8波搭讪的男人了。每一个都是企业的老总，但大部分都没有经营邮轮业务，有一少半有经营的，也不缺人，单纯的是想要他们的联系方式，看看是否有机可乘罢了。另外一边，他们聊什么呢？蒋嫣然瞥到了郑谦和肖新豪在和几个美女水手搭讪，有说有笑，好不开心。蒋总，过去1年的邮轮并不景气，不少国际邮轮公司都被迫停掉了邮轮业务，那些女水手是来找下家的。哦，他们是水手？蒋嫣然第3天姗姗来迟，并不知道这些女水手已经上台领奖了。是的，刚刚还上台领奖了。那几个女孩在邮轮火灾事件中拯救了25名乘客，获得了杰出成就奖。杜冰冰耐心地为蒋嫣然解释道，一边说，她还一边看郑谦。蒋嫣然注意到了杜冰冰的神色异样，怎么，看上那个臭男人了？没有啊。杜冰冰连忙将眼神收回来，十分心虚道。杜冰冰对郑谦还真的挺有好感的，无论是第1天差点撞到郑谦的绅士行为，还是第2天的激昂演讲，甚至今天跟几个女性的谈笑风生，杜冰冰觉得郑谦是一个英俊潇洒、年轻有为、风流倜傥的男人，他最吃这一套了。蒋嫣然冷哼一声，并没有多说什么，要了一杯鸡尾酒，径自走了过去。杜冰冰慌了，连忙跟上。蒋嫣然，
无论是郑谦还是肖星豪，都被突然出现的蒋嫣然惊到了。他来这儿做什么？蒋嫣然似乎没有打算跟肖星豪或者郑谦任何一位交谈，端庄大方地向女船长姚秋秋伸出了玉手。你们好，我叫蒋嫣然，亚洲航运的董事长。亚洲航运？几个女孩面面相觑，这可是九州最有实力的海上企业之一，亚航的掌舵者竟然是一位年轻貌美的女性，这属实让几人大跌眼镜。碰到这样的人，就算亚航旗下没有邮轮业务，也非常有人脉，想要安排他们的工作，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啊！我听闻了你们的英雄事迹，对你们的行为异常钦佩，巾帼不让须眉这句话，在你们的身上演绎的淋漓尽致。有时间吗？我们可以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谈谈合作的事情。几个女孩兴奋不已，要知道女性水手在船上是多么遭受歧视，只有蒋嫣然这种女强人可以对她们产生强烈的共鸣。包括姚秋秋在内的几个船员直接把郑谦和肖星豪撂在了一边，屁颠屁颠的跟着蒋嫣然走了。3句话，郑谦被抢走了7个女人，他心里这个气啊！谦，咱们换个地方吧，我知道一家酒吧，那里的女孩质量也不错。在尴尬时刻，肖星豪主动站出来缓解气氛。蒋嫣然刚刚的举动无疑对他是一种惩罚，但这次撩妹的主角是郑谦啊，蒋嫣然干嘛要搅郑谦的好事？肖星豪想起来郑谦曾经跟他说过，两人之间有点渊源，莫非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郑谦越看蒋嫣然越不顺眼。TD 第一天开车差点撞到他，连一声道歉都没有，直接拍2万块钱让他滚。今天又跑过来落自己的面子，打扰他撩妹，这是故意不让他心里舒坦啊！实在对不起，蒋总不是有意的。杜冰冰还没走，他向郑谦道歉。杜秘书，蒋总做的有点过分了吧？他要干嘛呀？肖星豪愤愤道。算了，我们去外面喝酒吧。郑谦叫住了肖星豪，离开了海贸峰会。杜冰冰想要追上去，但两人已经消失得没影了。18层帝尊咖啡厅，蒋嫣然将一张名片放在桌上，这是亚航一家子公司老总的联系方式，最近正在策划国内航线的邮轮业务，虽然不跑国际，但也能让你们工作3-5个月了。蒋嫣然把一张名片推在几个女船员面前，几个女船员正值年轻，手上攒不住钱，赚得多，花的也多，有时候还会超前消费。国际邮轮因为传染病控制不当的原因，已经被叫停有大半年了。姚秋秋倒还好，几年邮轮攒下了一笔积蓄，但大部分女孩手上的马背带、白条、信用卡差不多都已经爆了，急需一份工作。姚秋秋虽然平时总是劝说他们省着点花，每次都答应的好好的，但全都管不住自己的手，看到什么好看的、好玩的就想买。姚秋秋不得不为他们着想，先找到一份工作再说。就算不跑国际航线，国内航线薪资也不少，这张名片可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谢谢蒋总。姚秋秋收下了这张名片。对了，那2个男人刚刚跟你们聊了什么？蒋嫣然面无表情地询问道。姚秋秋一时半会没有反应过来，堂堂亚航的掌舵人竟然好奇他们刚刚聊了什么。蒋总也没聊什么，就是一些日常。姚秋秋如实答道。那2个男人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们可千万别被他们给骗了。哈哈，蒋总提醒的好。散场之后，蒋嫣然一个人坐在咖啡厅，把手中的那杯咖啡喝完。他原本可以视而不见，郑谦和肖星豪做什么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但自己的秘书都被郑谦给吸引了，那蒋嫣然就不得不去管了。肖星豪虽然已经被开除，见了他连声招呼都不打，属实没眼力劲儿，有点白眼狼。至于郑谦，身上或许有一些真材实料，年纪轻轻就担任了郑兴船务的副总。蒋嫣然认为自己当时拿2万块钱打发郑谦，或是错，或是对，都没有那么重要。跑去拐走姚秋秋等人，落郑谦的面子，还有一个原因，郑谦会不会因为这些事情记恨在心？如果记恨他，那说明这个男人心胸也就那么点，成不了大事，这辈子当个副总也就顶到天了。蒋总，原来您在这儿啊！您神龙见首不见尾，当还在，一转眼就不见了，我找您找了好几天呢。胡月斌摆出一副笑脸，径自坐在了蒋嫣然的对面。有事？蒋嫣然才懒得理胡月斌。胡月斌是什么人？他早有耳闻。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想跟您谈个小合作。什么合作？蒋嫣然惜字如金。胡月斌笑了笑，并没有第一时间说出来，而是先找服务员点了一杯美式咖啡。就是您昨天在台上提出的5航联盟，亚美集团其实也可以出一份薄利。5航联盟是昨天蒋嫣然在演讲上透露的一个联盟组织，主要是为了应对今年下半年的航运计划。5航联盟由亚洲航运、华夏航运、杜斯特航运、天下航运、靖远航运组成。这5个航运公司是当今 JZH 地区最有实力的5个航运公司，客户遍布全球各地。如果把海上贸易作为一个很大的蛋糕，那5航联盟一旦组成，直接就会将蛋糕分走一半。不好意思，5航联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我没有权利通过你的申请。胡月斌内心咒骂一声，这个臭婊子搁这儿装什么装？谁不知道5航联盟是你亚航牵头组成的？加入联盟，与这5家航运公司保持利益关系，
形成利益共同体，最起码能保证亚美集团3年内的业务问题。蒋总，家父跟蒋老先生是故交，您看要不通融一下？如果是50年前的亚美集团，我可以说服其他4家，但亚美集团的现状你比我清楚，还没有资格加入5行联盟。胡跃斌一听这话，有点让他意外。TD 连他父亲的面子都不给，他还是不了解蒋嫣然。蒋嫣然做事从来雷厉风行，别说是胡跃斌了，今天就算是胡老先生当面，蒋嫣然还是一样的说辞。蒋总，要不这样吧，我知道5行联盟有一个共同的基金会，我刚刚从天下航运老总那边拿了一笔8500万的融资，我愿意拿出5000万捐献给基金会，您看怎么样？胡跃斌知道，这个5行联盟一旦组成，其他的那些臭鱼烂虾、小规模的航运公司得死个七七八八，就算是挤破头，他也要挤进5行联盟，让蒋嫣然变成6行联盟。蒋嫣然确实没有料到，胡跃斌愿意拿钱买名额，加入他们的联盟，获利可不止5000万。像亚美集团的体量，不出4个月就能开始盈利。联盟预签订的时长是半年，但如果效果好，还会一直续下去。加入联盟的资格是基于企业的实力，亚美集团显然没有这个实力。如果是50年前的亚美，砸所有人的饭碗都可以，还整什么联盟啊？要知道，当时的亚美集团可是逼得大大小小多少家企业结成联盟来对抗的。如今，蒋嫣然冷笑一声，死气沉沉的一家企业，还是算了吧，白给他打工，他都不要。蒋嫣然不确定胡跃斌是怎么从天下航运老总那边拿到的8500万融资，但绝对不是胡跃斌的功劳。介于刚刚胡跃斌提了一嘴他的父亲胡老，蒋嫣然分析应该是胡老出面拉到的投资。胡跃斌的拉胯式管理逼得胡老都出面了，蒋嫣然更不能让亚美集团加入联盟了。他一口回绝了胡跃斌根本不给他讨价还价的机会。失陪。蒋嫣然放下杯子离开了现场，气得胡跃斌直砸桌子。TD 2个臭木匠当墙头草，你这个臭婊子还给我摆谱！什么狗屁联盟，老子不加了还不行吗？把老子逼急了，直接告你们垄断行业，到时候够你们喝一壶的。郑谦在魔都待了3天左右，但没有人主动联系他。郑谦看融资无望，就和肖星豪返回了叶北，带着他办理入职手续，熟悉公司什么的。谦，你看一下手机。肖星豪笑眯眯地看着郑谦。郑谦打开手机一看，原来是肖星豪向他推了一个人的名片。这谁啊？郑谦好奇问，该不会是哪个酒吧女 DJ 吧？郑谦对于酒吧人员已经无感，在魔都的时候也只是和几个名媛喝酒什么的。姚秋秋，我走之前要到的微信，你加一下呗。姚秋秋，这不是那个游轮女船长吗？在蒋嫣然把人掳走之后，郑谦就没有再见过姚秋秋，都没来得及要人家的联系方式，也不知道肖星豪怎么搞到人家微信的。郑谦犹豫了几分钟，最终还是添加了好友。行了，你熟悉一下公司，尽快投入工作吧。郑谦按照陈伟强先前说过的那样，把肖星豪放到了业务部，担任业务组组长。以肖星豪的能力，肯定是能胜任这份工作的。他有在亚航的工作经验，手上或许还有客户资源，给正兴船务拉来一点，也不是不可以。肖星豪走之后，夏倩倩便走了进来。郑总，陈总说10分钟后在会议室开会，让我告诉一下你。知道了。几分钟后，郑谦来到会议室，陈伟强、刘诗琪、李涛均在场。看陈伟强垂头丧气的样子，就知道厦门那个老总也没谈成。郑总，今天我们主要讨论一下5行联盟的事情。郑谦还没反应过来5行联盟是什么，经过提醒他才想起来，是蒋嫣然在演讲的时候透露的一个联盟组织。5行联盟一旦形成，就相当于把海上运输这块蛋糕先用刀划走了一半。这样一来，我们这些中小型船务公司面临的形势就会比较严峻。5行联盟的5家航运公司是 JCH 地区最有实力的5家，他们一旦形成利益共同体，真的会如陈伟强所说的那样，行业进入一个半垄断状态。正兴目前船只不多，齐鲁的客户、北俄的客户、锦绣集团、大福木材、济源木具，还有大大小小的一些散客，基本上已经把下半年的船次排满了。如果我们不购置新的船只，扩大公司的规模和体量，这半年的黄金发展期就会白白浪费。陈伟强说到这里，眉毛已经皱成了一个内八字。天下航运那笔融资谈下来还好说，谈不下来也就能指望郑谦和刘诗琪的那笔钱了。李涛在这个时候提出，陈总，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也加入这个联盟，形成6行联盟，哪怕蛋糕少分一点，咱们也认了。郑谦其实也有同样的想法。不可能，没那个实力，凭什么跟你结缔联盟？刘诗琪的话直接让2人的想法破灭。我听说亚美集团拿5000万去求蒋嫣然都没求到，更何况我们。刘总说的很对，咱们还没那个实力去谈联盟，谈条件，我们体量不如亚美集团，也拿不出5000万去买联盟的名额。郑谦怎么感觉亚美集团有点像硬点阿三，一直想进联盟，但就是进不去。正兴船务就有点像是一个发展中企业，还没有到能够到超级大企那种分量。郑谦办公室，你好，夏秘书，我是郑总的小同乡，也是郑总的大学同学，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请多多指教。肖星豪伸出手，想跟夏倩倩认识一下。肖星豪在看到夏倩倩的第一眼，
就被他给迷上了。在魔都酒吧里，肖星豪觉得那些名媛的质量已经很高了，但在看到夏倩倩之后，他才知道什么叫超凡脱俗，简直是一朵高贵的百合花。郑谦现在还真是人生赢家啊！T， 这么有味道的女秘书，也不知道被郑谦拿下了没有。如果没有的话，肖星豪有一点点想法，这种事情他不能直接问郑谦，全靠自己试探。你好，肖组长，你是有什么事情找我吗？夏倩倩并没有跟肖星豪握手，直接问他有没有工作上的事情。也没什么事情，就是初来乍到的。如果有什么不懂的，还希望夏小姐能够多多帮助我一下。我加夏小姐的微信了，通过一下呗。肖星豪通过公司的大群找到了夏倩倩，并且发送了好友请求。夏倩倩心生厌恶，她就知道肖星豪不是什么好东西。郑谦都已经那么好色了，他跟郑谦是同乡，又是大学同学，肯定没少一起撩妹。夏倩倩真的不想加他。行，我一会通过一下，现在有点忙。他随口搪塞了一句，就把肖星豪给打发走了。郑谦散会之后回到了办公室，刚刚已经和陈伟强商量好了，他和刘诗琪一人再给公司拿5000万，而陈伟强稀释自己的股份分给郑谦和刘诗琪。郑总，您这小同乡可有点不太仁义啊。夏倩倩看到郑谦回来之后，第一时间凑了上去。怎么说？郑谦不知道夏倩倩何出此言。他刚刚借口说熟悉公司业务，想要加我的微信，但是我没有加。虽然说我们两个没有什么关系，但他这行为好像有点不太好哦。夏倩倩阴阳怪气地说道。郑谦听了还有点不太相信，直到夏倩倩掏出手机，看到肖星豪的那条好友申请，郑谦才相信了夏倩倩说的话。他作为公司副总裁，肖星豪一进公司就加他的秘书，这是什么居心？不用多说，肯定是想聊夏倩倩啊。但是夏倩倩作为郑谦的秘书，虽然不是他的女人，但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郑谦的人。肖星豪这么敢，有点不太把他放在眼里的意思。郑谦没想到肖星豪会给他搞这么一出，亏他这么信任肖星豪，揽着肖星豪的肩膀，在那么多员工面前介绍他。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郑谦只好这么说：倩倩，你别往心里去，他没有别的想法，只是好交朋友罢了。加也就加了吧，你在工作上也可以帮帮他。郑谦其实非常痛恨挖墙脚的事情，尤其是对他的女人。夏倩倩虽然还不是他的女人，但怎么说也是他的秘书，而且郑谦对夏倩倩有不少的好感。当初高月从魔都找来的那个律师，郑谦一掷千金，用1000万让他从高月的身边滚蛋，而且还把那个律师收下当狗。夏倩倩无论是否跟他有关系，肖星豪都不应该背着郑谦索要夏倩倩的微信，这意图也太明显了。郑谦承认夏倩倩长得清新脱俗，但这不是肖星豪挖他墙角的理由。如果这一点不达成共识的话，这兄弟没法做。郑总，据我了解，他不止加了我一个人的微信，您看着办吧，我不好多说什么。还有别的事情吗？有，我想请个假。夏倩倩话还没说完，请假？什么原因？自从郑谦来到公司以后，夏倩倩每天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甚至一些工作外的事情，她都交给夏倩倩去办，倒是没见过她叫一句累。想休息一天，回家看看。好，批了。对了，帮我把公关组的人叫进来。围剿行动暂且告一段落，郑谦把手下叫进来，就是想论功行赏，顺便刷一波系统的返现。郑总，人叫来了。夏倩倩带着钟小瑶、秦雪莉、姚曼曼、郝如雪、常梦梦、何妍妍6个小组成员来到郑谦的办公室，规规矩矩地站在办公桌面前。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选妃大会，正好这几个都站在他的面前。郑谦顺便瞥了一眼，这几位对他的好感度几何？钟小瑶当前好感度91点，秦雪莉当前好感度90点，其他几位对他的好感度普遍在70到80之间。夏倩倩的好感度最低，到现在起起伏伏，也就只剩30点了。几个人心情忐忑，不知道郑谦突然把他们几个叫过来是做什么。秦雪莉倒是隐隐能猜到，论功行赏这么快就来了吗？他会不会被选上小组长？这次的围剿行动，你们几个做的都不错，尤其是钟小瑶、秦雪莉、姚曼曼，你们3个人，多谢郑总夸奖。郑总，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您谬赞了，还是郑总领导的好。3人谦虚道。我听夏秘书说，咱们公关组还没有任命小组长，这几天我观察了一下，已经有了合适的人选，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告诉你们。钟小瑶、秦雪莉2个人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儿，他们特别期待郑谦说出他们各自的名字，但又不希望郑谦这么快公布，2人还没有准备好。至于姚曼曼，她觉得郑谦虽然点名表扬她了，但不太可能选她当小组长。虽然心有不甘，但姚曼曼知道郑谦已经对她死心了，所以也就退出了对郑谦的争夺战。钟小瑶，接下来的日子里就由你来担任我们公关组的小组长。郑谦公布了组长人选，一时半会钟小瑶都没有反应过来，她鄙夷地朝秦雪莉翻了个白眼。这一回合本小姐赢了，你这个新来的靠边站，不是他们是啥？钟小瑶好感度+3，当前好感度94点，而秦雪莉好感度-5点，失落万分，垂头丧气的低着头，当前好感度85点，只比结婚阶段好感度高出5点。姚曼曼听完之后，好感度-20点，
他已经确定了郑谦对他没有了那份热情，如释重负，所以好感度断崖式下降。当前好感度60点，恋人未满，还处于挚友线。其余人好感度不变，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小组长本来就选不上他们，而且也没有能力担任小组长。秦雪莉这位同事刚来公司没多久，但表现得很不错。如果我给他一个副组长的职位，你们会不会有意见？众人面面相觑，许久没有说话。你是副总裁，谁敢对你的决策有意见啊？既然没有意见，那就由秦雪莉担任副组长吧。他之前跟我是同事，我相信他的能力可以胜任副组长的职位。以后就由你和钟小瑶负责组内的总体事务，大家一起进步。钟小瑶好感度1，当前好感度93点。组内一共才几个人，还搞政府，这是什么意思啊？钟小瑶有点看不懂郑谦的操作了。秦雪莉好感度+8，当前好感度93点。他也学着钟小瑶的表情，把刚刚那个收到的白眼还了回去。就连他都没想到郑谦会封他一个副组长的职位。虽然有点看不懂，但秦雪莉可以根据经验推断一下郑谦为什么这么做。郑谦这是不想让钟小瑶太飘，也不想让他在钟小瑶手底下受委屈，所以才给一个矮半级的职位。其实按照常理来说，一个刚刚进组的同事能这么快封副组长，已经是上面格外照顾了。他认定郑谦是在照顾他。为什么照顾他？不照顾别人，还不是对他心存温度。秦雪莉觉得这是郑谦给他的一个信号，他和郑谦是有机会的。感谢郑总的信任，我一定不辜负郑总的期望。实际上郑谦倒是没有想那么多，他的论功行赏真的只是论功行赏而已。钟小瑶的功劳最大，那就组长；秦雪莉的功劳其次，那就副组长。什么资历不资历的，郑谦觉得都不重要。行了，这次反围剿行动大家都有功，一会下班之后跟我去绿源山庄好好玩一下。好爷！几个女孩齐声呼道。这么大的声音，就算是隔音玻璃也不能完全阻隔，惹得外面不少同事的目光聚集。郑总这是又在搞团建了吧？应该是。你看把他们几个高兴的。哎，我当时怎么没想到公关组今后的领导这么好呢？早知道我也进公关组了，不知道现在还缺不缺人。与此同时，郑谦的手机上收到一条邓书欣发来的消息，问他今天晚上有没有空，想要请他吃饭。郑谦脑筋一转，邓书欣也是他的手下之一，顺便把他也叫过来也挺好。下班打卡之后，郑谦带着自己的部下前往绿源山庄。正好你明天休息，今天跟我们一块去玩玩吧。郑谦对夏倩倩说。夏倩倩本来想拒绝，但是听说他还邀请了邓书欣，也就稀里糊涂的同意了。邓书欣前段时间就已经从公司离职了，他还没忘记邓书欣。夏倩倩觉得郑谦挺重情义的，当然也有可能是馋邓书欣的身子，人家那个头那身材，就算是当红模特都自愧不如。出门的时候刚好碰上肖新豪。郑总，这么多人干嘛去啊？我带几个部下去团建。肖新豪一看1、2、3、4、5，郑谦真有能耐，替手下怎么全是女孩子啊？而且还是这么漂亮的女孩子，真的牛批。肖新豪觉得什么搭讪艺术，什么说话技巧都是狗屁，不如兜里的钞票来的实在。郑谦作为公司的副总裁，手底下的员工这么多漂亮妹子，光明正大的利用团建带出去玩，一个人能吃得消吗？郑总，缺司机吗？要不带我一个呗？肖新豪笑眯眯地说道。郑谦想了想，还是摇了摇头。他轻轻地拍了拍肖新豪手臂，这次是我带下属团建，都是我组里的人，下次单独带你出去玩。郑谦不愿意让肖新豪参加，就编了个借口，说他没有参加公司前些天的反围剿行动，所以不好带。实际上郑谦还邀请了邓书欣，他让谁去不让谁去，就在他一念之间，一句话的事。哦，那好吧。肖新豪识趣的退下。郑谦带着一行人来到绿源山庄。绿源山庄是叶北最有名的休闲山庄，吃喝玩乐一条龙，档次不比望月岛差，但就是比望月岛少了点水景。这里的小河小溪小山基本上都是人工做出来的，只是开在郊区靠近森林而已。正值夏日，来这里度假消遣的人不少，人满为患。走进绿源山庄，一个彬彬有礼的经理就凑了上来。先生您几位？郑谦看了一眼身后，这些都是。经理往郑谦身后看了一眼，TD这么多女人陪他一个人吃饭，这捏嘛什么来头啊？身体吃得消吗？经理丝毫不敢怠慢，郑谦身体吃不吃得消跟他没啥关系，主要是得服务好。好的先生，请问您是我们这里的会员吗？不是。那您要不要考虑办一张我们这里的会员卡？郑谦笑了，绿源山庄这种地方上来也就给客户推销会员，这格局不怎么样啊。不过他今天就是来消费的，能多花点钱就多花点，反正系统给返现，有什么区别？只要预充10万就可以成为我们这里的黄金 VIP， 享受20%的折扣，还可以开帝皇包厢。普通客户要是想开帝皇包，要多掏20%的服务费。哦，既然是这样，那就不办了吧，给我开一个帝皇包。经理，夏倩倩，身后的公关组成员，旁边的宾客，这特么就是传说中的人傻钱多，随便开几瓶酒，点几个菜，差不多也就10万了吧。用普通人的逻辑，肯定是先充卡，然后再结账划算啊。这样一来就可以享受20%的折扣，反正这10万是要消费掉的，
即便花不到10万，也差不太多。怎么，有什么问题吗？郑谦看眼前接待他的经理，呆若木鸡，问道。没，我这就去给您开地黄包。经理说话都开始打哆嗦，他觉得郑谦不是人傻钱多，倒是想借这个机会，在这几个女孩面前彰显一下自己的财力，晚上能带走几个算几个。这么一想，那20%的折扣就不值一提了。其他人可不敢多说什么，倒是夏倩倩心里对郑谦一直不满，这时候跳出来说了一句：“郑总，您可真会算数。”郑谦傻呵呵地笑了笑：“几位，里面请吧。”地黄包和普通的包厢的确不一样，金碧辉煌，灯火通明，座椅是纯手工的梨花木，餐具是纯银的，整个包厢都显露着一股帝皇气息。落座之后便是点菜，今天是奖励我们公关组在反围剿行动中的出色表现，想吃什么随便点，想喝什么随便叫，听到了吗？郑谦第一次请他们在外面玩，就是一掷千金，完全不在乎花费了多少。大部分人都明白郑谦一掷千金的豪气，唯有秦雪莉听到郑谦说这话，傻了都，这还是他认识的那个郑谦吗？菜单上那些山珍海味，一人点1道，4、5万都打不住。绿源山庄的客户群体是中产以上，这里的酒更贵，没有低于8000一瓶的。他知道郑千里鱼跃龙门，摇身一变成了凤凰，但当他身临其境来参加郑谦组织的团建的时候，才知道郑谦现在比他想象的还要成功。等会，差点忘了，邓淑欣还没来呢，咱们等等他。倩倩，你去门口接一下他，差不多也该到了。几分钟之后，邓淑欣到场，大家才开始正式点菜。最后菜单传到秦雪莉手里的时候，她整个人都傻了。郑谦还真不是跟人客气，说大话，这几个女人可真会点，什么美洲鲍鱼、澳洲龙虾，各种山珍海味。秦雪莉粗略地计算了一下，菜单传到她这儿已经有5、6万的菜品了。菜单上有点问题，菜很多，但是酒一瓶没点。秦雪莉看了一下，一瓶很普通的酒，这里都要卖8000往上，今天做了这么多人，怎么着也得4、5瓶酒，那就是3、4万了，怪不得大家没有一个人点，是想让她来当这个冤大头，让郑谦觉得不，她是一个不知道省钱的女人，挺有心机啊。秦雪莉才不会上当，点的差不多了，我胃口小，吃不了多少，就不点了。你们点的这些应该就够吃了。这个举动可是遭到了众人的白眼。你搁这儿装什么清高？他们都点了一些，本来打算让秦雪莉把最贵的酒给点了，但没想到秦雪莉竟然不上当，而且还一道都不点，就显得你为郑总省钱。而他们逮着郑总请客的机会很宰呗。夏倩倩看出来其他人脸上有些不对，提醒道：“丽丽，你随便点1、2道吧，没关系的。”好吧。秦雪莉表现出一副勉为其难的表情，点了2道最便宜的菜。夏倩倩心里叹了口气，她刚刚想要救场，但秦雪莉的做法显然让大家更生她的气了。这两拨人明争暗斗的，处处是陷阱。夏倩倩在旁边看着都累。都点了啥？我看看。郑谦从秦雪莉手里接过菜单，怎么不点酒啊？你们都不喝酒？郑谦看没人说话，最后决定：倩倩，你来点。夏倩倩倒是不在这些女人的斗争之中，所以由她来点最合适。夏倩倩倒也不客气，接过菜单就点了2瓶不同种类的酒，威士忌和轩尼诗。行，就按她点的上。先拿2瓶冰的过来，10分钟后再上2瓶，接下来的每10分钟就上1瓶威士忌，每20分钟上1瓶轩尼诗。郑谦把菜单合上，交给刚刚那个经理。经理人都傻了，他能说什么呢？有钱就是爷，郑谦让他怎么上，他就得怎么上；郑谦让他怎么上酒，他就得怎么上。在开始上菜之后，几人一边吃一边聊。郑谦突然想到，其实发红包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如果直接发红包，那系统就不给返现了，所以得巧立个名目。奖金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瑶瑶，你这次的贡献最大，我决定以个人的名义给你发点奖金。钟小瑶一听奖金，耳朵都竖直了。他虽然很想要，但又不能表现得太直接。郑总，您又是请我们来绿源山庄玩，又是发奖金的，多不好意思啊！我只不过是做了点小事而已，不用您再破费了。那不行，我这个人一向奖罚分明，这次你们都有功，必须要奖。瑶瑶10万，丽丽8万，其余每人5万。夏倩倩秀眉紧皱，这还没开始喝呢，郑谦就迷糊了。钟小瑶、秦雪莉、姚曼曼、郝如雪、常梦梦、何妍妍这几个人加起来就得38万了，这也太大方了吧！舒心，你没有参加那次的反围剿行动，就不给你算了啊。郑谦笑着对旁边的邓淑欣说：“郑总，您说的这是哪里话？您要是给我，我都不能要呢。毕竟这是大家伙的功劳，跟我没有关系。今天您领导之前的同事们来团建，还能叫上我，我已经很感激您了。”邓淑欣发自内心的说道。要知道，郑谦可是花了几百万投资他们的咖啡厅，这5万块钱跟咖啡厅比起来，根本算不了什么。他心里没有不平衡。郑总，奖金的事情，我劝您慎重考虑一下。虽然您是以个人的名义，但……夏倩倩话还没说完，就被郑谦给打断了。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几个女孩欢呼雀跃，激动兴奋的心情全都表现在了脸上，唯有姚曼曼闷闷不乐，沉着脸跟大家伙一块举杯敬郑谦酒。
明明他的功劳排第3，组长、副组长只有2个位置，他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发奖金的时候，为什么他也是5万？姚曼曼倒不是看重奖金的多少，他觉得郑谦抹杀了他的功劳。郑谦给他发个50100，姚曼曼也认了，最起码和组里其他人显得不一样吧。郝如雪、常梦梦他们发5万，也给姚曼曼发5万，这是什么意思？姚曼曼很不甘心，但他又没有办法。郑谦说了，这是以他个人名义发的将近，发多发少全凭他自己定夺。也就是说，自己在郑谦的心里的地位跟郝如雪、常梦梦那些组内员工一样，没有什么区别，这让他很是心寒。曾经他和郑谦爱得那么热烈，现在却落得一个路人下场。姚曼曼只能眼睁睁看着钟小瑶和秦雪莉2人相互斗啄，他毫无办法。酒过3巡，菜过5味，郑总，您这么抬举我，我单独敬您一杯。钟小瑶举起酒杯敬酒，今后除了夏秘书以外，我就是您的第一助手了，我一定尽心尽力，不辜负郑总对我的信任和期望。钟小瑶这话有2层意思，一是向郑谦表忠心，二则是打压一下秦雪莉，强调一下她在组内的地位。你秦雪莉虽然是副组长，但钟小瑶是正的，归根结底还得听她的。秦雪莉听到这话，自然不甘示弱。郑总，我也敬您一个。他话还没说完，就被钟小瑶给打断了。丽丽，郑总喝了不少酒了，差不多也都到量了，就先不喝了吧。郑谦刚想要这杯酒，门外突然就响起了敲门声。谁啊？陈总，是我。应完之后，从门外走进来3个人，为首的是郑谦的熟人韩华浩，他的身后跟着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这个人郑谦见过，好像是叶北银行的副行长。另外一个大腹便便，看上去有50多岁，郑谦不认识。原来是韩老板啊，这要巧，在这儿能碰上。韩老板，你说实话，你是不是在我身边安排眼线了？怎么到哪儿都能碰上你？郑谦站起来和韩华浩打趣道：哪能啊，这是我们的缘分，听说你在这儿，我就赶过来了。带公司几个员工团建，听说绿源山庄做得不错，就过来玩玩。郑谦解释道。韩华浩一看，郑谦果然好这口，每次吃饭都带6、7个妹子，各种类型都有，果然好这口。江涛你见过，我就不再介绍了。这位是绿源山庄的老板倪国栋。郑总您好，吃的还好吗？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尽管跟我说，一定给您服务到位了。郑谦主动伸出手和倪国栋握手，跟郑谦同桌的人看到这一幕都傻了。绿源山庄老板倪国栋，众人之前就知道郑谦和韩华浩的关系不一般，好像很熟的样子。倪国栋可是这家山庄的老板，资产加起来在叶北也是排得上号的人物，他见了郑谦都得这副态度，郑谦怎么这么厉害啊？吃的挺好，劳烦你老板操心了。郑谦倒也不意外，凭他在韩华浩面前表现出来的实力，他和倪国栋加起来都比不上。如果没猜错的话，倪国栋估计是听了刚刚那个经理说他这个凯子，然后打听了一下，正好碰上韩华浩，所以才拜托他过来引荐，促进2人认识一下的吧。现在郑谦在叶北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有人主动过来跟他结识并不奇怪。今天能跟郑总认识，实在是我的荣幸，我怎么也得表示一下。这样吧，今天郑总在这里的一切消费全部免单。